神子殿下，在下已经唤侍女去叫小女过来了，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还望神子大人见谅。苍兰城江家的议事大殿之中，一位中年男子正恭敬地向上方的青年说着什么，态度极其恭敬，甚至可以说是敬畏和谄媚了。此刻下方人影灼灼，众人恭敬地站立在一旁，乖巧至极。他们或是江家长老，实力滔天，或是天之骄子，备受瞩目。但此刻面对上方的那位恐怖大人，皆是低下了高贵的头颅，连大气都不敢喘，可见那人的威慑力。中年男子名叫江宁，苍兰城江家家主。他一边解释着，一边谨慎地朝主座投出一瞥，生怕引来对方的不满。不过好在对方依然坐在主位上，闭目养神，神色依然，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这才让他紧张的神色稍微缓和。江宁轻轻擦去头上的冷汗，面色忧愁。此刻他后背已经完全被冷汗浸湿。谁能想到，就在今天，仙谷琴族的神子竟然会亲自前来。他们江家何曾见过这样的庞然大物？江宁看向院外牵着凶兽的鳞甲骑士，心中悄悄叹了一口气。这其中的任何一人都足以泯灭他们江家，不，泯灭整个苍兰城都不是问题。实际上，对于秦九哥今日前来的目的，他早已心知肚明，只是他哪里敢有半点不满。回想当初，若非由于婉莹师尊的缘故，像他们这样的小家族有何资格同仙谷琴族产生交集，甚至联姻？对方今日能够亲自前来退婚，其实已经可以说是给了他们天大的面子了。唉，婉莹啊，江宁内心苦涩。不久前，长生江家刚派人前来收回了江婉莹身为长生江家嫡系弟子的身份资格，如今就连仙谷琴族也来了，而且还是这位神子亲自前来，祸不单行啊！而此刻，端坐于主位之上的秦九哥缓缓睁开了双眸，他面容俊俏，星眸璀璨，瞳孔之中仿佛浮现出一方宇宙世界，绚烂迷人。身着一袭白衣，不染尘垢，发丝微微竖起，身形修长，体态自然，剑眉星目，目若朗星，容貌之俊俏，宛若9天之上的仙神将士，即便是神女也会不由得心生嫉妒。恐怕也唯有屏幕前的彦祖能够与之相比了吧。此刻他正慵懒地靠在主位上，周身气息内敛，仿佛蕴含着大恐怖，不可直视。即便强如江宁，在面对这位秦族神子之时，也只是偷偷瞥了一眼，便感觉到双目刺痛，浑身气血上冲，一股危机感莫名充满全身，仿佛下一刻就会爆体而亡。虽然早知道秦族神子天资不凡，但没想到他竟然连对方随意散发的一丝气息都抵挡不住，不由得内心苦涩。这种天之骄子，莫说他女儿如今沦为了废人，就算是全盛时期，恐怕都没有资格相提并论吧。只是在场无人发现，秦九哥此刻的眼神之中却浮现出了一丝迷茫，还不待他反应过来，便是阵阵记忆涌入，脑海之中无数画面浮现，宛若走马灯一般在他眼前转瞬即逝。很快他便接受完了记忆，没想到我竟然穿越了。秦九哥内心思忖着，他穿越到了一个玄幻世界，这里强者如云，等级分明，丛林法则演绎的淋漓尽致。强者可手握日月，擒拿山川大河，一掌震碎虚空，气息磨灭大道法则，恐怖至极。而弱者则会沦为强者的养料，进入那酷酷冒黑气的人皇盘，或者一不小心就被强者交战的余波震死。不过好在他的身份极为不凡，乃是仙谷琴族的神子，父亲是琴族族长，如今执掌整个仙谷琴族的恐怖存在。仙谷琴族早在混沌未分，鸿蒙未判之时便已存在，存世十分悠久古老，可追溯到上界诞生之前，传承至今，早已不知见过多少沧海桑田，见证过多少古老世家地族的湮灭。而仙谷琴族却依然屹立于上界最顶尖而不倒，坐看这世间更替，笑看沉浮。母亲则是来自轩辕地族，同样不可小觑，乃是如今的上界10大地族之首。上界宗族世家何止千万，轩辕地族能够成为当之无愧的地族之首，可见其底蕴。有了2大超级势力撑腰，秦九哥的身份毫无疑问就是最顶尖的，自幼便受尽无数宠爱，无论他想要什么，2族都会竭尽全力为他满足。可以说，自从出生的那一刻起，秦九哥就已经站在了无数人需要仰望的顶点之上。当然，身为秦族神子，他的实力自然不可小觑。出生之日，异象滔天，混沌众青莲，仙王临9天，龙啸凤鸣震9霄，名扬上界，引得无数大能窥探。3岁淬体，体魄强健，单凭肉身便可同真龙幼崽搏杀不落下风，根基稳固，越级战斗对他来说不过是吃饭喝水那么简单。如今不过18，便已是悟道境后期，这等修炼速度，哪怕是放在整个上界也是无人匹及，当之无愧的年轻一辈第一人。秦九哥单手撑头，慵懒的目光扫视着下方的一众人。通过原主的记忆，他已经得知此地名叫苍兰城，
江家是这里的几大势力之一，而他来这里的目的，则是为了和他那位未婚妻退婚，至少明面上是这样。江家大小姐江婉莹，自从出生起便展现出了她的不俗天赋，便誉为苍兰城第一天骄，在这1亩3分地倒也有些名气。在一次巧合之下，她遇到了外出游历的琉璃仙宫大长老。大长老见她天赋不错，便将其收为了徒弟。此事可谓是震惊了整个上界。琉璃仙宫那可是上界的顶尖势力，传说出过仙人的存在。除去那些祖地中沉睡的老怪物，大长老更是琉璃仙宫如今明面上的第一强者。哪怕是琉璃仙宫的仙主，对他来说也只是个晚辈，极其尊敬大长老一生未曾收徒，这还是破天荒的头一次。因此江婉莹这个名字迅速传遍了整个上界，数不清的宗门势力、世家仙朝前来拜访。任谁都知道，江婉莹这个从偏僻之地出来的小人物，从此就要一飞冲天了。被大长老收为徒弟，以后琉璃仙宫的少公主之位，这不就是板上钉钉了吗？就连长生江家也亲自派出一位掌权长老，恭敬地邀请江婉莹回到长生江家之中，并且许诺他们这一脉以后便是长生江家的主脉之一。甚至就连大长老都为其求了一桩姻缘，而联姻的对象自然是江婉莹和他自己。此事他还是在不久之前才得知的。当时江婉莹风头正盛，无论是天赋身份还是容貌，在上界都属顶尖，外加上秦族曾欠下大长老一份人情，便同意了此事。那时候江婉莹可谓是风光无限。秦九哥慵懒地靠在主位上，称手扶汗，仔细回忆着有关自己这位未婚妻的事迹。这江婉莹的一生未免有些太顺了。按照他多年看小说的经验，若无意外，意外就要来了。果不其然，在3年前，江婉莹莫名其妙修为尽失，沦为了废物。哪怕是大长老也没有发现他身上的半点异样。随后更是彻查了整个琉璃仙宫，也没有发现一丝蛛丝马迹。为了探查清楚江婉莹身上的异样，大长老不惜以身犯险，冒险进入了生命禁区之中，从此便杳无音信，至今都没有消息传来。而江婉莹沦为废物一事，自然不可能瞒多久，尤其是在有心之人的推波助澜之下，迅速传遍了整个上界。她也一跃从声名鼎盛的天之娇女，沦为了受尽众人嘲讽的废柴。自己修为尽失，师尊也杳无音信，江婉莹自然而然地失去了少公主之位，回到了江家。而就在不久前，长生江家还派人亲自前来，收回了江婉莹的嫡系身份，以及他们这一脉成为长生江家主脉的资格。修为消散，师尊失踪，受尽屈辱与嘲讽，自己还过来退婚。按照他前世看过的小说来看，这江婉莹怕不是妥妥的主角啊。这修为消散，指不定是觉醒了什么强大诡异的体质，亦或者身上有什么古老残魂。而他的师尊目前也只是失踪，不是陨落了。等到他遭受到什么强大势力的压迫，命悬一线之时，其师尊自然会出现，护他周全，甚至多半还会突破原本的境界，成为他的靠山。而他则是前来退婚的反派，最后多半也是会遭其打脸。这点套路秦九哥他熟悉得很。虽然对他秦族来说，无论是江婉莹还是他身后的师尊都不算什么，但若能白捡一个气运之女，何乐而不为呢？丁，检测到宿主前世宿会觉醒，天命大反派系统开始绑定。随着脑海中的一声机械音传来，秦九哥微微一笑，他的金手指来了前期境界划分：淬体、炼气、养魂、轮海、玄丹、凝神、化魂、转轮、归一、神通、悟道、涅槃、洞虚、子府、封侯、封王、破空、真王。天命大反派系统，没想到我还真是个反派啊！仔细消化之后，秦九哥不由得内心苦笑起来。但转念一想，当个反派貌似也不错。单论他的身份背景，哪怕放眼整个上界也是无人能及，无论走到哪都会受尽尊敬，不会像主角一样到处招人嘲讽，更不会出现打了小的来老的，引来整个宗门势力追杀之类事迹。毕竟按照原主狠辣的性格来说，不知道有多少大教少主、宗门圣子死在他手上，到头来对方师门长老却只能打碎牙齿往下咽，连屁都不敢放一个，不就是畏惧他的身后势力吗？若是换成主角，没有背景，早就不知道引来多少势力的追杀了。就连他们费尽千辛万苦，深入各大秘境之中得到的机缘宝物，对他来说甚至都看不上眼。对比当主角，他这个反派简直不要太舒服。他祖辈不知道多少代人的努力奋斗，岂是对方区区一个主角就能与之对抗的？更何况他如今还绑定了系统，每杀死一个气运之子，都可以直接夺走对方的气运，获得反派点。反派点的用处几乎可以说是全能，可以直接帮他提升修为、修炼功法、感悟大道，也可以进入商城之中购买各种物品、丹药、法宝、体质、重铜。只要有反派点，无论是什么，
都能够在系统商城之中购买到。只不过，越是贵重的宝物，所需要的反派点自然是越高的。若是气运之女的话，则可以选择和对方绑定。绑定之后，她便可以将对方的修为功法、神通秘术、气运感悟等一并同步到自身。身为气运之女，无论是天赋神通还是功法气运，显然都是世间难寻。一旦成长起来，必定会是名震天下的绝世大能。而她只需要与其绑定，便可以直接将对方的功法修为一并同步过来，不可谓不逆天。她原本的修炼速度已经极其逆天了，若是再绑定几个气运之女，那修炼速度又该有多快？而且，身为气运之女，承载天道气运，她们修炼的功法自然也不可能是什么凡物。若是连对方修炼的功法也一并同步过来，那她的实力又会有多强？而且最重要的是，她在杀死气运之子之后，并不会遭到天道反噬。也就是说，她可以选择直接杀死气运之子，一了百了，亦或者选择将对方养熟了再杀。毕竟身为气运之子，所过之处，什么100万年份的灵药、1000万年一次秘境，全都不要前世的往他们身上凑。别人趋之若鹜，几辈子都不能见到的机缘宝物，对他们来说随处可见，这里面指不定就会出现连秦九哥都感兴趣的机缘。至于怎么选择，全看他自己。不得不说，这一点还是让秦九哥感到极为舒服的。就在秦九哥低头研究系统的时候，下方人群之中，一名面色坚毅的男子此刻正偷偷打量着对方。他五官端正，身材消瘦，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弟子服，看上去普普通通，放在人群里一眼都无法注意到。只不过他右手的无名指上却戴着一枚古朴的戒指，看上去有了些年份。师尊，这就是那位传说中的秦族神子吗？看上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生的倒是人模狗样，就是不知道他的实力有没有传的那么神乎其乎了。男子悄然低头，对着戒指暗中传音道，语气很是不屑：小然，你心燥了。一道清冷的女声仿佛带有魔力一般，让男子的心情稍微平复下来。江然撇了撇嘴，对于女子的话语有些不以为然，随即看向主位上的俊美男子，眼中闪过一丝嫉妒和不屑。切，不就是靠着有一个好家世吗？我若是有他这样的背景，将来的成就必然不会弱于对方。随即江然低下额头，继续同女子传音道：师尊，凭你的眼界，能否看得出来我们二人的天赋实力孰强孰弱？闻言，戒指当中陷入了一番沉默。这还用得着比较吗？女子生前是何等的实力，自然一眼便看出了秦九哥的骨龄。18岁，18岁的悟道境，哪怕是他也是头一次听说。上界何曾诞生这等人物了？单凭这恐怖的修炼速度，恐怕都能载入上界史册了吧？但一想到众人对他的称呼秦族神子，女子便释然了。恐怕也唯有秦族那等恐怖家族才能造就这等怪胎吧。对比起来，江然就显得太过平庸了。不仅年龄比对方大，就连境界也远不及对方，二者完全没有可比性。并非是江然的实力不强，相反，江然的天赋在他看来属实不凡，足以称得上一声顶尖天骄。哪怕在这强者如云的上界，也是能排得上号的。他有信心在他的培养之下，让江然名震上界。只不过若是面对上面的那位秦族神子，就完全没有可比性了。江然虽强，但终究也只是一个小地方出来的人物，没有见过大世面，根本不知道像秦族这种顶尖势力的神子之位意味着什么。若说江然是顶尖天骄，那么对面的那位秦族神子就是禁忌之姿，年轻至尊，二者完全没有可比性。你或许是块金子，但上界金碧辉煌。女子很想劝告对方，让他不要骄傲自满，但又不好直接说，担心打击到他的自信心。稍微斟酌之后，女子柔声说道：对方很强，但你也不弱，若是勤奋修炼，将来的你未必不能追上对方。我知道了，师尊。闻言，江然脸上流露出一抹欣喜的神色。果然跟他想的一样，这秦九哥也不过是一个借着家世作威作福的纨绔弟子罢了。若不是仗着背景，恐怕就连自己也比不过。对于师尊的话，他还是极为信任的。毕竟当初自己也只是一个名声不显的普通江家弟子而已。若不是在机缘巧合之下捡到了那枚戒指，拜女子为师，从此一飞冲天，现在的他恐怕也只是江家一个不起眼的杂役弟子而已。当然，安安稳稳的待在江家没什么不好，但能够拜女子为师，对他来说无异于更加海阔天空嘛。好了，江然，这周围四处都是强者，若无要事，暂时不要联系我了，以免引来危险。女子说罢，戒指便没有了反应。就在刚才，他感受到了好几股恐怖的气息，每一股气息都不弱于全盛时期的他。他现在毕竟还只是一缕残魂，没有完全的把握能够确保二者之间的谈话不被发觉。谨慎起见，他便直接切断了与江然的联系，同时心中也有些悚然，这秦族未免也有些太过恐怖了。仅仅是一个小辈，
出行竟然就有这么大的阵仗。知道了，师尊。江然点点头，但脸上却是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师尊实在是太过谨慎了。对方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纨绔子弟，就算有些背景，又有何惧？只不过在场无一人发现，站立在秦九歌身后的那位白须佝偻老者，原本紧闭的眼眸微微开合，闪过一丝金芒，随即又缓缓合上，仿佛从未睁开过。就在江然还在幻想的时候，门外传来了阵阵惊呼声，以及一道迈步走来的声音。在众人低头敬畏的目光中，秦九歌的未婚妻，也就是江家的大小姐江婉莹，她来了。江婉莹身着一袭洁白的素裙，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她的紧致身材，端庄有礼，款款而来。面容俏丽，眉眼弯弯，眼神灵动，琼鼻小巧精致，阴唇红润，露出一双宛若嫩藕般的玉臂，皮肤白皙光滑，七双赛雪，宛若上好的羊脂玉。柳腰纤细，盈盈一握，3000青丝随意打着一个碧绿发簪，垂落于身后，更显得典雅自然。尽管她如今已无任何修为，但曾经身为琉璃仙宫少公主的风范却没有丝毫褪去，仿佛她依然还是那个高高在上、不染尘俗的少公主。看着上方风姿绰约、傲然于世的江婉莹，江然眼中闪过一丝迷恋和爱慕，但随即便消失不见。只要等到上方的那位秦族神子退婚，那么他就能光明正大的追求江婉莹了。他相信凭借自己的天赋和魅力，一定能抱得美人归的。丁，检测到气运之女江婉莹，宿主是否查看？查看。秦九哥坐在主位，嘴角含笑，细细打量着对方，果然不出他所料，这江婉莹还真是一位气运之女。单论容貌就属实惊艳，恐怕整个上界都无几人能够与其相提并论。随后，一道淡蓝色的光幕浮现在秦九哥眼前，上面清楚地记载着有关江婉莹的信息，唯有他一人能够看到。姓名：江婉莹，身份：苍兰城江家大小姐，天界女帝，体质：冰仙琉璃体，修为：淬体境巅峰，功法：玄霜凝魄诀、冰离碎空点、琉璃剑诀、琉璃明心诀、琉璃阵风术，金手指、逆命珠，气运点30万。好家伙，一上来就是条大鱼。女帝转世，30万气运值，这妥妥的一条大腿啊！这浓郁的气运值简直就是天道赏饭吃，别说成帝，就是成仙恐怕都轻轻松松吧。而且他修炼的这些功法无一不是琉璃仙宫的珍藏，再加上他前世身为大帝所修炼的那些顶级功法，活脱脱的一个行走的宝藏库啊！只要等到前世记忆苏醒，必定就是鱼跃龙门，一飞冲天。而他与其绑定之后，修为与实力都会猛涨。怎么选择，恐怕是个人都知道吧。就在秦九哥打量江婉莹的时候，对方也在默默打量着他。从进入殿门的那一刻起，江婉莹就注意到了秦九哥，无他，对方实在是太过耀眼了。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便夺走了全部风头，压得众人喘不过来气。当初身为少公主，江婉莹自然是见过无数的青年才俊，但却无一人能够与眼前之人相比，仿佛那只是对她的亵渎。对方就仿佛一位9天之上的谪仙，高高在上，意外降落凡尘。无论是谁，只要与其同框，都会不由自主地升起一抹自卑与渺小。尽管江婉莹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在见到自己这位未婚夫的第一眼时，还是不由得神情恍惚了。世人皆传秦族神子有真仙之姿，如今所见却知传言属实，对方当真不凡。白衣胜雪，仙姿神骨，神华耀耀，一举一动皆蕴含天地大势，大道神韵。哪怕以他恬静不争的性格，此刻也是泛起了阵阵涟漪。若是自己没出现修为尽失这种怪事，眼前这位谪仙一般的人物，恐怕就是他的夫君了。但如今，江婉莹心中叹了一口气。不过，他毕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很快便缓了过来，没有失了分寸。他微微躬身行礼，声音清冷明亮：“在下江婉莹，见过九哥神子。小女子未能及时前来，让神子大人久等了，还望大人不要介意。”语气铿锵有力。只不过无人看到江婉莹的耳垂上不由自主地泛起了一丝红晕。呵呵，婉莹小姐客气了，我这次前来主要还是想商讨你我二人的婚约一事。秦九哥嘴角含笑，温文尔雅，如3月春风般沁人心脾。此刻他心里已经在想，如何把这位转世女帝给拐，不是给娶回家了，果然该来的还是要来了吗？江婉莹心中微微叹气，已经猜到了对方的打算，对此也表示理解。毕竟他现在只是一个废柴，而对方可是站在整个上界最顶点的人物，这样的人物远不是现在的他能够配得上的。而且对方态度诚恳，语言温和，亲自前来退婚，也算是给足了他们面子。比起3个月前取走他身为长生江家真传弟子资格的那位江家长老，态度不知道好了多少倍，他又有何不满足的呢？
这便是小家族的悲哀。想到这，江婉莹心中也释然了，拱了拱手，语气坚定道：想必神子大人今日前来是为了退婚一事，还请大人请放心，在下并不是什么不知好歹的女人。这场婚约从未征求过你我双方之间的意愿，自然做不得数，在下不会让大人难办的。只不过话还没有说完，便被秦九哥挥手打断了。此刻他脸上正浮现出疑惑错愕的表情。退婚？婉莹小姐，在下何时说过要退婚了？什么？此言一出，全场瞬间哗然，就连江婉莹脸上也浮现出一抹错愕的神情，还未说出口的话也吞到了肚子里，试探性地问道：莫非大人今日前来不是为了退婚？当然不是，婉莹你误会了。秦九哥摇了摇头，随即一脸苦笑。3年前我因为闭关一事未能及时到此，让你受了委屈，心中有愧。今日前来主要也是为了看望婉莹小姐。至于婚约之事，在下并非薄情寡义之人，自然也不可能做出退婚这种落井下石之事。秦九哥语气平静，仿佛在诉说着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落在江家众人的耳中却犹如雷霆般炸响。众人呆呆地望着主位上那道光正伟岸的身形，一时有些震惊，哑口无言，随即便兴奋起来。本以为秦九哥今天到此只是为了退婚，却没想到对方压根没有这种打算。他们可不会觉得对方是在骗自己。对方是何等身份，怎么可能跟他们开这种玩笑？要知道，论及身份地位，哪怕是长生世家的小姐，不朽大教的圣女，都未必配得上对方。若不是因为婉莹师尊和秦族有救，他们这辈子都别想和秦族有一丝瓜葛。毕竟对方可是连他们身后的主族长生江家都需要巴结的存在，更何况他们这么一只小小的支脉了。江家要一飞冲天了。公子。江婉莹红唇微张，心中还是难以置信。对方身为秦族神子，身份何等尊贵，心气何等高傲。按理说，这样的人物显然不可能看上他这么一个废物的。更何况对方还如此客气，实在是让他有些受宠若惊。若是换成别人，在得知自己未婚妻是个废物，恐怕早就上门退婚了。江婉莹最终也只能将其归结为他这个未婚夫家世涵养极高，待人谦逊温和。尽管只是第一次见面，但对于秦九哥，他还是有着不少好感的。可一想到自己如今的身体情况，他眼神便暗淡了下来，语气也落寞了几分。可是婉莹如今只是一个废人，也不再是琉璃仙宫的少公主，何德何能配得上公子呢？不待他说完，秦九哥便伸手打断了他，语气严肃道：婉莹小姐，我喜欢的是你的人，并非是你的身份。你我二人既然定下婚约，那便是前世修来的缘分。无论你是琉璃仙宫的少公主，亦或者江家的小姐，在我眼中其实都是一样的。公子。闻言，江婉莹心中泛起阵阵波澜。自她修为尽失，跌落神坛以来，不知道遭受过多少人的冷嘲热讽、讥笑辱骂。原本在她心中也早已做好了退婚的准备，却没想到她这位素未谋面的未婚夫，非但没有嫌弃她，反而还对她如此体贴。他的话语宛若一束璀璨光芒，穿透了他这3年来笼罩的全部阴霾与灰暗，带来了温暖与希望。丁，气运之女江婉莹好感度提升，宿主是否绑定？绑定。秦九哥没有丝毫犹豫，他费了这么半天劲，不就是为了将这位转世女帝绑上自己的贼船吗？至于江婉莹的反应，也全都在他的意料之中。锦上添花虽好，却远不及雪中送炭，更何况还是自己这仙姿神颜，用来刷好感，简直不要太容易。下方的长老弟子脸上也都一副欣喜若狂的表情。若不是秦九哥在此，他们都恨不得仰天长啸。绑上了秦族，他江家从此以后就要一飞冲天了。但唯有一人脸上表情阴晴不定，看向秦九哥的眼神中满是愤怒与嫉妒，忍不住出声怒吼道：慢着，我不同意！慢着，我不同意！此言一出，全场瞬间哗然，针落有声。静！死一般的静！众人瞪大了双眼，眼神直勾勾，惊恐地盯着台下口出狂言的那人。江家家主更是直接被吓得呆傻在了原地，双腿发软，颤颤巍巍，差点就要跌倒在地。就在刚才，他还在幻想江家从此以后就能一飞冲天了，但这句话无异于直接给江家判了死刑。别人或许不太清楚秦族神子这个身份有多么恐怖，但他可是知道，仙古秦族那可是连婉莹师尊以及他们的主族长生江家都需要忌惮巴结的存在。他们这么一个小小的分家，敢如此招惹对方，是不想活了。江宁抬起头，眼中布满血丝，想看看那人究竟是谁，竟然要毁了他江家。就连秦九哥的目光也被这一嗓子夺走，饶有兴趣地打量着那位出生之人。江家弟子们见状，纷纷远离原地，将那人显露出来，生怕殃及池鱼男子身穿一件普通的白色弟子服。看身份，
显然只是江家的一个普通弟子，面色刚毅，身形修长，体态自然，额头高高扬起，脸上满是自傲。他是江然，他疯了吗？竟然敢得罪那位大人！完了完了，招惹了这位大人，我们整个江家都会和他一起陪葬的。这个煞笔，他是要毁了我江家吗？江家家主心中发狠，他自然认识江然。在江婉莹修为净师之后，江然便是他们江家的年轻一辈第一人。以往对于江然，他也是极为看好的。天资卓越，沉稳内敛，是个不错的好苗子。虽然比不上江婉莹，但也是世间难寻的天骄，将来有希望带领他们江家更进一步。可他却万万没有想到，这江然直接给他整了一个大活。江家天塌了啊！若不是秦九哥现在还坐在主位上，不知道对方的打算，他早就一巴掌把江然拍死谢罪了。而被众人凝视的江然，他似乎很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一步跨出，傲然自得。至于众人的窃窃私语、讥讽谩骂，则被他给忽视了。对于江婉莹，他其实早已心生爱慕，只不过当初他身份卑微，自然无法与身为琉璃仙宫少公主的江婉莹相比。但现在，他可是拜了一位恐怖的大能为师啊！他师尊生前的实力，足够与那些长生世家、不朽大教的教主所媲美。身后的族群，哪怕放在整个上界，也属于顶级势力，不弱于琉璃仙宫。所以，对于秦九哥，他并不像其他人表现的那么畏惧。本以为对方今日前来是为了退婚一事，却没想到对方压根没有这种想法，让他的打算落了空，不得已站了出来。江然对着四周的长老弟子们拱了拱手，沉声说道：“见过各位长老，婚约仪式讲究的是门当户对，你情我愿。”随即他话语一转，目光直勾勾盯着上方的秦九哥，语气不屑道：“在我看来，你秦九哥只不过是一个只会借助家族威势的纨绔废物，压根配不上江婉莹。若你有胆，便与我一战。想必高高在上的神子大人应该不会惧怕我这种小人物吧？”江然语气咄咄逼人，显然想要趁机激怒对方，好让他与其一对一决斗。按照他对于这些纨绔二代的了解，一个个心比天高，怎么可能忍受这种诋毁？对方必然忍耐不住，接受他的挑战。只要对方的护道者不出手，他便有把握在众目睽睽之下击败秦九哥。到那时，对方灰头土脸，颜面尽失，哪还有什么脸面来商讨婚约之事？就连他自己也能借此机会名扬上界，让江婉莹刮目相看。只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想象中的迎战声并未传来。面对他的挑衅，秦九哥并未答话，而是悠然吹拂着手中的茶水，仿佛根本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眼见被人无视，江然脸都绿了，只觉得自尊心受到了践踏。身为气运之子，自然是心比天高，自尊心极强，受不了一点委屈。尤其是自己的女神都在一旁，更是让他觉得自己丢尽了脸面，活脱脱的一个小丑。江然阴沉着脸继续说道：“怎么了，秦九哥？莫非你不敢？”还不待他说完，就见一道恐怖的气息陡然升腾而起。江然没有丝毫反应，便直接被一巴掌扇飞了出去，整个人都被镶嵌在了墙上，扣都扣不出来。孽畜，我江家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混账？出手之人自然就是江家家主，也就是江婉莹的亲生父亲江宁。江然虽然在年轻一辈当中实力不凡，能越级战斗，但同江宁这种老牌强者相比起来还有所差距，自然不是其对手。解决完江然之后，江宁毫不犹豫地双膝跪地，态度极其谦卑：“神子大人，江然竟敢如此挑衅大人，罪该万死，是我江家的过错，还望大人能看在婉莹师尊的面子上，饶我江家一命。”江宁颤颤巍巍，浑身冷汗直冒，惊惧万分，心中更是恨透了江然。本以为对方天赋不错，将来能带他们江家更进一步，却没想到差点就让他们万劫不复了。秦九哥是谁？那可是连他们主族长生江家都要谨慎对待的人物，碾死他们不比碾死一只蝼蚁要难。要是神子因为误会导致婉莹的婚约泡汤，那他难辞其咎，甚至搞不好整个江家都会有灭顶之灾。都不用别人出手，光是他们的主族长生江家就会亲自动手清理门户。一想到那代价，江宁就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虽然他身份尚算是秦九哥的岳父，但他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哪里敢摆什么架子。二者之间身份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宛若天堑一般，这辈子都无法逾越。说起来，他可能算是最憋屈的岳父了吧。一旁的长老弟子们见状，犹豫了一下，也都纷纷效仿着家主双膝跪地。家主都跪下了，他们站着貌似也不太好，于是便能看见偌大的主殿内，众人齐刷刷的跪地，气氛肃穆，等待着对方的审判。公子。一旁的江婉莹见状，神色忧愁，想出口解释什么。他也不知道江然为何会突然发疯，自己同对方这20年来说过的话都不超过3句。比起对方，他更担心会引起秦九哥的误会，
不知为何，心中就是很在意他的感受。丁，成功打压气运之子江然，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3000点。丁，气运之女江婉莹对宿主心生担忧，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1万点。呵呵，怎么了？我有这么吓人吗？秦九哥放下茶杯，饶有兴趣地看了江婉莹一眼，随后对着下方战战兢兢的众人说道：“不出他所料，这位气运之子果然忍耐不住，大闹现场。其实早在最开始的时候，秦九哥就已经发现了对方，更是将他们师徒2人的谈话都听了过去。对方虽强，但终究也只是一介残魂，哪里能逃过他护道者的感知？就连对方的腰战都在他的预料之中，只不过他没有丝毫兴趣。你会在意一只蝼蚁、一个死人的感受吗？对他来说，江然唯一的作用就是帮他刷江婉莹的好感。不过可惜，对方的气运值少得离谱，只有区1万点，同他未婚7天差地别。当然也可能是由于对方目前还没发育起来，毕竟按理来说，老爷爷留的气运之子后期成就都不会太低。放心好了，我还不至于因为一只蝼蚁迁怒江家。都起来吧，一大把年纪了，跪着成何体统？看着跪在地上的众人，秦九哥挥了挥手，毫不在意。这就是权势的味道。谢过神子殿下。见状，众人纷纷松了一口气，溜须拍马了起来，心中说不出的感激。差距太大，哪怕秦九哥要杀他们，他们也不敢有丝毫怨言。江家家主更是松了一口气，差点他们整个江家都要被送去见太爷了，好在有婉莹啊。随后冷冷地看了眼趴在地上宛若死狗的江然，眼中的恨意毫不掩饰。这个混账东西，若不是神子大义，不跟他们计较，江家差点遭劫。就连其他的长老弟子看向江然的目光中也满是不善，巴不得将其大卸8块，以泄心中愤恨。公子，婉莹待师尊，谢过公子了。江婉莹盈盈一拜，心中说不出的感激。身为少公主，她自然见过无数身份高贵之人，却行着欺男霸女、蛮横无理之事。这个世界本就是弱肉强食，弱者毫无规矩可言。但偏偏对方身份不知道比他们高了多少倍，却依然温文尔雅，谈吐风雅，修养极佳。即便是遭到了江然的顶撞，也未曾迁怒于他们。若是换成别人，恐怕早就一刀切了。扪心自问，哪怕是他在遭遇了先前之事，心中也绝对会生出些许不满的情绪。他的这位未婚夫家世涵养实在是太高了，但他越是这样，反倒让江婉莹心中越是愧疚。丁，气运之女江婉莹心生愧疚，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5000点。听到系统的提示音，秦九哥差点笑出了声。自己的这位未婚妻气运值还真是高的离谱，就这么一会就给他贡献了这么多的反派点。不过脸上笑容依旧温和，摆了摆手道：“婉莹小姐客气了，你我2人之间不需要讲这些。”随即关切地问道：“对了，早就听闻婉莹小姐莫名其妙修为尽失，正好我曾翻阅过一些古籍，或许能为婉莹小姐治疗1、2。那就有劳了，公子。”闻言，江婉莹愣了一下，随后俏脸和耳垂染上了一丝绯红，伸出右手挽起衣袖，露出了宛若玉藕般皎洁的皓腕。失礼了。秦九哥神情严肃，伸手为其把脉，触感温凉细腻柔滑，让后者脸上红晕更甚。他还是头一次和除了自己父亲以外的男人有身体接触，尽管这个人是他的未婚夫，但依然有些羞涩。一旁的江家家主见状也紧张起来，他女儿身上的状况就连他师尊都未能探查清楚，这位秦族神子知识渊博，就是不知道能否治好了。秦九哥双目紧闭，灵力沿着江婉莹的皓腕没入他的经脉之中，认真检查着对方的身体状况，但在心里却早已呼唤开系统了。没错，他哪里懂什么医术啊，有什么不懂的，直接问系统不就好了。童子，他的修为为何会莫名消散？秦九哥好奇地问道。丁，回宿主，气运之女江婉莹的灵力修为全部用来攻击给逆命珠当中的残魂了，待到残魂苏醒，二者便可成功融合，江婉莹也将恢复前世记忆。原来如此。秦九哥微微颔首，知晓了系统的意思。说白了，还是那些老套路，修为让老爷爷吸走了，只不过这个老爷爷是前世的他而已。系统，那你可知道他的前世身份？又为何会轮回转世？天界女帝，这名头实在是太大了，前世必然也是横压一个时代的恐怖人物，更何况他还身负这么浓厚的气运。秦九哥实在想不到他究竟遭遇了什么，竟然会轮回转世。丁，回宿主，他前世乃是天界女帝，天界最巅峰的至强者之一，残仙之境，因天地法则不全，始终无法突破桎梏。后与同为残仙之境的魔界女帝抢夺禁忌石宝定界罗盘而大打出手，试图从中领悟出成仙的契机，但因2人交战的余波太过恐怖，意外激活了定界罗盘，一分为2，他们2人也被其爆发出的恐怖力量所湮灭。
但他们二人的神魂也附身到了逆命珠和天元盘之中，成功轮回转世，待到神魂完全融合，便可恢复全部记忆。原来如此，秦九哥心中大为震撼，难怪有着足足30万的逆天气运。他这位未婚妻的来历还真是恐怖，前世不但修为逆天，更是得到了禁忌石宝这种逆天之物。禁忌石宝乃是传说中诸天万界最强的10件先天法宝，身负禁忌之名，有着神鬼莫测的恐怖威能。每一次禁忌石宝的现世，都会在诸天万界引发巨大的波澜。即便是一介准帝，在得到禁忌石宝之后，都将拥有斩地之能。如今在他未婚妻身上，便有着其中一件的一半。当然，尽管只是一半，但这逆命珠的威能也堪称恐怖，远超仙气。此事若是暴露出去，必然会引起无数强者大能的窥探，各方势力将大打出手，上界格局也将重新洗牌，无数道域势力都会化为齑粉消散，沦为历史。没办法，禁忌石宝的名头实在是太大了，谁得到了它，便能获得无上力量，宗门氏族将长生不灭。唉，秦九哥叹了一口气，不得不感叹，他未婚妻的气运真是好，竟然连禁忌石宝这等禁忌之物都能得到。他倒也没有强抢此物的打算，毕竟自己已经成功与他绑定，只要等他恢复前世记忆，修为必然能够突飞猛进，那么自己的修为也将一日千里，犯不着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而且禁忌石宝的另一半还在那位魔界女帝的手上，唯有合二为一，才能施展出禁忌石宝的真正力量。就是不知道对方是否已经恢复了前世记忆。怎么样，公子，可有查到什么？江婉莹眨巴着大眼睛，满脸期待。秦九哥眉头紧蹙，随即摇了摇头，抱歉。尽管已经知道了缘由，但他并不打算将此事告知江婉莹，一来会暴露出禁忌石宝，这个消息一旦走漏，绝对会给江家带来灭顶之灾，他秦族想要得到此物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二来嘛，倒会显得他这些举动太过刻意，让对方觉得自己是别有所图。演戏嘛，当然是越真越好了。没关系的，毕竟就连师尊也没有探查出我身上的异样，我早都习惯了。江婉莹倒是显得坦然，并没有怎么在意，只是在提及到他师尊的时候，情绪稍微有些低落。放心吧，大长老修为通天，一定不会出事的。秦九哥顺势握住他的小手，轻声安慰道，随即又取出了一块玉简，递给了对方。公子，这是？看着手中金光闪闪的玉简，江婉莹满脸疑惑。尽管修为已失，但他眼力还在，能够感觉出来，眼前的这块玉简品阶绝对不低。这是我从族中特意为你找的，是有关于涅槃疗伤的古经，此物或许对你有用。什么？江婉莹红唇微张，仔细地查看起这篇古经。凭他的眼力，自然能够看出这篇古经的价值。此物若是放在外界，必然会引得无数大能强者的争夺，但他就这么随手给自己了。公子，此物实在是太过珍贵了，在下何德何能？江婉莹柳眉轻蹙，正要摇头拒绝，但却被对方挥手打断了。此物与我无用，留着也是浪费，你就收下吧。等我回到秦族，再去藏经阁中仔细查阅一番，若能知晓你身体的异样，定然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当然，即便你此生真的不能再修炼，我也会保你一生平安。秦九哥语气温和，随即撩拨起他脸庞侧的秀发，二人四目相对，感受到自己脸上传来的热气和对方关切的眼神，江婉莹脸颊上燃起了一抹红晕，就连耳朵根也红透了。公子，丁，气运之女江婉莹心生感动，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3万点。一旁的江家长老们见状，脸上皆浮现出一抹猥琐的笑容，尤其是江家家主，脸都快笑成菊花了。不用想，今天发生的事一旦传出，必然会在上界引起轩然大波，绝对比江婉莹成为琉璃仙宫的少公主还要震撼。卧槽！刚醒来不久的江然，一睁眼便看见江婉莹与秦九哥两人卿卿我我，对方还一脸娇羞的表情，顿时气火攻心，扑哧一声，一口鲜血喷出，随即又晕了过去。把他给我拖走，关入地牢之中，等待神子大人发落。看见江然，江家家主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差点就沦为江家的罪人了，对待江然自然没有什么好眼色。人家二人情同意合，哪里轮到你来反对，怕不是得了失心疯了。随即又给各位长老们使了个眼色，带着所有弟子撤出了此地。空旷的大殿内，此刻只留下了秦九哥与江婉莹二人温存。与此同时，天穹之上，一尊豪华车辇正破空而行，车辇金碧辉煌，霸气侧漏，由4匹战马拉着，车身铭刻着诸多古老的符文，散发出强大的气息，在天上荡起一圈圈的气浪涟漪，眨眼间便消散于千里之外，足以证明里面之人的尊贵。妈的，怎么还没到？都给老子骑快点！若是耽误了本少的大事，你们几个脑袋都不够掉的。少爷，前面就是苍兰城了，最多再有1刻钟，我们就能到达江家了。前方负责驾车的几位奴仆说道，语气颤颤巍巍，
显然对男子很是畏惧。闻言，车辇中的男子冷哼一声，不再说话。看着男子的表现，虚空当中的护道者眉头紧锁，有些失望。他也不知道少爷这是怎么了。就在3天前，八少爷就好像发疯了一样，直接带人就要前往苍兰城江家，并且情绪大变，对待下人也不像以往那么客气了。若不是少爷一直待在萧家，他都怀疑对方是不是被夺舍了。车辇之中，在得知还有1刻钟就能抵达江家，男子神情愉悦，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忍不住轻哼起来。就在3天前，他穿越了。好巧不巧，正好穿越到了他前世看过的一本小说当中，而且他的身份也大得离谱，乃是上古萧家八少爷。上古萧家乃是上界的顶尖势力，传承自上古时代，底蕴深厚，族中有大帝老祖坐镇。他父亲便是萧家家主，因在族中排行老八，故取名为萧坤八。虽然背景恐怖，但萧坤八却不敢有丝毫放松。熟读原著的他知道，萧家表面上独霸一方，威风凛凛，其实早就岌岌可危了。究其原因，就是不久后上界将会出现一场席卷全天下的浩劫，道域破碎，大道紊乱，万物寂灭，生灵涂炭。那人以天地为炉，以大地为药，炼化诸天万界，铸就成仙之路。什么长生世家、不朽大教、太古神族，在他面前，各方世家大教引以为傲的底蕴不堪一击，只能沦为他的养料。诸天万界都沦为了屠宰场，强如大地，在他面前也只是待宰的羔羊。就连他萧家的大帝老祖都被对方一巴掌给拍死了。不过好在他觉醒了系统，神级选择系统，只要每次做出选择都可以获得系统的奖励。手拿外挂，萧坤八瞬间信心暴涨，自己这不妥妥的天命之子吗？并且他还有着关于这本小说的记忆，知晓着不少还未成长起来的大佬。浙江晚莹就是其中之一，剧情当中牛逼的离谱，后期乃是整个上界的天花板之一。而且根据原著，对方这个时间点应该已经遭遇那个特别牛逼的未婚夫退婚了，他现在的情绪肯定特别低落，只要自己趁此机会安慰一下，岂不是就能将其拿下了？萧坤八很有信心，凭自己的背景和外貌，拿下对方这么一个小家族废柴，岂不是手到擒来？一想到对方的仙姿神颜，萧坤八顿时就心血翻涌，催促众人加快速度。丁，恭喜宿主获得地阶御兽环，恭喜宿主获得残破的1/3世界种子，恭喜宿主获得破玉符。江家别院之中，秦九哥悠闲地躺在躺椅上，领取了新手大礼包。破玉符顾名思义，可以破开一方世界的屏障，穿梭两域，乃是少有的保命神物。但可惜他身为秦族神子，身上的宝物底牌多的是，此物倒也看不上。地阶御兽环顾名思义，用来御兽的，只要将其戴上，他便可以控制对方，无法反抗。残破的1/3世界种子，此物的用处就比较大了，只要能够将其还原，那么他便可以得到一方小世界。只要在这方世界当中，他便是造物主般的存在，无人可以违逆。若是遇到打不过的敌人，也可直接躲进小世界当中，或者直接将敌人收入其中，除非对方的实力强到能够打碎一方完整的世界，不然只能任他蹂躏。总的来说，这新手大礼包还是让他很满意的。查看完奖励之后，秦九哥又开始沉思起来。他这次明面上是来退婚，但其实背后另有隐情。毕竟按照原主的性格，根本不会在一江晚莹，更何况他如今还沦为了废人。若真是退婚，随便派个人就来退了，根本不会在一江家的面子。他来此的真正目的，其实氏族中有老祖推算出这片道域，在不久后会有机缘现世。正好他和江晚莹还有婚约，于是便借着退婚的幌子来此处寻找机缘。当然，在他得知了对方的真实身份后，自然不可能再傻到退婚。这么粗的大腿，他抱还来不及了，只是这片道域这么庞大，他要如何才能寻到老祖说的那件机缘呢？神子大人，那江然已经醒了，是否需要在下拷问他和那残魂的来历？虚空泛起点点涟漪，随后一名白发老者现身，对着秦九哥恭敬行礼。他便是秦九哥的护道者，奉命监视江然的一举一动。只是他实在想不明白，神子大人为何要留江然一命？这等蝼蚁，杀了也就杀了。不过既然是神子的命令，他自然是选择听从，想来对方应该是另有打算。听到江然苏醒，秦九哥原本紧蹙的眉头随即又缓缓舒张开来，语气冰冷道：不必了，我亲自走一趟。他站起身来，白衣胜雪，衣袍猎猎，无风自动，身形修长，整个人俊俏的宛若仙神一般。看样子还是得走上一遭，毕竟找寻机缘才是你们这些气运之子应该做的事。秦九哥眼中闪过一丝金芒，嘴角微微上扬，泛起一声冷笑，随即朝着院外走去。好疼，疼死我了！妈的，家主他竟然下这么狠的手！地牢之中，刚苏醒的江然痛苦哀嚎，声声凄惨。对方那一巴掌差点没把他拍死。江然，
你这次实在是太过急躁了。清冷的语气从戒指中传来，显然对他刚才的举动很不满意，竟然因为一个女人险些惨死，他的心性何曾沦为这副模样了？我怎么知道？对方竟然不按套路出牌，按理说像他这样身负盛名的天骄，不应该拒绝我的邀战啊！江然心中也很郁闷，本以为这场战斗是他名扬上界的开始，却没想到对方压根不按套路出牌，拒绝迎战，他难道就不怕道心受损吗？随即反应过来，对方显然是怕了，不敢正面和我交战，只会耍些阴谋手段。若是对方动手的话，未必会胜过我。师尊，你说是不是？红衣女子，对方不是怕了，而是压根不想搭理你，就像真龙不会在意蝼蚁的挑衅。你们之间交战，最多9一开，你1分钟能死9次。若刚才是对方亲自动手的话，江然现在已经没命了。他现在已经有些后悔了，为了一个女人精虫上脑，还招惹了秦族这种大敌，实在不是聪明者所为。江然如今这副模样，还能带他回到家族吗？沉默了片刻，女子才缓缓道：江然，你还是先别招惹秦族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从这里逃出去。一时的失败不算什么，重要的是你是否敢于直面失败，是否有着重新站起来的勇气。女子轻声安慰，她现在性命与对方绑定，一旦对方身死，她也落不下好。她若是想回到族群，重塑身体，最终还是需要依靠江然。说的也是，靠你了师尊。等到自己身上的禁制被解开，江然点点头，又恢复了以往那副自信的样子。君子报仇，10年不晚。秦九哥，今日之耻，我江然记下了。等我修炼有成，必然会让你付出代价，以洗刷我的耻辱。江然恶狠狠道，以往他并非没有遭遇挫折，但最终那些人都被他踩在了脚下了。他相信对方也不例外。哦，什么代价？漆黑沉寂的地牢中，针落可闻，突然传来了一道冰冷的声音，瞬间让江然面露恐惧，后背发凉。这声音他死都不会忘记。踏踏踏，一声声脚步声传来，越来越近，江然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在对方惊恐的目光中，秦九哥从黑暗中缓缓现身，随即露出一个和蔼的微笑。秦九哥，你怎么来了？莫非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江然浑身颤动，语气啰嗦，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了。之前在主殿没有察觉，但现在直面对方，他才深刻感受到对方是多么的恐怖。浑身气息深厚，似汪洋般滔滔不绝，仅仅是随意散发出的一丝威压，便好像要压迫空间。尤其是对方现在这副模样，他总觉得对方仿佛不是什么人，而是一尊恐怖的魔神。哼，赶尽杀绝，你未免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让你戒指里的那人出来说话。什么？什么戒指？你在说什么？江然装傻充愣，死活不承认，但他心中却早已泛起惊涛骇浪。对方是怎么知道的？他以往见过那么多人，却从未有一人能够发现师尊的存在，还在装傻充愣。既然如此，那你就去死吧。秦九哥眉头一皱，也懒得跟他废话，随即一掌拍出。这一掌简简单单，看似平淡，其中却蕴含着莫大的杀机，根本不是对方能够抵挡的。不，师尊救我！江然感受到这一掌的恐怖，顿时就慌了神。怎么可能？对方的实力怎会如此恐怖？这绝不可能是一个年轻人能发挥出的实力。生死危机关头，江然也顾不上隐瞒女子，直接就呼喊出声。他有预感，对方是真的要杀了他，哪怕他全盛时期底牌尽出，也绝对抗不下这一掌。哎，在下九幽，见过神子大人。一道叹息声传来，秦九哥的攻击被化解，消散于虚空，同时一道虚影符现在江然面前。女子虚空而立，眉若远黛，一双凤眸目若朗星，容貌美艳，鼻梁高挺，红润的樱桃小嘴轻抿，不怒自威。身着一袭红色长裙，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她的紧致身材，前凸后翘，柳腰纤细，露出一双修长白皙的大腿，玉足轻点，3000青丝随意披散在肩头身后，美艳不可方物。哦，终于舍得出来了吗？秦九哥仔细打量着对方，尽管如今只是一道虚影，也足以看出女子是何等惊艳。在下九幽，来自九幽民族，还望公子看我族的面子上，能够放过在下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在下给公子赔不是了。被一个小辈随意打量，九幽心中不悦，但奈何形势比人强，他也只好强颜欢笑，拱手行礼。九幽民族，听说万年以前，九幽一族的少族长遭遇意外，生死不知，下落不明，这么看来就是你了。秦九哥思考片刻，随后眉头一挑，公子说的不错。九幽没有否认，只是心中略微有些惊叹，对他们九幽民族这么了解，这秦族的情报能力还真是可怕。放过他倒也不是不可以，毕竟一个蝼蚁而已，碾死他我都嫌脏。
秦九哥语气平淡，依然是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没有把江然放在眼里。听到对方的答复，江然双拳紧握，额头青筋暴起，心中更是怒火中烧。又是这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还称呼他为蝼蚁，这对于他这种自尊心极强的气运之子来说，无疑是种挑衅。但奈何形势比人强，他也只好强忍下心中怒火，不敢多言。那九幽就先谢过公子了。九幽款款行礼，笑颜如花，但不料却被对方打断了。别急，放过他当然可以，只是我正好还缺个坐骑，九幽一族的少族长倒也勉强配得上我的身份。既然如此，那你就来当我的坐骑吧。秦九哥嘴角微微上扬，语出惊人。什么？九幽闻言有些懵圈，随即便反应过来，脸上浮现出一丝怒火。九幽民族历史传承悠久，他们传承了远古不死鸟的血脉，拥有与凤凰相媲美的玩火之能，烈焰一出，焚烧万物。放眼整个上界，九幽民族也是最为强大的势力之一，族中更是有着多位大地老祖坐镇，底蕴深厚。而他身为少族长，实力更是能够与那些长生世家、不朽大教的教主所媲美。以往那些人在他面前都是规规矩矩，不敢放肆，却没想到对方一个小辈竟然张口就要他当坐骑，他何曾受到这种屈辱？而且他身为少族长，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九幽一族的脸面，让他给一个小辈当坐骑，这已经不是在打他的脸了，这是把脚踩在了他们九幽一族的头上踩。他以后还有何脸面回归族群？九幽强忍下心中怒气，语气冰冷道：公子说笑了，你还是换个条件吧。你觉得我是在和你说笑吗？气氛陡然一变，秦九哥脸上笑容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则是一抹杀意，全场皆被肃杀的氛围所笼罩，压抑至极。你族虽强，却还未被我放在眼里，更何况周边的那几族早就对你族虎视眈眈了。万年之前，你不正是被他们联手围剿，才沦落于此的吗？你究竟还知道些什么？九幽面色凝重，对方的难缠远远超乎了他的想象。你说，我若是将你的存在暴露出去，会怎样？我相信那几族对你的存在可是很感兴趣的。秦九哥饶有兴趣地看着对方，嘴角含笑。明明是仙姿神颜，但这副模样落在九幽眼中却宛若恶魔一般。威胁，赤裸裸的威胁。一旦被敌对势力的人知晓，凭他现在的实力根本无法抵抗，甚至会被当作威胁族人的筹码，这是他万万不可接受的。秦公子，你究竟想干什么？九幽咬牙切齿，美眸瞪圆，死死盯着秦九哥。他不明白，对方在上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为何要使用这等卑鄙的手段威胁他？得罪九幽一族对他有什么好处吗？还是说秦族现在已经强大到不将其他势力放在眼里了？前辈，有句古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就算不在乎自己，也要替自己的族人想想吧。秦九哥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语中含义不言而喻。我只给你两个选择，一是当我坐骑，平安无事；二是我亲手送你们上路。当然，在此之后，我会联合你族的敌对势力，覆灭你族。毕竟再怎么说，九幽民族也是上界的顶尖势力，万一此事被他们知晓，又足够我头疼一阵了。你说对吗？所以做出你的选择吧。朋友还是敌人，选吧。朋友还是敌人，选吧。秦九哥冰冷刺骨的话语落在二人耳中，随即九幽陷入了沉默。是，师尊，你不能答应他。看见九幽的反应，一旁的江然神情激动，宛若一个无能的徒弟，自己能够从一个普通弟子崛起，完全就是依靠九幽的指点。若对方离去，他还有什么资格能够纵横上界？对方这一手不可谓不狠，而且对于眼前这个与他相处多年的师尊，他心中其实早已当做了痉挛，容不得他人亵渎。前辈，你可要想好了，是你徒弟重要，还是你全族的性命重要？莫非你真的要为了你徒弟得罪我秦族，让你族无数年的传承毁于一旦吗？秦九哥循循善诱，并不着急，他相信对方会做出正确选择的。我……九幽眉头紧缩，红唇轻张，脑海里正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对方说的不错，他虽然与江然相处多年，感情深厚，但如何能与生他养他的家族相比呢？九幽民族虽强，但若是与秦族硬碰硬，也依然难逃被毁灭的下场。他不能拿全族的性命去开玩笑，他必须承担起他身为少族长的责任。唉，对不起了小然。属下九幽见过主人。说完这句话，九幽便好似泄了气一般，神情落寞。从今往后，他恐怕真的要成为对方的坐骑了，但他也没得选了。丁，主人强迫气运之子师尊为坐骑，符合反派行事作风，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3万点。丁，气运之子江然心态爆炸，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5万点。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秦九哥点了点头，很是满意，随后取出了一块极品养魂玉。进来吧，对于自己人，我还是很宽容的。九幽没有说什么，而是最后再看了江然一眼，随后进入到了养魂玉当中。咦，这里养魂玉当中地界空旷，神华耀耀，四周灵力充裕，近乎快要液化，瞬间滋养起了他的神魂，变得饱满充盈起来，疲惫感瞬间消失殆尽，他整个人都精神了很多。以往跟着江然混，3天饿9顿，还时不时招惹到强者，需要他附身江然逃跑，让他身心疲惫，越来越虚弱，甚至好几次都陷入了沉睡。这也导致他现在的神魂就如同风中残烛一般，一吹即散，就连能否回到家族，他也不抱太大希望了。但却没想到，竟在此刻遇到了秦九哥。不管怎么说，此物确实是解了他的燃眉之急。秦九哥，你……江然咬牙切齿，目光通红，恶狠狠地盯着对方。秦九哥这个混蛋，不但抢走了江婉莹，如今更是夺走了他的师尊。恨啊，他恨啊！他恨秦九哥，更恨自己的无能。他在心中默默发誓，不杀对方，他江然誓不为人。失败者的咆哮如同路边野犬的哀嚎。看着江然面红耳赤模样，秦九哥嘴角微微上扬，随即一股灵力没入到了养魂玉当中。阵阵动听的声音自养魂玉当中传了出来，听得江然虎躯一震。平常江然给他传输的灵力又细又小，还很少，他根本感觉不到。但秦九哥却是不同，灵力又粗壮又持久又精纯，瞬间就填满了他的全身上下。他好久没见过这么精纯的灵力了，此刻也是忍不住直接就：秦九哥，我杀了你！江然再也忍受不住，整个人朝向对方扑去。奇耻大辱啊！对方不仅夺走了他的师尊，还当着他的面如此折辱对方，而他就好像一个无能的徒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却没有丝毫的解决办法。在遇到秦九哥之前，他一直都是顺风顺水，一路横推，哪怕遇到了一些磨难，但最终也是轻松踏过，将那些天骄子弟踩在脚下。这也使他铸就了一颗无敌之心，认为这世间天骄都不过如此。他和对方差的不过是没有对方深厚的背景和资源，若是相同条件下，自己绝不会弱于他们分毫。直到遇到了秦九哥，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天真，意识到何为年轻至尊，竞技天骄，不但给自己招来了大敌，甚至就连自己师尊都被他抓走了。江然双目通红，眼角漆黑，如同染上了烟熏状，身上的气势也陡然一变，变得污秽邪祟，显然是已经入魔了。洗白若3分，黑化强时被江然的实力陡然提升一大截，原本困扰他许久的桎梏消失不见，原地突破，整个人如同猛虎一般朝秦九哥扑去，恨不得择人而噬。只是还没等他靠近，整个人便被一股恐怖的能量轰飞出去，当场昏死。开玩笑，要是能让江然靠近，他这个护道者也就不用干了，直接自裁谢罪去吧。丁，气运之子江然心态崩溃，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1万点。丁，气运之子入魔，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3万点。这就入魔了，还真是不经折腾。秦九哥摇了摇头，有些无语。这气运之子心态未免有些太差了，算是被他彻底玩废了。不过给他提供了这么多的反派点，也算是发光发热了。随后他打开了自己的面板，准备给自己鸟枪换炮一波。宿主秦九哥，身份仙古秦族神子，轩辕地族弟子，体质竞技，修为悟道境后期，功法天赋先秦宝典，玄天斩剑录，吞天魔功，轩辕地诀，道心种魔，万化天魔身。系统空间地阶域兽环1/3世界种子，绑定气运之女江婉莹，天命反派值128000点。不知不觉间，他的反派值已经来到了12万多，足够他提升不少实力了。系统给我加点。秦九哥邪魅一笑，别人的修为是依靠修炼提升上来的，虚浮不堪，而他可是依靠着系统加点，一步一个脚印升上来的，根基稳固，孰强孰弱，高下立判。嗡！随着一声轰鸣炸响，秦九哥全身金光闪现，神华耀眼，整个人的气息深厚似海，境界也在迅速提升。悟道境后期，悟道境巅峰，涅槃境前期，直至涅槃境巅峰，秦九哥身上的气息才稳固下来。此刻的他气血翻涌，磅礴威压，笼罩四方，气息远比之前散发出来的还要强大。根骨、经脉、肺腑宛若被淬炼了一般，呈现出一种晶莹剔透之感。这就是涅槃境的实力吗？还真是令人着迷啊！也难怪那么多人为了力量不惜入魔了。秦九哥双拳紧握，感受着自己身体中的力量，随即露出一个和蔼的微笑。若是寻常的天骄，想要突破涅槃境，至少也需要几年的时间，而他只需要反派值就可以一路横推，没有桎梏，
简直不要太舒服。这就突破了。藏于暗中的护道者看到秦九哥这副模样，眼珠子差点都掉下来。就这么简单的突破了，而且还是直接越了一个大境界突破了。谁家天骄这么修炼啊？而且他观其根基稳固，境界牢固，全然没有虚浮不稳的感觉。他年轻时也曾是秦族的顶尖天骄，修炼飞速，根基牢固，越级战斗手到擒来，不然现在也当不了秦九哥的护道者。但要是跟对方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他以往修炼简直都修炼到狗身上了，人与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丁，检测到新的气运之子，请宿主赶快解决它。就在这时，系统的提示音响。哦，又有猎物送上门来了。秦九哥嘴角上扬，刚打瞌睡就送枕头，他真愁没有反派之花了。江家偏殿，江家家主此刻正和女儿江婉莹交谈着什么。婉莹，你也算是苦尽甘来了，秦公子可真是你的贵人啊。江家家主叹了一口气，脸上皱纹遍布，神情放松了下来。这3年来，江婉莹修为倒退，不知遭到了多少苦难。他这个做父亲的自然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能帮助婉莹，他不惜得罪了诸多长老，只可惜一切都无济于事。不过好在遇到了秦公子，对方的所作所为已经不能用雪中送炭来形容了，简直是雪中送太阳。能遇到秦公子，我确实挺幸运的。江婉莹笑靥如花，本以为会遭到对方的退婚，却没想到对方竟然没有丝毫嫌弃他，反而还一直安慰自己。他的到来无异于给他黑暗的世界里增添了一束光，让他有了走下去的勇气。只是看到父亲苍老的容貌，江婉莹神色忧虑。对了，父亲，你的伤。江宁摆了摆手，不碍事。见状，江婉莹没有再说什么，而是心中暗暗发誓，他一定会让对方付出代价的。报！就在此时，一名弟子慌慌张张跑来，神情紧张。慌慌张张，成何体统？站稳了说话。看见来人，江宁眉头紧蹙，毫不留情地呵斥道。那名弟子语气惊恐：家主大人，屋外有贵客到此，他说他是上古萧家八少爷。上古萧家。江宁和江婉莹二人对视一眼，皆从对方脸上看出了不解。他们江家同萧家隔着10万8千里，平日里没有丝毫联系，对方千里迢迢到他们这里做什么？不过来者是客，更何况来的还是上古萧家这样的庞然大物，江宁自然不敢有丝毫懈怠，准备亲自接待。江家大殿。什么？那人竟然没走？听到江家弟子的回答，萧坤巴闻言顿时没忍住，一口将茶水喷出，满脸惊愕。怎么回事？按照剧情来看，对方这个时间点应该早就退婚离开江家了，他为何还没走？莫非是自己的到来引发了蝴蝶效应？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萧坤巴干脆就不想了。反正对方已经退婚，自己光明正大的追求对方，人谁也挑不出半点毛病。而且自己一个现代人，还有系统傍身，对付这些土著岂不是手到擒来？随便整点现代的土味情话，喊几首诗，不就把这些女主迷的神魂颠倒了？还有他们上古萧家的圣女，她的族妹萧星奈，身负魅惑之体，同样也是世间难寻的美人。等回到家族后，他一定要把对方也一并收入囊中。一想到萧星奈的惊天美貌，萧坤巴只觉得小腹一团邪火翻涌。就在此时，江家家主带着诸多长老以及江婉莹进入大殿，一眼便看见了坐在上方的萧坤巴。他手执折扇，微微扇动，身着华贵，一副放荡不羁的模样，生得倒是俊美，颇有一番翩翩世家公子的韵味。只是在见过秦九哥的仙姿神颜之后，众人就对他不太感冒了。在下江家家主，见过坤巴少主。江家家主率先出声，恭敬地行了一礼。虽然不知道对方来这里做什么，但对方身为上古萧家少主，不得不让他们谨慎对待。只是对方完全没有搭理他，而是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江婉莹，心中早已翻起江涛海浪。卧槽，这还是人吗？怎么生得如此美艳？真不愧是书中的女主啊！跟她比起来，她族的那个什么萧星奈，简直就是一个坤，二者完全没有可比性。在下萧家少主萧坤巴，想必这位就是江婉莹小姐了吧？果然如传闻中一样，生得美艳。萧坤巴强忍下心中激动，伸手抱拳，脸上露出一个自认为和蔼的表情。只不过他这副模样落在众人眼中，颇有一番滑稽的感觉。江家家主面色难看，大庭广众之下，自己身为一家之主，却惨遭人无视，这萧坤巴未免有些太不知礼数了。秦公子背景那么大，都待人温和，你萧家算什么东西？跟对方比起来，一个天一个地。江婉莹，见过萧公子。江婉莹同样双手抱拳，算是回礼，只是眉头微皱，心里很不舒服。对方眼神色眯眯的，让他很是不喜。嗨，似乎是察觉到对方的不悦，萧坤巴轻咳2声，缓解了一下尴尬。
就在此时，系统的提示音响起，叮，检测到当前环境，现为宿主进行以下选择。选项一，二话不说，直接对江婉莹出手，将其强行绑回萧家，获得奖励霉运缠身。选项二，取出疗伤圣药送给江婉莹，获得大境界提升卡1张。卧槽，系统你这什么狗选项？选项一就不说了，肯定不能选啊！身为女主，谁知道她的气运有多么雄厚，直接绑了，跟自杀没什么区别。谁知道会不会路过一个大能就把自己给秒了？选项二看上去不错，但可是要耗费自己一株圣药啊！圣药有多么珍贵，就不必多说了，那可是治疗圣境强者的宝药，不亚于多一条命。哪怕他身为上古萧家少主，也只有唯一的一株圣药，现在却要转手送给别人，不可谓不心痛啊！妈的狗系统，你 TM 也有点太黑了吧！萧坤巴在心中疯狂的吐槽抗议。叮，检测到宿主辱骂系统，自宫程序准备启动。别，系统爸爸我错了，我开玩笑闹着玩的，你说你咋就那么较真呢？听到自宫，萧坤巴顿时就怂了，要真被阉了，他还费尽心思找女主干嘛？但转念一想，自己用一株圣药同未来的大帝交好，貌似也不算亏。若是能绑上这个大腿就发了，就算不能，也会落下人情，他也不亏。而且这么一株圣药，他现在也用不到。凭他的天赋和悟性，修炼到死恐怕也突破不了。相比起来，一张大境界提升卡的作用还是蛮大的。这个世界终究还是实力为尊，罢了，不过是前期的投资而已。干了！成功说服自己后，萧坤巴满脸肉疼，取出了一件紫金木盒。打开之后，一道耀眼白光闪过，雾气氤氲，向四周飘散而去，顿时显露出其中之物的身形。待到烟雾散去，便可看见木盒里面静静躺着一株白色雪莲，晶莹剔透，雪白纯净，隐约散发出阵阵金光，显然不是凡物。在夏听闻婉莹小姐修为倒退，倍感焦灼，于是特意为婉莹小姐取来了疗伤圣药，希望能够对你有些帮助。萧坤巴仔细斟酌一番说道，随后将此物递给了江婉莹。谢过萧公子好意，此物太过贵重，就免了吧。江婉莹摇了摇头，拒绝了他。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自己同对方毫无交集，而且间隔这么远，他不远万里到这里给送上疗伤圣药，谁知道心里打着什么小算盘？场面顿时陷入了尴尬。萧坤巴心中烦躁，全然没想到对方这么难对付，软硬不吃。或许是他刚被退婚，心情不太好。想到这，萧坤巴打算安慰一下他。婉莹小姐，在下听闻你被秦族神子退婚。众人闻言，脸上皆浮现出一抹疑惑。江婉莹率先反应过来，脸色陡然变得难看起来。3年前自己修为倒退，他可从未过来安慰过自己，而如今听到他退婚，便马不停蹄地赶来了。他什么心思，还用想吗？不劳烦萧公子费心了。江婉莹语气冰冷，面色不善，双眸死死盯着萧坤巴。怎么这么大的反应？萧坤巴内心忧愁，这气运之女怎么这么难缠？既然这样，那他也只好想其他办法攻略对方了，不然岂不是白白便宜了这里的土著？呵呵，这里好热闹啊！就在此时，一道笑声打破了此地的宁静。男子面容俊俏，星眸璀璨，瞳孔之中仿佛浮现出一方宇宙世界，绚烂迷人。身着一袭白衣胜雪，不染尘垢，发丝微微竖起，身形修长，体态自然，剑眉星目，目若朗星，衣袍猎猎作响，无风自动，浑身道韵流淌，有阵阵霞光闪过，神华流转。公子！见到秦九哥到来，江婉莹眼神一亮，快步朝对方跑去。这一幕让萧坤巴看到，宛若吃了翔一般。自己费尽心思舔了半天的女主，结果转身对着另一个男子投怀送抱，让他感觉头上绿油油的。而且剧情中也没说还有这么一个陌生男子啊，这怎么全乱了？你是何人？秦九哥饶有兴趣地看着萧坤巴，他正愁没有反派值了，对方就送上门来了。没想到还是个老乡，而且还有系统，就是不知道他能给自己提供多少反派值。提及名号，萧坤坤瞬间腰杆挺直，语气中满是自信。哼，说出无名，吓汝一跳。我乃上古萧家八少爷萧坤巴，尔等见我为何不跪拜？萧坤巴先发制人，亮出自己的身份，企图给秦九哥一点小小的震撼。再怎么说，上古萧家也是上界的顶尖势力，族中有大帝老祖撑腰，更何况他父亲还是家主。论身份，他在上界也是能排得上名号的，更何况在这等小地方，他无疑更是皇帝般的存在。虽然不知道对方的来历，但在这种小地方显然也没什么背景，自己随手就能碾死。更何况自己此次出行还带来了一位圣人护道者，圣人强者放在上界也算是一方强者，足以开宗立派了。对方若是识趣，
他倒不建议给对方一个痛快，只是对方并没有表现出想象中那副惊悚骇然、惶恐不安的表情，就连一旁的江家家主和长老们也都是一副憋笑的样子。他们都是受到过专业训练的，除非实在憋不住了。哎，又一个不知死活的，怎么你们这些气运之子一个个都这么嚣张呢？秦九哥摇了摇头，有些无奈，随后一挥手，虚空中一个脑袋掉在地上，正好落在萧坤巴面前。卧槽！韩叔！萧坤巴定睛一看，吓得险些没瘫倒在地。这脑袋不是别人，正是他的那位圣人护道者韩叔，而且双目瞪得滚圆，显然是生前遭遇了什么大恐怖，死不瞑目。怎么会这样？萧坤巴蒙圈了。韩叔的实力在他们萧家也能勉强算是高层之一，不然也不会来做他的护道者。按理说韩叔来这个小地方应该是嘎嘎乱杀，怎么突然就嘎嘎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秦九哥嘴角含笑，一步步朝着萧坤巴走去，笑容落在对方眼中，像是催命的恶魔。系统童子，系统爸爸，快点救我啊！萧坤巴在心中疯狂呼喊，本想在女主面前装个逼，结果却连命都要搭进去了。丁，检测到宿主当前场景，提供以下选项。选项一，跪下磕头求饶，大喊爸爸我错了，有一定几率触发脚底抹油，随即传送至方圆5000里之外。选项二，硬刚到底，我命由我不由天，对秦九哥大打出手，获得真王境实力1天。卧槽！什么？他就是那个秦族神子？听到系统的回答，萧坤巴顿时傻了眼，他怎么还没走？这跟剧情说好的不一样啊！随即心里便生出了一股恐惧，自己竟然在不知不觉间招惹了这个恶魔。选项一肯定是不能选了，熟读剧情的萧坤巴可是知晓，对方表面上光正伟岸，但私底下却是极其的暴虐，睚眦必报自己得罪了他，必然挖地3尺也会被他找到，受尽折磨。而且传送还是有几率，不一定100%被传送走。退1万步来讲，就算被传送走了，区区5000里，也就是对方一句话的事。但是真王境的修为，虽然自己的圣人护道者都被对方打死了，但这么近的距离，若是动手，对方根本不可能反应过来，而且恐怕也没人能想象到他有着真王境的恐怖实力吧。先将秦九哥劫持，让他们心生忌惮，然后自己再趁机逃跑。凭他真王境的实力，1天之后早就不知道逃到哪里了。至于萧家，虽然后续可能会迎来秦族的报复，但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大难临头各自飞，保住自己的小命才是最重要的。自己还没有在这里大开后宫，可不能就这么窝囊去死了。系统，我选择选项2。随着秦九哥身距接近，萧坤巴突然暴动，休要欺人太甚。他周身气息猛然暴涨，气势恢宏，整个人如同一支离弦的箭飞驰而出，猛然冲向秦九哥。什么？真王境？感受到对方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江家家主大惊失色。怎么一个小辈，现在的实力都这么强了？但他来不及多想，整个人便迎着萧坤巴扑杀上去。尽管二者实力差距悬殊，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秦九哥受到一丝伤害。只是他还是慢了一步，萧坤巴已经来到了秦九哥的身前。呵呵，蝼蚁，不自量力。秦九哥眼中闪过一丝讥讽，随后平静地站在原地，没有丝毫抵抗的打算。好机会！萧坤巴见状顿时大喜，果然和书中一样，这秦族神子骄傲自满，对自己的实力极为自信。只是他恐怕想不到，自己并非土著，而是有挂的。只要拿下对方，自己便可以趁此机会逃离了。只是还没等他来得及出手，上方的虚空中突然凭空浮现出一只洁白大手，宛若撕裂空间而来，四周散发着道道光晕，晶莹剔透，恢宏恐怖，随即一掌拍下。不！萧坤巴全身空间被封锁，无法抵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掌朝他压下。留他一命，我还有用。秦九哥双手负于身后，语气淡淡道：遵命。一掌拍下，萧坤巴口吐鲜血，五脏六腑全部化为碎片破碎，剧烈的疼痛感让他再也忍不住，整个人昏死了过去。丁，恭喜宿主重创气运之子萧坤巴，获得天命反派值5万点。出手之人自然就是秦九哥身后那位白发苍苍、看上去朽木僵枯的老者，但其真实实力却是恐怖至极，丝毫不亚于上界各大顶尖势力的执掌者。从萧坤巴出手暗算秦九哥，到自己被一巴掌拍晕，整个过程不过一瞬间。但令在场众人都看傻了眼，足足过了半晌才缓过神来，江家家主更是吓得直哆嗦。幸好秦九哥没受伤，不然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公子，你没事吧？江婉英快步走向秦九哥，伸手触摸他的全身上下，生怕他哪里受了伤。无碍，吓到你了吗？江婉英摇了摇头，看着昏死过去的萧坤巴，面色凝重道：他的实力怎会突然间暴涨？短短一瞬间，实力就暴涨到真王境，哪怕是一些邪魔秘术都做不到。
可能是被人夺舍了吧。秦九哥沉思片刻后说道。他这一说法立马得到了其他人的认同，他们实在是想不到，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虽然对方身为萧家少主，被夺舍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好了，这里的事就交给我吧。秦九哥拉住江婉莹的小手，语气温和道。至于这些人，秦九哥扭头看向跟随萧坤巴前来的几位奴仆，只不过他们现在还是一脸懵逼的样子，显然还没有从刚才的事情中缓过神来。少主被夺舍，护道者身死，还得罪了眼前这位看上去就来头不小的大人物，如此飞来横祸，实在是让他们脑袋发懵，有些难以接受。都解决了吧？秦九哥眉头一挑，下令道。是，神子殿下。江家家主以及各大长老欣然领命，看向众人的眼中不怀好意。你们不要过来啊！众人只觉得菊花一紧，随后眼前一黑。江家地牢之中漆黑寂静，针落耳闻，不时的有点点水滴落下，萧坤巴便被关在了这里。随着一滴水滴落在他的脸上，顿时让他打了个寒战，睁开了双眼。死！我竟然没死！哇！萧坤巴强撑着身体站起，随即一口鲜血裹挟着他的内脏碎片喷出，浸染了他的衣身，嘴角处更是鲜红一片。但此刻他却没有丝毫担忧，脸上反而还露出了一抹笑容。哈哈，我果然是主角，命不该绝。他想到自己看过的那些小说，反派本有着可以碾压主角的强大战力，却因为骄傲自大，屡次放过了对方，最终走向了灭亡。毫无疑问，自己穿越过来，自己就是主角。哼，秦九哥，你再强也不过是这里的一个土著，怎会知道主角的强大？等我发育起来，必定会让你后悔今日的选择。萧坤巴强撑着身体，双拳紧握，咬牙切齿道。哦，土著，这个称呼还真有意思。可就在这时，一道冷冽之声穿透四周，落在了萧坤巴的耳中，顿时让他大惊。谁在那里？他扭头四顾，看见了不远处的黑暗中有着一道白色身形站立，对方自始至终都一直安静地站在那里，只不过是他没有感知到而已。嘿嘿，秦身子，刚才那些话我都是瞎说的，你别往心里去。我如假包换，不信你可以检查我的神魂，我真的没有被夺舍。萧坤巴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当着对方的面说对方坏话，还有比这还尴尬的事情吗？我自然是相信你没有被夺舍，毕竟夺舍之人可不敢轻易让别人查看自己的神魂。秦九哥嘴角含笑，一步步朝着对方走去。闻言，萧坤巴松了一口气，比起夺舍，我还是更喜欢你们的另一种称呼，穿越。你说我现在应该叫你萧坤巴，还是穿越者呢？什么？萧坤巴闻言心中大骇，随即便生出一股恐惧，对方是怎么知道的？毕竟在他眼中，这里的所有人都不过是土著而已。他身为穿越者，天生就有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哪怕是险些身死，他也依然看不起这些土著。可现在他眼中的土著竟然说出了自己的身份，这如何能让他不感到恐惧？不要那么紧张嘛。秦九哥脸上依然是一副和蔼的笑容，让人看不出他心中所想。但下一句话顿时让萧坤巴不淡定了。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萧坤巴试探性的说道，随即脸上露出喜色。莫非你也是穿越者？噗嗤！但还不待他说完话，一只手便贯穿了他的胸膛，留下他一副难以置信的神色。你！扑通一声，萧坤巴双膝跪倒在地，双目瞪得滚圆，死死盯着秦九哥。与此同时，系统的提示音也随之而来，更是让他的心情瞬间跌到了谷底。叮！检测到有大恐怖降临，系统开始解绑中。是五指全新剑，蠢货！秦九哥语气淡淡，随后不再掩饰，恐怖恢宏的庞大气息似深海般流转。刹那间，滔天的魔意如决堤洪水轰然爆发，遮天蔽日的黑雾中隐隐浮现出狰狞的魔神虚影。他伸手一探，黑色符文沉浮涌动，没入到了对方的识海之中。你竟然是……啊！萧坤巴语气悚然，仿佛看到了什么大恐怖一般，浑身汗毛倒竖，整个人都剧烈挣扎起来。但奈何两者的实力差距实在是太过悬殊，他没有丝毫的抵抗之力，转眼间整个人就变成了一具干尸。叮！恭喜宿主成功灭杀气运之子萧坤巴，获得天命反派值10万点，1/3世界种子，天命宝箱1个。同样是个废物，太弱了。秦九哥摇了摇头，表示有些嫌弃。对方的修为实在是太弱，即便吞噬了对方，也不能使他进阶。或许不能说对方太弱，而是他太强了。谁能想象一个18岁的少年竟然是涅槃境，传出去简直是骇人听闻。即便是一些年轻至尊、大帝之资，想要修炼到这个境界，至少也需要50年。而他则不同，依靠着吞天魔功，他只需要吞噬天骄本源便可以进阶，没有桎梏，
修炼速度快到飞起，若不是他身后有着秦族和轩辕地族撑腰，这么快的修炼速度，恐怕早就被一些老怪物抓走研究切片了。事实上，对于秦九哥暗中修炼魔功这件事，秦族和轩辕地族的高层和老祖都知晓，只不过因为秦九哥给他们带来的惊喜实在是太大了，真仙之姿，出生时各种异象滔天，铜镜无敌，修炼飞速，一旦成长起来，必定会带着两族一飞冲天。于是他们便选择押宝在了秦九哥身上，甚至在背地里暗中为他捉拿各大上界天骄，攻其吞噬本源。也正因如此，他的实力才能进步得这么快。主角家族勾心斗角，反派家族团结一致，这话不是说说而已。丁，成功炼化系统，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20万点。哦，这倒是个意外之喜。秦九哥眉头一挑，萧坤巴有系统他是知道的，就在他吞噬对方的时候，还有一道白光闪过，试图逃跑，只不过被他抓给系统炼化了。没想到竟然值20万反派值，还有天命宝箱，就是不知道我这运气可以开出什么。秦九哥心念一动，一个金光闪闪的宝箱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全身上下神华流转，华丽耀眼。土豪金就是拉风，看上去就毫无人性。他已经从系统那里得知，只要自己杀死一个气运之子或者气运之女，便可以获得天命宝箱，其中蕴含着天地奇物，无论什么都有概率开出，功法秘术、神通宝术、重铜至尊骨、盘古精血、法宝体质，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开不出来的。开启。秦九哥没有犹豫，心念一动，随着砰的一声，宝箱开启，随即一抹金色大字浮现在他的面前。恭喜宿主运气爆棚，获得仙级功法阴阳双修诀。秦九哥，系统你对不敬。吐槽了系统一下，秦九哥便专心研究起了这部功法。他只是单纯的好奇，可不是对这部功法有意思。阴阳双修诀，大道不该如此之小，道侣不该如此之少。仙级功法，阴阳交融，可大幅度提升二人修为，可领悟上古阴阳大道。修炼者境界越高，修炼者越多，修炼时间越长，修为增长越快。卧槽，系统你好骚啊！妈的，狗系统这是让他玉女3000成帝啊！他倒是无所谓，就是少儿不宜，看狗作者会不会遭到天道和谐了。研究完功法，秦九哥开始思考起老祖说的那场机缘。江然已经逃离了此地，尽管他如今气运值稀薄的离谱，但依然还算得上气运之子，这场机缘多半也同他脱不开关系。当然，放跑对方是他特意为之，毕竟他已经在对方身上留下了印记，知晓着他的一举一动，只待时机成熟，便可以抢走他的机缘和这颗成熟的韭菜了。我可真是个大好人啊！秦九哥脸上露出一个和蔼的笑容。江然那么顶撞他，他都不生气，反而还让对方苟活这么久，谁家反派能有他这么善良？系统，打开我的个人信息面板。话音刚落，一道淡蓝色透明光幕浮现在秦九哥面前，上面记载着关于他的各种信息，唯有他一人能够看到。宿主秦九哥，身份仙古秦族神子，轩辕地族弟子，体质禁忌，修为涅槃境巅峰，功法神通仙秦宝典、玄天斩剑录、阴阳双修诀、吞天魔功、轩辕地诀、道心众魔、万化天魔身。系统空间地阶玉兽环2/3世界种子，绑定气运之女江婉莹，天命反派值314000点。仙秦宝典乃是他秦族的不传之秘，也是他秦族的立足之本，修炼大成可直指仙位。整个秦族有资格修炼的人寥寥无几，能够将这部晦涩难懂的功法修炼到大成之人则更是少之又少。即便是他，也不过才堪堪入门，修炼到第4层，但即便是这样，也足够他铜镜无敌了。如今有了系统，突破对他来说更是如吃饭喝水般简单。系统加点。伴随着念头，秦九哥感觉一股清气从他的四肢百骸中流淌而过，脑海中多了一股玄之又玄的感觉，整个人对于这部功法的理解变得更加深刻，有了新的感悟。他所散发出来的气息也变得更加沉稳、内敛、锋芒毕露，威压浩瀚。看着所剩无几的反派值，秦九哥略微有些无奈。30万的反派值仅仅够他突破2层功法，足以说明仙秦宝典的不凡。直指仙位，或许真不是简单说说而已。反派值好是好，就是此物耗费的实在是太快了，而且还需要不断的猎杀气运之子才能供给。不过好处也是很大的，若是让他自己领悟这部功法的话，起码得需要耗费好几年的时间。但如今有了反派值，变强只是他一句话的事。不知道下一个气运之子在哪？收起系统后，秦九哥眼中金光闪过，朝着的牢外看去。江然，你可要给点力啊，可别这么容易死了。江家府邸，江婉莹的闺房。此刻的他
正在盘膝在床头，双目紧闭，额头上不断有冷汗顺着洁白光滑的脸颊流下，看上十分痛苦。他全身上下透着一道耀眼白光，万千道金色符文自他身体各处浮现，冲天而起，在空中交织成璀璨星河，将房间内映得恍若白昼。原本柔顺的青丝无风自动，化作墨色绸缎在空中狂舞。隐藏于石海深处的逆命珠，此刻也泛起悠悠红光，剧烈震动，似有临时觉醒。澄澈的眼眸陡然泛起流金光泽，眉峰间缓缓浮现出古老的地纹，那纹路流转间，竟隐隐透出山河沉浮的威严前世记忆，如潮水般汹涌而来，在他脑海中一一闪现。年少时，村子遭到魔修血迹，父母惨死，而他则在护卫的拼死相救下逃过一劫。后拜入一处宗门，少时成名，但却因美貌引来无数人的窥探。在一次骚扰之后，他忍无可忍，将人一剑刺死，但也因此遭到了那人身后势力的追杀。为了自身安危，宗门果断和他撇清关系，他也孤身一人踏上了修行之路。一路上，他遇到了无数的天骄圣子，至尊大能，但那些人最终也只能拜倒在他的脚下，沦为了森森白骨。随后，他便在众人的追杀中，一步步成就了那至高无上的地位。从此天界再也无人敢胆对他出言不逊，他的地位是由无数天骄尸骨铸就的。后来他为获得成仙资格，同魔界女帝大打出手，抢夺禁忌石宝，但却意外激活了那件禁忌石宝，一分为二，导致二人险些身陨。不过好在他的一丝神魂附身进了逆命珠当中，如今他的前世记忆苏醒，也就意味着他成功转世。江婉莹挺直脊背，周身气势轰然暴涨，衣袂猎猎作响，仿佛一尊沉睡万古的神奇骤然苏醒，威压所致，四周的空气都开始扭曲震颤。素手轻轻一挥，窗外的风云顿时变色，漫天乌云翻涌，雷霆在云层中炸响。江婉莹望着窗外的天际，唇角勾起一抹清冷孤傲的弧度，随即又哀叹了一声，看向自己手中的珠子，神情有些恍惚。没想到一切的始终竟是如此。青绿色的珠子看上去普普通通，小到一手足以握住，可谁又能想到，就这么毫不起眼的一个小东西，竟会是那传说中的禁忌石宝。即便他当时的实力在天界已经无敌，但却依然险些被这么一颗小珠子所爆发出的威能泯灭。为了此物，无数大地残仙前仆后继，不知陨落凡几。为了此物，无数强者大能大打出手，无数道域世界化为灰烬，生灵涂炭。可如今此物却是落到了他的手上，真不知道该说他是幸运还是不幸。因为此物师尊杳无音信，生死不知，下落不明，而他也沦为了废人，受尽屈辱。秦公子，江婉莹口中喃喃，又回想起秦九哥曾在大殿中说过的话语，即便你这一生都无法修炼，我也依然会护你一生周全。秦九哥温柔话语回荡在他的耳边，让这位天界女帝此刻脑袋一片空白。作为修士，他见过太多的世态炎凉，人心险恶，即便亲如夫妻，在面临一件法宝之时，也依然会相互暗算，大打出手。但却没想到，自己这位素未谋面的夫君却不会嫌弃他是个废人，反而还愿意耐下心安慰自己，愿意与自己一同面对未来的风风雨雨。仅仅是因为一个约定，他便不在乎世人的眼光，毅然决然地选择与他并肩而行。无论前世今生，他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人，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泛起阵阵涟漪。但我可是很贪心的，短短一生可不够哦。江婉莹忽而仰头轻笑，梨窝深处似藏着蜜糖，一笑倾城。这一笑经落眼角铜铃，惊散满庭花影，连廊下摇曳的灯笼都失了颜色。整座府邸的月光仿佛都聚在了他眉梢，将世间万物衬得暗淡无光。江家府邸，秦九哥的住所。此刻的秦九哥正在盘膝修炼，周身威压浩荡，似有无数宇宙世界沉沦。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秦九哥突然开口笑道：“婉莹小姐深夜到访，是为何事？”嘎吱一声，屋外房门打开，露出一道身材窈窕、婀娜多姿的倩影。江婉莹赤着血足，也不说话，而是关上房门，莲步轻移，来到了秦九哥面前，望着面前盘膝修炼，宛若神奇般的男子。江婉莹伸头凑近，口吐幽兰，在其耳边小声呢喃着什么。他脸色绯红，嫩得仿佛要掐出水来，随后缓缓褪去衣衫，露出宛如上好的羊脂玉般的白皙肌肤，烛火摇曳。秦九哥见状，眉头一挑，挥手扑灭烛火，一支梨花压海棠。翌日，江婉莹轻轻依靠在秦九哥怀中，3000青丝随意披散着，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良久，江婉莹才不舍道：“你要走了吗？”秦九哥闻言，原本为他捋顺秀发的双手停滞，缓缓开口道：“是的，那你还会回来吗？”江婉莹声音轻颤，心中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流传开来。“当然，你可是我的未婚妻，哪有把你抛下的道理？”秦九哥笑道，
随后对着他洁白的额头轻轻一吻。我会去找你的，你一定要等着我。江婉莹薄唇轻抿，心中已经有了决断。江家大殿，众人齐聚一堂，面色阴沉，气氛压抑的可怕。足足过了半刻钟，江家家主才压制住心中的愤怒，咬牙切齿道：江然跑了，是谁负责看管地牢的？他都已经被封禁了修为，为何还能跑掉？负责看管他的人是吃干饭的吗？要是让神子殿下误会是我们故意放走江然，我们有几条命都不够死的。江家家主面色通红，越说越是愤怒，一掌拍下，身前的红木桌被他一掌拍成了肥粉。可想而知，现在的他是有多愤怒。发布追杀令，给我全城通缉江然，凡是能提供消息者，重重有赏。我就不相信，没有了修为，他区区一个凡人能跑到哪里去？江家家主咬牙切齿道：家主，那江然身上有古怪，不知为何恢复了修为，负责看管他的弟子都被其打晕了。一旁的执法长老颤颤巍巍地说道，不敢去触对方的眉头。什么？竟有此事？唉，事到如今，也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江家家主闻言，整个人仿佛都苍老了几分，坐在主位上，面色忧虑。若对方所说为真，这么长时间过去，对方恐怕早就已经跑出苍兰城了。他实在是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秦九哥。家主，我看事情还没那么糟糕。一旁的长老小声说道：说说看，你有什么办法？江家家主闻言，眉头一皱，看向那位长老。那名长老站起身来，对着众人微微抱拳，这才开口说道：家主，依我看，神子殿下应该很喜欢婉莹，让婉莹吹吹耳边风，或许应该就没事。声音越来越小，显然他也没有底气。唉，看来也只能这么办了。江家家主叹了一口气，无奈地摇了摇头，表情忧虑。父亲，长老，你们在干什么？恰好就在此时，殿门被推开，江婉莹走了进来。感受到屋里的氛围不太对劲，他眉头紧蹙，开口问道：婉莹，你来的正好，有件事需要你帮忙。见到来人，全场人的目光都汇聚在江婉莹身上，满是希冀。父亲，你说。被众人这么盯着，江婉莹顿时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江然他跑了。江家家主犹豫半晌说道：哦，我知道了。江婉莹语气平淡。江家家主，江家长老。江家家主以为是自己女儿没听清，又重复了一遍：婉莹，那个之前在大殿前得罪神子殿下的江然，他不知为何恢复了修为，跑掉了。江婉莹点点头，此事公子早已知晓，放心吧父亲，公子不会因为这种事牵扯我们江家的。众人闻言，这才松了一口气，放下心来。哈哈，我就说嘛，神子殿下待人温和儒雅，怎么可能会计较这种小事？就是，谁说神子殿下心狠手辣，目中无人了？分明是谣传。神子殿下可太心善了，要我说，还是多亏了家主生了个好女儿啊，天佑我江家啊！是啊，多亏了家主和婉莹啊，不然我江家危矣。看到族人们的这副表现，江婉莹哪里不知道他们是担心招惹到秦九哥。不过现在想来，就连他也感到很魔幻。以往那个他耳濡目染、生活在传言之中的年轻竞技，竟然就这样和他结为了道侣。哪怕现在想来，他还是感到有些不加真实，只觉得心中涌现出一股暖意。第二日，在众多兵甲卫士的拥簇中，秦九哥踏上飞舟，遥遥远去，离开了苍兰城。分别在即，江婉莹自然是不舍，但她也不是什么不知轻重的女人，知晓像秦九哥这种大家族的子弟，肯定有很多事情要忙，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他背后默默支持着他。临走前，秦九哥给了江婉莹一枚纳戒，其中储藏着诸多天才地宝、功法秘术以及各种护身法器。这些东西，莫说他们一个小小的苍兰城江家，就算是长生江家、琉璃仙宫看上去也会眼红。江婉莹神识探入其中，自然是被他的这一番手笔震惊到了，万般推辞，只不过被秦九哥强硬的回绝了。江家毕竟只是一个小家族，根本供不起他修炼的庞大开销，而这些资源无疑是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望着秦九哥离去的背影，江婉莹心中愈发坚定，他绝不会辜负对方的期盼。前世的他孤身一人闯荡，今生好不容易有了依靠，体会了亲情、爱情，无论是谁都休想毁掉他今世的美好生活。回到闺房之中，江婉莹二话不说就开始盘膝修行。黄金大事即将到来，他必须抓紧时间，才能在接下来的大势之争中助秦九哥一臂之力。不过好在他今生这具身体的天赋不俗，不然也不会被琉璃仙宫大长老收为亲传弟子，外加上他的前世经验和手中这些庞大的资源，他有自信能在极短的时间内重回巅峰。江婉莹双目紧闭，盘膝而坐，双手掐诀，3000青丝无风自动，神华耀耀，整个人显得十分超然脱俗。
随着他的指尖流转，原本平静的房屋内，狂暴的气息席卷而出，灵气如同疯魔般疯狂地朝着此地掠去。而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也在稳步提升，变得愈发深邃浓厚。33重天造化诀，这是他前世修炼的一部功法，每修炼一层，自身的修为、境界、肉身、恢复能力、战力等多项属性都会有所提升。修炼到满层之后，可直指仙位，肉身无敌，铜镜无敌。这也是为何他前世被称为天界最强者的原因。不过可惜的是，前世他所在的那方世界有着天道阻隔，即便强如他也没能踏出那一步，不然他也不会因为同魔界女帝抢夺那件禁忌石宝，导致身云转世来到这方世界了。身为前世宿敌，江婉莹很了解对方的手段，既然他能安然无恙的转世来到这方世界，对方显然也会有一些底牌，就是不知道对方现在身处何处，是否像他一样觉醒了前世记忆。还有江明浩，江婉莹袖拳紧握，红唇轻抿，原本沉稳的气息也变得狂暴起来。当初对方废了他父亲的丹田，使其沦为了整个江家的笑柄。尽管后来师尊治好了父亲，但这份死仇他永远都不会遗忘。他发誓会亲手废了江明浩，为父亲报仇。就在秦九哥离开江家后，关于他的消息也迅速传遍了整个上界。身为秦族和轩辕地族这两大超级势力的共同传人，秦九哥的一举一动自然会受到无数势力的关注。其中最为骇人的则是两件事，其一是上古萧家少主来到江家，似乎是与秦九哥发生了矛盾，现在可能已经去投胎了。虽然萧坤巴修为和身份都不咋地，比不上秦九哥，但总归是上古萧家的少主，父亲还是当今的萧家家主。上古萧家也并非什么牛鬼蛇神，而是自上古时代传承至今的顶级势力，底蕴深厚，祖地里不知道沉睡着多少大地老祖。如今少主被杀，无异于是在他们萧家的脸上狠狠打了一巴掌。同样是在上界混的，萧家若是不要个交代，以后背地里指不定怎么遭人蛐蛐。无数势力坐等吃瓜，唯恐天下不乱，想看看萧家的反应。对此，萧家的反应很是迅速，对外宣称萧坤巴盗取了家族的一株圣药，叛逃萧家，已经发布了追杀令。不但没有追究秦九哥杀害他们少主的责任，反而还很是感激，帮助他们处理掉了家族的叛徒，并且诚挚地邀请秦九哥有空一定要到他们萧家坐坐，好当面感谢他一下。这让各大势力不免有些无语，你这未免也太怂了吧，亏你还是顶级势力，怎么这么软？当然话虽如此，众人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妥。若上古萧家真傻到跟秦九哥要交代，恐怕他们也要交代了。第二大事则是江婉莹并没有被秦九哥退婚。对于江婉莹这个名字，有不少人已经遗忘了，还是思考了半天才终于想起。黄金大事即将到来，3年时间里，沧海桑田不知涌现出了多少天骄圣体、年轻至尊。对于江婉莹这个废人，实在是无人关注，但却没想到秦九哥竟然没有退婚，而是真的要与一个废人成婚。他们一个是上界冉冉升起的新星，被誉为真仙之姿，横威盖世，压得整个上界的年轻一辈喘不过气，更不要提他身后还站着仙古秦族和轩辕地族这两庞然大物，整个上界无人敢惹。而另一个则是一个废人，出生在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小家族，无论是身世、背景、天赋都被对方吊打，他何德何能成为秦九哥的未婚妻？众人心中疑问，不知道对方的打算。也有一些势力在心中暗自盘算，想要将江婉莹拉入到他们的宗门里。秦九哥未婚妻这个名头在上界不可谓不大，没看那上古萧家少主都被杀了，结果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吗？当然其中最尴尬的莫过于长生江家和琉璃仙宫了，他们一个是江婉莹的主族，另一个则是他的宗门。琉璃仙宫倒还好，尽管大长老已经失踪，但余威犹在，看在大长老的面子上，只是让江婉莹回到家族，没有撕破脸皮。不然若是哪天大长老回来了，不得把琉璃仙宫给掀了。而长生江家则不同，苍兰城江家只是长生江家留下的分支之一，整个上界像他们这样的小家族数不胜数，江婉莹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分家弟子。原本长生江家看到她崛起，不但成为了琉璃仙宫圣女，而且还和秦九哥定下了婚约，这才想要她回到主族，同这两大势力绑上关系，并且为了讨好她，还破例许诺让他们这一脉成为江家的主脉之一。结果谁能想到她竟然莫名其妙的废了。在他们看来，既然对方沦为了废材，又失去了琉璃仙宫的圣女身份，自然也就没有了利用价值，退婚是板上钉钉的。于是就在不久前，长生江家派长老前来，收回了他身为长生江家嫡系弟子的身份，也剥夺了他们这一脉成为主脉的资格，并且那位长老还出口狠狠地嘲笑了江婉莹一番，说他痴心妄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辈子也只能永远待在这个破城了，可谓是结下了梁子，彻底撕破了脸皮。结果现在秦九哥竟然没有退婚，
让他们是要多尴尬有多尴尬。长生江家，一座宽阔宏伟的大殿，金碧辉煌，神华耀耀，不时的有淡淡霞光浮现，灵气氤氲，近乎快要液化。一青年男子端坐在主位，手持茶杯，正悠闲的品茶，耐心的听着下方老者的汇报。他五官俊朗，气质出尘，眼角处有着一颗泪痣，非但没有破坏他的美感，反而还显得格外迷人。身着一袭华丽袖袍，锦衣富贵，手指白皙修长，看上去一副文弱书生，人畜无害的模样。但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威压来看，气息深厚似渊，神华流转，周身有淡淡星点浮现，显然是一位恐怖强者。此人便是江家少主江明浩，修炼不过100年，如今便已是紫府境巅峰的绝世天骄，上届年轻一辈的领军人物，长生江家新一代扛把子。少主，秦族神子没有退婚，我们这么一来，岂不是相当于白白得罪了他？我听说那上古萧家少主之所以惨死，貌似就是和江婉引起了冲突。前来汇报的老者弓着背，语气中满是忧虑。短短几天时间，关于秦九哥的事迹就已经传遍了整个上界。他们长生江家毫无疑问沦为了上界笑柄，各大势力都在嘲笑他们弄丢了一个金龟婿。而且最关键的，之前去江家针对江婉莹的那位长老正是他。他的本意是想借此机会讨好江明浩，将来等他登上家主之位，也能有一个从龙之功。结果谁能想到，人算不如天算，秦九哥竟然真的要娶一个废物为妻，这一下可是把对方得罪死了。一想到萧家少主身死在前，江长老心脏就砰砰直跳，生怕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别看他在族中的修为身份不低，但跟秦九哥比起来算个屁啊！说抛弃就抛弃了，你或许是块金子，但在上界金碧辉煌。族中像他这等实力的强者虽然不多，但也绝对不少，死上一个也无关紧要。他的实力还没有强到可以比监牢祖宗的地步。面对江长老的担忧，江明浩脸上没有丝毫的情绪波动，而是品完茶水才语气讥讽地回应道：此事我已知晓，放心吧，江长老，莫非你还真以为他会娶一个废物为妻吗？少主，您的意思是？江长老疑惑地问道。对于江明浩，他心中很是敬畏。对方看上去平易近人，儒雅随和，一副俊俏的书生模样，但背地里却是狠辣至极，算计天下。江明浩在此之前并不显山露水，只是一个长生江家的一个普通嫡系，修为不低，但也算不上高。在长生江家各方派系为了争夺少主之位斗得水深火热之时，他却能耐着性子暗中潜伏，最终展现出自己的恐怖战力，一举横扫江家各大顶尖天骄，取得了少主之位。谁也想不到，少主之位会落在他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弟子手中。隐忍多年，终成少主。江明浩成为长生江家少主一事，无论是在江家还是上界，毫无疑问都引起了轩然大波。直至江婉莹的出现，才给他带来了危机感。幼年时身负盛名，成为琉璃仙宫大长老唯一的亲传弟子，更是少公主之位的首选，还和秦族神子缔结了婚约。若是等对方成长起来，江明浩的少主之位恐怕就悬了。不过可惜，对方在3年前修为尽失，自然也就失去了和他竞争少主的能力。江明浩放下茶杯，语气淡淡的解释道：仙古秦族毕竟是大族，若是就这么退婚，虽然表面上没有人说什么，但耐不住背地里有人蛐蛐。像他们这样的家族，往往脸面和声誉看得比较重，更何况秦九哥还是秦族神子，而江婉莹不能修仙，就是一个凡人，区区一个凡人能活多久？最多100年就会化为一捧黄土，到时候秦九哥自然可以另找新欢，不会有人再说什么，反倒还会夸赞他的为人。100年时间对修炼者来说不过眨眼间，到时候秦九哥随便闭个关，简简单单就抛下了累赘，还能取个好名声，何乐而不为呢？这个秦九哥倒是挺聪明的，不愧是秦族少主。我的这些兄弟姐妹，若是能有他一半聪慧，这少主之位也不会沦落我手。江明浩嘴角勾勒起一丝淡淡的笑意，仿佛一切尽在掌握。听罢江明浩的解释，江长老瞪大了嘴巴，佩服得五体投地。少主高见啊，如此一来我就放心了。江长老顿时松了一口气。好了，江长老，你做的贡献我都看在眼里。最近听闻原始矿山那边又抓捕了一大批新飞升上来的奴隶，矿山的开采进度加大了，有些缺人手，不知江长老意向如何？江明浩右手托腮，脸上面无表情，让人猜不出喜怒哀乐。江长老闻言心神一动，身躯不自觉地发颤，脸上笑得如同菊花一样，躬声道：在下全听凭少主发落。原始矿山乃是长生江家的产业之一，其中富含极为丰富的矿产资源，无论是锻造武器、法宝、防具，都离不开这些矿产，可谓极具战略价值。而像他这等级别的强者过去，只需要安心坐镇修炼即可，至于其他事，自有手下人去办。不得不说，这可谓是个大大的美差。而且去那里的族人
哪个不是富得流油？自己以往可是羡慕极了。江明浩点点头，既然如此，江长老你明日起就去那里报道吧，记住提我的名号。那在下就谢过少主了。江长老双手抱拳，满脸欣喜，心中暗道自己投靠江明浩果然没错。好了，若无要事，你就退下吧。江明浩随意摆了摆手，是少主，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待到江长老退去，整座大殿又恢复了他以往沉寂静默的模样。江明浩双眸紧合，轻轻吐出一口气，吹拂滚烫的茶水，嘴中才淡淡吐出了一句：蠢货，结。好大的手笔啊！堂堂一位圣人，在你眼中就是一个用完就丢的棋子。江明浩，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狠啊！风云突卷，原本平静的房间内突然刮起一阵阴风，黑雾弥漫，最终凝聚成一个黑袍人虚影。他周身伴随着黑雾，看不清脸，身上散发着一种诡谲阴暗的气息，外加上桀的笑声。不用想，看上去就不像什么好人。江明浩面色未变，而是喝完了那杯茶水，这才不紧不慢道：一个蠢货而已，杀了就杀了，就算我不杀他，以后也会给我惹出更大的麻烦，倒不如趁现在顺手解决掉他，也正好给那人一个交代。想借着侮辱江婉莹的机会讨好我，殊不知上界最不缺的就是这种自作聪明的人。结，那个秦九哥有这么可怕吗？能让你慌张成这样？黑袍人冷声笑道，语气不屑。区一个小辈，他纵横天下的时候，对方还没出生呢。不过江明浩的反应倒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他跟随江明浩多年，自然知晓他的真面目。看上去斯文儒雅，心中却是傲气十足，自尊心极重。当初长生江家举办的那场家族大比，凡是族中之人皆可互相挑战，他就是因为江婉莹父亲开口选择挑战他，觉得在众人面前丢了脸。他好歹是主族之人，对方区一个分家之人也敢妄言挑战他，更何况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偏偏挑中了自己，是看不起他吗？于是他便不顾大比规则，在对方认输之后，强行废了对方的丹田，使他成为了一介废人。尽管违反了规则，但他身为主族嫡系，反观对方只是一个江家分家，自然没人会为他出头。修仙界本就是弱肉强食，实力为尊，弱者没有话语权。尽管听说对方后来被治好，但这份死仇无疑是结上了。不得不说，江婉莹的出现的确让他感到了一丝危机感。不过好在老天有眼，让他废了，不然他还真没把握从对方手中抢夺少主之位。我自信自己不弱于他，只不过是忌惮他身后的那两家势力罢了。江明浩手中把玩着茶杯，眼神中闪过一丝凝重。秦族暂时招惹不得，不过我和他之间也没有什么恩怨，牺牲一个江长老也足够给他面子了，想必他也不会因为江婉莹那个废人来找我麻烦。至于上古萧家，江明浩摇了摇头，面露不屑，一群只会仰仗祖辈威光，固步自封，吃老本的窝囊废罢了。黄金大事到来，他们却还沉溺于过往的风光之中，固步自封，不思进取，最终只会湮灭在历史长河之中，不足为惧。你和他有没有恩怨，老夫管不着，记住你我之间的约定，我帮你坐稳少主之位，你要帮我找到一具满意的躯体。黑袍人语气森森，打断了他的话。前辈放心，答应你的事我自会办到，只不过目前还需要时间。这等级别的强者可不是好招惹的，需要从长计议，不然一旦暴露，绝对会引起天大的麻烦。江明浩沉声说道。那就再好不过了，老夫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也不差这一回了。不过不得不说，你们这方世界的灵气还真是充裕，修炼起来简直是事半功倍，并且就连法宝灵药资源都远胜我们天外天。说到这，黑袍人的语气中满是贪婪。只要前辈能帮我坐稳这少主之位，无论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的。江明浩嘴角噙着一丝笑意。天外天吗？听上去就很不错，与虎谋皮，就要做好被吃干抹净的准备。丁，江婉莹成功突破至炼气境，恭喜宿主获得修为返还。丁，江婉莹33重造化诀第一层修炼完毕，恭喜宿主同步功法。非洲之上，原本闭目养神的秦九哥，在听到系统的提示音之后，缓缓睁开双眸，嘴角噙着一丝笑意。仅仅是1天时间，对方就突破到了炼气境。尽管知道对方是大地转世重修，但不得不说，对方的修炼速度还真是可怕。不过好在自己与他已经成功绑定，他修炼的越快，自己境界提升的也就越快，得到的好处自然也就越大。同时，秦九哥脑海之中33重天造化诀第一层功法完整无缺地浮现出来。江婉莹有关于这部功法的理解、感悟，全都深深印刻在了他的脑子里，让他使用起来得心应手，无需修炼。33重天造化诀，秦九哥眸光一闪，有些异动。凭他的眼界，自然能够看出这部功法的价值，
尽管如今只是第一层，但显然不是凡物。不过想要得到后面的功法，还需要江婉莹的努力了。就是不知道后面自己这位未婚妻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惊喜了。叮，江婉莹陷入顿悟，恭喜宿主获得天道感悟。随着系统突然的提示音响起，秦九歌周身散发出阵阵光晕，一股极为恐怖古老的气息自他的四肢百骸之中流传开来，洗刷了根骨、经脉、脾脏、肺腑。他全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散发出灿灿金光，整个人如同一个小金人一般，神华耀耀，璀璨无比。天地灵气疯狂涌入，在天穹之上汇聚成了恐怖庞大的灵气漩涡，最终全部倾泻而下，汇入到了秦九歌的轮海丹田之中。嗡！随着一声轰鸣，涅槃境巅峰的桎梏被冲破，秦九歌身上的气息逐渐稳固了下来。此刻的他全身金光璀璨，威压比之以往更甚。洞虚境突破，真不愧是气运之女啊，修炼起来还真是不讲道理。秦九歌感叹了一句，别人一生难求的顿悟，在对方身上却是随意领悟，简直是不讲道理。不像他，完全依靠着自己的坚持与努力。少主，我们到了。见到秦九歌突破，一旁的老者面无表情，显然已经习惯了。自家神子什么人，自然不能用常理看待。飞舟划过天际，飞驰而过，周身弥漫金光，磅礴威压涌动，轰轰作响。不多时便来到了距离苍兰城不远处的紫阳城。同苍兰城不同，紫阳城无论是城池规模、产业资源、宗门世家都要远远强于前者，在这1亩3分地当中也算是有些名气。咦，天怎么突然黑了？不是天黑了，你们快看上面，上面，卧槽，这是什么鬼东西？世界末日了吗？非洲庞大的身形遮挡光芒，引天蔽日，将下方的小城笼罩的暗无天日，自然是引起了无数人的注意。面对上方遮盖云雾光芒的庞然大物，无人不感到心惊，仅仅是看上一眼就让他们双腿发软发颤，全身颤抖不止，感到无穷的恐惧与绝望。等到非洲彻底停下，紫阳城的东南西北4个方位，4道璀璨光束冲天而起，直冲云霄。待到光芒彻底散去，便可看清屹立在天穹之上的4道伟岸身影。欢迎前辈来到紫阳城，不知前辈名号，在下等多有冒犯。4人头皮发麻，但还是拱手行礼道，没有失去礼数。随即相互对视，皆从对方眼中看出了凝重。他们4人是紫阳城的最强者，修为皆在真王境巅峰，共同执掌着紫阳城，已经有数千年的时间没有露面了。平日里4人坐镇在祖地中修炼，都渴望率先突破，好吞并其他3大家族。但就在刚才，他们感觉到了一股极其恐怖的磅礴威压降临，这才选择出关。望着面前的庞然大物，几人只觉得自身的渺小，这种感觉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感觉到了。非洲他们也有，但要和眼前之物比起来，简直就是破烂。这哪里是什么非洲，分明是一艘恐怖的战争机器，仅仅是其散发出来的一丝威压，就能在瞬间将此地泯灭成一片废墟，恐怖如斯。你们说，这究竟是哪位大人物来了？一位身穿白袍的老者暗中传音道。他白发白须，面容消瘦，身材纤细，形如枯槁，但身上散发出来的阵阵威压却在诉说他的不凡。看上面的旗帜写着秦，莫非是秦族的哪位大人物降临？另一名白发老者掠着白须，眼中闪过一丝凝重。他身穿紫色道袍，周身有点点星光浮现，璀璨绚丽，光彩照人。虽然同样苍老无比，但他精神饱满，显得仙风道骨。再过几日就是昆仑秘境的开启时间了，莫非秦族的这位大人是为了这处秘境而来？其中一名老妪沉吟片刻，最后开口说道，但却被众人摇头反驳了。怎么可能？白发老者摇头失笑道，秦族那是什么级别的势力？这昆仑秘境虽然对我等很珍贵，但在对方眼中可能连小辈也看不上眼吧。他语气感叹，满是心酸。说来惭愧，但事实就是这样，他们此生奋斗的终点可能都不及对方出生的起点。非洲之上，无数流光飞驰下来，露出了他们原本的面容。个个身姿挺拔，体型修长，身披银色盔甲，一点寒芒闪过。众人手持长枪，恭敬地站立在两侧，面容严肃，腰间还别着一把短刀，闪着淡淡寒光，锋锐无比。浑身煞气滔天，杀意横现，席卷而出，一股肃杀的氛围笼罩此地，惊得人遍骨生寒。仅仅是被扫上一眼，就感到呼吸不畅，仿佛要被溺死在河中。很显然，这些人手中都有着不少人命，煞气都凝聚成了实质。这绝非是简单的屠杀一城一域就能凝聚出来的，死在他们手中的人恐怕都多到用小世界来计数了。这是4人眼中闪过一丝惶恐，因为他们竟然看不透眼前这些的境界。也就是说，这其中的任何一人修为皆在他们之上，挥挥手就能灭了他们。
而这些人看样子，貌似也就是最普通的兵甲卫士。自己平日里眼中遥不可及的大人物，在对方看来却只是最普通的兵甲卫士。众人既是心酸又是好奇，这里面的人究竟是谁，竟然有这么大的排场？不待他们多想，一道白光大道汇聚而成，延伸而出，一道身形从中踏步而来，步伐轻盈矫健。男子身着一袭简单白衣，出尘如雪，衣衫上闪烁着淡淡光点，衣袍猎猎，无风自动，整个人俊美无瑕，眼中星光璀璨，深邃浩瀚，周身仿佛隐于白雾之中，让人分不清虚实，气质出尘，宛若仙神降临凡尘。他踏步而下，气息内敛，在其身后跟随着一位佝偻着身躯、白发白须的年迈老者，以及诸多身披金甲、手持长枪的兵甲卫士。一时间气血冲天，恐怖的威压弥漫开来。从其身上散发出来的恐怖威势来看，这些人远比两侧的银盔卫士还要强大。这是哪家的公子，出行竟然有这么大的阵仗？好恐怖的威压，这就是上界真正的大人物吗？好帅的公子啊！看到来人，城中无数女子情不自禁，脸色绯红。而空中的四人相互对视一眼，皆从对方眼中看出了震惊。关于秦九哥的名号，哪怕他们在这1亩3分地当中也是听说过的。本以为自己这一生都无法与其有任何交集，却没想到对方竟然会来到他们这种不出名的小地方。哈哈，原来是神子殿下！神子殿下肯屈尊降临我们这等弹丸之地，还真是让我等倍感荣幸。在下王刚，若有什么需要，还请神子大人吩咐在下，在下必定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其中一名看上十分健壮的中年男子说道。他赤裸着半身，肌肉虬结，额头脖梗青筋外凸，面色刚毅，浑身气血涌动，就如一只凶猛荒兽。他名王刚，紫阳城4大家族之一，王家老祖，修炼断体功法，肉身强硬无比，堪比法宝，可一拳破万法。见到王刚如此谄媚，其他几人心中怒骂对方不讲武德，反应竟如此迅速，随后都舔着笑脸，恭敬地对着秦九哥行礼道：在下陆家老祖，在下封家老祖，在下杨家老祖，见过神子殿下。诸位不必多礼。秦九哥随意地摆了摆手，温和如玉，俊雅如仙。诸位，此地最近可有什么秘境将要出现？秘境？几人相互对视一眼，随后不敢有丝毫的隐瞒。神子殿下，再有3日就是昆仑秘境的开启时间了。封家老祖沉声说道。哦，昆仑秘境有点意思，你继续说。秦九哥闻言，眼眸一亮。若他没猜错的话，老祖所说的机缘多半就在这里了。见到秦九哥似乎感兴趣，封家老祖不敢怠慢，继续为其解释道：昆仑秘境是我们紫阳城最大的秘境，每3000年开启一次。秘境当中蕴藏着无数的机缘宝物、神草妙药，但同时也有着无数恐怖的凶兽汇集，一不小心就会陨落。其中受到法则之力的影响，所有人的境界都会被压制到归1境以下。虽然不知道秦九哥为何会对昆仑秘境感兴趣，但他还是耐心地解释道：原来如此。秦九哥点头了然。境界压制到归1境，不用想，此地的秘境显然是为江然那个气运之子准备的。不得不感叹对方的气运之强，能让他秦族老祖都感兴趣的机缘，竟然会出现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就算说出去，恐怕都没人信吧。神子殿下，可需要我等将这处秘境围起来？一旁的陆家老祖说道，心中肉疼。这昆仑秘境的开启，可以说是他们整个紫阳城的大事。每次开启，族中小辈都会从中带出诸多的天材地宝、灵丹妙药，极大的增强了他们各族的实力。也会有人从中得到难以言喻的机缘，从此一飞冲天，从默默无闻到整个紫阳城家喻户晓。他们4族为了这次的昆仑秘境，可是准备了好久，却不料半路杀出个秦九哥。若是对方真的要强占这处秘境，他们也只好忍痛割爱了。修仙界本就是实力为尊，谁强谁有理。而且此地3000年才开启一次，错过了这次就要再等3000年，他们说不心疼是不可能的。无需如此，既然天地机缘，自然是能者得之。这里的昆仑秘境，人人皆可参与。秦九哥落落大方，没有丝毫独占的欲望，随意说道：废话，若是独占了这处秘境，他还怎么利用气运之子为他寻找机缘？而且就算让他们进去又怎样？无非是被江然戏耍一番，然后看江然装逼打脸，最后夺走机缘扬长而去。整个昆仑秘境的开启，可以说完全是为了气运之子装逼打脸而准备的。至于他们眼中的那些天材地宝、灵丹妙药，放在他秦族连路边的野草都不如，他自然是看不上。几人闻言，心中顿时松了一口气。虽然在秦九哥看来，这秘境就跟垃圾一样，但对他们来说，这可是他们家族能否长久的依仗。错过一次，就要再等3000年，他们自然是舍不得。
神子殿下心胸宽广，实在是令吾等敬仰，当为正道楷模。封家老祖舔着脸恭迎道，一大把年纪，脸笑得跟菊花一样。虽然明知道对方是压根看不上他们这里的小机缘，但压根不妨碍他舔对方。像对方这种世家公子，指甲缝里随便掉点都够他们吃撑了。万一给对方舔舒服了，随便赏赐给自己一点，那他不就发了？是啊是啊，神子殿下高风亮节，从不欺压弱小，待人温和如玉，是吾等修士这辈子追随的目标。几人心中暗骂对方不讲武德，然后也都舔着个笑脸巴结秦九哥。好了，我知晓了。简单了解此地的情况之后，秦九哥指尖一动，一道流光飞过，4颗金灿灿的丹药浮现在几人面前。谢过神子殿下。众人激动万分，全然没有身为一族之祖的稳重，恨不得当场跪下给秦九哥磕几个响头。只不过此刻秦九哥已经早已远去了。几人接过丹药，仔细感受着散发出来的阵阵氤氲丹香，香气扑鼻，神华耀耀。单单是闻上一口，这困扰他们多年的境界桎梏都松动了几分，整个人飘飘欲仙，仿佛要立刻突破，原地飞升了一样。有了这颗丹药，他们就有把握突破了。真不愧是秦族神子，出手就是阔绰，随便一颗丹药就是我们的一辈子。杨家老族感叹道。不过神子殿下来我们昆仑秘境干什么？这里莫非有什么能吸引到他的吗？谁知道呢，或许就是单纯好奇，过来看看呢。好了，别瞎讲了，抓紧时间突破吧。相互对视一眼，几人化作4道流光掠过，分别回到了家族祖地当中，开始闭关。奇怪，他为什么会找到这里来？莫非是师尊告诉他的？该死，他竟然背叛我！下方人群之中，一位身穿粗布麻衣，面色黝黑的中年男子抬头望天，看到了秦九哥，眼中闪过一丝愤怒。该死的混蛋，如果不是因为他，自己怎会沦落于此？男子右拳紧握，额头青筋暴起，脸上满是灰尘，看上去风尘仆仆，狼狈不堪。此人自然是易容之后逃离到此地的江然。从江家地牢逃出来之后，他不敢有丝毫停留，全力运转灵力，一路飞驰到紫阳城，生怕被秦九哥发觉。但由于身负重伤，身体虚弱，所以一路上他遇到了许多心怀不轨之人，不过在他的主角光环之下，对方很轻松地被他斩杀了，而且还给自己提供了不少的丹药，暂时稳住了伤势。填完包之后，江然就易容留在了这里，等待昆仑秘境的开启。此地是他当初在外力炼时得知的，据他师尊所说，他在这里感受到了一股极为恐怖的气息。这种气息不是修为，而是血脉之上的压制。他师尊可是九幽一族的少族长，传承自远古时代，血脉可以说是纯净无比，整个上界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在血脉上压制他。原本他是打算等秦九哥退婚之后，再带着师尊来这里寻找机缘，却没想到世事无常，大肠包小肠，不仅师尊被捉，就连他也身受重伤，留在这里苟延残喘。而最让他没想到的是，师尊竟然还把他给出卖了。关于此地隐藏着机缘，这是只有他和师尊知道，而凭秦九哥的身世，这里的秘境怎么可能会吸引到他？所以真相只有一个，肯定是九幽将昆仑秘境当中隐藏着通天机缘一事告诉给了秦九哥，不然他实在想不到对方千里迢迢跑这么远干嘛。面对九幽的背叛，身为气运之子的江然当然是选择原谅他了，毕竟谁让师尊长得这么美，而且师尊肯定是被迫的，谁知道这么多天过去，师尊遭受了怎样的酷刑。事实确实如此，在收服九幽之后，秦九哥就在每天为他灌输灵力，有了他的灵力滋养，九幽的虚影凝聚也比之前更加清晰真实，身形也变得比以前更加窈窕多姿。虽然刚开始可能有些不太习惯，太过猛烈强悍，导致他一时适应不了，十分抗拒，但慢慢的在习惯了他的灵力强度之后，九幽也不像以往那么抗拒了，也逐渐适应了这个过程，甚至还十分享受。一想到自己师尊可能现在还在对方手上饱受折磨，江然就睚眦欲裂，恨不得冲上去直接跟秦九哥决一死战。但一想到自己同他的差距，江然就瞬间清醒了过来。不说对方自身修为就比自己高出一大截，单看他身后的那群兵甲卫士，一人一口唾沫恐怕就能给他喷死。大丈夫能屈能伸，我忍。等昆仑秘境开启，全场所有人的境界都会被压制到归一境。虽然依然打不过秦九哥，但江然相信，只要自己能够得到师尊所说的那处机缘，实力必然会突飞猛进，一举超越秦九哥。到那时才是自己复仇的时机。对于自己的气运，江然一向都很是看好。从小他就运气不错，走在路上能捡到灵石，出入秘境随处可见天材地宝、灵丹妙药。就连他师尊也感叹自己的气运之旺盛，是他平生所见。虽然目前他看起来很落魄，但江然相信，这不过是成功前的些许风霜罢了。等着吧，秦九哥，放过我，将会是你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江然双拳紧握，额头青筋暴起，强忍下心中的悸动，回头走入了一家客栈。3日后，昆仑秘境的外围，整个昆仑山脉都被人团团包围，人影灼灼。有恐怖的古战船飞驰而来，船身铭刻着诸多古老符文，神华流转，璀璨耀眼，磅礴的气势席卷而出，让人遍体生寒。有强者驾驭凶兽，庞大无比，身形高如巨山，单是看上一眼就会心生恐惧，感叹自己的渺小。作为整个紫阳城3000年一届的盛世，昆仑秘境的开启自然是吸引了无数势力修士前来，哪怕是隔壁城池的一些势力也不例外。天穹之上，不时的有飞天鸟兽掠过，隐天蔽日，庞大无比，尖锐的破空声响彻天际，震得人耳膜生疼。庞大的身形遮天蔽日，锋利如剑的巨爪划破虚空，掀起阵阵阴风，让众人见之色变，心生胆寒。而在这恐怖的飞天鸟兽巨背之上，站满了诸多长老弟子，他们都身穿一身紫金袖袍，显然来自同一宗门。从其周身不断散发出来的恐怖气息来看，这些弟子无一不是人中翘楚，中流砥柱，如今却跟不要钱的一样，乘坐着古战船或是驾驭着恐怖妖兽降临此地。显然对于此次的昆仑秘境之行，不光是紫阳城，就连他周边的一些宗门氏族也都早有准备。昆仑山脚下，此地已经被人堆得水泄不通，团团包围，其中最靠近秘境的地方已经被紫阳城4大家族牢牢把持占据，只不过最前方的一片空地却被4族默契地空了出来。归一境巅峰，也就是这次能够进入昆仑秘境当中最高的境界，再往上就会被压制境界，得不偿失。所以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这次4大家族的领军人物都是归一境巅峰，他们可谓是这次秘境之行的最强战力。而在他们身后的一些弟子同样气血涌动，气势不凡，修为也大多在归一境，哪怕最弱的也有化魂境巅峰的修为。两侧则是几位子府境界的长老，身穿家族道袍，目光灼灼，神识笼罩全场，丝毫不掩饰地展示自己的实力。他们不会进入秘境，而是负责保护出来的弟子安全，免得被杀人夺宝。只要利益足够，多的是铤而走险之人。虽然这些小辈天赋实力都很不错，但若是遇到老一辈强者，依然没有任何可比性。从4大家族的地盘往后，则是一些一流势力，有的来自紫阳城，也有的来自隔壁的一些宗门世家。在得知昆仑秘境将要开启，他们也早早的到来，准备分一杯羹。当然，进入这次昆仑秘境的也有着极少数人是本身实力强劲的散修。城中资源大多被各大家族宗门牢牢把持，他们若是想要获得资源，只能选择加入其中，但这样一来也就失去了自由。而这昆仑秘境是紫阳城为数不多会公开的大秘境，人人皆可参与，为此他们只好冒险进入昆仑秘境，以求能从其中得到一些天材地宝、灵丹妙药。只不过此地危机四伏，若是修为压制道归一境，就连他们也没有把握能全身而退。再往后就是一些没什么背景的小宗门小家族，以及一些寻常散修了。他们来此的目的也很简单，只要能从中得到一些灵药宝丹，够自己修炼就行。而江然就隐藏在这散修当中，此时的他依然是不久前易容之后的面容，皮肤黝黑，平平无奇，放在人群中毫无违和感，无论谁也认不出来。修为也被他压制到轮海境，更是不会被人注意到。但就在这时，江然心中突然生出一股不好的预感。你们快看，那是什么？好大的飞船啊！我在3天前好像看见过这艘飞船。江然身边不断传出众人的惊呼声，引得他抬头望去。只见天穹之上，一艘庞大无比的古战船飞驰而来，隐天蔽日，磅礴大气，船身流转着阵阵金光，铭刻着诸多古阵纹，发出令人心悸的震动，光芒万丈，璀璨无比。飞船掠过云霞，威压横扫八方，压得众人喘不过来气。跟这艘飞船相比，下方的诸多古战船以及凶兽看上去就跟小卡拉米一样，二者全然不是一个量级。这是什么？好恐怖啊！莫非那4大家族就是在等他吗？有刚从其他地方赶来的强者，并没有见到3天前紫阳城的那一幕，因此并不知道里面坐着的是秦九哥。但光凭着磅礴威压，他们也能感觉到这里面定然是一位他们惹不起的大人物。随着飞船停靠，一道金光铺展，向下延展开来。秦九哥依然是一副淡然模样，脚踏金光大道，迈步而来。他面色俊雅如仙，身上一袭白衣胜雪，不染纤尘，衣袍猎猎，无风自动，周身神华流转，点点星光璀璨，散发磅礴威压，仿佛虚空都要因为承受不住而站立。神子殿下！见到秦九哥到来，10几位4大家族的长老连忙起身相迎。神子殿下，再稍等一会，昆仑秘境很快就会开启了。一名长老笑着说道。秦九哥语气淡薄，点了点头，随后目光落在了远处的人群之中。该死，难道他发现我了？隐藏在人群之中的江然心中一惊，
感觉被什么洪荒猛兽盯上了一样，心头发颤。不过好在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秦九哥的目光也随即转向了别处。好险，差点就被发现了。江然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此时他的后背已经全然被冷汗浸湿，还是要谨慎一点。轰！就在这时，随着一声轰鸣巨响，刹那间，天穹如同被无形巨手撕裂的黑绸，墨色云层翻涌成巨大漩涡，中心处迸发幽蓝电光，似远古凶兽的瞳孔，整座昆仑山脉发出剧烈震颤，地面裂开蛛网般的缝隙，一道100丈高的七彩光柱破土而出，光柱内浮现出无数青铜门虚影，门扉开合间传来洪荒兽吼与古老钟鸣，天地灵气疯狂涌入，形成肉眼可见的灵气龙卷，在光柱顶端汇聚成悬浮的秘境虚影，恍若另一个世界在云端出现轮廓。3000年一遇的昆仑秘境开启了，神子殿下，昆仑秘境开启了。一旁的长老强忍下心中的激动，对着秦九哥说道。没有对方的吩咐，他们自然不敢轻举妄动，而后面的其余势力见状，自然也是安静地待在原地，不敢表现出丝毫不满。笑话，没看到就连4大家族的长老都对这位年轻人如此恭敬吗？显然是不知道哪里来的大人物，他们哪里敢放肆？于是便可以看到无数的在场之人眼中闪烁着贪念，但身体却不敢有丝毫异动，格外滑稽。天地机缘，自然是能者得之。轻笑着说完这句话，秦九哥身形化作一道长虹，飞入天穹之上的秘境当中。跟随在他身后的兵甲卫士也没有丝毫犹豫，身形化作长虹，一同飞入那道光门之中。随着一阵天旋地转，天地法则扭曲，秦九哥感觉到自己的境界已经被压制在了归一境巅峰，光华弥漫，传来一阵剧烈的时空波动。很快一道通道浮现，秦九哥带着众人走了出来。秘境之中，山川大地起伏，磅礴河流汹涌，参天古木高挺，一副波澜壮阔、欣欣向荣的景象。灵草神药郁郁葱葱，高挺饱满，散发出诱人的药香。天地灵力浓郁，雾气氤氲，近乎要液化成实质。只不过对于自幼生活在秦族的秦九哥来说，眼前这些东西自然无法吸引他的兴趣，哪怕是跟随他前来的一众侍卫眼中，也远远看不上这些普通灵药。这里就是昆仑秘境吗？仔细感受了一下这里的天地灵气，秦九哥不禁摇头，实在是太稀薄了，连他秦族最外门的山头也比不上。只不过虽然他看不上眼，但对紫阳城以及周边宗门的一些修士来说，此地完全就是洞天福地，好浓郁的灵气啊！在这一日，足以抵得上外界100日苦修。难怪每次昆仑秘境开启都有这么多的修士参与，哪怕隔壁的几家宗门也不意外。哪怕什么机缘都找不到，单单是待在这里安心修炼就已经赚大了。秘境别处此时已经有其他修士进入，基本上都是4大家族以及一些一流势力当中的小辈。在感受到这里浓郁的灵气之后，他们终于明白为何每次昆仑秘境的开启都会引得无数势力到来。对于他们来说，这里的灵气浓郁程度远超外界，抵得上自身多年苦修。若是能安全的回到外界，境界绝对能提升一大截。不过话虽如此，但众人还是化作神虹飞驰，四处寻找着天材地宝。他们进入秘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给长老和老祖们寻找大量的天材地宝，用以提升家族实力。可以说，每一次昆仑秘境的开启，对于紫阳城各大势力来说，就是一次洗牌。若是能从中带出好东西，则可以极大的增强族中各位长老以及老祖的实力。但若是一无所获，就意味着原地踏步，不进则退。要是家族底蕴再不行，还招惹了许多强者，那最终的结果就是被其他势力吞并或是灭族。修仙界本就是如此残酷。随意闲逛了半刻钟，秦九哥才感受到他先前留在江然身上的标记，也就是说，江然已经进入了秘境当中。走吧。秦九哥语气淡淡，随后身形化作一道长虹，飞速掠去。跟随他前来的众人也都一言不发，身着金甲，手持长枪，随后如同对方一样，身形化作道长虹飞去。另一边，古木参天，山脉起伏，无数宫殿坍塌，沦为一片废墟，如今只留下几根立柱，向世人诉说着这里曾经的辉煌。是，鲜血飞溅，一道恐怖的灵力波动袭来，掀起阵阵晨雾。江然手持长剑归鞘，轻蔑地看了下方的妖兽一眼，面露不屑。随后在他的目光中，原本一只凶猛无比、身躯庞大的妖兽，转眼间就成了一片血雾，消散在了天地间。解决掉这头妖兽之后，江然才满意地看向一旁火红色的神花，5片鲜艳的红色花瓣娇艳欲滴，周边燃起一片熊熊烈火，很是奇异。这就是炎神花吗？江然心神一动，伸手将此物摘走。炎神花乃是天地奇珍，其中蕴含浓郁的火元素灵力，炼化之后不但可以使自身修为暴涨，还能增强施展出的火元素功法，可谓是世间罕见。
而这等天地奇珍附近自然会有实力恐怖的妖兽守护，只不过都被他轻松斩杀了。收起这朵天地奇珍之后，江然没有丝毫停留，身形化作一道流光，继续向着秘境深处飞驰。截止目前为止，他已经收获了不少的天地奇珍，若是炼化之后，自身实力定然会提升一大截。到那时，哪怕面对秦九哥，他也自信会有一战之力。昆仑秘境广袤无垠，浩瀚无边，转眼便已过去半个月。前来的不少修士大多收获颇丰，仅仅在外围就得到了不少的奇珍异宝。但也有不少修士因为探索古老遗迹，或是之间爆发出激烈的战斗，导致重伤乃至身陨。起初交战的范围还很小，人数也不多，但随着外围的大多数资源被众人收缴一空，各方势力都不约而同地向着秘境深处迈进。随着探索的深入，众人之间的交战越来越频繁，范围也越来越大，死伤者也越来越多。也有不少自觉实力高强者守着秘境或者遗迹的各个方位，试图直接从出来的修士手中抢夺宝物，一了百了丝。是那位大人，不好，赶紧离开这里，千万不要招惹了那位大人。秦九哥款步而来，身后跟随着诸多的兵甲卫士，头戴金盔，身披银甲，寒光凛凛，手持长枪，森森杀气席卷开来，令人不寒而栗。哪怕他们的修为被此处秘境压制，但身上修炼多年的煞气却依然没有退去。若是心智不坚定者，恐怕在感受到这通天煞气之时，恐怕都要被吓到心神破碎了。见到秦九哥到来，众人纷纷退后，生怕不小心招惹了对方。所过之处，众人都犹如看瘟神一般，对他避之不及。不说对方能让4大家族都恐惧的身份，显然是大有来头。就连他现在身边的那些兵甲卫士，都远不是他们能够对付的。解决他们就如同砍瓜切菜，这就是反派的待遇吗？还真是无趣啊。秦九哥轻轻摇头，若是换成主角，现在恐怕早就被这群人盯上了，免不了一番交战。相比较而言，自己这个反派还是太舒服了，所过之处人人敬畏，更不会有脑瘫上来挑衅他。好了，过了这么久，也是时候解决掉你了。秦九哥心念一动，留在江然身上的印记一闪，有一股隐隐的联系传来，前面就是秘境深处，也就是江然如今的所在地。如果不出所料，老祖所说的机缘就在那里。同时他心中也掀起了一丝丝好奇，能够让他族老祖都感兴趣的机缘，不知道会是什么，就在前面了。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就是不知道前面会是什么好东西。秘境深处，江然面色激动，一剑将面前的凶兽封喉，随后顾不上恢复自身伤势，就化作流光向前方赶去。此刻他已经恢复成了原来的模样。自从进入昆仑秘境当中，他心中就莫名的升起一股感觉，仿佛前方有什么东西在指引着他，这让江然心中大喜。以往他探索秘境的时候，就感觉到冥冥之中有人在指引着他，而在这种直觉的引领下，每次他都在秘境当中收获颇丰，短短几年就积攒了许多不俗的宝物，连带自身修为以及实力都飞速提升。如今心中的这股感觉愈发强烈，显然机缘就在不远处。但随着深入秘境，江然却发现此地的凶兽变得愈发暴动，仿佛被什么东西浸染了一般，战斗起来也是无比凶猛，狂暴焦躁，丝毫不害怕受伤，哪怕以伤换伤也要跟他同归于尽。妖兽的身体强度本就大于人族，一路围杀过来，哪怕他实力不凡，身上也挂了彩，受了不少伤，并且四周还升起了一抹浓郁的黑雾，伸手不见五指，就连他的神识也只能笼罩自身的一小步范围。所以江然格外警惕，全神贯注，神识散开，谨慎地向着前方掠去。就在江然离开此地不久，秦九哥一众人也都赶了过来。看着此地浓郁的黑雾，秦九哥仔细感受了一番，一股极为熟悉的感觉传来，和他同宗同源。少主，此地很是不对劲。秦九哥身旁的老者说道，他的神识何其强悍，自然不会像众人一样局限在这弹丸之地。他能明显地感觉到前方的宫殿深处显然隐藏着什么，这附近的阵阵雾霭也是从中散发出来的。无妨，自有人为我们带路。秦九哥嘴角噙着一抹微笑。一路走来，他们遭遇了不少被黑雾浸染之后变得凶猛暴力的妖兽袭击，不过还没等到他出手，就被他身边的兵甲卫士轻松解决了，而且还经过了不少古遗迹，只不过大多沦为了一片废墟，再也无法重见天日。但其中还是有着不少古文机关，一不小心就会小命不保。不过大多古文机关都被江然破坏掉了，剩余的一些也无法对他们造成伤害，并且由于是跟随着江然前进的，所以这一路走来他们都没费什么力，全靠江然。可以说江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做了嫁衣，为他们清理出来了一件康庄大道。守住这里的入口，不要放任何人进来。是，少主。众人领命，纷纷上前，紧紧围住了宫殿的各大出口，保证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来。随后秦九哥孤身一人进入了宫殿当中。这倒不是什么他托大，
而是他修炼魔功一事事关重大，知晓的人越少越好。如果他在这些人面前暴露了魔功，那他们也就没有了活路。他虽然是个反派，但也不是什么见人就杀的恶魔，更何况还是自己的族人。而且他对自己的实力很有自信，身为秦族神子，他身上自然有着不少的底牌宝物。莫说这么一处小小的秘境，就是整个上界能杀他的人都没多少。这里就是我的机缘。进入宫殿，江然兴奋地四处扭头张望。只不过眼前的景象和他脑海中的场景有所不同。腐烂的檀木气息裹挟着心田直冲鼻腔，眼角垂落的铜铃无风自动，发出暗哑的嗡鸣，仿佛无数冤魂在咽喉里打转。殿内悬浮着幽蓝灵火，将蛛网密布的梁柱照得忽明忽暗。地砖缝隙里渗出黑色粘液，所过之处青砖寸寸皲裂，空气中翻涌的魔气凝成雾霭，在梁柱间勾勒出扭曲的人形轮廓。穹顶垂落的幔帐无风自动，露出斑驳壁画上的狰狞面孔。随处可见的森森白骨遍布蛛网，显然他不是第一个抵达这里的人，而他们的结局也都显而易见。这哪里是什么机缘之地，分明是不知道封印着什么绝世大魔。哪怕江然见过不少世面，此刻心中也是泛起森森寒意，身后时不时传来的呼啸声更是让他后背浸出冷汗，有一种想要快速逃离的冲动。但一想到秦九哥，心中的怒火就超越了恐惧，这很有可能是他能够复仇的唯一机会了。若是等秦九哥离开了这里，回到了秦族，自己今生很有可能都无法再与他相见，报仇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江然咬着牙，心中豁了出去，迈步向着前方走去。直到走上前，他才发现此处是一个祭坛，而前方的青铜古桌上竟然摆放着一颗蛋。这就是机缘吗？江然面色古怪，显然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一切竟然是面前的这颗蛋造成的。只不过这颗蛋周围铭刻着诸多古老的符文以及古阵法，让他不敢轻举妄动，生怕一不小心激活了什么开关。虽然经过这么多年，这些阵法机关的威力肯定大不如前，但江然也不敢拿自己的命去赌。他又看向一旁立着的一块青铜石碑，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什么，只不过由于是古文字，所以他根本看不懂。唉，要是师尊在就好了。江然不由得叹息了一声。他师尊来自传说中的九幽民族，族中历史源远流长，历经无数纪元，一定能看懂这上面写了些什么。但现在没了师尊，他只能靠自己了。凭他多年的经验来看，这石碑上面应该是记载着有关这颗蛋的来历，此地应该是有着什么机关能够打开这个阵法机关。但还不等江然开始寻找，就听到他身后传来一道声音，让他顿时遍体生寒。这里就是最终的机缘之地吗？江然，还多亏了你带我来到这。谁？是谁？谁在哪里？莫要装神弄鬼。江然猛然回头，惊惧地望向四周，但所见之处皆一片灰蒙蒙的黑雾，就连他的神识也被笼罩在周身3寸之地，看不清里面有什么。就在刚才，他突然听到了那人的嘲弄声，那道声音是他此生永远不会忘记的梦魇。难道是我幻听了？眼见没人回应，江然松了一口气，但心中还是保留着警惕。此地的魔气很是古怪，若是过量沾染，很容易就会被污染认知，沦为只知道杀戮的魔奴。这一路过来，他还是服用了不少丹药才能堪堪抵挡。但就刚才的情况来看，他显然要抓紧时间了，不然同留在此地的那些骷髅架子的结局没什么不同。但下一刻，江然眼瞳顿时瞪得滚圆，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景象。只见前方原本灰蒙蒙的魔气突然向着两方扩散，让出了一条宽阔笔直的道路，好像在惧怕着什么。而江然也在前方散尽的浓雾之中看清了那人的面貌。不可能，怎么会是你？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来？江然浑身战栗，身躯止不住的颤动，满眼都是不可置信。眼前之人面容俊俏，星眸璀璨，瞳孔之中隐隐散发出红光，狠厉血腥，仿佛能洞穿迷雾，身着一袭白衣胜雪，不染尘垢，发丝微微竖起，身形修长，体态自然，剑眉星目，目若朗星，衣袍猎猎作响，无风自动，浑身道韵流淌，有阵阵霞光闪过，神华流转。原本四处飘散的魔气，在经过他身边，就好像老鼠见了猫，不敢沾染丝毫。眼前之人分明就是他的死敌秦九哥。好久不见了，江然，多亏了你，我才能找到这里。秦九哥淡然一笑，瞳孔流转，随后看向台上的祭坛。看来你给自己选了一个不错的埋骨之地啊。秦九哥，你来这里做什么？江然强忍下心中的恐惧，语气中带着惊恐，心中却在思考如何能逃出这里。做什么？自然是来杀你的了。想拖延时间没用，这座宫殿外围已经被我的人完全占据了。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如果没有你的话，我可能还真找不到这个地方。秦九哥语气淡淡，面带微笑，就仿佛在跟一位好友一样随意交谈着。什么？秦九哥，
你是故意放我跑的？江然瞬间反应过来，只觉得一阵恐惧，后背已然被冷汗浸湿。他不是傻子，一路走来，早已感觉到诸多的不对劲。自从江家地牢之中逃出，他就感觉自己被盯上了一样，暗中有只无形的大手操控着一切。他改头换面，隐藏身份来到了紫阳城，秦九哥偏偏也跟了上来。以他的身份，怎么可能会来这么一个小地方？怎么可能会看上这个小地方的秘境？显然那时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对方盯上了。只不过当时他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一心想进入此地复仇。是你在我身上动了手脚，然后故意将我放跑。江然声音沙哑，显然有些不敢相信。如果情况属实的话，那对方就太可怕了。原来早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已经算计好了一切，只是他实在想不到自己有什么值得对方图谋的，还是说像他这样的世家子弟内心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癖好。他明明有着可以绝对碾压自己的实力，却如同猫捉老鼠一样一步步戏耍自己，然后在自己觉得有望复仇的时候突然出现，然后打破自己的幻想。你还挺聪明的，但可惜现在醒悟太晚了，看在你为我找到机缘的份上，我会给你个痛快的。秦九哥微笑着向他走来，同时整个人身上的气息陡然一变，浩瀚如渊的恐怖威压席卷而来，压得江然脊背生疼，险些就要跪下。想杀我，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不料此刻江然却突然冷笑道，随即指尖快速掐诀，一道道流光快速向四周飞去，没入到了各处的阵纹机关之中。随着轰鸣声响起，机关启动，诸多光华闪烁汇聚而出，白耀无比，竟掩盖了黑雾，将此地照得透亮，同时道道富含生机的灵力不断汇入他的身体之中。江然也不再是原本那副狼狈的模样，之前原本受势伤势转眼间就恢复如初，就连境界也在飞速提升，最终来到了归一境巅峰。与此同时，秦九哥感受到身边的阵阵威压传来，法则之力破碎，他的境界竟然再次被压制，降低到了转轮境。你以为我跟你废话半天是想求饶吗？我只是趁机掌控这里的阵纹机关罢了。现在猎人和猎物的身份要调换了。江然一脸得意地抬起头看向秦九哥，想要从他脸上看出惊恐错愕的表情。从刚才开始，他就一直在暗中改造掌控这里的古文机关，所以才会和他废话这么半天，拖延时间。结果果然如他所料，他江然命不该绝。秦九哥和他曾经遇到的那些纨绔子弟没什么不同，以为自己胜券在握，就开始逼逼赖赖，最后反派死于话多。只不过想象中对方脸上错愕惊慌的表情没有出现，反而露出了一抹玩味的笑容。秦九哥，你笑什么？莫非你以为故作高深我就会放过你吗？今日我便在此了结你，以报当日之仇。看着秦九哥依然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江然就气不打一处来。他身为气运之子，自尊心何等坚韧，但对方偏偏一副不把他放在眼里的样子，让他的自尊心备受打击。自己已经掌控了这里的阵纹机关，并且在机关的加持之下，将修为提升到了归一境巅峰，也就是此处秘境所能容纳的最高境界。反观对方，在此处阵纹机关的压制之下，实力发挥不出30%，修为更是被压制在转轮境。双方如今的战力差距之大，犹如天堑，他挥挥手就能捏死对方，就跟捏死一只蝼蚁没区别。对方应该跪下来跟他求饶才对，只有这样，他心中才会升起一股大仇的报的快感。但他偏偏还摆着一张臭脸，让江然心中很是不爽。这就是你的全部依仗吗？为何你们这些气运之子总是一副骄傲自大的模样，认为自己天下无敌？既然如此，那我便让你清醒清醒。秦九哥无奈地摇了摇头，依然是一副淡定自若的模样，仿佛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中。你眼中引以为傲的底牌，在我这里不堪一击。今日我便将你的骄傲彻底打碎，让你明白何为真正的禁忌天骄。话音刚过，一道恐怖的气息从秦九哥身上席卷而出，浩瀚如渊，深沉似海，掀起阵阵气浪。秦九哥眼瞳之中泛起血色，长发随意披散在肩头，此刻随着狂风摇晃，显得极为妖邪，给人的感觉也从原来谦谦有礼、高贵儒雅的世家公子，变成了一个阴狠邪魅、无恶不作的绝世凶魔者。这是什么？而更让江然感到惊悚的，则是秦九哥身后灰雾涌现，轰然伸出一尊巨大的无比的神魔大手。魔神虚影庞大的身形倏然矗立，天地上下所有空间刹那封锁，无边的漆黑和灰雾翻涌而出，顷刻之间便将这方天地笼罩其中。魔神虚影上双瞳泛着血光，眉心之处一点黑芒闪过，接着恐怖的魔气悬浮而出。远远看去只能看到模糊轮廓，但自其上降落下无尽的茫茫黑光。这是魔吗？被魔神虚影一眼扫过，江然只觉得心中泛起阵阵恐惧，心脏骤停，宛若窒息般的感觉。这是上位者对于下位者的绝对压制。
就好比一条真龙对于蝼蚁们的绝对压制。它只需要安静地站在那里，就足以震慑一切宵小之徒，让人提不起半点对抗的勇气。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的算计都是徒劳。能见识到我的真面目，江然，你足以瞑目了。秦九哥语气淡淡，说着就朝对方走去。只不过现在的他在身后魔神虚影的衬托之下，显得更加要挟。秦九哥，望你身为正道年轻一辈的领军人物，竟然暗中修炼这等禁忌魔功，今日我便除魔卫道，为死在你手中的上界万千生灵复仇。江然强忍下心中的惧意，手中快速掐诀，道道流光浮现，神华流转。无论怎么说，他现在掌控着这里的镇文机关，还有着境界压制，优势在我。轰隆，此地发出巨大的声势，像是有什么恐怖的凶兽复苏了一般，发出耀眼白光。无数光芒从四面八方而来，在江然手中汇聚，各种符文浮现，凝聚成一股恐怖的力量。这是他汇聚全部力量的恐怖一击，威势直逼神通境。在这个修为都被压制在归一境的昆仑秘境当中，他这一招无人可以抵挡，太弱了。面对江然的全力一击，秦九哥摇了摇头，语气不屑。随后身后的魔神虚影似有所感，伸出一只漆黑恐怖的巨大手掌，黑色大手握拳，上面魔气缭绕，黑雾弥漫，无数道纹交织浮现，随后一拳轰出，同江然的全力一击轰杀过去。轰隆一声巨响，江然整个人如同一支离弦的箭一样，瞬间飞出数万米，沿途不知撞断了几根石柱，最终撞入墙壁上才停了下来，整个人都被镶嵌在其中。哇！江然半跪在地上，顿时一口鲜血喷出，夹带着的还有他已经沦为碎片的五脏六腑。你怎么会这么强？江然强撑着抬起头，不甘地望向秦九哥，原本愤怒的眼神中现在满是惧意。他怎么会这么强？一招，仅仅是一招，他就败了。若不是他身上还穿着一件之前得到的护身法衣，现在可能就已经生死道消了。但随着这件内甲的破碎，他也彻底失去了所有底牌，再也没有任何的抵抗之力。不，我不能死，我不甘心啊！江然嘶吼着怒吼出声，双瞳之中满是血丝，满脸的不甘心。他明明已经算计好了一切，自己有着境界的绝对优势，但面对秦九哥的出手，依然抵挡不了一招。对方的强大令他绝望，这种感觉就如同他当初在地牢同对方见面，也是被对方随意的一招轻松击败。若不是师尊出手化解，他早已生死道消。进入昆仑秘境后，他一路走来，收获了无数的天材地宝，自身实力飞速提升，甚至还暗中掌握了此处的镇文机关。本以为这次自己能够彻底杀死秦九哥，却没想到对方竟然如此强大。他引以为豪的实力和底牌，在对方眼中不堪一击。好了，和你废话了这么久，是时候送你上路了。江然已经彻底失去了抵抗之力，秦九哥见状也懒得再和他废话，随后漆黑巨掌猛然拍下。不，我不能死！江然面色疯狂，燃烧自己的精血，准备再殊死一搏。但奈何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都是徒劳。随着黑色巨掌缓缓拍下，秦九哥耳边也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叮，恭喜宿主击杀气运之子江然，获得天命反派值10万点，获得天道宝箱1个。系统打开我的个人面板。秦九哥在心中轻声呼唤着系统，随后一块淡蓝色光幕浮现在他面前。宿主秦九哥，身份仙古秦族神子，轩辕地族弟子，体质禁忌，修为洞虚境前期，功法神通仙禽宝典，玄天斩剑录，阴阳双修诀，吞天魔功，轩辕地诀，道心众魔，万化天魔身。系统空间天道宝箱，地阶玉兽环2/3世界种子，绑定气运之女江婉莹，天命反派值124000点。击杀江然之后，秦九哥能够明显感觉到自身多了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息，并且心中还会莫名生出些许预感，显然是已经成功夺取了江然的气运。这次的秘境之行收获颇丰啊！关闭面板之后，秦九哥走上祭坛，看了一眼上面被阵纹封印的龙蛋，以及旁边立着的那块青铜石碑。他不像江然那么没见识，关于上面铭刻的古文字，他在自家的古籍当中见到过，自然知道上面写着什么。的确和江然猜测的一样，上面记录着这颗龙蛋的来历，但只是简单描述了一番。太古时代有一条魔龙作恶，后被一位大能以自身生命为代价封印。由于那条魔龙实在是太过强大，他也只能暂时封印他一段时间，于是立下青铜古碑，希望会有后来者到此解决这场灾祸。但结果也显而易见，此地不知遭遇了什么，沦为了一片废墟，早已没有修士前来，封印一事自然无从谈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印渐渐减弱，魔龙释放出丝丝缕缕的魔气。
凡是被魔气浸染的生灵，大多都会失去理智，成为只知道杀戮的魔奴。秦九哥仔细阅读青铜石碑上的古文，如果上面记载的属实的话，据他猜测，这颗龙蛋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太古魔龙蛋了。太古魔龙，那可是传说中诞生于鸿蒙之初的太古生灵，血脉高贵精纯，仅次于祖龙，对于任何凶兽都有着恐怖的血脉压制之力。身躯强健无比，双翅轻轻一扇，便可轻易划破虚空，吹翻万物，并且他们自出生之日起就身负多条大道，其中不乏空间大道、毁灭大道这等顶尖大道。而成年之后的太古魔龙实力则更加恐怖，有着毁天灭地、破灭万域、屠地戮仙的恐怖威能。看来这就是老祖所说的机缘了。秦九哥看向面前的那颗蛋，他周身魔力涌动，云雾缭绕，威势恐怖，蛋壳上还篆刻着魔文倒立，魔文闪烁间似乎蕴藏着无尽凶险。若是能安然无恙地成长起来的话，将来保底也会是一方大地强者，并且还是大地中的佼佼者。没想到这江然实力不怎么样，运气却很不错，这让秦九哥心中对于这些气运之子的评价又高了几分。不过此物身边笼罩着各种阵纹机关，想要得到它，还得先解开这些阵纹机关，否则就会被周围各种恐怖的神纹瞬间绞杀。对此，秦九哥却是不屑一顾，这些神纹机关存在的时间太过久远，早已没有了当年的威能，自然对他没有任何威胁。在他的一番暴力拆解之下，轻松的就将龙蛋拿到手了。将龙蛋收入系统空间，秦九哥身形化作流光，纵身朝外飞去。此地机缘到手，他也是时候离开了。神子殿下见到秦九哥到来，周边的那些兵甲卫士纷纷低头行礼。一位身形佝偻、白发白须的老者微微欠身：神子殿下，此地来了不少被魔气浸染的凶兽以及一些修士，不过都已经被我等解决了。秦九哥点点头，做得不错，我要的东西得到了，是时候离开了。是。众人骇然领命。丁，气运之女将婉莹突破至轮海境，恭喜宿主获得修为返还。非洲之上，秦九哥负手而立，正眺望着远处的大好风光。此时耳边突然传来的提示音让他心神一动，短短1个月的时间就横跨了2个大境界，真不愧是天命女帝。秦九哥不由得感叹道，尽管是大地重修，但足以见得对方本身根基牢固，天赋超然，或许用不了多久他就能重回巅峰了。随后秦九哥心念一动，一个金光闪闪的宝箱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全身上下神华流转，华丽耀眼。这是在昆仑秘境当中他斩杀江然之后得到的一个天命宝箱，这其中蕴含着各种天地奇物、功法秘术、神通宝术、重铜制尊骨、盘古精血、法宝体质。当时他因为那颗龙蛋将此事抛在了身后，不过现在是时候开启了。开启！秦九哥心念一动，随着砰的一声，宝箱开启，随即一抹金色大字符现在他的面前。丁，恭喜宿主运气爆棚，获得9秘之一行字秘。看着自己面前金光闪闪的3个大字，秦九哥心中泛起阵阵汹涌。上界有9字真言，又被世人尊称9秘，乃是天地间独一无二的至强秘法。9种秘法，其中任意一个都远超寻常大地的秘法，若是9秘补全，更是堪比仙经。而他面前的这部功法，就是号称速度无双的行字秘。传言它是世间速度最快的功法，修炼大成之后，更是能够触动时间领域，上越9天，下穿9幽，横跨各种阵法，不受束缚。但缺点也很明显，这种秘术想要修成，必须需要极高的天赋和悟性，寻常人修炼就如同看无字天书一样。不过他自带外挂，只要有反派点，将其修炼到大成也是轻而易举。而关于9秘的来历，在上界早已失传，销声匿迹，也很少听说有谁修炼了9秘。不过据说在一些古老的隐士宗门或者太古神族当中还有所保留。秦九哥心中沉思片刻，不管怎么说，得到行字秘还是让他很是惊喜。将来或许有一天他能将9秘凑齐也说不定呢。丁，检测到气运之女林洛英。就在此时，秦九哥耳边突然又传来了系统的提示音，气运之女。他嘴角喃喃，随后看向一旁的虚空，明老，前方可有发现什么？随着他的话音落下，虚空中泛起阵阵涟漪，随后一位身形佝偻、发须花白的老者从中走出。他对着秦九哥恭敬一礼，随后开口说道：神子殿下，距离我们前方不远处，有不少大夏皇朝的骑士正在追捕一个女子。听罢老者的回答，秦九哥面露古怪，好家伙，英雄救美，可他是个反派啊！这是他身为反派的待遇，还是说在夺取了几位气运之子的气运之后，运气爆棚，连他也能享受到这些主角的待遇了？神子殿下，需不需要老夫将他们都解决了？白发老者接着说道，面前那些人实力羸弱，只有区区的真王修为。莫说他，
整座非洲上随便一个人出去，都能将他们随手灭杀千万次。不必了，明老。秦九哥挥手打断了他，随后站在非洲上，负手而立，望着离自己越来越近的众多黑影，随后缓缓开口道：“让我看看，他们想做什么？”天穹之上划过阵阵流光，掀起片片气浪，云霞被割裂成碎片，眨眼间便消散千里。韩姨，把我放下来，你快逃吧。他们的目标是我，你快走吧。小姐，你说什么傻话？林家对我有恩，今天我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会带你出去的。最前方的光团中，一位老妪手中抓着一位女子，周身不断运转着灵力，飞速逃命。只不过她背后干涸的血迹以及呼吸不稳的喘息声，无一不彰示着她已经到了强弩之末。突然，前方的虚空中突然甩出了10几柄黑漆漆的匕首，目标直指2人。不好！老妪瞬间反应过来，手中掐诀，整个人的身形如同魅影般快速闪过。前方的虚空中也浮现出众人的身影，他们足足10余人，身穿一袭黑袍，脸上戴着面具，一副见不得人的模样。见到2人躲过，众人没有丝毫意外，紧接着身形一闪，消失在原地。是暗卫！老妪惊呼一声，不敢恋战，转身就向另一侧逃去。前路被截断，再经过这么一拖延，后方的骑士也追了上来，将2人紧紧包围起来。林小姐，莫要再挣扎了，乖乖跟我们回去，大皇子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前方领头的男子说道。他坐下一头凶猛的妖兽，发出沉重的喘息声，鼻孔中发出丝丝缕缕的白雾，整个人身披盔甲，寒光凛凛，手持大刀，横放在身体一侧，大有一言不合就开干的意思。好你个大夏皇朝，你这是要和我们林家开战吗？林若英愤愤道，眼睛死死盯着面前领头的男子，恨不得将他直接活吞。谁能想到自己只是心性使然，随意的外出玩耍一趟，竟然就遭到了大夏皇朝的追杀。一路逃来，不但他身受重伤，就连身边人也死的只剩下韩毅一个。同时他也没有想到，大夏皇朝竟然对自己已经忌惮到了如此地步。呵呵，开战！林小姐，你未免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莫非你觉得林家会因为你一个死掉的天才而跟我大夏皇朝开战吗？听到这话，领头的盔甲男子面露嗤笑，转而接着说道：不过你放心好了，过不了多久林家就会下来陪你了。你说什么？林若英袖拳紧握，瞳孔之中有火光闪过，若不是受了重伤，他一定会一剑砍死面前这个出言不逊的家伙。小姐，你冷静点。白发老妪将女子护在身后，对她暗中传音道：小姐，我一会拖住他们，你趁机逃走。东方不远处就是我们林家的附属势力范围，到那里你就安全了。不行，我走了，韩毅你怎么办？林若英面色焦急道。不料老妪闻言却是淡然一笑：小姐，我已经活得够久了，当年若不是老爷收留，我如今也只是一捧黄土，如今能死在为小姐冲锋的道路上，我心甘情愿。老妪已经心存死志，疯狂燃烧着精血，原本花白的发须变得乌黑发亮，脸上皱纹不在，整个人都变得年轻了许多，身上传出的气息也变得愈发深沉恐怖，灵力疯狂涌动，竟暂时冲破了桎梏，整个人都散发出恐怖的威压，瞬间席卷了这方空间。不好，他要拼命了，赶快杀了他！领头男子见状，赶忙怒吼出声，指挥周围人上前围杀老妪。对方显然是不要命了，这番战斗下来，哪怕他没死，最终也会因为寿元不足而陨落，可谓是直接把自己的后路断了。是！周围人纷纷领命，乘坐着妖兽，身披盔甲，手持大刀，逐步朝对方逼近，不敢有丝毫大意。不料此时后方竟然传来激烈的破空声，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只见一艘浩荡巍峨、磅礴大气的飞船正在向此地驶来，飞船通体若青玉雕琢，周身铭刻着各种符文阵法，白光耀耀，神华流转。船头应龙吞吐云雾，两侧羽翼嵌星纹，尾端塔楼飘青帆，明珠璀璨，穿梭云海，流光如星夜空。所过之处掀起阵阵气浪，磅礴威压深沉如渊，弥漫开来，周身更是散发出阵阵光晕，看得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有人来了！林若英见状，眼中闪过一丝喜色，连忙大声呼喊道：我来自大夏皇朝东部上古林家，还请这位前辈施展援手，我林家必有重献，将他拦下。领头的盔甲男子眉头一皱，吩咐身边的手下：我们可是大夏皇朝的卫士，听命于大皇子殿下，无论对面是谁，都要掂量掂量惹怒大皇子的后果。他看出来对面身份不凡，但那又如何？这里属于大夏皇朝，而他们更是听从大皇子的吩咐。强龙不压地头蛇，在这里是龙也得卧着，是虎也得趴着。若是对面识相，自然会乖乖离开。是！男子身边几人领命，
驾驭着凶兽，化作几道流光朝飞船掠去。我等乃是大夏皇朝皇家卫士，前方进行，还请前辈稍等片刻。几人身披盔甲，寒光凛凛，手中握着大刀，毫不掩饰地释放出阵阵磅礴威压，引得虚空战栗。身下的凶兽更是发出恐怖的嘶吼声，声音浩大，足以震碎耳膜。尽管语气客气，但众人脸上的优越感却是毫不掩饰。这里是大夏皇朝的地盘，而他们更是属于皇室的卫兵，代表着大夏皇朝的脸面，无论是谁都会给上3分薄面。一旦闹大，引来了皇室中的高手，对方定然会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众人才会如此自信有大夏皇朝撑腰，对方绝不敢轻举妄动。却不料回应他们的只有淡淡的一个字：滚！声若洪钟，瞬间便传入到众人耳中。他们刚反应过来，手持大刀，正要怒吼出声，但却惊恐地发现自己竟然控制不了身体，动弹不得。随后在众人惊恐的目光当中，他们的身体化作灰尘消散，连带身下的凶兽也没有幸免遇难。全场陷入一片死寂，真落可闻。汉爷，你看清对方是怎么出手的了吗？片刻过后，林洛英反应过来，暗中对着老妪传音道，心中却早已震惊。小姐，别说出手了，实力差距太大，我甚至连对方都感知不到。老妪无奈地摇了摇头，暗暗心惊。对方的实力之强，恐怕都能够媲美家主，这里面的究竟是何方神圣？或许他真的能救我们呢？林洛英轻声说道，心中不免又升起了一丝希望。但愿吧。老妪叹了一口气，眼睛微眯，盯着前面相持的两方势力，不断调动着周身灵力，好使自己能够保持全胜状态。若是对方选择袖手旁观，那他拼死都要将小姐送出去。这里毕竟是大夏皇朝的地盘，恐怕还没人胆大到在这里跟大夏皇室作对。一尊大帝的怒火可不是谁都能承受得起的。这位前辈，这是属于我们大夏皇朝的私事，还请前辈不要参与。只要前辈答应不出手，事后大皇子一定会有重谢。至于那些人敢胆得罪前辈，是他们死有余辜。领头的盔甲男子面色严肃，朝着非洲遥遥一拜，随后恭敬地说道，对方的实力之强远超他的想象，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对方性格竟然如此狠辣，直接将前去拦截他的人直接全杀了。在大夏皇朝的地盘上，竟然真的有人敢杀他们皇室之人，真不知道该说对方是自信还是狂妄了。但不管是哪种，都不是他一个小小的真王能得罪的了的。事关生命，他显得很是从心。你这是在威胁我？飞船里传出一道淡淡的声音。在下不敢。领头的盔甲男子后背生出阵阵寒意，仿佛被什么大恐怖盯上了一样。前辈实力之强，显然在大夏皇朝不是什么无名之辈。既然如此，想必前辈也知晓，当今大皇子殿下雄才伟略，周围已经聚集了无数强者，权势滔天，乃是下一届皇位最有力的继承者。说到这，盔甲男子将目光转向一旁的林洛英，但他随即就被韩姨护在身后。这女子是大皇子点名要的人，前辈没有必要因为一个女子去得罪一个大夏皇朝未来的执掌者。只要前辈不妨碍此事，大皇子事后必定会有重谢，无论前辈想要什么都可以，甚至我还可以将前辈引荐给大皇子殿下。说到这，他脸上生出一股自豪。尽管如今继承人还未定下，但其他皇子势力微薄，完全无法与大皇子抗衡。哪怕是从小流落在外，最近刚被找回的六皇子也不例外。尽管他受尽帝君宠爱，但在朝廷根基尚浅，更加不值一提。而大皇子胸怀大略，广纳人才，手中已经聚集了无数强者。前辈实力高强，哪怕进入到大皇子手下，也绝不会埋没了您，定然会得到重视。等到大皇子殿下继承了皇位，您便有了从龙之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领头男子循循善诱，不断劝解着对方。他相信，只要对方不傻，就不会为了一个陌生人去得罪如今在朝廷的混得火热的大皇子。如今朝廷的大部分人都已经明里暗里投靠了大皇子，皇子之位已经是板上钉钉了。林若英闻言，小巧白皙的袖拳紧握，心中满是不甘。对方说的不错，恐怕就算让他选，此刻恐怕也会选择袖手旁观。大夏皇朝是大，在这里恐怕没人敢忤逆对方，更何况对方还是未来的大夏皇朝帝君。反观他们上古林家，如今也只占据了大夏皇朝东部，无论是实力还是底蕴都无法与对方相比。只要袖手旁观，便可以得到未来大夏皇帝的一个人情，恐怕没人会拒绝吧。不过此时淡然的声音从非洲里传来，哦，大皇子他是什么东西？区区一个世俗皇朝的皇子，就连当我的狗他都没有资格。此言一出，全场瞬间哗然。众人望向非洲，手持长刀，全身杀气涌现，目光不善，仿佛下一刻就要冲上前去。前辈，我知道您实力高强，但恕我直言，
大皇子可是大夏皇朝未来的储帝，您得罪不起。领头男子也面色难看，强忍着心中怒火。泥人还有3分火气，他已经足够忍让了，却没想到对方竟然如此狂妄，半点面子都不给他，而且还当着他的面如此侮辱大皇子。若不是明知道自己不是他的对手，他早就动手了。但不料非洲传出的下一句话，更是让男子惊掉了下巴，呆愣在原地。别说大皇子了，就是你们大夏皇朝的帝君来了，都不敢这么跟我说话。区区一尊伪帝，什么时候也配在上界逞能了？你说什么？此言一出，领头男子呆愣在原地，久久没回过神来。他说什么？自己刚才听到了什么？区区一尊伪帝，这里可是大夏皇朝的地盘，他竟然敢称呼帝君是一尊伪帝？什么时候竟然有人敢妄自评价大帝？简直是在找死！莫说他，就连一旁的林洛英和韩怡都被对方镇住了。区区一尊伪帝，他好大的魄力啊！林洛英红唇轻启，看向非洲的眼神中满是好奇。听对方的语气，完全没有将大夏帝君放在眼里，更是直接称呼对方为伪帝。身为上古林家的大小姐，她自然知晓这一些外人不知道的机密，其中就有关于大夏皇帝成帝的。正如对方所言，他并不是按照常规方法感悟大道成帝，是通过一种另类成道的方式成帝。另类成道之后，大夏皇帝实力远远弱于寻常大帝，在大帝当中只能属于垫底的存在，但却也远远强于寻常的准帝。而通过这种方式成道的大帝，上界众人也将其称为伪帝。很显然，在真正的大帝眼中，这种另类成道的方式上不了台面，伪帝也不算他们的同类。但对于他们来说，完全就是降维打击。大夏皇帝正是在成就伪帝之后，才横扫八荒，建立了大夏皇朝，成为了95至尊。而关于大夏皇帝是尊伪帝，在如今的大夏皇朝也是一个禁忌，没人敢提起。林洛英眸光璀璨，想要透过非洲看到里面那人是谁，敢如此光明正大的在这里接大夏皇帝的老底。对方显然不惧怕对方，怎么说也氏族中有着大帝存在的势力，甚至很可能还不止一尊。但还不待他多想，只见非洲之上一道耀眼的白光大道汇聚而成，延伸而出，一道身形从中踏步而来，步伐轻盈矫健。男子身着一袭简单白衣，出尘如雪，衣衫上闪烁着淡淡光点，衣袍猎猎，无风自动，整个人俊美无瑕，眼中星光璀璨，深邃浩瀚，周身仿佛隐于白雾之中，让人分不清虚实，气质出尘，宛若仙神降临凡尘。他踏步而下，气息内敛，在其身后跟随着一位佝偻着身躯、白发白须的年迈老者，以及诸多身披金甲、手持长枪的兵甲卫士。一时间气血冲天，恐怖的威压瞬间弥漫开来，震慑四方。从其身上散发出来的恐怖威势来看，这些人远比两侧的银盔卫士还要强大。好帅的公子啊，但为何感觉好像有些眼熟？望着面前俊雅如仙的青年，林洛英俏脸染上红霞，眸光如水，不知怎么突然就生出了一丝心动的感觉呢。他这是一见钟情，才不是什么见色起意呢。你是何人？领头男子显然也有些懵，心中生出一股不好的预感。他原本以为里面坐着的是位大人物，但这位大人物为何看起来如此年轻？反观他身边的那些盔甲侍卫，他竟然连任何一人的修为都看不透。领头男子心中顿时生出一股寒意，他好像踢到铁板了。我想起来了，你是秦族神子。就在这时，一道惊呼声响起。林洛英红唇轻掩，大大的眼睛中满是震惊，呆滞地看着秦九哥。秦族神子，领头男子口中呢喃，不断地在脑海搜寻大夏皇朝有哪方势力姓秦。但突然他好像想到了什么，瞳孔猛然骤缩。不会是那一位啊？都杀了吧！秦九哥语气淡淡，目光扫过众人，随后一句话直接定了他们的生死。不，神子殿下，是小人有眼无珠，不知道神子殿下前来冒犯了大人，还请大人看在我大夏皇朝的面子上，饶在下一命。至于这两人，领头男子目光扫过林洛英二人，随后惊恐地说道：既然大人想带走他们二人，自然是可以的，我这就吩咐他们放行。见状，随行的众人都懵了，不知道平常在他们面前趾高气扬，恨不得用鼻孔看人的队长，怎么突然就蔫了？队长，他可是大皇子指名道姓要的人啊，要是就这么放走了，我们怎么跟大皇子殿下交差啊？而且区区一个秦族，在大夏皇朝也只是一个三流势力，你怕他做什么？一旁的盔甲卫士出声询问道，同时还面色不耐的秦九哥手中长刀直直对着对方。很显然他认错人了。要你麻痹啊？要抓你自己抓，老子不奉陪了。领头男子怒骂出声，回去他可能会遭到大皇子的惩罚，
但前提是他还能活着回去。一旦惹怒了面前的这位煞星，想死都是一种奢望。不必了，眼不见心不烦，都杀了吧。秦九哥淡淡开口。是。杀声震天，瞬间传遍万里，瞬间席卷了整片空间，一股冰冷刺骨的寒意在众人心里升腾而起。神子殿下，我……领头男子还想要求饶，但下一刻他突然感觉视角低了许多，一具无头尸体映入眼帘，随后他就彻底失去了意识。队长！见到队长惨死，众人就如同四散的野兽一样，朝着四面八方飞速逃命。他们实在想不到对方胆子为何会这么大，竟然敢在他们大夏皇朝的地盘上动手。但事关性命，他们也不可白白留在这里等死，而是驾驭着凶兽化作道流光，朝着四面八方散去。没看到就连队长都被他们一招打死了吗？而他们甚至还没有看清对方是怎么出手的，队长就已经死了。实力差距太过悬殊，强如队长在对方手中也撑不过一招，更何况他们这些小卡拉米留在这里也只会白白送死。秦族卫士自然不可能放过他们，身形同样化作一道流光紧紧追去。若是真让他们跑了，那他们也就没脸见人了。从追杀到交战不过短短一瞬间，结果就已经出来了。大夏皇朝的这些骑士便被全歼，头颅被一枪洞穿，身体化作血雾，就连坐下的凶兽也没有幸免于难。云霞沾上了些血迹，变得丝丝鲜红，空气中也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血腥味。原本在大夏皇朝威名赫赫，手中沾满无数鲜血的骑士群，在秦族卫士的手中撑不过一招。二者实力差距太过悬殊，毕竟陪同秦九哥此次出行的这些兵甲卫士，可是秦族专门为他筛选的。每个人不光天赋异禀，战力通天，而且还经过了无数惨烈战役的厮杀，可谓是身经百战，手中沾满了无数鲜血，怎么可能是大夏皇朝这些三瓜两枣的骑士能够相比的？更不要提他们每个人还都手持圣器，身披圣甲，修炼秦族专门的功法秘术，外加上战阵加持，完全可以越级而战。莫说这些大夏皇朝的骑士，就连上界大部分的二流势力都无法抵挡，而一流及以上的势力在上界也仅仅占了不到1成而已。也就是说，单凭他手中掌握的这些人，就足以屠灭上界9成的实力了。能死在他们这些人的手中，也算大夏皇朝这些骑士的荣幸了。好了，既然看够了，现在就轮到你们这些阴沟里的老鼠了。秦九哥眼中神华流转，璀璨绚烂，将目光看向另一侧的虚空中。话音落下，虚空碎裂，一只磅礴大手从中伸展而出，神华耀耀，霞光弥漫。而在这只白玉通体的磅礴大手之中，却紧紧握着一群黑衣人，他们身穿黑袍，头戴面罩，看不清面容，但却可以看见他们痛苦的表情和已经扭曲的五官。秦神子，你行事未免也太过狂妄了吧？我们大夏皇朝和你们秦族井水不犯河水，你这么做，莫非是要和我们大夏皇朝开战吗？领头的黑衣人五官扭曲，嘴中不断发出悲呕的嘶吼声。原本几人一直都隐藏于虚空中，见势不妙，想要趁机逃跑，结果刚想要动身，就被一只大手死死抓住了，挣脱不得。呵呵，开战！你未免也太看得起你们大夏皇朝了吧？秦九哥闻言面露不屑，在我眼中，你们大夏跟世俗王朝没有任何区别，挥手可灭，只不过是恰好诞生了一尊伪帝而已。都杀了吧！话音落下，白玉巨掌握紧，掌中的几人直接被捏碎成了血雾，神魂俱灭，破碎虚空。看到这一幕，林洛英不由得惊呼出声，红唇轻掩，心中则大为震撼。上界不同于其他世界，无论是天道规则还是法则之力，都相较于其他世界更加完整牢固，所以想要在上界撕裂空间，横跨空间壁垒，至少也需要圣王境强者才能做到。也就是说，秦九哥身边这个看上去其貌不扬、朽木将枯，一阵风就能轻轻松松地把他吹倒的白须老者，竟然是圣王境强者。这是什么概念？圣王境在上界乃是教主级别的强者，往往执掌着一方不朽大教，世家仙族是上界屈指可数的大人物，他们一人就足以代表深厚的势力。尤其是如今的上界，天地法则巨变之后，灵气愈发稀薄，无数强者大能陷入闭关沉睡，不问世事。如今的上界大地不出，至尊不现，圣王境往往就是一方顶级势力的掌控者。哪怕他们上古林家族中有着准帝老祖坐镇，但如今的家主也只是一位圣王境而已。这样的强者在族中地位尊崇，权势滔天，万万人之上，哪方势力不好吃好喝的供着？结果在秦九哥身边，他竟然甘心做一个护道者。林洛英心中属实被对方震惊到了，对于秦族的强势又有了新的认识。感谢神子殿下施展援手，我林家感激不尽。丁，气运之女林洛英对宿主心生感激，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3万点。灭杀大夏皇朝的追兵之后，
林洛英和韩姨二人走上前来，对着秦九哥恭敬说道：“此事是我林家欠神子殿下的一份人情。我林家虽不如秦族强盛，但族中也珍藏了不少珍稀之物。不知神子殿下可有什么需求，我林家一定会尽全力满足。”林洛英强撑着身体伤势，对着秦九哥恭敬一拜。他一副瓜子脸，柳眉弯弯，五官精致，完美无瑕，秀鼻高挺，朱唇皓齿。尤其是现在身受重伤，面色苍白，更是给他增添了几分凄美感，让人忍不住想要把他搂在怀中，好好的呵护一番。上身着一袭青色衣袍，恰到好处地勾勒出他的紧致身材，前凸后翘，饱满圆润，皮肤白皙光滑，犹如凝脂，七双赛雪，露出两只纤细完美的玉臂，食指青葱如玉，3000青丝随意地披散在胸前身后，腰肢纤细，盈盈一握，一双浑圆白皙、笔直修长的美腿，在裙摆的映照下若隐若现，别具诱惑。林小姐说笑了，是他们先招惹的我这只不过是为了自保而已。而且就算我不出手，林小姐恐怕也有别的手段，能够安然无恙吧？秦九哥嘴角噙着笑意，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林洛英，有关于她的信息毫无遮拦地浮现在眼前。气运之女林洛英，身份上古林家大小姐，修为真王境前期，金手指，一体双魂，未觉醒，气运值3万点，一体双魂，有趣。秦九哥眼中金芒一闪，他的确在对方身上感受到另一股不属于他的气息，那股气息幽邃恐怖，血腥暴力，而且有种现在就要冲出来的感觉，只不过又逐渐变得平稳了许多。根据系统的提示，想必那就是他的另一个人格了。如此看来，就算自己不出手，对方今天多半也不会有事。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他的第二人格苏醒，然后将大夏皇朝的追兵抹杀。只不过自己帮了他一把，他的第二人格也就安然无恙的没有苏醒，只是自保而已。听到这话，韩姨嘴角抽了抽，好家伙，谁家自保的方式是将对方全杀了？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是吧？不管怎么说，还是很感谢神子殿下出手相助，算我欠神子殿下一个人情。林洛英语气轻柔，依然躬声说道，只不过不断眨动的眼睫毛彰示着他的内心并没有眼前这么平静。对了，他们为何要追你？林洛英的这些小动作自然没逃出秦九哥的眼睛，只不过他现在也没必要追问，随意换了一个话题，让后者松了一口气。哎，秦神子，您有所不知。一旁的韩姨上前解释道，我们家小姐天生聪慧，天赋异禀，在大夏皇朝自幼便富有盛名，乃是远近闻名的天之骄子。如今仅仅200余岁便修成了真王，外加上林家这些年的发展，已经彻底占据了大夏皇朝的东部，引来了大夏皇朝的忌惮。为了巩固大夏皇朝的地位，他们一直在联合其他宗门世家，明里暗里的打压我们林家。在得知小姐200余岁便修成真王后，大夏皇朝就一直派人暗中刺杀小姐，想要解决掉这个威胁，只不过一直没有得逞。但这次有关小姐的情报泄露，他们派遣了大量追兵以及暗卫，想要刺杀小姐。幸亏有神子殿下出手相助，才救了小姐一命。韩姨不由得感叹道，一路追杀下来，他们损失惨重，护卫全部身陨，只剩下了他和小姐二人。眼看陷入包围，原本他是打算直接燃烧精血，拼死将小姐送出，但却没想到竟然会在此刻遇到秦九哥，得对方相助，转危为安。果然如上界传言说的一样，这位秦族神子高风亮节，嫉恶如仇，待人也是温文尔雅，和颜悦色，不骄不躁，从不仗势欺人，乃是上界正道楷模，无数修士们心中敬仰的目标。今日一见，果真如此。原来如此，只是单纯的势力争斗而已。看来林小姐以后要小心，免得以后再像今天这样遭遇不测了。听罢对方的解释，秦九哥了然，微微点头示意。对方只是单纯的忌惮林洛英的天赋，想要趁其还没成长起来的时候，将对方扼杀在摇篮里。毕竟死了的天骄可算不上天骄。此地原本宗族世家，王朝宗门林立，相互为战，各自攻伐不断，每天都有无数势力兴生消亡，混乱不堪。后来大夏帝君用另类成帝的方式成功成帝，一路征伐，这才将各大势力聚集起来，不再是一盘散沙。但大夏皇朝毕竟是上界新生的一股势力，根基浅薄，底蕴羸弱，朝中的最强者也只是一尊伪帝，根本无法镇得住一些族中有着准帝坐镇的势力。而大夏帝君也不敢轻易动手，一旦如此，很有可能会被其他势力趁人之危。而且帝境强者之间的交战范围浩大，恐怖无比，一旦交战，这片道域多半会化为灰烬，而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势力也会在顷刻间瓦解。所以如果没有绝对的把握，他肯定不会选择铁血手段镇压。于是为了拉拢各方强者，大夏帝君开始了威逼利诱。
他不惜划分地盘，交由一些势力由他们独自掌控，大夏皇朝不会过问。只不过名义上他们依然属于大夏皇朝，是大夏皇朝的手下，听从大夏皇朝的掌控。譬如上古林家原本在此地就是名声赫赫的存在，族中更是有着准地强者坐镇，乃是这片岛屿最强的几大势力之一。原本上古林家同大夏皇朝实力相当，结果转眼间对方就成了你的上司，还要你听他的话，这谁能忍？若你自身实力强大也就罢了，但偏偏你也只是一尊伪帝，他们自然看不起。而且他们知道大夏帝君心有忌惮，所以有恃无恐。为了拉拢林家，大夏帝君更是将大夏东部的一大块地盘分给了对方，由对方全权负责，大夏皇朝不会过问。时过境迁，沧海桑田，经过无数年的发展，上古林家愈发繁荣昌盛，族中进阶的强者无数，底蕴深厚，丝毫不亚于大夏皇朝。小贝在大夏皇朝更是身负盛誉，乃是远近闻名的天骄林家的快速发展，自然是引起了大夏皇朝的忌惮，经常时不时的敲打对方，而且还同其他世家宗族联合起来，明里暗里的打压林家。林家自然不会选择忍气吞声，选择反击，于是两方势力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小辈之间见面也经常是互下死手，互不相让，只不过结果往往最后都是林家占了上风。大夏皇朝的弟子仰仗着祖辈余荫，大多只会贪图享受，勾栏听曲。哪怕是一些发愤图强、刻苦修炼的弟子，大多也都因为天资平庸，被林家弟子远远甩在了身后。反观上古林家，族中不断有天资聪慧的小辈冒出，身负盛誉，名声远扬，而且行事从不张扬，不骄不躁，一心刻苦修炼，不断为林家提供着新鲜血液。而林洛英的声名鹊起，更是让大夏帝君心中埋下了一根刺。这一代中，大夏皇朝的年轻一辈被林洛英一人全部横扫，整个大夏皇朝年轻一辈竟无一人是林洛英的对手。而他这一代中最看好的大皇子，将来有望接替自己的位置，却没想到他竟然被林洛英越级击败，而且还没撑过3招。毫无疑问，大皇子的战败自然使得皇权沦为笑柄。堂堂大夏皇朝下一代帝君的继承人，竟然被一个女子越级击败，而且还是3招之内。也正因如此，才使得他原本要立大皇子为储帝的意愿落空，直到现在还没有合适的人选。而且皇朝之中还不断有声音响起，说待到林洛英成长起来，林家一定会谋反，以后大夏皇朝就要改名为大林皇朝了。身为一国之君，九五至尊，大夏帝君哪里听不出来？这显然是有人在暗中故意散播谣言，借刀杀人，好让他对林家动手。但对方所言确实不错，上古林家原本同大夏皇朝实力相当，无论是底蕴、实力、传承历史，都丝毫不弱于他们。唯一的差别就是他们族中没有大帝，这才迫不得已的选择臣服了大夏皇朝。即使臣服了，林家依然占据着大夏皇朝资源最丰富的东部地区，掌控着无数势力。更不要提，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林家族中又淡出了多少强者，底蕴又有多深厚。毕竟他们大夏皇朝每一代的弟子都远远弱于对方，后劲不足。而现如今，林家更是出现了林洛英这个怪胎，200岁修成真王。对方的天赋让他震惊，这等修炼速度，哪怕放在整个上界也绝不会是无名之辈。若是真的等他成长起来，整个大夏皇朝恐怕真要改姓林了。所以自从林洛英声名远扬之后，大夏帝君就一反常态，不断联合其他世家宗族，许诺他们各种好处，试图一同出手灭亡林家。而其他势力的掌舵人也都是老狐狸，不断打着太极，借口拖延此事。林家可是大夏皇朝第一世家，他们虽不惧，但也不想就这么平白无故的成为炮灰。而且就算灭亡了林家，他们也必定会元气大伤，白白让大夏皇朝捡了便宜。搞不好灭了林家之后，他们就是下一个受害者。为了区区一点好处，实在没有冒着元气大伤的风险招惹林家。对此，大夏帝君也是无可奈何。他和众人的想法一样，这群老狐狸都想要他打头阵，自己好在一旁摸鱼。等到自己真上的时候，对方不说摸鱼，不趁机捅他2刀就不错了。谁会乐意自己头上压着一座大山？他毕竟只是一尊伪帝，没有绝对的实力能够压制住所有势力，只能暂时的稳固住平衡。一旦平衡被打破，自己露出疲态甚至受伤，这群人绝对会蜂拥而上，率先掀翻了他的统治。大夏皇朝和上古林家之间互有顾虑，竟陷入了一番诡异的平衡。大夏帝君也想过直接灭了林洛英，但对方一直苟在林家，他派遣的暗卫刺客也始终没有得逞，反而还损失惨重，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后来大夏帝君心有所感，开始闭关。闭关之前，他将朝中事务全权交由大皇子负责，并且派遣暗卫辅佐他。大皇子之前惨败在林洛英手中，为此更是直接失去了储帝之位，
对他自然是恨之入骨，不断派遣暗卫刺客潜入林家，试图报仇。但那些刺客怎么能瞒过林家？刚进入林家的势力范围内，他们便如同石沉大海一般，杳无音信。直到这次，林若英秘密外出，结果消息不慎泄露，被大皇子派来的追兵和暗卫一路追杀。后来遇到了秦九哥，这才捡回了一条命。对了，你可知那人之前提到过的大夏皇朝流落在外的六皇子，这是什么意思？秦九哥目光如炬，接着开口询问道。他从领头男子的口中得知，最近大夏皇朝有一个自幼失踪的六皇子回到了大夏皇朝，不由得让他心生起疑。幼时失踪，后被找回，整个上界浩瀚无边，广阔无垠，更何况过去了这么多年，对方想要找回一个当初的幼儿，难度不亚于登天。而且对方被找回的时间也太巧了，现在大夏皇朝的楚地之位还没有定下，对方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回到了大夏皇朝，不摆明了楚地之位是为他准备的吗？这狗运，若说对方不是气运之子，秦九哥心中10000个不相信。林若英所在的上古林家是大夏皇朝东部的执掌者，在大夏皇朝内部自然也有着眼线。关于这位神秘六皇子的来历，他应该知道前因后果。六皇子，让我想想。林若英闻言，心中有些奇怪，对方为何会关心这么一个小人物？但他也没有多想，全当对方好奇心作祟。六皇子，他母妃来自大夏皇朝穆家，是大夏皇朝如今的皇亲国戚。穆家实力尚可，尽管不算最顶尖，但也是有名的一流势力，族中有至尊强者坐镇。其中六皇子的舅舅，也就是如今的穆家家主，实力强悍，在整个大夏皇朝都极为有名。穆家原本就同大夏皇朝交好，两族世代联姻，同进同退。大夏皇朝最开始建立的时候，穆家也是最先同他们称臣的，如今更是皇亲国戚。说到这，林若英面露不屑，显然是看不起穆家。随后他接着说道，听说六皇子出生的时候，皇宫中潜入了刺客，将六皇子劫走了。大夏帝君得知此事后，更是火冒三丈，亲自下令要求彻查此事。但随后穆家和皇宫亲卫找遍了整个皇宫，都没有发现半点蛛丝马迹。宫中有人传言，这是因为有人一直在暗中阻挠此事。但随后的几个月内，穆家依然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准备被人遗忘。哦，看你的样子，貌似好像知道些什么，这该不会是你林家干的吧？秦九哥饶有兴趣地看向林若英，挑了挑眉。怎么可能？你也太看得起我林家了。林若英闻言，无奈地摆了摆手道，我林家虽强，但也仅仅局限在这东部之地，手还伸不了这么强，要不然我早就打上门去了。林若英恶狠狠道，双手握拳，露出2颗小虎牙，跟原先淑女的仙子形象截然不同，颇具反差。显然对于大夏皇朝先前的追杀，她还在耿耿于怀。好了，别贫嘴了，你林家毕竟也算是世家大族，应该听过一些风声吧？你说说，最有可能是哪方势力做的？秦九哥眉头轻挑，显然没想到林若英动作竟然如此豪迈，全然没有世家小姐的端庄典雅，颇具反差。这倒是。林若英点点头，算是认同了秦九哥这句话。据我们林家的猜测，这件事8成是罗家所为。哦，罗家，这又是哪里的势力？秦九哥闻言，不由得右手扶额，脑袋上都快冒出黑圈了。这大夏皇朝说是皇朝，但其实更像是各大宗门世家一起组建的势力，只不过名义上是由大夏皇帝来领导而已。穆家、林家、夏家，现在又来了一个罗家，这大夏皇帝到底是多弱啊？这么点势力都整合不好，他已经隐约有些后悔了。大夏皇朝的那些人杀得太早了，他应该直接搜魂的。若不是对方那里有一个疑似气运之子的主角，他这辈子都不可能会跟这种势力打上交道。势力多很正常，毕竟我们这片岛屿本身就是战乱之地，连年征伐，只不过恰好夏皇成帝，强行将我们聚拢了起来。林若英也不由得吐槽道，但偏偏他还没有足够的实力能够镇压我们，只能够勉强维持如今大夏皇朝这虚假繁荣的景象。一旦爆发出什么重大危机，大夏皇朝绝对会在瞬间被倾覆，各自为战。而这个罗家同样与我们林家齐名，原本是这里最强的势力之一，族中有准地强者坐镇。大夏皇朝建立的时候，他们也率先投靠了对方，借助对方的威势和资源，发展极为迅速。如今在大夏皇朝可谓是混得风生水起，权势滔天，朝中各处都有他们的人。皇宫守卫戒备森严，除去大夏自己的人，也唯有罗家能够进入，所以六皇子的失踪一定是他们做的。林若英拍了拍胸脯，显得很是自信。你说的有道理。秦九哥看着林若英不断轻颤的浑圆山峦，只觉得对方胸怀宽阔，可包罗万象，言之有理。林若英接着说道，如今大皇子的亲生母亲，她就是来自于罗家。
听说六皇子出生的时候曾引发了天地异象，一旦成长起来，必然会是一方年轻至尊。罗家多半是担心六皇子会抢走大皇子的皇位，这才对他的动手。世子之争向来如此，我林家都能得知这消息，夏皇没理由不知晓，只不过碍于罗家的势力，他这才一直忍让，没有彻底翻脸罢了。但就在不久前，六皇子竟然安然无恙地回归了。随即林洛英表情变得严肃起来，沉声说道：关于这位六皇子出生时所引发的天地异象，他也是有所耳闻。一旦对方成长起来，成为大夏皇朝的顶梁柱，毫无疑问会对他们林家动手。所以对于这个威胁，他也想趁对方没成长起来，亲手扼杀在摇篮里。他们林家和大夏皇朝早就水火不容了。六皇子失踪的时候，脖子上还挂着一节玉佩，那是他母亲送给他的伴生礼。玉佩共分为2节，有着滋补灵力、凝神固魂的效用，一节戴在六皇子身上，另一节就放在了穆家，并且二者互相之间皆有感应。在六皇子失踪的时候，穆家也找出了那节玉佩，但却没有任何反应，众人也都以为此物同六皇子一样遗失了。但在不久前，穆家竟然感受到了另一节玉佩的存在，就在一个小世界当中。为此，穆家家主和他妹妹亲自前去探查，果然发现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六皇子。穆家家主勃然大怒，将那方世界的万千生灵途径带回了六皇子。六皇子的回归自然是在大夏皇朝掀起了惊涛骇浪。为此，夏皇更是亲自出关，专门探查了六皇子的身份，确实属实。而且因为幼年时的亏欠，如今六皇子可谓是受尽夏皇的喜爱，各种天材地宝、灵丹妙药全都不要前世的补偿他，待遇甚至都远超大皇子。而且穆家同样是一股不弱的势力，并且跟夏皇很是亲近，在穆家的支持下，六皇子身边也迅速聚集了众多强者。尽管还比不上大皇子，但也不可小觑，并且由于他的天赋超然，将来也有望继承楚帝之位。哦，流落至下界。秦九哥闻言，眼睛微眯。对于这个六皇子的来历，他已经确定了七七八八，如此波澜壮阔的经历，绝对是位气运之子，而且搞不好还是他的老乡呢。林洛英乌黑明亮的眼珠子转了2圈，随后轻笑道：听神子殿下的意思，貌似对这六皇子很感兴趣，只是好奇而已。秦九哥摇了摇头，不过林小姐可要当心了，看样子大夏对你们林家忌惮已久，保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动手。以后再遇到像今天这样的情况，可未必会有像我这样热心肠的人来好心相助了。确实，林洛英玉手轻捂红唇，面色娇羞。如果不是恰好遇见神子殿下，小女子恐怕真的要香消玉殒了。前方不远处就是我们林家的势力范围，公子可要前去歇息片刻，好让小女子表达一下感谢。不必了，我还有要事去办。秦九哥毫不留情地摆手拒绝道：大夏皇朝之事还需要徐徐图之，最好是等他们两方势力两败俱伤之后，他再出来捡便宜。而且不久前那个六皇子才回到大夏皇朝，如果他是气运之子的话，现在也才刚刚发育，还没成长起来，就算杀了，估计也给他提供不了多少反派值，还不如先留着放养一段时间。而且那个神秘的六皇子还不知道有没有系统，保险起见，先让林家探探这位六皇子的根脚，他再做最后打算。那好吧，若神子殿下有空，一定要来我们林家做客，好让我们尽尽地主之谊。被秦九哥拒绝，林洛英也不恼怒，依然笑颜如花。好了，林小姐，我们后会有期。说罢，秦九哥冲对方摆了摆手，随后扭头在众多侍卫的护送下登上飞舟。随着一声轰鸣巨响，飞舟启动，掀起阵阵气浪，恐怖的威压弥漫四方，舟身散发出五彩霞光，向着前方不断飞驰。望着逐渐远去的飞舟，林洛英脸上表情又恢复了平静，柳眉轻蹙。好可怕的神识，难道他发现了吗？林洛英口中轻声呢喃。在刚才跟对方对视的时候，他感受到了一股极为恐怖的神识之力，仿佛要将他看穿。他心中其实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那就是他其实是一体双魂。在他出生的时候，脑海中就有了另一道声音传来，此事他没有告知任何人，整个林家只有他独自知晓，而他父亲和长老们也都没有看出他身体的异样。却没想到对方一眼就看穿了，不愧是传言中的人物，当真可怕。小姐，小姐，神子殿下已经走远了。就在这时，一旁的韩姨打断了他的思绪。见到自家小姐待在原地，双目呆呆地望着天边云霞，韩姨出声提醒道：哦，我知道了，韩姨。林若英随意回过神来，双目清澈，不再去想这件事。小姐，你不会是喜欢上秦族神子了吧？见到自家小姐这副模样，韩姨不由得出声调侃道，还以为她思春了。韩姨，你误会了。林若英连连摇头，表示自己对她没感觉，只不过绯红的耳垂和脸颊暴露了她的真实想法。小姐，我都懂的。
秦公子风姿无双，俊雅如仙，无论背景天赋还是颜值都是上乘，上界喜欢他的女子数不胜数，很正常的。韩姨轻声笑道，后面的话没有说出口，更不要提对方还刚刚出手救了小姐。英雄救美，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过时，当然这也是要看脸了，帅的就这辈子为奴为婢，丑的就下辈子当牛做马。韩姨，你说秦公子为何会对那个六皇子那么感兴趣？林洛英赶忙偏开话题询问道。小姐，恕在下愚昧，秦公子应该只是单纯的好奇吧？真的是这样吗？林洛英眼神微眯，脑海中思绪翻涌，她可不相信对方身为秦族神子会在意六皇子这么一个小人物。就算六皇子出生时诞生了天地异象，也不可能引来秦九哥的关注。莫非这个六皇子身上有什么不寻常之处？林洛英思考片刻，却依然想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无奈只能放弃。不过他打算回到林家，再派人好好彻查一下这个六皇子的底细。能引来秦九哥的关注，这个六皇子必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转眼又过了半月，沿途经过无数道域星系，秦九哥终于回到了秦族所属的势力范围。上界3000道域，每座道域都相当于一方宇宙，浩瀚无尽。其中不仅有着空间乱流、混沌风暴相隔，更是栖息着无数的恐怖凶兽，寻常人一生都难以逾越。而每座道域之中，又囊括了无数的大千世界、中千世界、小千世界，是无数下界修士的飞升之地。当然了，3000道域也只是一个统称，上界浩瀚无垠，其中到底囊括了多少世界，至今也无人知晓。更不要提，每当有新的道域世界出现，上界就会引发一场轰动，引得无数势力争相抢夺。而仙古秦族身为上界最强的势力之一，自然坐拥着无数道域，传承久远，实力强盛，底蕴深厚。提及威名，上界无人敢于招惹。仙秦古域，这是秦族大能专门开辟的一方小世界，也是秦族的栖息之所。里面生活着诸多秦族嫡系以及各大高层，沉睡着诸多老祖。而此刻，其中一间装饰华贵的府邸之中，传来了一道亮丽的女声：“什么？哥哥他竟然没有退婚？”房间内，一女子冷厉出声，她看上去大概14、15岁，面色精致完美，脸蛋光洁如玉，柳眉轻蹙，朱唇皓齿，眼中星光璀璨。身着五彩霞衣，小家碧玉，皮肤白皙光滑，犹如凝脂，7霜赛雪，露出2只纤细完美的玉臂，食指青葱如玉，3000青丝随意地披散在胸前身后，腰肢纤细，盈盈一握。尽管如今年龄尚小，还没有发育起来，但秦仙儿依然清丽脱俗，倾国倾城。脖颈高昂，白赞如玉，浑身伴有仙气，散发出淡淡威压，虚空轻颤，更是给人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是的，小姐，神子殿下他没有退婚。前方的侍女们跪在地上，语气颤颤。整个秦族谁不知道小姐仰慕神子殿下，从小就很黏着他。如今听说神子殿下有了未婚妻，小姐她有这反应也在情理之中。哥哥他到底在搞什么？秦仙儿眉头紧蹙，显然不知道秦九哥的打算。她名秦仙儿，秦九哥的妹妹，也是仙古秦族的小公主。出生之日，伴随着仙气降临，引发天地异象，同样也是一方年轻至尊，竞技天骄。只不过由于他们秦族出现了一个秦九哥，所以才显得他们秦族的其他天骄名声不显而已。关于哥哥多了一个未婚妻，此事他还是不久前才知晓的。别说江婉莹他没有失去修为，就是全盛时期也依然配不上他哥哥。他本以为哥哥这次是去退婚的，但结果显然出乎了他的意料。难道这个江婉莹身上有什么古怪吗？秦仙儿眉头紧蹙，随后摇了摇头。既然是哥哥的打算，显然另有深意，自己回头问问就好了。我知道了，退下吧。秦仙儿语气淡淡，遣散了侍女。是，小姐。众人闻言松了一口气，赶忙逃离了此。同时心有余悸，小姐的实力变得愈发可怕了。好了，现在让我看看你到底是何方来历。待到所有人走后，宽敞明亮的大殿中只剩下了秦仙儿一人。秦仙儿语气森然，随后伸出秀气白皙的右手，上面漂浮着一个白白的光球。不要，放过我！光球之中包裹着一个女子，正遭受着万鬼噬心之痛，嘴中不断发出惨叫，凄惨至极。就在前不久，秦仙儿原本正在寝殿中安心修炼，但突然有股莫名的力量强占了他的身体，试图将他夺舍。不过好在他有老祖赐予的保命之物，这才没有让对方得逞。但让他感到奇怪的是，这人的神魂明明脆弱不堪，一碰即碎，可为何自己还会被险些夺舍？为了搞清这个问题，他暂时将这人留了下来，同时也想知道他背后到底是谁，竟然敢对他秦族动手。让我看看你究竟想干什么。秦仙儿眼中金光一闪，随后直接开始了粗暴的搜魂啊！不要停下！我要死了！
求你了，给我个痛快！光球中不断传出撕心裂肺的嘶吼声，可谓是听者伤心，闻者落泪。搜魂乃是世间极刑，一旦搜魂，轻者痴傻一生，沦为白痴，重则当场身死道消。连修士都撑不住搜魂的威力，更何况他这个没有半点修为的穿越者呢？给蓝星老乡们丢脸了，他可能是最憋屈的穿越者了。刚刚穿越过来，还没适应，就被这里的土著给抓住了。而且那个煞笔系统也是个人工智障，原本以为他穿越过来能凭借着系统吃香喝辣，找些漂亮帅气的小哥哥逍遥快活一生，结果没想到自己竟然夺舍失败了，而系统更是直接被这人给毁了。家人们谁懂啊？这怎么跟他看的那些小说不一样啊？自己不是应该穿越过来，凭借自己现代人的智慧打脸这些土著，然后得到帅气小哥哥的赏识，从此平步青云，逍遥快活一生吗？怎么他才刚穿越过来就又要死了？女子哭得撕心裂肺，再也支撑不住，彻底失去了意志。足足过了一盏茶的时间，秦仙儿这才抬起头，眼中满是茫然。小说、穿越、系统、攻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根据他搜查的记忆得知，此人原本生活在一个名叫蓝星的世界，后来因为玩具漏电沾水，当场被电死，魂穿异世界。而且这个世界还是他生前看过的一本小说，并且他还绑定了一个名为系统的东西，系统给他派了一个任务，让他攻略这个世界的大魔头，拯救万界苍生。而那个大魔头好巧不巧，正是他的哥哥秦族神子秦九哥。饶是他秦仙儿见多识广，但此时也是被这来自世界之外的一拳打得有点懵，足足半天才缓过来。按照小说中描写的剧情来看，最后他哥哥会和整个上界对上，血祭诸天万界，去博得那唯一的成仙之机，以大地为药引，炼化诸天万界。看到这，秦仙儿心中满是自豪，真不愧是他哥哥，轻易就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对于这本小说的描述，他已经信了7、8成。他了解哥哥，对方就是这么一个性格，并且书中还描写了诸多关于秦族的机密，有的甚至连他也不知晓，其中还包括哥哥的身份和他的来历。我的来历？难道我不是亲生的吗？看到这，秦仙儿眼中闪过疑惑，接着向后看去。良久，秦仙儿手中火光闪烁，彻底焚烧了这位穿越者。既然如此，那我岂不是就有机会了？秦仙儿眼中闪过一丝光亮，笑颜如花。哦，九哥回来了。咦，洞虚境，他竟然又突破了，这等修炼速度还真是恐怖，看来是又遇到什么机缘了。真仙之姿，万古无一，他给我们的惊喜太大了。若是等他成长起来，这上界必然会以我秦族为尊。不过他为何没有退婚呢？谁知道呢？九哥这么做一定有他的深意，我们这些老骨头还是别管他们这些年轻人之间的事了。不过这样一来，顾家那边就不太好交代了，顾家那小女可是仰慕神子很久了，一块收了不就好了？正好九哥年轻气盛，也好把他的天赋传承下来。先秦古域，秦族祖地，看见秦九哥回来，无数道恐怖的神念不断交织，暗中交谈。他们皆是秦族的老祖，辈分久远，自身实力更是恐怖无比，其中任意一人都足以在上界掀起惊涛骇浪。也正是因为有他们坐镇，才奠定了先古秦族的恐怖凶名与无上地位。见过神子殿下，见过神子殿下，见过神子殿下。进入先秦古域，秦九哥一路走来，沿途遇到了无数秦族弟子和侍女侍从，在看到他之后，都是恭敬的行礼问好。对于秦族的这位传奇，他们是打心眼的钦佩，而秦九哥也都一一微笑回应。这些人都是他秦族的根基，未来的中流砥柱，其中任何一人放在外界，那都是举世难寻的绝世天骄，但在秦族，他们也不过是最普通的弟子罢了。秦族底蕴从这就可以略窥1、2。哥哥！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快速跑过，直直地撞进了秦九哥怀中。少女抬起头，露出她那倾国倾城的绝世容颜，眉若远黛，目若朗星，明眸皓齿，小家碧玉，清新脱俗，身着一袭五彩霞光凤衣，整个人小巧玲珑，双腿紧紧夹住秦九哥的腰肢，抱在他身上，整个人如同一只树袋熊一样。你怎么来了？看到来人，秦九哥语气宠溺道，轻轻抱起秦仙儿，抚摸着他的额头。哥，我想你了。秦仙儿撒娇道，小脑袋紧紧埋进秦九哥的胸膛，不断摆动。你啊！秦九哥语气无奈，只好任由他乱来。自己的妹妹自然只能自己宠着了。一旁的秦族弟子都看傻眼了。秦九哥对外表现的一直都是高冷淡泊，清冷孤傲，众人表现的都很敬畏，恐怕也只有仙儿小姐才敢对神子大人这么大胆吧。仙儿，你的修为？秦九哥随意探查了一番，发现对方的修为有所精进。嘿嘿，哥哥，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我可是一直都在努力修炼的。秦仙儿吐了吐小香舌，很是俏皮可爱。秦九哥点点头，确实，
对方身负无暇仙体，出生时更是引发天地异象，引来仙气灌顶，打通仙窍，天生就比别人快一步。而且无暇仙体更是上界排名10分靠前的仙体，也是上界公认的修炼速度最快的体质之一。秦仙儿如今不过16岁，境界便已经到达了归一境，单论修炼速度都快赶上暗中修炼魔功的他了。但秦九哥随即好像想到了什么，眉头紧蹙。秦仙儿出生的时候曾引发仙气降临，整个人经过仙气冲刷，开启仙窍，诞生了无暇仙体，因此才能有着如此恐怖的天赋。但根据他的记忆，上界在遭遇天地巨变之后，灵气骤减，已经很难再孕育出仙梯了。而在此界诞生出的仙体，因为天地灵力不纯的原因，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小瑕疵，无暇仙体也不例外。尽管区别不大，但秦族传承久远，族中强者大能无数，怎么可能甘心让无暇仙体产生瑕疵？于是他秦族老祖通过一种秘法，汇聚了上界大量气运，借此洗刷了无暇仙体，使其变得完美无瑕。而关于气运一说，在上界各大势力当中也都颇有研究，毕竟他们能够传承至今，能够建立一方不朽道统，哪个不是身负大气运？秦族自然也不例外。为了铸造出完美无缺的无暇仙体，秦族老祖以无上法力，用秘术汲取了上界无数气运，汇聚而成，为秦仙儿洗刷出了完美无缺的无暇仙体。而其中气运的主体则是来自苍兰道域中的一个小王朝。听说那个小王朝的气运之女被汲取气运之后变得体弱多病，原本应该一飞冲天的年轻至尊，最终变得茫然众生，就连所在的王朝之中都发生了不小的叛乱，还真是一个不小的麻烦。秦九哥微微摇头，按照对方的模板来看，这恐怕也是一个成长上限极高的气运之女，若是自己不管不顾的话，将来指不定会给秦族带来怎样的麻烦。当然了，无论如何他都会保护好秦族，保护好自己的家人。哥，你在想什么呢？看到秦九哥心不在焉，秦仙儿脸上有些不高兴。你离开了这么久，我都快想死你了，你跟自己妹妹说话竟然还敢走神，还是说哥哥你有了未婚妻就忘了自己妹妹？闻言，秦九哥哑然失笑，这小妮子怎么还吃醋了？他总共满打满算离开还不到2个月，这点时间修仙者随便闭个关都不止了。好了好了，是哥不对，哥给你道歉。秦九哥满脸宠溺，摸了摸他的头，哥刚才一时间没认出你来，还以为是哪里窜出来的绝世美女，投怀送抱来了呢。听到这话，秦仙儿眼中金光一闪，喜不自胜，精致完美的小脸上笑容荡漾，耳垂绯红。是啊是啊，是绝世美女来投怀送抱了呢。秦九哥无奈，自己这妹妹什么都好，就是太黏她了。随后他取出一枚纳戒，语气宠溺地说道，送给你的礼物看不看喜不喜欢？只要是哥哥送的我都喜欢。秦仙儿双手不断摇晃着秦九哥的手臂，满脸欣喜啊，好漂亮啊。神识探入其中，秦仙儿被戒指里面的东西惊呆了。纳戒之中，一件广袖流宫裙静静地躺在里面，华光流转，裙身勾勒万千气象，金线盘出赤龙戏珠，银线绣就鸾凤衔枝，裙居处堆叠12重月华纱，仿若将银河裁作百褶。袖口以孔雀羽线密绣流云纹，袖面微微凸起，裙腰竖着赤金类丝绦，缀满碎琉璃片，转动间流光四溢，恰似碎钻落于深潭。这是秦九哥专门为自己妹妹从系统中换的一件衣物，同样也是一件护身神器。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寻常的法器丹药，他妹妹身为秦族小公主，自然是不缺的。比起那些，还不如挑一件好看的衣服送给她。显然，对于这件礼物，秦仙儿也很是满意。谢谢哥，我太喜欢了。秦仙儿激动的整个人又直接扑到秦九哥身上。就在这时，一旁的侍女走向前来，对着二人微微行礼，恭敬说道：神子殿下，仙儿小姐，家主大人有请。哦，父亲有事找我们。秦九哥闻言眉头一挑，随后把秦仙儿放下身来，对他轻声说道：走吧，别让父亲久等了。琉璃铸造，白玉成器的大殿中央，一道高大伟岸的背影负手而立，正看向虚空，仿佛沉思着什么。在其身后，万千虚影浮现，天地玄黄，宇宙乾坤，皆在这一刻显化而出。混沌雾霭弥漫四周，大道之音不断传出，气息深邃恐怖，仿佛一位至高无上的神奇。父亲，直到秦九哥兄妹二人到来，男子才回过头来。轰隆，日月转轮，天地开辟，一道恐怖恢宏的气息弥漫开来，不知强大到了何处。眼前之人正是秦九哥的父亲，仙古秦族族长秦渊。身为秦族族长，秦渊的实力自然是恐怖无比，乃是站在上界最顶尖的权贵之一。平日里日理万机，别人难能一见。从其口中随意传出的一道谕令，放在外界都会掀起惊涛骇浪。可轻易改变上界局势，一句话就足以决定无数势力强者的兴衰生死。
毫不夸张地说，像他这样执掌一方长生家不朽教的强者，完全就是俯瞰万古不灭的天地巨头。你回来了，这次可有收获？看到秦九哥二人到来，秦渊原本严肃的面容变得和蔼可亲，露出一丝笑意。也唯有在妻女面前，他才会表现如此。秦九哥点点头，轻笑道：“得父亲吉言，收获颇丰。”说罢，他轻手一挥，一颗黑雾缭绕的龙蛋出现在他手上。龙蛋刚一出现，魔气便瞬间席卷大殿，恐怖的魔意四处弥漫。秦渊眉头轻皱，只是简单的随手一挥，只见原本大殿弥漫的魔气骤然消散，回归如初。龙蛋更是不断的轻颤着，仿佛被什么绝世大恐怖盯上了一样。父亲，你吓到他了。秦九哥无奈摇头，同时心中暗暗心惊。父亲的实力比之以往更加恐怖了，恐怕距离大地也不远了。这太古魔龙尽管来历恐怖，但如今终究还没成长起来，怎么可能和一位至尊相比？哥哥，这是什么？秦仙儿大大的眼睛中满是好奇。他夺取的那穿越者的记忆当中，并没有关于此物的来历。此物是太古魔龙蛋。秦渊开口解释道。他身为秦族族长，见多识广，自然能认出此物。随后又看向秦九哥，满脸欣慰：“你运气不错，看来这就是老祖为你推算的机缘了。太古魔龙一旦成长起来，便是铜镜无敌，屠地路仙不过尔。这么厉害啊！”秦仙儿震惊道：“那岂不是说，只要他不会半路夭折，以后哥哥身边保底都会有一位大地强者追随？而且这次出行，你的收获肯定远不止这些吧？”秦渊看向秦九哥，饶有兴趣地问道。果然什么都瞒不过父亲。秦九哥无奈摇头，随后取出了一块神级养魂玉。前辈，出来吧。随即一道赤红身影在养魂玉上空悬浮而出，对着秦渊二人盈盈一拜。在下九幽民族少族长，见过秦渊族长，见过这位小姐。女子声音清冷，语气平淡，仿佛不食人间烟火，但其中却饱含着浓浓的敬畏。秦族族长，这可是能够跟他父亲平起平坐的存在。而关于这位秦族族长，他也曾听父亲提起过，父亲曾坦言自己远不是他的对手，更不要提他背后的秦族，更是一个连他父亲都感觉到恐怖的一个庞然大物。而且自己如今也只是一个残魂，小命都在秦九哥手上，自然对其极为敬畏。九幽身着一袭火红色长裙，那张清视容颜仿若被精心雕琢的美玉，眉若远山寒带，眸似点漆星辰，冷艳中透着与生俱来的高贵与优雅。肌肤白皙，七双赛雪，柳腰翘臀，双臂柔弱无骨，宛若星波仙藕般莹润，食指青葱如玉。一双修长雪白的玉腿悬于虚空，线条优美，裹着月光般的银白，没有丝毫赘肉。她赤着双足，食指圆润精巧，白赞玲珑，宛如新生的嫩莲，透着出尘的雅致。在浮空姿态中，更添几分飘渺仙气以及清冷之感。经过秦九哥长时间的灵力灌输，九幽虚影变得愈发实质起来，整个人的面色也变得更加姣好，不再似原先那么萎靡不振。虽然是被强迫的，但不得不说，秦九哥出手确实是极为大方，并且灵力也比江然强横太多了，才能让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了如此大的改变。以往跟着江然混，3天饿9顿，别说是供给他灵力，二人不被追杀都算好的了。你是谁？看到九幽虚影出现，秦仙儿立马变得警惕起来，面色不善，感受到了淡淡的危机感。自己哥哥身边怎么会出现一个女人？二人看上去还极为亲密的样子，并且这女子还长得那么漂亮，怪不得他多想。秦仙儿看了看对方宽阔的胸怀，又看了看自己，心中有些懊恼。莫非哥哥喜欢大的？但他也不小啊，而且自己如今才16，还有很大的发育空间，将来绝对不会比他差多少。九幽民族，看来你运气还真不错啊。秦渊点了点头，满是欣慰。这臭小子总算是开窍了。九幽民族倒也勉勉强强。倒是秦仙儿撇了撇嘴，显然很不高兴。秦九哥接着轻声说道：父亲，我需要一些能够凝聚身体的天材地宝，先帮这位前辈凝聚好身体。没问题，回头我会派人把材料送到你那的。秦渊点点头，区区一点资源而已，他秦族最不缺的就是资源。既然是自己儿子开口，他自然不会吝啬。一旁的九幽闻言，心中泛起一丝涟漪，竟然这么轻松吗？自己竟然这么快就要重塑躯体了吗？重塑躯体需要的宝物资源很多很杂，而且还都十分稀少，上界难寻。原本按照他的打算，江然能够在100年时间内找寻到些宝物资源就已经很快了。当然更大的可能性是江然找不齐，或者说自己根本撑不到那时候，他也逐渐不抱太大希望了。却没想到阴差阳错之下，自己竟然跟随了秦九哥。尽管对于江然来说很困难，但这对于秦九哥来说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二人之间如此大的差距，
也让九幽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若自己没有被他胁迫的话，现在恐怕还不知道在哪个犄角旮旯里了吧。还有这颗龙蛋，看上去它也快孵化出来了，就放在我的店内吧。随即秦九哥又看向了那颗龙蛋。身为上界有名的霸主势力，秦族中自然有着无数能人，其中自然也包括饲养灵兽的人才，但此物却是不同，需要大量的灵力温养才能破壳而出。而论灵力浓郁程度，整个秦族都没有多少地方能够比得上他的宫殿，此物放在他的宫殿里再合适不过了。外出一趟，你的修为也精进了不少啊。秦渊看着秦九哥感慨万千，动虚境啊，出去不过短短2个月，对方实力竟然提升得这么快，他都怀疑对方是不是又在暗中偷偷修炼魔功了。对方目光炽热，看得秦九哥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自己总不能说他是深蓝加点吧。倒是秦仙儿满脸崇拜地看着他，在他心中，哥哥是全天下最厉害的人，修炼速度快岂不是很正常？对了，听说你这次去江家没有退婚？秦渊突然想起了什么，开口问道。关于秦九哥未婚妻一事，现在早已传遍了整个上界，但凡上界有点名气的势力都知晓此事。毕竟这次秦九哥外出，明面上的理由便是去退婚，只是他没想到对方竟然拒绝了，莫非是觉得那江婉莹太好看，于心不忍了？父亲，我和他的婚约本就是老祖定下，我岂能因为一己私欲毁约？这样岂不是显得我秦族冷漠无情？以后上界各方势力又会如何看待我秦族？秦九哥义正言辞地说道，早就想好了借口，只不过他的回答引来的却是秦渊的白眼。我信你个鬼！不过他也没有在意，九哥喜欢就好，反正他秦族又不需要靠和其他势力联姻来巩固地位。至于有谁敢暗中蛐蛐，那得先考虑能不能承担得起他秦族的怒火。婉莹那孩子，我听大长老说过，是个不错的好苗子，但他以往修炼太过顺风顺水，心境也变得有些浮躁和好高骛远。这次的危机对他来说也是一场考验，如果他能够耐住寂寞，重新审视自身，必然会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当然了，前提是他能够重新修炼。说到这，秦渊微微叹了一口气。对于江婉莹身上发生修为倒退的这种怪事，他也有些无奈。凭他秦族和琉璃仙宫大长老的交情，对方也曾请过他们出手。他秦族来历久远，族中古籍也记载过这种怪事，但也都无可奈何。随即他话锋一转，不过既然这样，那顾家那边的小妮子就只能你自己去解决了。我知道了，父亲。秦九哥微微点头，表示他已知晓。凭他的身份地位，自然不可能只有一个未婚妻了。就算他乐意，老祖们他们都可能不太乐意。身为秦族的这一代神子，秦九哥的天赋让老祖们震惊，更是巴不得让他赶紧诞下子嗣，好继承他的天赋。若不是他这一脉的老祖实力还不错，能够护得住他，他恐怕早就被其他族脉的老祖抓去和他们那些貌美的孙女后代成婚了。而他在顾家的这位未婚妻，是秦族专门为他挑选的。长生顾家同样是上界的一方不朽势力，实力远超寻常的长生世家不朽大教。而那位顾家神女美名远扬，实力超然，更是身负冰凤玉髓体。这种体质乃是世间难寻的异变体质。据说拥有这种体质的人天生貌美，冰肌玉骨，乃是世间少有清冷美人。修炼有关冰属性的功法时，不但速度极快，而且威力强大，可平白增添3成实力。最关键的是，这种体质对于双修也是有着莫大的好处，修炼神速。不过这都是后话了。随后二人又交谈了一些其他事项，并且秦渊亲自检查了一番秦九哥的修为，发现并没有虚浮不堪、根基不稳的现象出现，也是松了一口气。对了，要是有空的话，记得去轩辕地族看看你们母亲，她最近可是挂念你们的很啊。在最后二人将要离开宫殿的时候，秦渊又说道。秦九哥点点头，我知道了，父亲。提及他母亲，秦九哥脑海中浮现出一位温婉女子的样貌，他母亲是轩辕地族的上代帝女，年轻时风华绝代，同样是闻名上界的绝世天骄。而轩辕地族乃是如今的上界10大地族之首，底蕴深厚，实力强盛，全然不弱于仙古秦族。轩辕地族和仙古秦族两方势力向来交好，同进同退，联姻也不过是板上钉钉的事。有了这上界2大势力撑腰，任谁想对秦九哥出手，都要掂量一下后果，看看自己能不能承担得起这2大势力的怒火。好耶，又可以出去玩了。秦仙儿表现的倒是很活泼，他天性如此，虽然贪玩，但在无暇仙体和秦族无数天才地宝的灌输之下，秦仙儿的修为和实力还是极为恐怖的。放在上界，同样是世间难寻的年轻至尊，竞技天骄，这便是天才和凡人之间的差距。从秦族主殿离开后，秦九哥又陪了秦仙儿一会，随后独自一人回到了自己的住所。整座宫殿雕龙画栋，栩栩如生，白玉为砖，青石为瓦，
错落有致。外界无数强者难得一见的各种珍稀草药、护身法宝，在这里随处可见，只是简单的用作装饰之用。宫殿四壁、梁柱之上，细密繁复的阵纹若隐若现，神秘符文流转着幽光，璀璨夺目。殿内灵气充裕，在聚灵大阵的作用下，已经快要液化成实质。简单吸上一口，就足以抵得外界百年苦修。秦九哥手中的龙蛋不断轻颤，显然很是兴奋。以后你便待在这里吧。将龙蛋安置在一旁，秦九哥盘膝而坐。系统打开我的个人信息面板。宫殿之中，秦九哥盘膝而坐，在心中轻声呼唤着系统。随后一块淡蓝色光幕浮现在他面前。宿主秦九哥，身份仙古秦族神子，轩辕地族弟子，体质禁忌，修为洞虚境前期，功法神通先秦宝典、玄天斩剑录、阴阳双修诀、吞天魔功、轩辕地诀、道心众魔、行自秘、万化天魔身。系统空间地阶玉兽环2/3世界种子，绑定气运之女江婉莹，天命反派值124000点。这次外出可谓是收获颇丰，不但拐来了一个气运之女，而且还收获了行自秘和太古魔龙以及一部仙经，就连自己的修为也得到了飞速提升。只不过秦九哥却不敢有丝毫放松，他的实力或许在年轻一辈中毫无敌手，但和上界那些真正的权势人物相比，还是差得很远。更不要提上界卧虎藏龙，不知道隐藏着多少老怪物，他们才是上界真正的掌控者，一言可断无数势力生死。他暗中修炼禁忌魔功之事一旦暴露，必然会引来上界无数势力的围剿，到那时恐怕就连秦族都很难保住他。更何况上界还不知道藏着多少主角都是潜在的威胁。大夏皇朝有一个疑似有系统的六皇子，而且苍兰道域那个小王朝里面也隐藏着一个气运之女，这些人都是要解决掉的，不然他废寝难安。不过好在他们在明处，自己在暗中，他们也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他盯上了，这其中的可操作性很大。秦九哥心神一动，随后轻声呼唤道：明老。随着话音落下，虚空震动，一道白须白发的老者身形浮现，对着秦九哥微微一躬：神子殿下，属下在。明老是他的护道境、圣王境修为，这等实力放在上界大多都是一教之主的存在，实力恐怖。以往在上界有什么大事，他也是通通交由明老去做的。调查一下大夏皇朝和林家，尤其是重点调查那个六皇子，还有苍兰道域，我要知道当年那个小王朝如今如何了。秦九哥眼中金芒闪过，不怒自威：是，属下遵命。听罢秦九哥的吩咐之后，明老没有多言，直接撕破虚空离开了。还是当反派轻松，什么事直接交由手下做就好了，用不着事事亲为。秦九哥微微感叹道：秦族眼线遍布上界，明老更是一位圣王境强者，放在上界也属顶尖，此事交由他去办再合适不过了。想必要不了多久，关于这两位主角的讯息就都会传来了。那么接下来就该帮九幽重塑躯体了。秦九哥脑中思绪万千。九幽民族这方势力在上界同样是排得上名号的，族中强者如云，底蕴深厚，诞生过不止一位大帝。若是能将其把握进手里的话，必然会对他秦族大有好处。仙谷秦域，一座宽阔的神岛后山之上，道纹铭刻交织，大阵笼罩四方，恐怖的威压弥漫而出，让人不寒而栗。这座岛上的所有秦家子弟都已经被他驱离，用以为九幽重塑身躯。此时神岛上一座水池之中，云雾缭绕，霞光弥漫，不断有着耀眼白光发出。一道曼妙身形盘坐其中，水花四溅，赤红色的火焰不断盘旋，温度极高，还夹杂着赤金色光芒，满天霞光弥漫，绚烂无比，神华耀耀。秦九哥只感觉到温度很高，他火气很大。一旁数十万年的圣药、神材、灵液全都不要钱似的往里灌，汇聚其中。若是让一些炼药师看到这些材料，必然会直呼暴殄天物，因为这其中的任意一件材料放在外界都是极为难寻，足以拍得高价，但在这里却只是随意挥霍而已。很快，随着各种珍稀神材汇入其中，原本炎热的火光消散，一股恐怖无比的磅礴威压弥漫而出。这是独属于圣境的威压，而且还是圣王境。仅仅是泄露一丝气息，便引得虚空震动不止，仿佛要容纳不住这尊恐怖的存在。随着威压渐渐散去，白雾笼罩的水池当中，一只小巧玲珑、晶莹剔透的雪白玉足迈步而出，沾着点点水渍。顺着这只雪白玉足往上，可以看见一张仿若美玉般被精心雕琢的青城神颜眉若远山寒带，眸似点漆星辰，冷艳中透着与生俱来的高贵与优雅。只不过此刻九幽脸上却是染上红霞，羞愤不已。白皙的肌肤，七双赛雪同样也染上了一丝绯红。
柳腰翘臀，双臂柔弱无骨，宛若新包鲜藕般莹润，食指青葱如玉，光滑细腻，交织在身前。一双修长雪白的玉腿悬于虚空，线条优美，如月光般的银白，没有丝毫赘肉。双足雪白细腻，食指圆润精巧，白赞玲珑，宛如新生的嫩莲，透着出尘的雅致。比起之前的那道虚影，如今的九幽无异于更加清冷诱人。见过，主人。感谢主人为我重塑躯体。九幽语气结结巴巴，心中忐忑不定。尽管身躯已经重塑，但他脸上却没有丝毫喜悦，因为他知道自己接下来将要面对的会是什么。看来你已经想明白了，这就对了。对待自己人，我向来都是很宽容的。秦九哥嘴角淡笑，对九幽的表现很是满意。自己带上吧。秦九哥手中金光一闪，随后一件黑色项圈浮现，上面还挂着一个小铃铛，被他用灵力送到了九幽面前。正是最开始系统给他的那件地阶玉兽环。看着自己面前的这个玉兽环，九幽面色惨白，满脸的不情愿。一旦戴上它，自己从此以后就要彻底沦为对方的灵宠了。身为九幽民族少族长，同上界各大势力领军人物平起平坐的九幽心性何等高傲，怎么可能会忍受这种屈辱？明明自己已经是圣王，已经是整个上界赫赫有名的强者，他只要轻轻吹一口气，就能将其抹杀千万次。可是他不敢，也不能。这里是秦族，是整个上界最恐怖的地方。一旦他出手，九幽民族绝对会迎来灭顶之灾。为了父母，为了族人，他唯有委曲求全了。主人。这句话说完，九幽好像用尽了所有力气。他知道从此以后自己将会彻底失去自由，但若是他一人的自由能够换来整个族群的安定，那他心甘情愿。不错，你很听话。看着九幽的表现，秦九哥点点头，很是满意。他要做的就是一点一点狠狠打碎这位少族长的自尊心和骄傲。我现在。秦九哥脸上生出淡淡笑意，随手一挥，一把太师椅被他从储物戒中取出。秦九哥随意靠坐在太师椅，随后缓缓伸出了右手食指。九幽面色难看，银牙紧咬，心中不断做着剧烈的思想斗争，最终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哥，我们快要到了。非洲之上，秦仙儿满是激动地拽着秦九哥的胳膊，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满脸兴奋。是啊，很快就要到了。一旁，秦九哥满脸宠溺地看着秦仙儿，耐心倾听。秦仙儿这个年纪最是活泼好动，对于什么事情都很感兴趣，更何况最近一段时间内他都留在秦族修行，没有外出，自然是把他给憋坏了。很快就能见到母亲了，我快想死他了。秦仙儿满是怀念，他已经很久都没有见到母亲了。尽管这些时间对于修行者来说不过沧海一粟。一旁的秦九哥闻言，脑海中也是浮现出一位温婉女子的样貌，不由得泛起微笑。此次前来，他就是带着妹妹来看望母亲。当然还有一旁已经重塑身体的九幽，自然也被他带了过来。轩辕地族，如今的上界10大地族之首，族中强者无数，底蕴深厚，丝毫不弱于秦族。他母亲是轩辕地族的上代帝女，如今的大长老，实力同样深不可测，乃是上界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而如今负责执掌轩辕地族的人，正是他亲舅舅。他舅舅一心修道，至今没有后嗣出生，所以这轩辕地族的弟子之位，自然而然的就落在了他的头上。无论是仙古秦族还是轩辕地族，都是站在上界最顶端的势力。有了这2大顶尖势力撑腰，注定他这一生不会平凡。一旁的九幽看着眼前这一幕，心中满是酸溜溜的。一路行驶过来，秦仙儿很是活泼好动，拉着秦九哥的手，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对方都满脸宠溺的耐心倾听。他还是头一次在秦九哥脸上看到这种发自内心的宠溺。对方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温柔了？可为何对于自己，他就如此强硬粗暴呢？九幽面容苦涩，随即摇了摇头，不再去想这件事。天穹上，非洲一路行驶，沿途经过了无数仙山神岛，仙雾弥漫，霞光四溢，绚烂夺目。无数强者大能运转灵力，神华耀耀，化作道神虹，一路飞驰。但在看到这艘非洲的到来时，脸上皆不由得浮现出敬意和憧憬。上方的古朴旗帜昂昂飘然，书写着一个秦字，已经表明了来者的身份。他们知道是那位大人来了。一路上，非洲畅通无阻，在经过无数个传送阵之后，终于来到了一座装饰华贵的宫殿面前。下方已经有不少长老等着了。见过神子殿下，见过仙儿小姐，行宫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一位白袍长老恭敬地说道。秦九哥点点头，随后一行人在长老们的带领下进入了一座行宫之中。这座行宫坐落于青山环抱处，远观便见诸墙金瓦鳞次栉比，飞檐翘角凌空欲飞，仿佛从画中走来。行宫之内，梁柱高大巍峨，匾额笔走龙蛇，
紫檀木桌椅，古色古香，白玉为砖，青石为瓦，琉璃铸造，神华流转，仙气弥漫，白光耀耀，绚烂无比。而在行宫中央，一位中年美妇早已等候多时。她身着一袭月白色长裙，身姿婀娜，长裙上有淡淡星光浮现，面容姣好，雍容华贵，看上去大约30岁左右。岁月非但没有在她脸上留下痕迹，反而还增添了一股成熟的韵味。在见到女子第一眼时，一股血脉相连的悸动在秦九歌心头浮现，让他颇为触动。这位就是他的母亲轩辕月了。在看到秦九歌一行人到来时，中年美妇也是不由得喜上眉梢，脸上流露出微笑。九哥、仙儿，你们来了。见过母亲，秦九歌对着女子恭敬行礼。母亲，秦仙儿更是直接扑进了轩辕月的怀中，显然很是想念。好久不见，如今你们都长这么大了。轩辕月捧着二人的脸颊看了很久，满是想念。短短几年不见，两人都长得这么大了，尤其是仙儿，好像变得更粘人了呢。这位是九幽民族的人。随后，轩辕月目光看向二人身后的那位高挑女子，在下九幽，见过主母大人。九幽连忙恭候行礼，有一种浑身都被看透了的感觉。你终于开窍了。轩辕月看向秦九歌，一脸满意的表情。没想到自己儿子竟然喜欢这种类型的。他本来还打算把族中这一代的帝女介绍给秦九歌，让两族亲上加亲，却没想到对方已经有人选了。不过在上界，人妖两族成婚又不是什么怪事，一夫多妻则更加不值一提了。就是不知道自己儿子喜不喜欢龙女、凤女、狐女那些，自己也好再帮他介绍一下。母亲，你误会了，他是我的追随者。秦九歌满头黑线，怎么在上界也老有人催婚啊？难道是因为他太帅的缘故吗？我懂。轩辕月掩嘴轻笑，对方都有他儿子身上的气息了，怎么可能是简单的追随者？而且还是一位圣王，他儿子的魅力还真是大啊。许久未见，轩辕月同二人聊了很久，最后才说道：难得过来一趟，你们二人就在这里多待一阵吧。二人微微点头，自然是没什么意见。秦九歌不必多说，明老那边的消息还没有传来，这段时间他也能轻松一阵。至于秦仙儿，他天性活泼好动，以往在秦族修炼都快闷死了，现在能够待在这里，他自然是求之不得。对了，这次我们族中大比涌现出了不少天骄，你们俩要不要跟我一起过去看看？轩辕月突然问道。像他们这样的顶级世家宗族，族中自然不会缺少天骄，而家族大比同样也是检验天骄的一种方式。谁的排名越靠前，那么谁以后得到的家族资源和扶持就会越多。若是天资恐怖无比，更会有长老们亲自出手为其护道。例如秦九歌，他明面上的护道者就是一位圣王，如今的上界大帝不出，至尊不显，圣王就是一位已经站在上界最顶峰的人物。至于他暗地里的其他底牌，一旦出手，就连大帝都无法伤其根本。这也是为何他敢如此狂妄嚣张的原因。狂妄是需要本事的，而他正好有。当然，能够修炼到大帝级别的强者，哪个不是身负大机缘、心高气傲之辈？他的实力天赋虽然恐怖，但终究也只能算在年轻一辈的行列内，上不了台面。上界以往也并非没有年轻时横压一代，但最终却泯然众生的天骄例子。这个世界，众人都只会看重结果，以成败论英雄。至于对他出手，那就更是个笑话了。且不说仙古秦族和轩辕帝族对他的保护，他们能不能成功？而且就算成功了，也要考虑自己能不能遭受得起这两方势力的报复。更何况他们堂堂大帝站在整个上界最顶级的人物，竟然出手对付一个小辈，说出去都能被人笑话死。正好无事，那我就去凑个热闹，顺便看看母亲这里诞生出了怎样的天之骄子。秦九歌微微笑道：家族大比，多么经典的桥段啊，就是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气运之子呢？最近他反派职缺的紧，可是很想念这些气运之子呢。一旁的长老们听到秦九歌的话语，皆不由得面面相觑。谁不知道你秦九歌有真仙之姿，被誉为上界的年轻一辈第一人。他们轩辕帝族的天骄虽强，但终究还是和对方有着不少的差距的。他们此刻已经在暗中庆幸了，幸好自己出生的早，不然头上压着这么一座大山，不知道该会有多绝望。能够和秦九歌生在一个时代，既是他们的幸运，同时也是不幸。母亲，我也要去。秦仙儿举着手叫唤道。他生性活泼好动，以往待在秦族都快憋疯了，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当然想凑热闹。好，既然如此，那我们走。轩辕月点点头，随后带着秦九歌二人在一众长老们的拥簇下，向着一处传送阵的方向走去。对了，母亲，族中有没有什么原本实力天赋都比较平庸，但在这场大比上突然一骑绝尘的弟子？路途中，
秦九哥突然开口问道。原本实力天赋平庸，突然一骑绝尘的弟子，轩辕月眉头紧蹙，仔细思考了一番，随后无奈地摇了摇头。没有你找的人，族中的每一位弟子实力进步都是有迹可循的，并非突然崛起，而且族中的资源都是完全依靠他们的自身实力来争取的。扮猪吃虎的话，岂不是得不偿失？我知道了，母亲。秦九哥点头回应道。虽然心中早有预期，但秦九哥还是略微有些失望。看来气运之子确实没那么好找，而且他相信凭那些气运之子的性格，应该也不会做这种得不偿失的事。在经过数个传送阵之后，一众人来到一座宽阔恢宏的广场中央。广场中央已经密密麻麻地站着数万名弟子，他们皆是在这场家族大比中取得优异名次的弟子。而在最前方则是几位负责此次大比的长老。在见到轩辕月之后，众人脸上浮现出一丝诧异，随后身形化做到道神红，转眼间便来到了一行人的面前。见过大长老，见过弟子殿下，见过仙儿小姐。几位长老纷纷恭敬行礼。你们自便，我来这里看看有没有什么好苗子。轩辕月点点头，不威自怒，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同先前的温和模样判若两人。是。几位长老领命，带着几人来到了广场上的看台中央。秦九哥负手而立，站在看台最中央，神识扫过下方的数万名弟子，略微点头。这一批弟子的实力确实不错，古龄100左右，修为大多也都在封侯境或是封王境。这等修炼速度，放在上界也足以排进前列，将来都有望在200岁以前冲击真王境。而这些人也不过是整个轩辕地族中的沧海一粟罢了。也难怪轩辕地族能够久经不衰，成为上界的霸主势力，其中自然是离不开族中的这些新鲜血液。但随即他的目光轻轻扫过，留在了一位女子身上，不由得嘴角上扬。母亲，那位是？顺着秦九哥的目光看去，轩辕月喜上眉梢，轻声说道：九哥，那位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帝女，也是这次宗族大比的第一。怎么样，可是看上她了？要不要母亲为你撮合撮合？顺着秦九哥的目光望去，广场中央的最前方站着一位貌美女子，她面容精致，完美无瑕，眉若远黛，目若朗星，秀鼻高挺，朱唇皓齿，身着一袭黑色衣袍，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她的紧致身材，前凸后翘，饱满圆润，皮肤白皙细腻，七双赛雪，露出2只纤纤玉手，修长白皙，3000青丝随意地披散在胸前身后，腰肢纤细，盈盈一握，尤其是一双浑圆白皙、笔直修长的美腿，更是宛若世间最完美的造物，只可远观，不可亵玩。此人便是轩辕地族的帝女轩辕未央，修道不过短短100年，如今已是真王，同时也是轩辕地族这一代的年轻一辈最强者。丁，检测到气运之子相关人物。哦，相关人物。秦九哥眉头一挑，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对着一旁的轩辕月问道：母亲，我这位表姐是否有婚约在身？轩辕月闻言一愣，显然没想到秦九哥会这么说，随后点点头。确实，他那一脉的族老年轻时外出执行任务，曾遭遇到了仇家围杀，危机关头是一位强者出手救下了他。后来为了感谢这位强者，二人分别为其后代定下了婚约，若是一男一女，则结为夫妻。但直到这么久过去，也没有人前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九哥，你可是担心那人？轩辕月轻声说道。他原本就打算把帝女介绍给秦九哥认识，比起一个不知底细的野小子，他当然希望自己儿子能够娶帝女了，两人知根知底，郎才女貌，门当户对，再般配不过了。若是对方同意的话，那当初的那场婚约自然也就不用在意了。原来如此，秦九哥点点头，心中突然生出一丝邪恶的念头。忍者神龟赘婿流吗？只不过看样子这剧情貌似还没开始呢。见过大长老，见过各位长老，见过神子殿下。大殿内部，轩辕未央恭敬地对着众人行礼道，同时也在好奇打量着自己的这位神子弟弟。对于秦九哥的名头，他自然不止一次听众人提起过。对方小时候来轩辕地族的时候，他还抱过对方呢。只不过对方现在身份尊贵，他也不敢再像小时候那么放肆了。但不得不说，神子弟弟长得越来越帅了吗？表姐多礼了，你我二人之间何须这么生疏？秦九哥微微笑道，如3月春风拂面，温柔至极。不得不说，秦九哥却实生的一副好皮囊，妥妥的贱魔怪。即便放在上界这种靓男靓女扎堆的地方，也足以压得一众人抬不起头。说起来，我记得表姐你小时候好像还亲过我，那时候我可没见你这么恭敬啊。秦九哥嘴角微微上扬，一脸不怀好意地看向对方。我哪有，是你记错了，你不要乱说。轩辕未央闻言，顿时唰的一下，整个人都羞红了脸。都过了这么久，
为什么这件事他还记得？而且一旁的长老们和他母亲都还在，当着这么多长辈的面被对方这么翻旧账，轩辕未央只觉得自己尴尬的快要用脚抠出3室一厅了。嗨，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些事务没有处理，就先走了。说罢，轩辕月便直接拉着秦仙儿的手，不顾他的哀嚎，强硬地带着他离开了此地。嗨，我也是，我突然想起来六长老还欠了我好几株圣药没有还，我得赶紧回去，以免他翻脸不认账。我还有一炉丹药正在炼，得快点回去，不然丹炉就要炸了。我家的灵兽怀孕了，我得看看是哪个王八蛋干的。我那卖的老祖好像也快要生了，我也得赶紧回去看看。一众长老说罢，随后身形化作神虹，马不停蹄地离开了此地。华贵恢宏的大殿内，转眼便只留下了秦九歌和轩辕未央二人，显得有些冷清。说起来，我也好久都没有回来了，不知道表姐最近是否有时间，能够陪我一起逛逛。秦九歌轻声开口说道，面带笑意，同时一脸期待地望着轩辕未央。我当然可以。轩辕未央脸颊绯红，点了点头，没有拒绝。既然如此，那表姐，我们走吧。说罢，秦九歌直接就拉起了轩辕未央的玉手，小手冰凉，触感滑腻。轩辕未央脸上绯红更甚，试着挣扎了一下，但无济于事，他也只好任由秦九歌抓着自己的手了。二人来到了一处景致附近闲逛。青石板小桥卧在潺潺流水中，桥身爬着暗绿的青苔，桥下溪水撞着玉石，溅起细碎的水花，带着各种灵草神药的清润气息漫在空气里。岸边柳枝垂到水面，风一吹就浮起圈圈涟漪。秦九歌与轩辕未央并肩走着，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一路上，轩辕未央都在为秦九歌介绍着附近的景象。对于自己这个威名震天的堂弟，轩辕未央表现的并没有如同其他兄弟姐妹们那么敬畏，或许是因为小时候抱过他的缘故吧。而且一路上二人都交谈甚欢，他也经常逗得自己开心，和其他姐妹们口中所说的冷若冰霜完全是判若两人啊。难道是因为他喜欢自己？想到这，轩辕未央赶忙打断了自己的胡思乱想，偷偷看了一眼身旁的秦九歌，风神如玉，俊雅如神，宛若世间最完美的造物。哪怕她身为轩辕帝女，见过不少名震上界的天骄之子，但也依然没有一人能够与秦九歌相比，那完全是对于秦九歌的亵渎。不过想到秦九歌的母亲是大长老，他也就释然了。毕竟大长老年轻时曾以仙颜震惊上界，更是被誉为上界的第一美女。而秦九歌毫无疑问成功继承了他母亲的逆天颜值。对了，表姐，我听说你身上好像还有着一场婚约。秦九歌突然开口问道。对的。轩辕未央闻言，情绪显然有些低落，忍不住向秦九歌诉起苦来。不是谁都像秦九歌一样，自幼便受尽两大超级势力无数人的宠爱，说一不二。身为大家族的子弟，他们能够轻易得到普通人求之不得的众多珍稀资源，不用为了一些资源喊打喊杀，也能够得到家族的庇护，不用担心会因为得罪别人而引来对方的报复。但同时，他们也将会失去自由，听从家族的吩咐，成为各大势力之间联姻的对象，用以维护地位。而他身上的那场婚约，则是他那一脉的老祖曾经欠下的人情，也预示着他将来会嫁给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他至今都未曾见过那人半面，连对方长什么样，什么实力修为，来自哪里都不知道。轩辕未央何其高傲，怎么可能会和一个他完全不喜欢的人结为道侣？所以他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一直都在刻苦修行，不敢有丝毫懈怠，为的就是能够成为轩辕帝女，成为轩辕帝族年轻一代的最强者。只有这样，他才能有底气，有能力彻底撕开捆绑在自己身上的枷锁。没想到表姐身上竟然还有这样的故事，实在是令人敬佩。秦九歌微微感叹道，他是真心对轩辕未央感到敬佩。一个弱女子能够在轩辕帝族，在整个上界最顶级的一方势力当中，成为轩辕帝女，横扫各大弟子天骄，成为年轻一辈当中的最强者，这其中付出的努力可想而知，相比起来他就轻松太多了。自出生起便受到了无数人的宠爱，生怕他受到半点委屈，无论他想要什么，两族都会竭尽所能的为他取来。不过表姐也算是苦尽甘来，凭你如今在族中的地位，应该也没人敢轻易忤逆你的决定了。秦九歌感叹道。轩辕未央是轩辕帝族如今的年轻一辈最强者，也是轩辕帝族未来的扛鼎之人。不出意外的话，即便他不说话，关于轩辕未央的婚约仪式也会告吹。没有哪方势力会将族中这么一个天骄白白送人，不然绝对会让人笑掉大牙。原先关于轩辕未央的婚约，只是他们那一脉之中的私事，其他脉管不着。但现在轩辕未央成为了帝女，那她的婚约仪式则成了整个轩辕帝族的大事，即便他们那一脉的老祖都没有决定权。没错，我现在是轩辕帝女，关于婚约一事，大概率是要告吹了。轩辕未央点点头，满心欢喜，随后一对美眸轻眨，
静静地看着秦九哥。还有，谢谢你倾听我说的这些话，这些事我一直都埋藏在心里很久了，现在说出来，总算是感觉好多了。闻言，秦九哥微微侧身，帮他拢了拢被风吹乱的发梢，随后轻声笑道：“表姐客气了，如果你以后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也都可以来找我倾诉，说出来，心情就会变好了。”轩辕未央轻轻点头，口中呢喃，耳朵根红彤彤的，不敢去看对方的眼睛。他们现在好像有点太亲密了。随后，二人又接着开始到处闲逛。或许是因为敞开心扉的缘故，轩辕未央对于秦九哥变得愈发亲近起来。秦九哥也时不时的接过话茬，逗得对方掩嘴轻笑。不多时，夕阳西下，夜色渐渐昏暗，秦九哥停下了脚步。好了，表姐，我们今天就到此分别吧。神子弟弟，那我就先走了。轩辕未央也轻声说道，他今天很开心。挥手告别，正要离去，不料此时秦九哥却又突然拉住了他的手。对了，表姐，我记得你小时候好像占了我不少便宜啊。在最后离开之前，秦九哥突然邪魅一笑，然后右手勾住轩辕未央白簪光滑的下巴，直接强行吻了上去，夺走了他的初吻。轩辕未央眼睛瞪得滚圆，显然没想到秦九哥竟然会这么大胆。他下意识的想反抗，但不知为何身体突然发软，浑身软绵绵的依靠在秦九哥身上，一双袖拳更是软弱无力，拍在他的身上不痛不痒，宛若小媳妇撒娇调情一般。秦九哥也毫不客气，一手搂过他的细腰，嘴中的舌头伸进他的嘴里，与他的小香舌缠绵着亲吻许久后，轩辕未央终于快要坚持不住，秦九哥这才放过了他。好了，这下我们就彻底扯平了。说罢，秦九哥还舔了舔嘴角，一副回味无穷的模样。你坏蛋，我那时候明明亲的是你的额头，这可是我的初吻啊！轩辕未央脸色绯红，娇艳欲滴，低着额头，心脏砰砰直跳，不敢去看秦九哥的眼睛。他怎么都没想到对方竟然这么大胆，他们可是姐弟啊，怎么能做这种事？而且那还是他的初吻，就这么没了？初吻吗？我也是。秦九哥抚摸着嘴唇，脑海中回忆道，这确实是他的初吻，因为他今天还没有吻过别人。你若是觉得吃亏了，那我就再让你再亲回来。说罢，秦九哥叉开双手，脸上一副无可奈何、任君采摘的模样。你，谁要亲你了？轩辕未央羞愤欲滴，一跺脚，身形化作长虹，赶忙离开了此地。结，这小子终于开窍了，知道咋孙女的好了。暗中观察秦九哥的老祖们，看得对方强吻轩辕未央，惊得眼珠子都差点掉下来了。尤其是轩辕未央那一脉的老祖，更是忍不住发出结的反派怪笑。其他老祖闻言，一脸鄙夷地看着他，心中却是嫉妒不已，想着自己这一脉有没有什么容貌不俗的孙女曾孙女。在修仙界，同族姐弟或是兄妹之间结为道侣的情况很是常见，而且同族结婚，两人不但知根知底，还能精纯血脉，生下来的后代也更容易血脉返祖，天赋也会更强。至于秦九哥，那就更别提了，众人巴不得他能多找些女人，好把他那恐怖的天赋传承下去。同轩辕未央分别之后，秦九哥回到了自己的行宫当中。华贵恢宏的行宫之中，只有九幽一个人候着，倒是显得有些冷清。公子。见到秦九哥回来，九幽乖巧地站在一旁迎接，十分恭敬，手中还端着茶水，一副端茶侍女的模样，完全看不到身为九幽民族少族长的傲气。秦九哥点点头，很是满意，然后随意地坐在一把椅子上。系统出品，必属精品。那个地阶御兽环除了能够单纯地控制灵宠之外，还有着其他的一些格外妙用，这一点他也是在不久前才研究出来的。看九幽的表情也知道，他显然是怕了才会如此的听话。接过九幽手中的茶水，秦九哥轻抿了一口，饶有兴趣地看着九幽调侃道：九幽民族少族长亲手为我泡的茶，全上界恐怕只有我一人有这种殊荣吧。主人喜欢就好，能够为主人泡茶是我的荣幸。九幽低着头，声音恭敬，看着他这一副畏畏缩缩的模样，秦九哥不由轻笑道：放心好了，对待自己人我向来都是很宽容的，只要你表现得好，我将来未必不会放你回九幽民族，而且有关于你族目前面临的困境，我都可以帮你解决。真的吗？主人。闻言，九幽原本低落的神情高涨，眼神中满是光亮，满脸希冀是看向秦九哥。虽然自己如今的这副模样回去有些丢脸，但只要能解决九幽民族目前的困境，那一切都是值得的。自然是真的，不过这还要看你之后的表现了。秦九哥微微笑道，打个巴掌给个甜枣，这点道理再简单不过了。原本在外界众人面前高不可攀，同各大教主级别强者平起平坐的天之娇女，在他面前
也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意操控的玩具罢了。当然，他要的可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玩具，而是能够独霸一方的绝世强者，这样才有征服感嘛。好了，毕竟是你亲自泡的茶，你自己也尝尝吧。看着九幽一脸讨好的模样，秦九哥很是满意。他知道九幽这辈子都逃不出自己的手掌心了。此后的时间里，因为一直都没有气运之子诞生，秦九哥就比较轻松了，每天逗逗轩辕未央，撩撩妹，陪陪琴仙儿，再调戏调戏九幽，美好的一天就这么结束了。在得知秦九哥身边又多了轩辕未央这么一个红颜知己之后，秦仙儿醋性大发，心中酸溜溜的，明明是他先来的。不过在秦九幽陪了他2天之后，秦仙儿也就把这件事抛之脑后了。检测到新的气运之子，宿主是否查看？行宫内，秦九哥正躺在九幽光滑白皙的大腿上，享受着对方温柔的食指按摩以及嘴对嘴投喂。却不料，就在这时，许久未见的系统声响起。哦，新的气运之子。秦九哥眼中金芒闪过，这还是系统第一次主动提醒他有气运之子诞生。莫非是那个忍者神龟要来了？而且自从解决掉那2位气运之子之后，他就发现系统貌似也多了一丝人性，不再像以往那么冷冰冰，都会发出桀桀的怪笑了。叮，新的气运之子诞生自青阳界，还请宿主快前去击杀。青阳界竟然不是那个忍者神龟吗？秦九哥眉头轻跳，原本他以为是那个什么忍者神龟要来了，他还打算给对方一个惊喜呢。不过青阳界他貌似有点印象，如果他没记错的话，青阳界好像是轩辕地族手下某家附属势力掌管的下界，整个上界类似于青阳界这种的小世界多得数不胜数，没什么值得注意的。不过既然诞生出了气运之子，那出于对主角的尊重，他自然是要前往下界去看看了。以往的气运之子江然，可是给他带来了一只早已在上界失去踪迹的太古魔龙，就是不知道这个青阳界新诞生出来的气运之子又会给他怎样的惊喜呢？九幽，秦九哥突然开口说道，引得九幽一惊，怎么了主人？吩咐下去，我要去青阳界，让他们做好准备。是，主人。九幽微微颔首，心中默默对着外面的侍女们传音道。而秦九哥则依然慵懒地躺在九幽雪白光滑的大腿上，享受着对方的青葱食指按摩。青阳界东荒玄天圣地，东荒4大圣地，其中以玄天圣地为尊，同时也是整个东荒的霸主势力。宗门门人弟子近百万，封侯境长老无数，宗主更是半步封王境的绝世高手。而且玄天圣地上一任的老宗主还健在，同时他也是全东荒唯一的一位封王境强者，再加上背靠上界势力，所以即便是那些来自中州的顶级势力来此，都不敢有丝毫放肆。毫无疑问，在这东荒，玄天圣地就是土霸主级别的存在，跺跺脚就能引得全东荒震动。但就在今日，东荒众人却惊奇地发现，玄天圣地竟然大开山门，近百万弟子长老全部安静地站立在广场中央，静静等待，为首的则是各大太上长老以及宗主，甚至就连那位寿元无多的老宗主都亲自出关后，在一旁闭目养神，仿佛在等待着什么。身为全东荒的霸主势力，玄天圣地一举一动自然都会引来其他势力的注意。见到对方如此，其他势力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对方是想干什么。哪怕是中州来人，恐怕都不需要这么大的阵仗吧。莫说他们，就连玄天圣地的那些弟子们，此刻也都是一脸懵逼。他们本来正安静地待在宗门中修行，但老宗主却突然出关，将他们聚集了起来。就连原本闭关外出执行任务的弟子们，也全部被长老们召集了回来。整个玄天圣地一副风雨欲来的模样。宗主，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老宗主会如此焦急地把我们聚集在这里？人群之中，有长老耐不住寂寞，对着前方的玄天圣主问道。玄天圣主没有回答，而是伸手指了指天上，才慢悠悠地说道：有大人物来了。天上大人物？那名长老刚开始还有些懵逼，但随即便想到了什么，一脸严肃的小声问道：宗主，莫非那传言是真的？真的有上界吗？整个东荒已经有数万年时间没有修士飞升过了，对于是否真的有上界存在，现在也逐渐成了一个谜。玄天圣主点了点头，不错，上界是真实存在的。我们这次接待的就是一位来自上界的真正大人物，是连我们上界靠山都需要谨慎对待的恐怖存在。说到这，就连他都感到心悸。他们玄天圣地之所以能够独霸东荒，就是因为有来自上界的势力撑腰，才能让其他势力给上3分薄面。而他们要做的就是为其搜罗这方世界的人才，将一些天赋不错的宗门弟子引荐到上界。但近些年来人才稀少，已经很久没有什么天资卓越的弟子出现了，他们同对方的关系也逐渐变得陌生起来，已经很久都没有联系了。但就在不久前，
那位许久未曾与他们玄天圣地联系的那位上界大人，突然给老宗主传音，让其接见一位来自上界的大人物，并且万分叮嘱，无论如何都要伺候好那位大人，不然的话，别说这小小的下界，就连他们也会引来灭顶之灾。老宗主听出了他语气中的严肃与急切，不敢有丝毫懈怠，连连道是。光是这位长老，在他们眼中就已经是恐怖无比的大人物了，随意降下一道法旨，就足以横扫各方势力，此界无敌。那他口中的那位大人物，又该会是何种恐怖的身份？简直不敢想啊！青阳界境界划分：淬体、炼气、养魂、轮海、玄丹、凝神、化魂、转轮、归一、神通、悟道、涅槃、洞虚、子府、封侯、封王、破空、真王。师尊，你说这玄天圣的在搞什么？都已经等了整整3天了，怎么还没见有人来？广场之中，一名面色坚毅、长相普普通通、身穿玄天圣地弟子服的青年小声说道，而在他的右手无名指上还戴着一枚青色的古朴戒指。要不是听说这玄天圣地是东荒霸主，背靠大树好乘凉，我才不乐意来这里呢。听说中州灵气充裕，资源丰富，远超其他4域，哪怕是头猪都能修行。我要是去那里，实力还不得飞速提升啊！小陈，你不要好高骛远。就在这时，戒指中的一道清冷女声出口打断了他。中州虽然资源灵气远超其他4域，但强者众多，厮杀更为惨烈。玄天圣地是东荒霸主，你加入这里，至少不会有什么性命之忧。而且听说他们身后是一方上界势力，你若是表现出色，将来未必不能接引到上界。只有上界才是最好的归宿。是，我知道了，师尊。男子随意的应付着，丝毫没把女子的话当回事。开玩笑，他可是传说中的天命之子，飞升上界岂不是轻轻松松？凌晨心中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此事就连师尊都不知道。他其实是个穿越者。没错，他穿越了。他前世是来自蓝星的一个苦逼的扑街码字作者，就靠着那几百块钱的可怜全勤苟活，每天就爱好刷点擦边小视频，什么唐星8大家之类，并且锻炼出了一副精壮无比的麒麟臂。然后在一次晚上外出门买泡面的时候，不慎撞大运了。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还活着，只是不在原先的那个世界了。足足缓了3天时间，他才真的确定下来自己穿越了。网友诚不欺我，果然撞大运能够穿梭异世界，而且他的名字凌晨，这一听就很有主角范啊。众所周知，主角的父母一个高危职业，不是双亡就是双亡，而穿越过来的凌晨毫无疑问就是前者。原主是东荒某处小宗门的杂役弟子，不但自身是一个废材，无父无母，而且经常遭到宗门弟子们的欺凌。他穿越过来，自然也是遭到了一番主角待遇，被人拳打脚踢，恶语相向，可谓是要多凄惨有多凄惨。但在他发现自己手上戴着一枚戒指的时候，整个人立马变得不一样了。这玩意他可太熟悉了。这是什么？这显然是他的外挂金手指啊！自己堂堂穿越者，有着金手指的加成，莫非还能被区几个异世界的土著给欺负了？然后他喊出了前世的那句经典名言：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果不其然，那几名弟子被他的王霸之气震惊到了，然后他就被打得更凶了。往后的日子里，凌晨依然还和以前一样，3天一小打，5天一大打，戒指却依然没有半点反应。而他的口头禅也从莫欺少年穷逐渐进化成了莫欺中年穷，莫欺老年穷。差点死者为大的时候，戒指才终于有了反应，发出五彩霞光，为他治愈好了伤势。凌晨差点没哭死，他的金手指老爷爷终于来了。穿越50年，他还是个凡人，没被人打死，都差点快老死了。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戒指里面并不是什么老爷爷，而是一位漂亮的小姐姐。前世身为 LSP 的凌晨知晓后，那还能说什么？当然是选择原谅她了。后来听完女子的介绍，他才得知女子名为凌霄，来自上界，原本是上界一方3流势力中的长老。同样，她还是一位顶级的炼丹师，一手炼丹术出神入化，在宗门内威望很高。后来因为一次外出，遭到了宗门内叛徒联合敌对势力的暗算，这才导致身陨。而他的一缕神魂则成功逃离，附身进了一枚戒指当中。经过时间的变迁，这枚戒指也不知为何流落到了下界，最后出现在了凌晨身上。而凌晨也并非无法修行，只不过是因为他修炼的灵气全部都被凌霄吸走了而已。对此，凌霄也很无奈，因为下界灵气太过稀薄，外加上凌晨的天赋实在不咋地，所以才导致他险些把凌晨吸成干尸才苏醒。而后为了报答凌晨的恩情，凌霄选择收凌晨为徒，并且开始悉心教导他。在往后的日子里，有了来自上界的戒指小姐姐的指点，凌晨自然是进步飞快，而他的主角光环也开始逐渐显现了出来。
每当秘境开启时，凌晨总能运气爆棚，收获颇丰，成为最大的赢家。每次和别人斗法时，对方都会在将要取胜的时候开始嘴遁，然后被他成功反杀。这也让凌晨愈发膨胀，愈发相信自己就是小说中的那种主角。不过由于原主的资质缺陷，凌晨很快就遭遇到了瓶颈，寸步难进。于是为了打破瓶颈更进一步，凌晨暗中设下大阵，笼罩了整个宗门，炼化了全宗的长老弟子，助他提升资质。事成之后，凌晨拜入了东荒霸主玄天圣地当中，并且由于他的出众天赋和凌霄的暗中教导，凌晨很快就从普通的外门弟子晋升成为了真传弟子，被一位长老亲自收为弟子。当然了，在拜入凌霄门下之后，凌晨对于这位玄天圣地的长老其实是有些看不上眼的。他再强，也终究只能局限于青阳界这一弹丸之地，而他凌晨可是穿越过来的主角，可是将来要遨游于9天之上的真龙。不过考虑到这位长老在玄天圣地中的地位，背靠大树好乘凉，还能给他提供不少修炼资源，凌晨也就勉强答应他了。当然，他留在玄天圣地可不光是为了什么资源，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前方的那名女子。顺着凌晨的目光望去，可以看到最前方正安静站立着一位女子，冰肌玉骨，婀娜身姿，窈窕身段，仅仅是一道亮丽的倩影，便引得无数弟子暗中窥探。凌晨自然也不例外，看向女子的目光中满是炽热与贪念。这个女人，我一定要得到。苏清欢，玄天圣地圣女，不但天赋超然，而且貌美无双，倾国倾城，被誉为东荒第一美人，更是有着传说中的9阴玄刹体。这种体质乃是一种最顶尖的炉鼎之体，不但自身修炼起来进步神速，而且对于双修之人同样也有着莫大的好处，说是1日千里也不为过。当然，这种体质太过稀少，哪怕在上界都很是稀有，堪称可遇不可求。一旦被人发现，必然会引来无数老怪物的争抢。所以对于女子来说，这种体质其实更像是催命符。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和背景，拥有这种体质的女子一般很难善终。所幸苏清欢是出生在这下界，除了她师尊以外，没人能够认出这种体质。不然一旦苏清欢身负9阴玄刹体的消息走漏，必然会被无数老怪物盯上，哪怕是玄天圣地都保不住她。身前哪管身后事，对于那些寿元无多、即将作化的老怪物来说，没有什么是能比进阶延寿更让他们疯狂的了。当然，凌晨也想将苏清欢占为己有，自然不可能傻到到处宣扬他的体质了。而且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二人其实也都已经互相抱有好感了。想到这，凌晨嘴角就不由得泛起弧度。虽然和女生们对话没有选项，但凭借他多年玩 Gala Game 的经验，外加上身为穿越者的见识，攻略这些土著岂不是简简单单？相信要不了多久，自己应该就可以拉上苏清欢的手了。玄天圣地的弟子们正无所事事地站在广场中央，满脸无奈。他们都已经站在这里整整3天了，别说人了，就连苍蝇都没看到一只。长老他们到底是在等谁啊？突然，天穹之上一声恐怖的雷音炸响，瞬间席卷而来。一些修为低下的弟子们更是被奇惊的直接震倒在地。站起来！你看你们一个个歪七扭八的，成何体统？我玄天圣地的脸都快被你们丢尽了。一旁的玄天圣主见状，忍不住高声呵斥道。那些弟子也觉得自己太过丢脸，赶忙站起身来，不敢多言。但就在这时，原本双眸紧合的玄天老祖突然抬起头，淡淡的说出了一句：来了。随后就见高空之上七彩霞云笼罩，9霄云层骤然撕裂，紫金色的雷光如巨龙般盘踞天际，轰然落下。随着烟雾渐渐散去，里面的白色身影逐渐变得清晰，周身环绕的七彩光晕将天地染成琉璃色，露出了他原本的面容。面容俊俏，俊雅如仙，星眸璀璨，瞳孔之中仿佛浮现出一方宇宙世界，绚烂迷人，阴郁深沉。身着一袭白衣胜雪，不染尘垢，发丝微微竖起，身形修长，体态自然。迎风招展，乱花飞过，片叶不沾身。此刻白衣少年眉上轻愁，唇间浅笑，笑容意味难明。衣袍猎猎作响，无风自动，浑身道韵流淌，有阵阵霞光闪过，神华流转。他整个人都如同被迷雾遮挡了一般，看不清底细，言不清道不明。秦九哥一出场，自然是引得玄天圣地无数女弟子们的瞩目。哇，好帅的公子啊！这是哪里来的公子？一看到他，我的双腿都快要夹不住了。不行了，怎么会有这么帅的公子？我感觉自己马上就要……太帅了，都快赶上屏幕前正在看书的各位读者了。毫无疑问，秦九哥的到来使得玄天圣地的女弟子们都疯狂了，一个个搔首弄姿，不断对着秦九哥飞吻放电，恨不得当场自荐枕席。跟他比起来，玄天圣地里的那些师兄师弟们简直就是一些臭鱼烂虾，二人完全没有可比性。
玄天圣地的男弟子们都看傻眼了，自己平日里眼中清丽高冷、不近人情的师姐师妹们，此刻仿佛最放荡的青楼女子一般，在对着一个陌生男子各种搔首弄姿、自荐枕席。哼，早看出来你们是群臭鱼烂虾，还是玄天圣女好，她肯定没你们这么肤浅。凌晨将这些女弟子们的表现看在眼里，不知是不是嫉妒，心中冷哼了一声，一脸不屑道：一群只会流于表面、短浅粗俗的东西。平日里是一副高高在上、不近人情的清冷模样，一见到有权有势的男子，立马就原形毕露了。相比起来，还是玄天圣女好，跟这些肤浅的女子不一样。凌晨一脸期待地看向最前方的苏清欢，试图从她身上看到和其他女子的不同表现，但下一刻，她的脸色陡然僵住。她那本该不为所动、漠然置之的冰山女神，此刻眼中正泛起一丝光亮，一眨不眨地看向秦九哥，让她心中莫名生出一股被绿的感觉。恭迎秦公子屈尊来到我们玄天圣地，您的到来简直是让我们蓬荜生辉啊！玄天老祖恭敬地说道，赶忙迎了上去。他声音宏大而又清晰，迅速传到了每一位弟子的耳中，也使得原本吵闹的众人安静了下来。这人他们认识，正是玄天圣地的那位老宗主，如今全东荒的最强者，如今宗门大殿内还挂着他的画像，连老宗主都亲自出关来迎接这位公子，让众人对于秦九哥的恐怖身份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秦九哥随意瞥了站在自己面前的老者一眼，语气淡淡道，你寿元无多，如果老老实实待在祖地里闭死关，还能多苟活一些时日，但现在恐怕过不了多久，你就要作画了，值得。能够亲眼见证公子仙颜，实乃老朽的荣幸，区区几天寿命不算什么。玄天老祖恭敬地说道，你倒是会说话。秦九哥轻笑道，公子，老朽所说句句属实，全都是发自肺腑真心啊。玄天老祖却是急了，诚惶诚恐道，好了，我又不是什么吃人恶鬼，用不着如此，这个就赏给你了。秦九哥指尖一弹，一颗金灿灿的丹药落在了玄天老祖面前。玄天老祖恭敬地接过丹药，随后一脸疑惑地看向秦九哥，凭他的眼力，竟然完全看不出这颗丹药的来历。这是龙元丹，你服用之后，足够你突破到破空境，再活一世了。这是来自上界的丹药，玄天老祖认不出来很正常，而且此物也算不上多贵重，他小时候都是当糖豆吃的。老朽谢过公子。玄天老祖一听能突破，整个人的眼睛都亮了，做事就要给秦九哥跪下，不过一道强横的灵力却把他给扶住了。好了，你这么一大把年纪，在这么多徒子徒孙面前下跪，不觉得丢人啊？公子教训的是，二人距离广场很远，因此弟子们并没有听到他们二人之间的交谈。但当他们看见玄天老祖要给秦九哥跪下的时候，皆不由得瞳孔骤缩，世界观都要坍塌了。那位可是老宗主，是整个宗门辈分最大、实力最强的人，结果转头却给一个年轻人下跪，实在是让他们大跌眼镜，同时心中也升起了好奇，这位年轻公子竟然是何来历，竟然连老宗主都对他如此恭敬。好了，给我准备一间行宫，我有点乏了。是，公子还请跟我来。玄天老祖亲自领头，准备带秦九哥去他们玄天圣地最豪华、最舒适的行宫。不过在最后离开的时候，秦九哥微微瞥了广场上的弟子一眼，那女子是……玄天老祖顺着秦九哥目光的方向望去，随后说道，公子，那位是我们的宗门圣女，姿色不错。说罢，秦九哥没有再停留，继续向前方走去。玄天老祖闻言眼睛一亮，赶忙跟了上去。他正愁没有办法巴结讨好对方，这下机会不就来了。他都活了几千年了，这个年纪就算是头猪都成精了。他要是还没听出来秦九哥的话外之意，还不如干脆找块豆腐撞死算了。师尊，那人究竟是什么来历啊？广场中央，凌晨看着秦九哥逐渐远去的背影，心中满是浓浓的妒忌。总有一天，他凌晨也会站在整个世界的顶点，让无数人仰望他。小陈，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那人应该是来自上界。清冷的语气从凌晨脑海中传来。上界？凌晨微微一怔，对于师尊口中的这个上界，他自然是有所耳闻。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应该是自己还没有解锁的新地图。可现在自己距离飞升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怎么会突然给自己来一个下界的 NPC？ 莫非这个 NPC 身上有什么自己需要的机缘不成？凌晨心中暗暗想到。进入行宫之后，秦九哥直接将九幽唤了出来。主人。九幽微微欠身行礼，随后主动地走到秦九哥身后按摩起来。他身穿一袭火红色长裙，前凸后翘，身材火辣，细腰翘臀恰到好处地勾勒出他的紧致身材，尤其是一对修长的雪白美腿更是诱人养眼，任由秦九哥的大手抓着抚弄。明老因为还在调查大夏皇朝和上古林家之事，无法动身前来，所以这次下界他带上了九幽作为护道者，刚好也能陪他解解闷。
九幽同样是圣王，而且还是有着远古血脉的妖兽，实力丝毫不弱于明老，远超一般的圣王。而且九幽还有着他们那一族的独特天赋——九幽冥火，一经施展，能够焚化世间万物，一般人很难抵挡。所以，即便在同一境界，九幽的实力也处于最顶尖，能够轻易压制住其他人。不过这方世界有着界位压制，最强只能发挥出真王境的实力，一旦超过真王境，就会遭到这方世界天道意志的抹杀。当然了，前提是这方世界的天道意志真的能够抹杀掉一位圣王。即便在上界，圣王都是名震一方的霸主，能够撕破空间、打碎规则之力的存在。区区一方下界的天道意志，对他来说不过一只手就能捏死。砰砰砰！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和一道恭敬的男声：“秦公子，在下有要事相见。”秦九哥神识扫过，看清了来者二人，嘴角不由得泛起冷笑。这玄天圣地动作还挺快的嘛，他前脚屁股还没坐热，后脚就把人给送来了。进来吧。随后嘎吱一声，店门打开，露出了屋外的两人。两人一男一女，男的他之前广场上见过，正是玄天圣主，而那位女子嘛，自然就是玄天圣女了。在得到秦九哥的吩咐之后，玄天老祖不敢有丝毫懈怠，赶忙招呼手下人去把玄天圣女送过来了。其实就算秦九哥不说，他们也会把玄天圣女送过来。对方可是连他们身后的靠山都要巴结的存在，天知道他有多可怕。不过再可怕，毕竟还是一个年轻人，年轻气盛，免不了近女色。要是能够借此机会拉近和这位大人之间的距离，对他们玄天圣地而言，无疑会有天大的好处。但当他看到秦九哥身后的貌美女子时，玄天圣主微微一怔。公子身边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一个漂亮女子了？不过他毕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自然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赶忙低下头来，对着秦九哥微微一礼，随后恭敬地说道：“公子，我宗圣女仰慕公子已久，想要留在公子身边端茶倒水，服侍公子，还请公子肯收下她。”一旁的苏清欢默默站在一边，面色忧愁，没有说话。既然如此，那你就留下来吧。秦九哥微微点头，轻声笑道，随后手指一点，一颗金灿灿的丹药闪现到玄天圣主的面前。赏你的，这枚丹药足够你突破瓶颈，更进一步了。是，在下谢过公子。玄天圣主笑盈盈道，随后伸手将丹药藏于袖袍之中。既然如此，那在下就不打扰公子了。说罢，玄天圣主便直接离开了此地，将玄天圣女独自一人留了下来。秦九哥仔细端详着自己面前的这位玄天圣女，女子年纪不大，看上去应该跟她差不多，穿着一件粉红色长裙，梳着高高的长马尾，装扮精致而又不奢华，一张鹅蛋脸，大大的眼睛，小巧的琼鼻，未施粉黛，看上去既纯真又甜美，皮肤白皙光滑，犹如凝脂7霜赛雪。虽然年纪尚小，但其发育得非常好，身材也已经完全长开，3000青丝随意地披散在胸前身后，腰肢纤细，盈盈一握，胸脯饱满，小鸟依人，充满青春的活力。一双浑圆雪白、笔直修长的美腿，在裙摆的映照下若隐若现，别具诱惑。怎么，做我的侍女，委屈你了？秦九哥走向前去，抬起他光滑白净的下巴，语气调笑道。毫无疑问，即便在上界，这位玄天圣女的容貌也足以让人眼前一亮。与此同时，有关于苏清欢的信息也被系统展示在了他的面前。姓名：苏清欢，身份：玄天圣地圣女，体质：九阴玄刹体，修为：化魂境巅峰，金手指，九尾仙狐血脉，气运点10万点。公子说笑了。苏清欢苦笑道，能够服侍公子是小女子荣幸，只是小女子突然想起了一些伤心事，抱歉打扰到公子的雅兴了。似乎是想起了什么，苏清欢的表情很是失落。你很美，我看上你了。秦九哥直接伸手将苏清欢搂在怀中，随后右手轻轻摩挲着她光滑白净的下巴。苏清欢娇躯一颤，仿佛触电般，她还是头一次和一个男人这么近距离接触。闻着男人身上的味道，看着他那仙姿神颜，苏清欢脸色不争气地红了起来，心中砰砰直跳，仿佛小鹿乱撞。小女子蒲柳之姿，怎能入得了公子的眼？我看上的女子，可从来都没人敢拒绝。秦九哥十分霸道地说道。在他怀中的苏清欢闻言，微微叹了一口气。他知道对方绝不是在说笑，对方的来历和身份绝对比他想的还要可怕。他不敢拒绝。玄天圣地对他有恩，如果自己触怒对方的话，玄天圣地一定会迎来灭顶之灾。事实也确实如秦九哥所言，凭他的身份地位，在上界想要追随他的女子数不胜数，其中甚至不乏一些大教圣女、世家小姐。只不过穿越之前，他一心修道，对于男女之事没有兴趣。但即便如此，
也还是会有无数天之娇女想要拜在他的门下，当个女奴都没有门路。我知道了，公子。苏清欢无奈地苦笑道。小姨刚逝去不久，自己就被玄天圣地送给了一个自己完全不认识的男人，这或许就是他的命吧。苏清欢轻解衣衫，袖裙缓缓滑落，露出光滑雪白的臂膀。尽管心中已经做好了准备，但在一个男人面前脱衣服，他还是极为羞涩的。而秦九哥自然没有拒绝，一边享受着酒幽的按摩，一边欣赏着对方的脱衣秀。公子，让我来服侍你吧。苏清欢面色绯红，紧张地扣弄着手指，脸上和肌肤都染上了一丝粉色。秦九哥面色淡然，静静地打量着对方。虽然年纪尚小，但不得不说，苏清欢还是发育得很好，已经远远超越了同龄人。尽管目前还比不上九幽，但也算是小有所成。他相信凭借自己的努力，将来一定会帮苏清欢更进一步的。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苏清欢深吸一口气，随后径直走到了秦九哥面前，坐在了他的腿上。请公子怜惜。秦九哥自然没有拒绝，一把手抓在了苏清欢纤细的腰肢上，惹得后者娇躯微颤，仿佛触电般。另一只手则抬起了他光滑白净的下巴，饶有兴趣地问道：圣女就这么迫不及待了吗？这么大胆，难道就不怕我吃了你？苏清欢这么主动，倒是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他本以为对方会反抗一下，虽然结果没什么区别。我有的选吗？苏清欢无奈苦笑道。在他被玄天圣主带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好了后果。面对一位来自上界，连老祖都要谨慎对待的大人物，他没有丝毫选择的余地。你确实没有选择的余地，即便再上界，也没有多少人敢忤逆我的决定。秦九哥轻笑道，语气中满是自信。不过本公子也不是什么绝情的人，对待自己人，我向来都是很宽容的。说说吧，你有什么烦心事，或许我能帮你解决，不然挎着个脸太煞风景了。苏清欢闻言，秀眉微蹙，心中暗自犹豫。这位公子来自上界，眼界与能力定然非同凡响，说不定真有办法呢。小姨待他亲如母女，情真意切，就算只有一丝的可能性，他都不愿意放弃。苏清欢定了定神，轻声道：让公子见笑了。前几日我小姨不幸离世，故而心情有些郁结。丁，检测到高轮限值任务，完成高轮限值任务即可收获气运之女大量好感度。就在这时，系统的提示音突然响起。哦，高轮限值任务。秦九哥眉头一挑，对系统这个新出现的玩法很是好奇。简单来说，就是自己攻略这些气运之女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触发一些高轮限值任务，完成任务他就能获得对方的大量好感度，进而和其成功绑定。譬如苏清欢，复活吧，我的亲人。苏清欢小姨死亡，伤心欲绝之下，还被玄天圣主送给宿主当侍女，心中满是悲愤。如宿主复活苏清欢小姨，即可增加大量好感度。对于这个新玩法，秦九哥很快就适应了，两只大手毫不客气地肆意玩弄着，嘴中却说道：原来如此，如果说我能复活你的小姨呢？什么？苏清欢闻言呆愣在原地，任由秦九哥的抚摸。公子，你是说你可以救我小姨吗？那是自然，你觉得我有必要骗你吗？秦九哥嘴角微微上扬。不过你可要想好了，机会只有一次，是复活你的小姨，还是保护你的小情郎凌晨呢？听到这话，苏清欢脸色一僵，赶忙说道：公子你误会了，我和凌晨他……公子不要，那里很敏感的。秦九哥手指一边揉捏，一边在苏清欢耳边轻声说道：你和那个凌晨关系应该不一般吧？如何呢？你要不要为了保护他而放弃复活小姨呢？公子，你误会了，我和凌晨他只是同门，我还是清白之身，凌晨他连我的手都还没有拉过。苏清欢脸色粉红，赶忙说道，生怕秦九哥误会。虽然不知道对方是怎么知道他和凌晨的关系的，但事关小姨，他也顾不上那么多了。而且他说的也确实是实话，他和凌晨只是互相抱有好感，如今对方连他的手都还没有拉过。一个是略微有些好感的同门弟子，另一个是待他亲如母女的小姨，如何选很难吗？公子，您真的可以复活我小姨吗？苏清欢拉着秦九哥的手，两只萌萌的大眼睛呆呆地望着秦九哥，满脸期待。秦九哥随意捏了捏他的脸说道：复活一个人确实有些困难，但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你小姨她应该不是人吧？我说的对吗？小狐狸。话音刚落，苏清欢呆愣在原地，足足过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公子，你是怎么知道的？对方太神了，仿佛什么事情都瞒不住他。我是怎么知道的？秦九哥微微一笑，你身上的这股妖气可瞒不住我，而且你脱下衣服之后，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香气，这种香气具有魅惑作用，若是一般人遇到，
恐怕会被直接吸干精尽而亡。上界能符合这种描述的妖族，也只有天狐一族。所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母亲和小姨都是来自天狐一族。当然，你身上的香气没有这么离谱，所以你应该是一只半妖。我说的对吗？秦九哥微微笑道。当然，这些都是他看系统瞎编的。对方身负仙狐血脉，不是妖还能是人啊？而苏清欢自然不知道秦九哥的心中所想，只觉得他实在是太厉害了，满眼都是小星星，哪有少女不思春？她本就是年华少女，对于秦九哥这样的上界高富帅，自然没有什么抵抗之力。更不要说对方无论是背景、颜值、实力、身份，还是知识，都远在他之上。苏清欢突然觉得，当他的侍女，貌似也不是那么不堪了。公子，我愿意服侍你，还请你能救救我的小姨。苏清欢苦苦哀求道。我和那凌晨是清白的，这么长时间以来，他连我的手都没有摸过。只要公子能够救下我的小姨，让我做什么都行。到目前为止，苏清欢和凌晨之间也只是互有好感，全然没到了生死相依的地步。面对自己的亲小姨，他当然不可能选择放弃了。丁，气运之女苏清欢对凌晨好感度下降，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5万点。似乎是想到什么，苏清欢又开口说道：公子，其实清欢还有一件事瞒着你。清欢不仅是妖族，而且还是9阴玄刹体。苏清欢满脸粉红，有些羞涩道。丁，检测到气运之女苏清欢对宿主坦诚相见，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5万点。哦，9阴玄刹体。秦九哥嘴角微微上扬，这种体质他可太熟悉了，听名字就知道，这显然是个特殊体质，并且还是最为顶尖的那种。即便在上界，这种体质也是可遇不可求，一旦发现，必然会被各大势力争相抢夺，收入囊中。对方主动将这个秘密说出来，显然是已经对他心悦诚服，彻底放弃抵抗了。既然如此，那我就看你今晚的表现了。秦九哥笑容灿烂，满是期待地看着苏清欢，随后在他耳边轻声低语：是，公子，我全听你的。苏清欢面色绯红，点了点头。而九幽自然是十分懂事的，将整座宫殿都封闭了起来，自己也隐藏在了虚空中，将场地留给了秦九哥和苏清欢二人。终于又突破了。灵力汹涌的洞府之中，凌晨神色激动，紧握双拳，仔细感受着自己身上的经脉跳动。一股远比之前更加恐怖的气息流传开来，掀起阵阵气浪，已经突破到归一境了。这个境界在那些真传弟子当中，毫无疑问属于最前列，即便放在整个玄天圣地当中，也都算是中流砥柱，初步踏入了强者的行列。要是在一些偏僻之地，更是一方霸主，甚至在一些小宗门当中，开派祖师也不过这个境界。也就是说，凭他现在的实力，已经足够开宗立派，享受万众敬仰了。恭喜啊，小陈，你又突破了。一道青色身影飞出，看着凌晨突破境界，满心欢喜道。虽然凌晨起步比别人晚，但他很修炼刻苦，外加上自己的指点，也是后劲勃发，很快又突破了一个境界。或许有一天，他真的能带自己回到上界报仇呢。凌霄心中暗暗想到，突然又升起了一丝希望。这还要多亏了师尊你炼制的丹药。凌晨微微笑道，身为上界强者，凌霄对他的帮助不可谓不大。修炼时的指点，随便一句话就能为他解惑，让他恍然大悟。知识渊博，宛若一本百科全书，每次自己探索秘境时碰到的那些阵纹机关，都是靠对方打开的。而且凌霄身为炼丹师，自然也知道不少珍稀丹方，正是依靠炼制的这些丹药，才能使得他进步得如此迅速。这个金手指简直太赞了。对了，师尊，最近这3日可有那上界之人的消息？看着面前的青色薄影，凌晨开口问道。对于一个突然莫名下界的 NPC， 凌晨心中还是十分谨慎的。下界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对方闲得蛋疼才会过来。而根据他多年看小说的经验，对方此次下界必定不会空穴来风，说不定这下界就隐藏着一个什么逆天机缘，把对方给吸引过来了。而自己身为穿越者，身为传说中的天命之子，这场机缘或许就是老天爷专门为他准备。只要自己偷偷跟着对方，把他当作寻宝鼠，说不定最后就能将那件机缘抢到手，从此一飞冲天。凌霄摇了摇头，开口说道：没有，那人自从来到了玄天圣地，就一直待在行宫里，没有出来了。是这样吗？难道是我多虑了？凌晨右手掐着下巴，眉头微皱，不应该啊。按照他多年看小说的经验，对方的身份应该就是属于那种在上界有些权势的小反派，然后因为寻找什么机缘来到下界，最后被身为主角的自己捷足先登，啪啪打脸，然后灰溜溜地跑回上界。因为结下了梁子，所以等到自己飞升上界的时候，必然会遭到对方的猛烈报复。但在他主角光环的照耀下，自然都轻而易举地化解了。
然后对方不断报复，自己不断打脸，最终境界飞速提升，成为让他们家族都仰望的存在，一举将其覆灭，完成一场打脸的爽文高潮剧情。怎么这都整整3天时间了，对方还窝在行，功力不出来，不会是在做什么链接之事吧？一想到这，凌晨就满脸不屑。他还以为对方有什么本事呢，但现在看上去也不过是一个纨绔子弟而已，不足为虑。小陈，对方来历不简单，而且此次下界，他身边还跟着一股十分可怕的气息，那股气息比我全盛时期还要强。你最好还是先别招惹他了。看着凌晨这一脸不屑的神情，凌霄耐心劝解道：最近一段时间凌晨太顺了，所以导致他的心态也有点飘了，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将来会吃大亏的。连师尊你都感觉到恐怖的气息，那个什么秦公子，他来历这么大的吗？凌晨微微一怔，凌霄有多强，他可是亲眼见识过了。而且身为炼丹师，尽管实力不如寻常的强者，但凌霄在神魂一道格外擅长。既然他都发话了，那说明那位隐藏在暗中的强者确实不简单。但随即他就释然了，自己可是主角啊，怕一个 NPC 做什么？而且这里还是下界，有着天道压制，就算对方再强，所发挥出来的实力也十不存一。自己还有着凌霄这道底牌，大不了直接鬼上身。以往凭借着这招，他都不知道解决掉多少仇敌了。凌晨心中暗暗自得，并没有将秦九哥放在眼里。对方若是识趣还好，若是敢招惹他的话，那他必然会让对方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随即凌晨运转灵气，朝着苏清欢的洞府飞去。一想起苏清欢的仙姿神颜，凌晨就觉得心脏砰砰直跳，太美了。他前世就是一个穷屌丝，哪里见过这么美的人，结果穿越过来，不仅有了一个美人师尊相伴，而且还跟苏清欢有了暧昧。相信要不了多久，自己就能和对方更进一步，拉上他的手了。凌晨心中暗暗想到。凌晨一路朝着苏清欢的洞府飞去。就在这时，他听到一旁的2名弟子正在轻声交谈着什么。起初他还没有在意，但当他听到对方口中苏清欢的名字时，还是不由得好奇停了下来。你听说了吗？咱们玄天圣地的圣女，自从3天前进入了那位大人的行宫，至今都没有出来过。那还用说吗？我亲眼看到的，还是圣主亲自将圣女送进去的，真羡慕啊！清欢圣女可是我们全东荒排名第1的美人，就这么心有所属了。整整3天时间，那位大人可真厉害，整整3天都不用休息。那是上界来的大人物，能跟我们比吗？说不定那位大人一高兴，以后这整个青阳界都要以我玄天圣的为尊了。2人随意交谈着，但语气中却满是羡慕和酸溜溜。任谁都知道，这位上界公子来头很大。苏清欢绑上了这位大佬，以后只怕是要一飞冲天了。这一刻，他们只恨自己不是一个女人，不能待在秦九哥身边为其分忧。2人的话语落在凌晨耳中，却如同一道晴天霹雳，瞬间将凌晨劈得心神俱裂。你们说什么？清欢圣女被圣主送到那上界之人的行宫里了。凌晨猛地欺身上前，铁钳般的手死死扼住那名弟子的脖颈，额上青筋暴起，双目通红，仿佛一头凶恶的猛兽。那名弟子被对方的样子惊到了，语气颤颤巍巍：是啊，很多弟子都看见了，千真万确。他在哪里？凌晨怒吼出声，全然没有了以往的沉稳。自己就是闭了个关，怎么他的女人就被别人抢走了？没错，别看在凌晨还没有和苏清欢拉过手，但在他的心里，苏清欢早已成为了他的痉挛，容不得他人直染。结果自己就随便闭了个关，自己女人就被送到别人床上了。而且已经过了3天时间，凌晨只觉得自己头顶上绿油油的。在那里。那名弟子不敢不从，给凌晨指了一个方向。凌晨随意将那名弟子扔在一边，随后整个人猛然朝着前方飞过。啊，公子，我乖吗？行宫之中，秦九哥看着自己面前乖巧的苏清欢，不禁露出了一丝微笑。这苏清欢不愧是有着天狐一族的血脉，简直是个天生的尤物，骨子里就散发着一股魅惑的气息。自己只需要稍加引导一番，便可激活他的本性，举一反三。拥有1半狐妖血脉的苏清欢就这么诱人了，那作为纯种天狐的他小姨又该会是多吗？再加上2人的盖浇饭属性，想想就很刺激。上界9尾天狐一族同样是一方大族，神圣、庄严、貌美，在妖族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在最开始的时候，天狐一族并非像如今这么强大，而且因为天狐族生性貌美，所以常常会被别人掳走作为灵宠、女奴。不过在后来，天狐一族不断有人血脉返祖，修炼有成，晋升成为9尾仙狐，这才使得天狐一族的处境好了很多。到如今，天狐一族也已经是上界屈指可数的大势力，实力强盛，底蕴雄厚，也没多少人愿意招惹对方了。而苏清欢有着仙狐血脉，更是气运之女，不说有可能，
而是将来一定可以晋升为传说中的九尾仙狐。九尾仙狐如今在上界可谓是极其少有，只能通过血脉返祖的方式晋升苏清欢的仙狐血脉，一旦觉醒，必然会受到天狐一族的全力培养。而他掌控了苏清欢，也就相当于间接掌控了半个天狐一族。无论是将来布局妖族，还是图谋上界，心中的把握都更大了。还有九幽，他背后的九幽民族同样不可小觑，虽然还远不及他秦族，但同样也是上界的顶级势力，底蕴深厚。妖族有了这2根眼线为他打掩护，那他能做的事情可就太多了。姓秦的那个混蛋，你给我滚出来！就在这时，殿外突然传来了一道怒吼声，随后便是打斗的声音。苏清欢瞬间回过神来，这个声音是凌晨。苏清欢心中一惊，认出了对方的声音，但随即便满是担忧，自己现在这个样子还怎么出去见他？而且公子还在一旁，对方如此触怒公子，很有可能会性命不保。尽管自己如今已经决定和其彻底断开关系，但看在以往的那些情谊上，他也不愿意对方就这么无故惨死。而且最关键的是，如果引得公子生气，那他求对方复活小姨的事情岂不是泡汤了？苏清欢脸上表情阴晴不定，秦九哥看着他的脸颊，自然知道对方在想什么，随后轻轻捏了一下。公子，外面那人应该就是你的小情郎凌晨对吧？公子，我只是公子一个人的。苏清欢支支吾吾道。别担心，看在你这么听话的份上，我就给你一个机会，如果你能把他劝走，那我就免除他的不敬行为，饶他一命。但如果他自己作死，那也就怪不得我了。秦九哥饶有兴趣道。是，公子，我一定会劝走他的。苏清欢连点头道。在他看来，这是秦九哥在给他面子，不然以他的身份，何须在意凌晨这么一个小人物的生死？这也让苏清欢心中一暖，看来自己在对方眼里还是有点地位的嘛。只不过秦九哥却是不这么想，主角之所以叫主角，不就是因为他们身负气运，事事顺利，所到之处大能臣服，美人投怀送抱吗？夺妻之仇，这主角要是能忍下来，不得被读者喷死啊！他相信但凡是一个正常男人都不可能忍下来，更何况对方还是那种气运之子，当然龙王赘婿的那种除外，那种已经完全不知天地为何物了。殿外众人交战异常惨烈，凌晨怒火冲天，实力远超以往，短短一瞬间就有10几名弟子被其打倒在地，生死不知。不好，他又突破了！该死，怎么这么难缠？和凌晨交战的弟子们脸色难看，以往怎么没有发现凌晨竟然这么恐怖？他们完全不是对手，快通知长老和宗主啊！凌晨疯了，要是惹怒了里面的那位大人，我玄天圣地必然会迎来灭顶之灾啊！有人面色焦急道：已经通知了，长老们马上到来，但现在还得我们来拖住他。被众人阻挡在殿外，凌晨同样脸色焦急，他衣袍已经沾染上了不少血迹，双目通红，仿佛要择人而噬，整个人疯疯魔魔的。如今苏清欢还待在对方的行宫里，谁知道他们正在干什么？他可不觉得对方这3天都是在谈论人生理想。如今每过一分，凌晨就觉得自己头上更绿一分。但看着面前悍不畏死，拼命阻拦他的玄天圣地弟子们，凌晨也无可奈何，只能在外面对着行宫内大喊大叫：姓秦的，我知道你在里面，你这个懦夫，亏你还是从上界来的，怎么不敢出来见我啊？有本事你别当缩头乌龟啊！我凌晨在此向你发出挑战，你敢接吗？凌晨怒吼出声，可想而知他现在是多么愤怒。凌晨，你胡说什么？谁允许你这么跟秦公子讲话了？大胆凌晨，你是要叛宗吗？一旁的玄天圣地弟子们闻言，整个人都快吓傻了。里面那人是什么身份，他们再清楚不过了，那可是连他们的宗门老祖都要供起来的存在。这要是惹得对方生气，别说他们玄天圣地了，恐怕整个青阳界都会被他扬了吧。凌晨在外不断叫骂，就在这时，行宫的房门却突然打开，露出了一道倩影。清欢，凌晨眼神一亮，看清了出来的那位貌美女子，但随即就面色一僵，因为此刻苏清欢身上正披着一件男人的衣服，整个人面色潮红，娇躯微颤，秀发凌乱。对方此刻的模样宛如一道晴天霹雳，彻底将凌晨他劈得粉碎。而随后秦九哥的身影也显露而出，看着自己面前的这位气运之子，秦九哥不由得微微一笑，新的韭菜终于来了。与此同时，有关于对方的信息也浮现在了他的面前。气运之子，凌晨，穿越者，身份，玄天圣地真传弟子，体质，无，修为，归一境前期，金手指，上界残魂，气运点10万点。哦，竟然又是一位老乡嘛！秦九哥此刻已经在默默思考，
要如何最大化的收割这位韭菜，而不是收割这位气运之子了。清欢，你怎么样了？还有性情的，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凌晨此刻全身都在颤抖，怎么会这样？他是穿越者，他是这个世界的主角，不应该都是他牛别人吗？怎么他心目中的女神就这么被别人捷足先登了？好了，和他道别吧。秦九歌语气淡淡道：是，公子。苏清欢不敢不从，心中默默叹了一口气，看在以往的情分上，自己尽量保住凌晨的一条命吧。苏清欢走向前去，故作冷漠道：凌晨，我没事，我是自愿来陪公子的，以后我们就不要再联系了，我怕公子误会。清欢，你说什么？凌晨两只眼睛瞪得滚圆，难以置信，但看见他身后的秦九歌，很快就反应过来，咬牙切齿道：清欢，你说是不是他逼你的？我这就杀了他。凌晨做事就要拔出长剑，不过却被苏清欢连忙制止了。凌晨，我说得很清楚了，是我自愿来陪公子的，和他没关系。还有，我现在是公子的侍女了，你不要叫得这么亲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苏清欢语气强硬道。剪不断，理还乱，他这也是为了凌晨好，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他这么死去。秦九歌身边可是跟着一位十分恐怖的大人物，真要惹怒了对方，凌晨绝对吃不了兜着走。可惜凌晨并不知小苏清欢的好意，还认为他是被秦九歌胁迫的。他语气十分焦急：清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说啊，你不要怕他，我有杀手锏，我一定可以救你的。凌晨，你不要闹了，我说过是我自愿的，和公子没关系。你现在赶紧离开，公子不会怪罪你的。清欢，你为什么要阻拦我？你为什么一直在帮他说话？难道就因为他是上界来的大人物，所以你不惜出卖自己的贞操，也要攀龙附凤？凌晨怒吼出声，他不明白为何对方一直阻拦着自己。明明自己是穿越者，是这个世界的主角，可为何连自己内定的女人都被别人玷污了？我没有。苏清欢也很委屈，他为了保护好玄天圣地，为了复活小姨，为了保住凌晨的一条小命，才如此下贱，当别人的侍女。他为了很多人，可唯独没有为自己着想。结果凌晨还这么说他，让他心中有委屈，却又不知道该怎么撒。没有你就放手，不要阻拦我。不行，凌晨，你听我的，赶紧离开这里，公子不会怪罪你的。二人互不相让，僵持不下。丁，气运之女与气运之子陷入争吵，互不相让，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2万点。丁，气运之女对凌晨好感度下降，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2万点。丁，气运之子凌晨对苏清欢心生洁癖，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10万点。秦九歌在一旁欣赏着这场好戏，心中直呼过瘾。对方就这么短短一会就给他提供了近乎20万点的反派值，简直不要太爽。同时他看向凌晨的目光也变了，这哪里是什么绿油油的韭菜，这分明是一颗会下金蛋的鲲啊！苏清欢，是我凌晨看错你了，原来你和那群女人没区别，同样是一个妇言趋势、攀龙附凤的贱人。见到从上界来的人就忍不住献媚讨好，你就是一个贱人！凌晨破口大骂，全然没有了原本的沉稳模样。他是穿越者，是主角，这个世界就应该全部围着他来转，所有漂亮的女人都应该是他凌晨的结果。自己追求了这么久的白月光女神，转眼不过3天就，这谁能受得了？对于这些原世界的土著，凌晨身为穿越者，对其自然是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的。好看的女人是他的，机缘是他的，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他而诞生的。结果自己的梦中女神竟然被一个原世界的土著玷污了，这让他如何能忍？凌晨也毫不意外，彻底撕碎了原本虚伪的面具，暴露了本性，说出的话也越来越难听。凌晨，你说什么呢？苏清欢呆愣在原地，不敢相信这话是怎么从对方口中说出的。看着自己面前双目赤红、面目狰狞的凌晨，苏清欢突然觉得对方很陌生。以前那个文质彬彬、温和待人的凌晨去哪了？以往凌晨需要零食时，都是自己借给他的。以往凌晨需要的各种天才地宝，也都是自己靠着玄天圣地的关系，费心帮他找来的。他从没有看不起凌晨，也从没有亏待过对方，即便是身不由己，也都是想着如何才能保住他一条命。结果对方却丝毫不领情，反而还说出这种话。莫非在他眼里，他苏清欢就是一个妇言趋势、攀龙附凤的女人吗？看着面前如此陌生的凌晨，苏清欢突然感觉到心爱。这或许就是凌晨的真面目吧，只不过自己一直都没有看透他。随便你怎么想好了，我怎么样都和你没关系。苏清欢语气淡淡，也已经彻底对凌晨失望了。再怎么说，她也是玄天圣女，身份尊贵，心中自然有着傲气。被对方这么辱骂，哪怕她脾气再好，此刻也已经忍不住了。丁，气运之女苏清欢对凌晨彻底失望，
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10万。丁，气运之女苏清欢和气运之子凌晨彻底决裂，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15万。怎么，说到你的痛处，恼羞成怒了？凌晨继续出言嘲讽道。随后他又看向苏清欢身后正一脸看好戏的秦九哥，面对着这位把他绿了的罪魁祸首，凌晨更是怒火中烧。自己堂堂穿越者竟然被原世界的一个土著给绿了，这传出去还不得被人笑话死？姓秦的，你有胆子就来和来我一战，躲在女人身后算什么本事？凌晨怒吼道。再怎么说，苏清欢也曾是他心中的白月光女神，比起苏清欢，他其实最恨的人还是秦九哥。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全都是因为他，让凌晨恨不得吃其肉饮其血。如果不是苏清欢一直在阻拦他，他早就将秦九哥一剑砍死了。在他看来，对方就这么一直躲在苏清欢身后不敢出手，应该也没有多强，多半也只是一个上界直跨，远不是他的对手。大不了直接杀了他，就算对方来自上界，有着界域阻隔，强者不能轻易下界，他也不怕对方身后势力的报复，等到自己修炼有成，飞升上界，再彻底将这一方势力斩草除根。哦，你想要挑战我？秦九哥闻言眉头一挑，随意上下打量了凌晨2眼，语气淡淡道：你太弱了，公子。苏清欢面色焦红，但又不敢反抗，只能任由对方肆意横行。但他这副模样落在凌晨眼中，却是一副不好意思的娇羞模样，更是让后者火冒三丈，彻底忍耐不住。尤其是那句很润，更是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丁，检测到气运之子凌晨心境崩坏，走火入魔，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10万点。这就走火入魔了？这些气运之子还真是不经折腾。秦九哥微微摇头，有些失望，这种心境到底是怎么当上气运之子的？你们这对狗男女，我要杀了你们！凌晨运转灵力，一股无比恐怖的气势席卷而出，引得周围弟子们一惊，浑身发颤。俗话说得好，洗白弱3分，黑化强10倍。凌晨如今这副走火入魔的模样，所爆发出来的实力远超以往。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凌晨就已经来到了秦九哥二人的面前，手中长剑出鞘，朝着秦九哥的头颅砍去。这一剑饱含着凌晨全部的杀意，偏若惊鸿，宛若游龙，快到已经出现了残影，直直朝着秦九哥砍去。此刻看着还没有反应过来的秦九哥，凌晨不由得心中狂喜，这姓秦的果然没有什么实力，杀了他自己算是报仇雪恨了。但下一刻，凌晨脸上表情僵住，整个人仿佛看到了什么大恐怖一般，面露惊恐。只见那柄应该轻松将秦九哥削手的长剑，被2只洁白修长的玉指轻轻夹住，立在原地动弹不得。原本锋锐无比、削铁如泥的长剑，更是仿佛失去了灵性，连他的手指都没有刺破。凌晨尝试挣扎，但奈何这2根手指就仿佛2只巨钳，死死夹着长剑，动弹不得。这就是你的全部实力吗？比我想的还要弱啊！秦九哥语气淡淡，随后2指轻轻一夹，砰的一声，寒光凛凛的长剑顿时碎成无数碎片，散落各地。你！凌晨大惊，赶忙向后闪过，消失在原地。望着散落一地的碎片，凌晨整个人都清醒了过来，眼中既是心疼又是恐惧。他手中的长剑可是一件下品灵器，乃是他当初在一处秘境当中所得，跟随他多年，一路不知道杀了多少敌人和妖兽。后来此剑又被他放入玄铁晶和玄灵晶进行锻造，强度完全不弱于寻常的中品灵器。下界法器分为宝器和灵器，宝器分为1至9品，灵器则分为下品、中品、上品、极品。极品灵器在东荒可谓是少之又少，也唯有听说4大圣地持有，作为传承重器，除非是灭宗之战，否则绝不会轻易动用。别说极品灵器，就连普通的灵器在东荒都是少有，绝大多数修士有着一件宝器就不错了，就连他们玄天圣地也不例外。凌晨有着一把堪比中品灵器的长剑，这运气不可谓不逆天。而这柄长剑也一直被他当作杀手锏，无论遇到如何难缠的敌人，只要祭出此剑，都能将其轻易解决掉。凌晨相信，即便这次也不例外，但眼前的结果无异于让他大吃一惊。自己的最大杀手锏竟然被对方轻轻一捏就碎了，连皮毛都没伤到，那对方的肉身又该有多么恐怖？凌晨不由得想到，心中莫名的泛起一股恐惧。只是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也只好硬着头皮，强忍着心中恐惧，接着出手。别得意，我倒要看看你能接住我几招。凌晨手指不断掐诀，周身灵力运转，气势大增。聒噪！只不过下一刻，秦九哥清冷的声音传来，冷漠似仙。声音虽不嘹亮，但却极为清晰地传到了每一个在场之人的耳中，让人不禁虎躯一震。随后，一股恐怖恢宏的威压直直地朝着凌晨压下。什么？凌晨顿时大惊失色，感受到这股恐怖的气势，不敢怠慢，
拼死抵抗。但仅仅一瞬间，凌晨就被这股威压压断了双腿，镇压在地，整个人都死死跪在了地上。至于其他弟子，自然也感受到了这股恐怖的威压，被祁余波轻易地镇压在地，动弹不得。苏清欢因为就站在秦九哥身边，所以能清楚地感受到这股滔天气势，心中不由得感到震惊。尽管心中早已知晓这位公子很强，但等他真正见识到对方出手时，才知道什么叫做坐井观天。仅仅是一道威压就能轻松碾压归一境，那这公子的真正实力又该有多可怕？什么？他怎么会这么强？威压散去，凌晨如同一条死狗般趴在地上，动弹不得，可谓是要多狼狈有多狼狈。他侧头呆呆地望着秦九哥，恐惧传遍全身上下。自己还是头一次败得这么凄惨。本以为对方和他平常遇到的那些宗门子弟没什么不同，都是一群只会借助身后势力逞能的废物，但直到现在，凌晨才意识到自己错了，而且错得非常离谱。对方太强了，完全不是现在的他能对付的了的。师尊，师尊！凌晨心中不断地呼喊着凌霄，想让对方出手，但结果戒指却没有半点反应。公子，属下来迟了。解决掉凌晨之后，玄天圣主和玄天老祖才姗姗来迟。其实早在凌晨和秦九哥交战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来了，只不过因为不敢抢了对方的风头，这才没有出手。秦九哥随意瞥了二人一眼，语气淡淡道：玄天圣地，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看来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二人闻言直接吓得双腿发软，跪在地上连连求饶，还请公子恕罪，这是我们玄天圣地的失责，还请大人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一边说，二人还一边对着苏清欢使眼色，想让他来求情。他们知道自己的小命就在对方的这一句话上了。看着两人哀求的神色，苏清欢无奈的点点头。公子，这件事终归是我和凌晨惹起来的，和玄天圣地无关，还请公子大人大量，放过他们这一回吧。苏清欢轻轻依靠在秦九哥身上，语气央求道：玄天圣地毕竟对他有恩，他也没办法看着对方就这么覆灭，放过他们也不是不行，不过接下来嘛，你要……秦九哥在苏清欢耳边轻语，同时一双大手也很不老实，惹得对方脸色绯红。是，我全听公子的。苏清欢点点头，脸上红晕更甚。这就是上界的公子吗？懂得好多啊，姓秦的你。凌晨趴在地上，看着秦九哥大手肆无忌惮地抚摸着苏清欢的娇躯，不由得一口鲜血喷出，急火攻心。但偏偏他现在还身受重伤，动弹不得，可谓是要多憋屈有多憋屈。同时他心中还在不断地呼喊着凌霄，希望师尊能够附身帮助自己，但奈何他的呼喊就如同石沉大海般，没有半点回应。对了，这个凌晨你要怎么处理呢？随后秦九哥瞥了一眼趴在地上宛若死狗的凌晨，此刻的他已经再无原先的沉稳，变得面目狰狞，狼狈不堪。我都听公子的。看着凌晨如今狼狈的模样，苏清欢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他对凌晨已经仁至义尽了，但奈何他非要作死，自己也拦不住。既然如此，那就先关入地牢吧。秦九哥随意瞥了凌晨一眼，也没有在意。是，公子，赶紧来人，将凌晨给我押入地牢。一旁的玄天圣主和玄天老祖虽然疑惑秦九哥为什么只是把凌晨关押，而不是直接杀了他，但毕竟是这位大人的吩咐，他们不敢不听，赶忙呼喊弟子们前来动手。待到凌晨被弟子们押走，秦九哥也没有再过多停留，而是直接揽着苏清欢的细腰，朝着大殿内走去。今天可谓是收获颇丰，经过凌晨这么一闹，他和苏清欢之间已经彻底不可能了，而且两人决裂也给他提供了不少的反派值。对了，我这里还有一部功法传给你，同你的体质非常大，你若是修炼有成，必定能够一日千里。趁我现在有时间，正好可以指点指点你。秦九哥搂着苏清欢的细腰，在他耳边轻声说道：是，公子。苏清欢面色娇红，聪明如他，自然知道秦九哥口中的指点是什么意思。等到殿门关上，玄天老祖二人如释重负，整个人瘫倒在地，哪还有半点上位者的模样。今天若不是靠着苏清欢求情，他们玄天圣地恐怕真就要成为历史了。伴君如伴虎，还真不是说说而已。这位大人身上的气场太强了。是啊，老祖，这位公子还真是可怕，我甚至感觉到自己都远不是这位大人的对手。不过好在有着圣女殿下求情，才让我们逃过一劫。二人心脏砰砰直跳，瘫坐在地，后背早已被冷汗浸湿。这个凌晨简直是个祸害，亏老夫当初还很看好他，简直是瞎了眼了，差点让我宗的万年基业毁于一旦啊！玄天老祖满是后怕，一想到惹怒秦九哥的后果，就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对凌晨更加恨之入骨。吩咐下去，务必要看管好凌晨，千万不要再出事了。玄天老祖严肃道：是，老祖。
玄天圣主恭敬道。此刻他心中也恨透了凌晨。九幽去暗中监视凌晨。进入行宫之后，秦九哥对着一旁的九幽吩咐道：是，公子。后者恭敬一礼，随后化作一道流光掠出。公子为何这么在意凌晨？我不是关心他，只是好奇，凌晨对公子来说不过是一只蝼蚁，明明一只手就能捏死，为何还要这么麻烦？苏清欢一脸疑惑，对秦九哥的行为很是不解。他本以为秦九哥是要直接杀了凌晨的，但对方的反应属实出乎了他的意料。暂且先留他一命，我自有打算。秦九哥微微笑道，随后看向苏清欢，至于现在嘛，我们还要做一些有趣的事。是，公子。苏清欢脸色瞬间染上一缕红晕，点了点头。对了，这部功法传给你，正好我现在还能指点你一下。即便是修炼，秦九哥也没有忘记指点苏清欢，指尖轻点对方的穴位。随后感受到一阵轻微的刺痛之后，苏清欢发现自己的脑海中多出了一部功法。公子，这是？苏清欢大感吃惊，尽管他不知道这什么级别的功法，但也能感觉到此功法的玄妙，远超他以往所见的所有功法。这是一部仙阶功法，修炼有成之后便可以得到成仙。秦九哥随意的说道，他传给苏清欢的这部功法，自然就是阴阳双修诀了。仙阶功法他勤足不缺，但仙阶双修功法他这也是头一次见到。苏清欢身负九阴玄刹体，正好和这副功法相得益彰，修炼起来事半功倍。仙阶功法，苏清欢不由得出声惊呼道，这部功法完全超乎了他的想象。在青阳界，整个东荒最高级的功法也只是一部天阶下品功法，是由他们玄天圣地的开派祖师天玄子所创，也是全东荒唯一的一部天阶功法。他现在所修炼的功法就是传自玄天圣地的天玄经，整个圣地有资格修炼的人都寥寥无几，结果对方一出手就是他听都没有听说过的仙级功法，实在是太阔绰了。尽管苏清欢早已知晓对方是看上了他的体质才帮助自己修炼，但此刻还是不由得心生感动。比起凌晨，秦九哥不知道要好了多少倍。对方不仅实力恐怖，样貌英俊，无论是身份还是背景都是顶级，妥妥的上界高富帅。虽然刚开始是被逼的，但最近几天下来他也渐渐习惯了。而且他对待自己也很好，很温柔，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粗鲁，知识渊博，懂得也很多。自己一个身份卑微的下界之人，能做他的侍女，其实都是求之不来的福分，那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丁，气运之女苏清欢对宿主好感度上升，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69000点。静默孤寂的地牢之中一片黑暗，死气沉沉，寂静的连滴水声都清晰可见，以及时不时隐约传来门口弟子们巡逻的脚步声。不知过了多久，地牢中的凌晨终于醒了过来，面色惨白，他双手双脚都被铁链锁住，就连自身的修为都被封住，沦为了一个凡人。师尊，你当时为什么不出手帮我？苏醒过后，凌晨不由得埋怨道，当时若是凌霄出手，就算杀不了那人，也能带自己逃走，何须受这么大侮辱？身为气运之子，凌晨自然是心比天高，自尊心极强，受不了半点委屈。凌霄的不作为无疑是让其好感大降。哎，小陈，不是我不帮你，而是因为当时那人身边有一道极其恐怖的气息，我一旦出手必然会引来对方觉察，到时候身份暴露，就连我也没办法带着你逃离那里。凌霄无奈地说道，那股气息实在是太可怕了，就连他全盛时期都不是对手，更何况如今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残魂呢。而最让他感到担心的还是对方的身份，对方性情来自上界，而且身边还有一个这么恐怖的护道者，可千万不要是那一家啊！若真是那一族的话，就连他也无可奈何。什么？就连师尊你都不是他的对手？凌晨不由得感到诧异，在他眼中，自己的这个金手指向来是百试百灵，从未出过差错。以往自己遇到什么强者，都是交由凌霄解决的，这还是头一次，就连师尊都对他如此忌惮。那个性情的来头竟然这么大吗？好了，凌晨，不要管他了，我们先赶紧离开这里吧。凌霄轻声说道。虽然不知道对方为何会放过他们，但是到如今还是先逃出这里再说。好，师尊。凌晨点点头，正准备答应，突然地牢门口出现一阵脚步声，以及二人窃窃私语的声音。凌霄赶忙躲回戒指，凌晨也装作一副无所事事的模样。听说了吗？圣女又在那位大人的行宫里待了好几天。卧槽，真不愧是从上界来的，果然不一般，若换成是你的话，恐怕连3秒钟都坚持不了。我去你的，找死！骂骂咧咧的声音传来，越来越响，越来越近。他们在讨论清欢师妹。凌晨顿时竖起来耳朵，屏气凝神，仔细倾听着二人的谈话。其实早在骂完苏清欢之后，他就已经后悔了。凌晨他以前就是一个小处男，别说链接了，
就连女生的手都没有拉过。苏清欢是他的初恋，也是他的梦中情人，爱之深，恨之切。对于苏清欢，他其实还一直抱有着幻想，对方或许是身不由己，被胁迫的呢。真羡慕那位大人，我们东方第一美人就这么心有所属了。对啊，不光是圣女，就连宗内的那些女弟子们都一个个争先恐后的献媚，让我羡慕死了。其中一位弟子语气酸溜溜的，满是羡慕。苏清欢可是东方第一美人，无数人心目中的女神，但如今东方第一美人成为了那名大人的侍女，更是让无数人心碎了。就那位大人的身份，哪个女人不想爬上他的床？一旦被其看上，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了。圣女自然也不例外。也不一定啊，就算那位大人强迫，圣女也没办法拒绝。凭那位大人的身份，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我看王师兄，你是羡慕了吧？那名弟子拍了拍对方的肩膀，一副贱兮兮的模样，挤眉弄眼的说道：哈哈，王师兄你就羡慕去吧，我晚上还要去找徐师姐呢。徐师姐确实也是咱们玄天圣地当中有名的美人，唯一的缺点就是屁股上有颗痣，不太雅观。你小子运气可真好，竟然把徐师姐泡到了。那名王姓弟子闻言，语气中满是羡慕。这倒是。那位弟子点点头，很是赞成。不过他随即就感觉到了不对劲，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劲。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被一道粗犷的嗓音打断了。你们说苏清欢是被上界那人逼的是吗？凌晨双手紧紧抓着围栏，面色苍白，两只眼球都快凸了出来，焦急地询问道：是真是假，关你屁事？王师兄随意地瞥了凌晨一眼，满脸不屑：什么玩意？就你还敢跟公子抢圣女，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若不是秦公子宽宏大量，他们玄天圣地都要成为历史了。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凌晨你这个小瘪三啊！另一位弟子眼中金光一闪，随后一拳就招呼到了凌晨脸上。凌晨如今被封印了修为，光有肉身强度，自然没办法反应这一拳，被直接轰飞到了墙上。妈的，以前你不挺狂的吗？现在再狂一个试试！那名弟子骂骂咧咧道，随后跟着王师兄离开了此地。凌晨身为穿越者，看不起本地土著，自然也没少跟他们结梁子，只不过以前对方风头正盛，他们不敢招惹。但现在凌晨都被关进地牢了，他正好给对方一个下马威。妈的，虎落平阳被犬欺，我记住你了。凌晨艰难地站起身来，面目狰狞，恶狠狠盯着离开的那两人。师尊，快帮我离开这里，我要去找苏清欢。凌霄，凌晨，你说什么胡话呢？凌霄焦急道：不是，这都什么时候，对方脑子里怎么还想着女人？师尊，你刚才也都听到了，清欢圣女或许是被迫的。不对，清欢圣女一定是被迫的，我要去找她问个清楚。凌晨心中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对方来头甚大，清欢圣女绝对是被迫的。苏清欢是他的初恋，他实在是放不下对方。凌晨，你可知晓那人是谁？凌霄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越发觉得凌晨陌生。姓秦，来自上界，身边有一位十分恐怖的护道者。如果真是他猜的那样的话，对方的身份就太恐怖了。那一族在上界可从没听说过有谁敢招惹。凌晨现在能留下一命就不错了，不赶紧离开这，还要去找女人。他就是因为女人才沦落于此的。师尊，我不会去招惹那人的，我只是想再见苏清欢最后一面。师尊，你帮我离开这里，让我和苏清欢问个清楚。此事过后，我全部都听你的，再也不会违背你的决定了。凌晨苦苦哀求道。哎，好吧，凌晨，你见一面就赶紧离开。凌霄很是无奈，只能答应对方，但心中却对他愈发失望了。只是因为一个女人就要死要活，分不清缓急轻重。对方这个模样，真的还能带他回到上界吗？原先那个宠辱不惊，始终胜券在握的凌晨哪里去了？还是说，这其实就是他的真面目，只是自己始终都没有看出来。不过二人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凌晨若是死了，他也无法苟活，所以也只好附身在了凌晨身上。随着凌霄附身，凌晨原本身受重伤的躯体快速恢复，就连境界也从原来的淬体境变成了悟道境。眼前的牢笼自然困不住凌霄，在没人发现的情况下，悄然离开了地牢。只是二人始终都没有发现，暗地里有只眼睛一直在盯着他们。真不愧是主人，果然料事如神。看来这个残魂就是他的底气所在了吧。九幽目光如炬，随后身形消散，离开了此处。他要将这个消息告诉秦九哥。行宫内，苏清欢早已沉沉睡去，连续鏖战好几天，他早已疲惫不堪。秦九哥则盘坐在一旁，仔细的内视自身。真不愧是传说中的九阴玄刹体，难怪会引来这么多强者争夺。秦九哥感受着自身实力，微微笑道。得益于苏清欢的九阴玄刹体，
现在他的修为也已经突破了一个小境界，来到了洞虚境中期。要知道，他修炼的时间也不过短短几天，可想而知这种体质有多逆天。而且苏清欢的好感度也已经到顶了，不再增长，但还差一点，自己也无法与其绑定。秦九哥猜测，可能只有等自己复活了他的小姨，才能把这最后一点好感度升上去。这应该就是他的执念了，只要解决掉，便能立马增加大量的好感度。若是解决不掉，恐怕他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慢慢攻略，才能成功与其绑定。看来要快点复活他小姨了。秦九哥仔细思索着，但就在这时，一道流光掠过，是九幽赶了回来。他身穿一袭火红色长裙，将他的傲人身材完美的勾勒出来。秀鼻高挺，朱唇皓齿，前凸后翘，柳腰肥臀，一双长腿修长白赞，乱花渐欲迷人眼。赤着雪足，小巧玲珑，足趾圆润，高傲的雪白脖颈上还带着一个黑色项圈，非但没有破坏美感，反而还更加诱人。主人一回来，九幽就顺从地走到了秦九哥身后，纤细的青葱玉指为他按摩起来。可有发现什么？秦九哥慵懒地撑着额头问道。果然不出主人所料，对方身上有一个残魂，现在已经离开了地牢。而且我还听到那凌晨说，他想要出来再见苏清欢最后一面。九幽一边说着一边按摩，心中对于秦九哥则更加钦佩了。他好像总能料事如神一般，对方的一举一动都仿佛被他计算好了一样。又是一个女的吗？就是不知道她是什么身份了。秦九哥皱眉思索道。老爷爷界只流类型的主角，虽然起步较低，但成长性很高。他们前期有了强者的指点，修炼起来无疑会更加迅速。而且在上界，他们身后的势力也算是一股不小的麻烦。不过对他来说却不算什么。九幽是上界大族九幽民族的少族长，就是不知道对方是何身份了，但看上去应该还不如九幽。他的实力如何？不堪一击，我随手可斩。九幽语气自信道。再怎么说，他也是堂堂圣王境大能，同上界那些教主级人物齐名的存在。别说对方现在只是一个残魂，哪怕是全盛时期，他也有自信了结了对方。这么弱吗？秦九哥闻言有些无奈，他还以为对方能给他一个惊喜呢。一个弱者的残魂可没有什么留下来的必要。比起残魂，他其实还是更希望碰见什么小绿瓶、小珠子之类的主角。不过现在还不能妄下定论，先观察一阵再说。系统既然主动让他来到这里，他相信这里必定还隐藏着什么天大机缘，需要对方开启。秦九哥拍了拍苏清欢的翘臀，把他叫了起来。公子，让我再休息一下吧，我真的撑不住了。苏清欢睡眼朦胧地睁开眼，浑身疲惫，以为秦九哥又来了。兴致公子怎么这么厉害？不是说只有耕坏的牛，没有犁坏的地吗？这都折腾了好几天，他浑身都快散架了。想什么呢？我是让你收拾一下，以后就跟在我身边吧。秦九哥不由得嗤笑道，他有那么猴急吗？哦，是这样啊。苏清欢点点头，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反正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刚开始或许还有些害羞，但现在他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公子，那我现在就回去一趟，我还有小姨的一些遗物需要收拾。苏清欢轻声说道。小姨的死一直是他心中的一道疤。去吧。秦九哥拍了拍他的翘臀，望着苏清欢逐渐远去的背影，秦九哥表情也变得阴冷起来。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秦九哥语气淡淡道。美貌在他眼中从来都不值一提，他需要的是绝对的忠诚。如果苏清欢没通过他的考验，那他也只好辣手摧花了。主人，我最近修炼也有些地方陷入了瓶颈，主人能否帮我突破一下？苏清欢离开之后，九幽跨坐在了秦九哥身上，双手环抱住了他的脖颈，胸前一颤一颤，吐气幽兰。主人已经很久都没有宠幸他了，看着主人指点苏清欢不断修炼，他心中酸溜溜的，很是嫉妒。怎么，你吃醋了？秦九哥微微笑道，大手毫不留情地在他全身上下游走。没有，九幽只是主人的一只灵宠，哪里敢吃主人的醋？九幽低着头喃喃自语，不敢去看秦九哥的眼睛。我见犹怜，现在怎么这么乖了？我记得刚收下你的时候，你可是很桀骜不驯的。秦九哥抬起他光滑白净的下巴，语气调侃道。是九幽不好，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妄想跟主人作对。多亏了主人不计前嫌，愿意给九幽一个机会，九幽才能将功赎罪。主人若是不嫌弃，九幽愿意。九幽恭敬地说道，他早已对其心悦诚服，有这个觉悟就好。先吃点开胃小菜，我们待会还有一场好戏要看。另一边，苏清欢刚从秦九哥行宫走出不久，神情恍惚，他发现自己好像已经喜欢上秦九哥了。没错，虽然刚开始是被逼无奈，但经过这几天的相处下来，他发现自己好像真的喜欢上对方了。喜欢他温柔的臂膀，喜欢他温暖的胸膛，
喜欢他姿势的渊博，喜欢他的一切。至于凌晨，二人不过只是普通的同门而已。他先前或许还对其有些好感，但跟秦九哥比起来，完全不值一提。清欢，你终于出来了！突然，一道激动的男声传来。苏清欢回头一看，发现那人竟然是凌晨。凌晨，你怎么出来了？苏清欢面色大变，看着凌晨的眼神中满是警惕。清欢，我是来带你走的。先前是我说的话太重了，你不要往心里去。趁现在秦九哥还没发现，你赶紧跟我走吧。我们离开玄天圣地，离开东荒，谁都找不到我们。凌晨焦急地说道，说着还要去抓苏清欢的手，不过却被后者躲过了。苏清欢厉声道：凌晨，你在说什么胡话？我说过，我是自愿当公子侍女的，不是被他强迫的。我不可能跟你离开，你死了这条心吧。看在以前的同门情谊上，我奉劝你一句，现在去跟公子道歉，或许他还会饶你一命。什么？凌晨满脸诧异，不可置信道：清欢，你说什么？你不是被强迫的。凌晨，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一切都是我自愿的，从来都没人强迫过我。你现在立刻去向公子赔罪，或许公子还能饶你一命。至于我，早就是公子的人了，你若是再纠缠不清，就别怪我出手了。说罢，苏清欢不再忍耐，手中一把长剑寒光凛凛，遥遥指向了凌晨。苏清欢，你被意中人针锋相对，拿剑指着凌晨，心中的郁闷可想而知。更何况他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就为了带着苏清欢远走高飞，结果对方还这么对他。原来一切都是我自作多情了。苏清欢，我果然没看错你，你就是一个攀龙附凤、嫌贫爱富的贱人。凌晨悲痛欲绝，声音中带着癫狂和痴嗔。随便你怎么想，你若是不束手就擒，那就别怪我出手了。苏清欢长剑一挥，恐怖的气势散发而出。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放任凌晨逃跑的。经过秦九哥最近几天的指点，他也是成功突破，来到了转轮境。虽然还比不上凌晨，但对方毕竟身受重伤，他完全自信自己能够拿下凌晨。不好，小陈赶紧离开这里。那秦公子也在这附近。凌霄的声音突然传来，让本想出手的凌晨犹豫了。可恶啊！苏清欢，我们回头再见，下一次我一定会让你后悔今天的决定的。最后看了苏清欢一眼，凌晨愤愤道，身形化作流光，正准备离开，但下一刻他却发现自己竟然完全动弹不得，整个人仿佛被定住了一样。我让你走了吗？冰冷刺骨的声音传来，让凌晨浑身冷汗直冒。他认出来了，这声音不就是那个姓秦的吗？师尊，师尊，你赶紧救我啊！凌晨焦急地呼喊道。生死性命攸关，他也顾不上沉稳了。哎，小陈，你先冷静点，这附近的空间都被封锁了，即便是我也无能为力。凌霄无奈地说道，心中也对凌晨略微有些不满。如果不是因为对方非要来这里，他们怎么可能会沦落于此？凌晨如今的结果可以说完全是拜自己所赐。什么？师尊，你的意思是我们都要死了吗？不，我不能死。好不容易穿越过来，我还没有登临绝巅，还没有大开后宫，我绝不能就这么死了。凌晨心中怒吼道。看到凌晨这副表现，凌霄对其愈发失望了。贪生怕死这4个字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身为修士，本就应该无所畏惧，勇往直前，落子无悔。在上界，无数修士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只为追寻那虚无缥缈的大道，哪怕死在冲锋的路上，也绝不后悔。在那些不朽大教、长生世家之中，少主圣子的选取更是要历经无数磨难，踩着无数人的尸骨走过，一不小心就是万丈悬崖。他们哪一个人的身份不是高贵万分？可却从未听说过有哪家势力的传人贪生怕死。上界的竞争是很残忍的，他们不仅要从同辈之中脱颖而出，凭自己的实力争取到足够的资源，还要提防敌对势力的暗杀。若是贪生怕死，根本就无法走到这一步。师尊，你来自上界，一定有办法的，对吗？一定能带我离开这里，对吗？事到如今，凌晨还抱有幻想，他是穿越者，是这个世界的主角，绝对不可能这么轻易死的。唉，小陈，事到如今，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等到那位公子来的时候，我们态度恭敬一点，或许那位大人不会和我们一般计较呢。凌霄无奈地说道。什么？不，有办法的，一定会有办法的。对了，师尊，你不是魂体吗？只要你自爆魂体，我一定可以逃出去的。凌晨突然想到了什么，语气激动道。什么？凌霄满脸错愕，怎么也没想到这话竟然是从凌晨嘴中说出的。自己和凌晨相处了几十年，他早已将对方当作自己的亲徒弟对待，无论是修炼、丹药、功法，他都是给予对方最好的。结果现在遇到危险，他竟然让自己魂体自爆。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够重回上界，亲手报仇雪恨。可若是自己死了，那这一切都还有什么意义呢？师尊，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当初若不是我，你早就死了。你欠我一条命，正好现在可以还上了。至于你在上界的仇人，将来等我到了上界，一定会帮你报仇雪恨的。生死之前，凌晨的本性彻底暴露了出来，咄咄逼人道：自己这个金手指是真的废物，一点用没用不说，甚至还不敢为了自己牺牲。当初若不是自己，他怎么可能活到今天？哪怕到死，凌晨都还保存着身为穿越者的优越感。对方一个本界土著能够为自己牺牲，那是他的荣幸，自己会记住他的好的，等到自己将来登临绝巅，会完成他的遗愿的。难道这还不够吗？恰好正在此时，秦九哥款步而来，身后还跟着一个貌美的红衣女子，正是九幽公子。见到秦九哥到来，苏清欢眼神一亮，赶忙凑了上去，想要解释什么。不用解释，刚才的事我都看到了，你做得很不错。夸了苏清欢一句，秦九哥就把目光转到了凌晨身上。出来吧，前辈，你还要躲到什么时候？姓秦的，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凌晨强装镇定，心中却早已泛起惊涛骇浪。凌霄的存在，以往可是从未被人察觉，对方是怎么知晓的？他不敢承认，也不能承认。不过这时，他手上的戒指却起了反应。唉，在下凌霄，见过秦公子。话音落下，一道青色身影浮现，露出女子的姣好容貌和丰满身材。一张鹅蛋脸，美轮美奂，柳眉弯弯，眼眸璀璨，秀鼻小巧，朱唇皓齿，未施粉黛，却貌美异常。她这一身月白香轻边的素色青衣，身姿丰腴却不臃肿，胸前饱满，重峦叠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肩颈线条柔，缓如月下流水，腰间一束青带轻轻拢住曲线，更显身段玲珑。身姿摇曳如风中细柳，饱满的体态在素雅青衣的映衬下，少了清冷，多了几分温润。尽管如今只是一介残魂虚影，但不难看出，这位女子生前同样也是一位貌美之辈，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就连九幽也不是其对手。秦九哥上下打量着凌霄，同时有关于她的信息也浮现了出来。丁，检测到气运之女凌霄。气运之女凌霄，身份玄灵天宫长老，体质5，修为洞虚境前期，气运点3万点。出乎意料的是，凌霄同样也是一位气运之女，只不过气运值稍微有些低，但她的炼丹天赋却很出众，就连系统都建议自己收服。虽然炼丹师很稀有，但对她来说其实也就一般。不过若是能有一个专属的炼丹师，那自己也能炼制一些见不得人的丹药，听起来还算不错。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前辈应该是来自上界对吧？打量完对方之后，秦九哥语气淡淡道，他已经想好该怎么处理对方了。是，在下来自上界玄灵天宫，不知公子可否听说过？凌霄恭敬地回应道，不敢有丝毫懈怠。虽然如今他只是一缕残魂，但眼界还在。面前的这位公子，虽然表面上看上去温文尔雅，宽容待人，但那股睥睨天下的自信和久经风霜的上位者气场还是隐藏不住的。很显然，对方必定是大有来头，就算不是一些世家大教传人，那也应该差不多了。至于他身后的那位红衣女子，实力无疑更加恐怖，恐怕就连自己全盛时期都未必会是他的对手。玄灵天宫，上界的一处炼丹圣地，这我自然听说过。秦九哥微微笑道，这玄灵天宫在上界也是有不小的名头，乃是有名的丹药圣地。虽然其宗门实力不算强盛，只能勉强挤入三流势力的行列，但其宗内却有着无数炼丹师坐镇。在上界，一个炼丹师的人脉可是很广的，虽然他们实力不强，但却能轻易无数强者，所以也很少有人会选择得罪炼丹师。而类似于灵玄天宫的这种丹宗，在一片道域里的凝聚力可谓是极其可怕的。不过可惜，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都是浮云。就好比蝼蚁多了，依然还是蝼蚁，无非是多一脚的事，结局并不会有任何改变。秦族100万精锐，大军铁骑踏过，别说一个小小的灵玄丹宗了，就连那整片道域都会沦为过往云烟。公子听说过灵玄天宫？凌霄闻言，眼中闪过一丝喜色。先前之事是在下弟子不懂事，触怒了公子，还请公子宽宏大量，能够饶他一命，在下在这里替他向公子赔罪了。他日我若是能回到玄灵天宫，必然会倾其一切报答公子的。凌霄恭敬道，款款行了一礼。玄灵天宫虽然无法与上界那些顶级势力相比较，但也不是什么小宗小派。一个来自上界势力的人情，而且还是来自有名的炼丹圣地，这个人情不可谓不值钱。玄灵天宫我自然知晓，就是不知前辈是否听说过仙骨秦族。秦九哥微微开口，嘴角带着一丝嘲弄。什么？仙骨秦族？公子，你莫非来自仙骨秦族？
凌霄心中咯噔一声，最可怕的情况还是出现了，这位公子竟然真的来那一族。上界最恐怖的势力仙骨禽族，传言仙骨禽族早在混沌未分、鸿蒙未判之时便已存在，存世可谓是十分悠久古老，甚至可追溯到上界诞生之前。没人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诞生，也没人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无数顶级势力刚起步的时候，禽族就已经站在了这世间的最顶点，传承至今，与其同一时代的许多古老地族世家早已湮灭，而仙骨禽族却从始至终都依然屹立于上界最顶尖而不倒，坐看这世间更替，笑看沉浮。凌霄心中突然生出了一股绝望。秦九哥出生的时候，他早就被人背刺到了下界，因此并不认识秦九哥，不然就算给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招惹对方。若对方真的来自仙骨禽族的话，别说他们这一个小小的灵玄天宫了，就连那附近的几片道域联合起来也不够对方塞牙缝的。不过所幸对方仿佛并不在意，而是又接着问道：不过我倒是很好奇，前辈是为何沦落于此，而且还收了这么一个废物为徒呢？说罢，秦九哥还瞥了凌晨一眼，眼中的嘲弄毫不掩饰。姓秦的，你说谁是废物？凌晨怒吼道。尽管如今危在旦夕，但凌晨身为气运之子，依然是嘴上不饶人，受不了半点委屈。凌晨，你住嘴！不料下一刻，凌霄却是对其怒斥道：你给我跪下！随后在凌霄的威压之下，凌晨被逼得当场下跪，双膝直直地跪在秦九哥面前。而为了看好戏，秦九哥自然是让九幽解除了凌晨身上的空间封锁，亲眼见证了一下，诗词子笑，让秦公子见笑了。在下弟子不懂事，我回头一定会亲自管教他，还望公子大人大量，不要跟着下界的凡夫俗子一般见识。凌霄一脸苦笑，对着秦九哥连连道歉。师尊，你……凌晨心中吐血，跪在自己的仇人面前，这让他的脸还往哪搁？而且出手的那人竟然还是自己的师尊，对着自己的仇人卑躬屈膝，对待自己却重拳出击。凌晨心中对于凌霄的不满无疑又加重了。闭嘴，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吗？凌霄怒斥道，心中已经对于凌晨已经彻底失望了。怎么都到了现在，他还看不清局势？二人的小命现在都在对方手里握着，是生是死就是他的一句话。若是态度好点，兴许还有机会苟活。凌晨现在这副模样，是巴不得着急去投胎吗？凌霄前辈，你这么费心劳神的为别人考虑，只不过他看不上，好像并不领情啊。秦九哥微微笑道，准备再添一把火。哎，让公子看笑话了。凌霄微微摇头，连秦公子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都能看见他的良苦用心，而凌晨作为一个与他相处多年的弟子，却依然我行我素，不听劝告。丁，气运之女凌霄对凌晨失望，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3万点。随后凌霄将他在上界遭人暗算，以及在下界将凌晨收为弟子之事都一一告知了秦九哥。原来如此，看来凌霄前辈还真是遇人不淑，不但在上界遭人暗算，沦落于此，就算现在来到下界，也找了一个只会成天惹事的惹祸精。凌霄闻言沉默，没有反驳。若是以前他还很看好凌晨，对方虽然性格暴躁了一点，但毕竟年轻气盛，还能理解。但现在经历完这一堆事情之后，他才看清了凌晨的真面目。这哪里是什么年轻气盛，分明就是狂妄看不清局势。若是凌晨再执迷不悟的话，迟早会被自己的莽撞害死的。凌霄前辈，恕我直言，你收凌晨为弟子，应该也只是想靠他回到上界复仇吧。但现在你再看，对方如此秉性，真的还能带你回到上界吗？姓秦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凌晨愤怒地抬起头，面目狰狞。没什么意思，明珠蒙尘之事自古皆有，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前辈留在凌晨身边，未免也太过暴殄天物了，倒不如归顺于我。我身后的背景你应该也知晓，你的仇人对我来说不过只是一句话的事。但前辈若是依靠凌晨，今生能否回到上界都还是两说，更何况复仇之事呢？秦九哥语气淡淡，对凌霄抛出了橄榄枝。凌霄没有回话，而是低着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对方说的不错，他现在对于凌晨已经越来越失望了。如果自己答应归顺他的话，回到上界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就连复仇也只是他简单的一句话。可若是换成凌晨，先不说自己能不能撑到他飞升上界的那一刻，就算成功飞升到上界，也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按照凌晨的秉性，必然还会引来其他强者，对方可不会像秦公子这么好说话。当然更大的可能性是自己压根就撑不到那时候，就已经魂飞魄散了。这就是二人之间的差距，对方单单是出生的起点，就已经是凌晨这辈子都仰望不到的目标了。可怜他还看不清形势，一直都在三番五次的招惹秦公子。若是听自己的话，又何能沦落于此呢？而且他能感觉到
凌晨对于自己的戒备心也越来越重，对于自己也愈发不信任了。再加上对方玩了这么一手离间计，就算自己留下来，凌晨恐怕也不会再信任自己了。哎，和秦公子这种上界顶尖权贵相比起来，凌晨无疑是被其全方位碾压。师尊，你不能答应他。看着凌霄陷入沉默，凌晨心中咯噔一下。凌霄是自己的最大依仗，他能够成长到如今的地步，可谓是全靠凌霄。若是对方离开，那他自己要如何在这个陌生世界里生活下去？他绝不允许凌霄离开他。师尊，你不能这么对我。当初你陷入沉睡，还是靠我才将你唤醒的。我对你有救命之恩，你不能就这么抛下我。凌晨语气激动道，生怕凌霄离他而去。自己已经一无所有了，绝对不能再失去凌霄了。小陈，我……凌霄闻言，心中伤心更甚。这么明显的离间计，难道他都看不出来吗？莫非在对方眼中，自己是什么攀龙附凤、嫌贫爱富之人吗？自己和他相处这么久，早就将其当做了亲传弟子，一身衣钵都在尽力传给他。结果他竟然从来都没有信过自己吗？抱歉秦公子，在下谢绝公子的好意了。凌晨毕竟对我有恩，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离他而去。凌霄婉拒道，哪怕凌晨让他失望透顶，哪怕现在有着更好的选择，但凌晨毕竟对他有恩，除非是对方亲自开口，否则无论如何他都不会离开对方的。为了报恩，他哪怕搭上这条命都在所不辞。姓秦的，你都看到了吧？不要以为谁都是那种嫌贫爱富、攀龙附凤之人，有些人不会因为你的身份高贵就选择归顺你的。凌晨不由得出口嘲讽道。事到如今，他总算是扳回一城。前辈真是忠义，对待别人能够以德报怨，但可惜有些人并不值得你这么做。秦九哥依然一脸微笑，随后看向了凌晨，我会让你主动把他交出来的。随后秦九哥素手一挥，3阵光团浮现而出，来到了凌晨的面前。这3样东西换你师尊和你的性命。凌晨闻言嗤笑一声，本想拒绝，但奈何那3团光球实在是太过耀眼，各种特效目不瑕疵，让他忍不住侧目。这是什么？看着凌晨的反应，秦九哥微微一笑，知晓对方上钩了。他素手一挥，露出这些光团原本的模样，分别为一枚丹药、一把长剑、一部古书。凌晨的目光也瞬间被这些东西吸引住了，一动不动地看着这些宝物。看着这各种眼花缭乱的特效，显然都是一些了不起的宝物。他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这3样东西乃是我仙古秦族的3大至宝，这是宇宙超级无敌大仙丹，只要吃下1颗，便可立马感悟大道，洗精伐髓，脱胎换骨，重获新生，正道成仙不过只是时间问题。秦九哥举着手中的丹药说道。凌晨眼神直勾勾的看着那枚5彩丹药，各种异象特效浮现，要多夸张有多夸张。丹香四溢，弥漫万里，仅仅是闻上一口，他就感觉到自己气血上冲，浑身充满了力量。显然对方说的不是假话，这部吊炸天的功法乃是我秦族的不传之秘，能够修炼的人少之又少，领悟之后便可以让你抛弃心中杂念，一心向道，不到大道是不还，威力更是恐怖如斯。随后秦九哥又展示出了那本古书，上面4个金光灿灿的大字，仿佛带有远古大道的气息，恢宏恐怖。至于这柄大宝剑，削铁如泥，锋锐无比，可轻易一剑劈开整个星系，连我都觉得害怕。用这些东西来换你的师尊，并且对于你先前做的那些冒昧之事，我都既往不咎，如何呢？秦九哥饶有兴趣地问道，同时将目光放在了凌霄身上。凌晨，不要答应他。凌霄对着凌晨暗中传音道，对方的这些举动实在是太过刻意了，而且特效也有些太过浮夸了。他并非没见过宝物，但真正的宝物看上去都是内敛平凡，哪有这么浮夸的？不料他的这番劝诫落在凌晨耳中，却以为是不想让他抛下凌霄。凌晨心中不断思索，师尊既然这么担心，说明这些宝物都十分不俗，他担心自己会被抛弃掉。这么看来，对方说的都是真的。反观凌霄这些天的表现，基本没什么用，已经让他失望透顶了。若是能换上这些宝物，哪怕没有凌霄，他也自信将来能够超越对方。到时候等自己变强杀死对方，再把凌霄抢回来。好，我答应你。凌晨脑中思索半晌，最终还是答应了秦九哥的条件。什么？凌霄表情错愕，满脸的不可思议。他和对方相处了这么久，自己面对秦九哥的威逼利诱都无动于衷，而凌晨竟然就为了一些宝物就把自己给卖了。师尊，我仔细想过了，秦公子说的不错，凭我的实力确实不太可能带你回到上界，倒不如各取所需，你也能有个好去处。凌晨一本正经地解释道，仿佛他真的是在为对方考虑一样。哼，我说过前辈，有些人确实不值得你这样对待。秦九哥微微笑道，对于凌晨的选择毫不意外。
毕竟对于这些穿越者来说，向来都是自视清高、重色轻友、见利忘义。这里所有人对他来说都只是土著而已，自然看不上眼，就连他师尊也不例外。只要有足够的利益，他就会毫不留情地将其出卖掉。姓秦的，你不会是想要反悔吧？凌晨一脸警惕道，手中紧紧捏着戒指。怎么会呢？我秦某人可是很讲究信用的。将戒指交出，这些东西就都属于你了。好，小陈，你……凌霄焦急道，但还没来得及搭话，凌晨就已经将戒指取下，扔给了秦九哥。拿到了戒指，秦九哥自然也没有食言，将这3件宝物交给了凌晨。宝物一入手，凌晨便立马收入了自己的储物袋，生怕秦九哥反悔。丁，气运之子凌晨和气运之女凌霄彻底决裂，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30万。丁，气运之女凌霄对凌晨失望透顶，恭喜宿主获得5万反派值。系统提示音传来，让秦九哥浑身都心情愉悦。凌霄可谓是贯穿整部剧情的金手指，重要性可想而知。再加上他身后的凌玄天宫，即便将来凌晨飞升到上界，也是重要的靠山。但现在就因为一些所谓的宝物被凌晨给卖了，实在是让他笑掉大牙。前辈，看来你还真是遇人不淑啊。秦九哥手上把玩着戒指，毫不留情地补上一刀。唉，秦公子，你就为了在下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值得吗？林虚微微摇头，心中对于凌晨已经彻底失望了。自然是值得的，前辈如此忠义，能够得到前辈，别说这些东西，就算要付出代价都行。秦九哥一脸认真道。这番话落在凌霄耳中，让不由得心中一暖。和秦九哥相比起来，凌晨毫无疑问被其完全碾压，而且二人相处了这么久，自己面对秦九哥的招揽都没有离去，结果对方就因为一些宝物就把自己给卖了。反观秦九哥，不但彬彬有礼，待人温和，没有丝毫的傲气，为了自己这么一缕残魂还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实在是让他有些诚惶诚恐。另一边的凌晨见状，对于秦九哥愈发不屑。男人最为了解男人，说了这么多，不还是见色起意吗？看来跟书中的那些反派也没什么区别，等到自己发育起来，一定会让他后悔自己今天的决定的。好了，住在这个破戒指这么久，也是委屈前辈了。说罢，秦九哥手中浮现出一大块金色玉石，正是极品养魂玉。前辈先进来吧。这是极品养魂玉。凌霄眼中一亮，不由得惊呼出声。极品养魂玉，听名字就知道是干什么的。仅仅是站在他身边，凌霄就觉得自己的神魂有了些许恢复的迹象。多谢公子。凌霄脸色微微发红，还从来没人对他这么好过。随后魂体也是直接一溜烟的钻进了里面。啊，好舒服。里面传来了一声呻吟，让九幽和苏清欢二女不由得小脸一红。这声音他们再熟悉不过了，不过他们却是误会了，因为极品养魂玉里面的灵气实在是太过充裕，凌霄进去的瞬间就被填满了，所以一时没忍住，舒服的叫了出来。他毕竟只是一个魂体，以往凌晨实力太弱，根本给他提供不了多少灵力，跟这块财大气粗的极品养魂玉完全没法比。好了，按照约定，你现在要放我离开。凌晨一脸警惕道。滚吧。秦九哥瞥了对方一眼，随后一挥衣袖，直接将凌晨整个人抽飞了出去。可恶啊！凌晨要多憋屈有多憋屈，同时心中发誓，他一定会拿着秦九哥的宝物回来杀死秦九哥的。到那时，他要亲眼看着秦九哥在他面前求饶。唉，公子都是因为我才放过凌晨的。看着逐渐远去的凌晨，凌霄不由得自责道，同时对于秦九哥愈发内疚了。二人早已势如水火，他明明有着杀死对方的实力，却依然还遵守着约定，放了对方一马，难道都是为了自己吗？丁，气运之女对宿主好感度提升，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3万点。话不能这么说，如果不是因为凌晨，我又如何能见到前辈呢？在我眼中，前辈比他重要太多了，只要能得到前辈，放他一马又如何？秦九哥轻声安慰道。公子。凌霄闻言，心中对秦九哥的好感更甚。公子对凌霄这么好，凌霄都不知道要如何报答公子了。既然如今，那前辈不如今生都留在我身边，还债如何？秦九哥不由得调侃道。若是公子不介意，凌霄愿意终身追随公子，永不背叛。凌霄一脸认真道。丁，气运之女凌霄对宿主好感度大幅度提高，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3万点。另一边，刚从秦九哥手下逃出的凌晨一路飞驰，来到了一处隐秘的洞府之中。这处洞府是他当初孤身一人寻到的，没有第二个人知晓。而且此地位于一处森林之中，里面存在着各种恐怖的妖兽，若是实力不济，很有可能会成为对方的口粮。所以凌晨并不担心自己会被别人找到。好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看看这些宝贝吧。
进入山洞，凌晨迫不及待道：“他仿佛已经看见自己修炼有成，对方跪在自己面前求饶的场景了。”随后，凌晨率先拿出了从秦九哥那里得来的宇宙超级无敌大仙丹。这枚丹药一经浮现，各种夸张的特效也一并来，上面异样滔天，五彩斑斓，散发各种颜色的光晕，可谓是要多夸张有多夸张。仅仅是闻着丹香，凌晨就感觉到自己浑身上下气血涌动，仿佛能干死一头牛。好东西啊！凌晨眼中金芒一亮，随后直接将这枚丹药吞下。出乎意料的是，丹药并不像他想象中的苦涩，反而还挺甜，跟糖丸一样。刚吃下去没多久，凌晨就觉得浑身燥热无比，整个仿佛烤熟了一般，浑身气血涌动。看来是丹药起作用了，凌晨心中激动道。随后他又拿出了那部功法，看上去风尘仆仆，历经时代的沧桑，封面右下角还缺了一角，显然也不是凡物。而封面正中央还写着4个金色大字葵花宝典。凌晨迫不及待地翻开第1页，欲练此功，必先自宫。凌晨思索片刻，就很快做出了取舍，反正也不大，等自己成仙了再换个大点的不就好了。凌晨一咬牙，拿出了那把削铁如泥的大宝剑，同样是各种神光纷飞，花里胡哨。虽然有点疼，但只要自己速度够快，就感觉不到。凌晨轻声安慰到自己，随后紧闭双眼，咔嚓一声，啊！惨叫声声如洪钟，瞬间传遍八方，惊起无数鸟兽飞散。山洞内，凌晨痛苦地哀嚎着，裤腿上满是鲜血。他刚才用那柄宝剑切割的时候，结果不知为何砍到一半，这剑突然就卡住了，好像跟生锈了一样。但都砍到一半了，凌晨一咬牙，也就继续了。只要能让他变强，区区一点疼痛不足为耻。解决掉二弟之后，凌晨皱着眉头，面色狰狞，足足缓了好一会才回过神，继续翻开了第2页。若不自宫，也可练功。噗嗤，凌晨顿时一口鲜血喷出，险些走火入魔，但还是稳住了。不是什么大事，反正这么多年来自己都没用上，切了也就切了，以后换个更大的。稳住心态之后，凌晨又翻到了第3页。凌晨一脸懵逼，因为第3页是一张白纸，别说字了，连个毛都没看见。凌晨顿时慌了，接着往后翻去，但都跟第3页一样，一片空白。噗嗤，凌晨又一口鲜血喷出，哪里还不知道自己是被秦九哥耍了？这哪里是什么吊炸天的功法，分明就是他逗自己玩的，可笑自己竟然还信了。随后他赶忙查看起那柄大宝剑，褪去各种光滑特效之后，这柄宝剑也露出了它原本的样貌。剑身黑漆漆的，剑柄都快掉了。这哪里是什么仙剑，分明就是一把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铁剑，甚至还生锈了。别说削铁如泥，就连砍树都费劲，也难怪刚才会卡住了。可恶啊！姓秦的，我凌晨发誓，此生和你不共戴天。凌晨嘴角溢着鲜血，仰天长啸，自己堂堂一个穿越者，竟然被一个本地土着耍得团团转，甚至还把自己师尊主动交给了对方，砍了自己的二弟。一想到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凌晨就眼前一黑，险些摔倒。但随即他便感觉到浑身气血上冲，身体也越来越热，面红耳赤，精力旺盛。他现在也知道那没是什么丹药了。姓秦的，我一定要杀了你！说完这句话之后，凌晨再也按耐不住，从洞府中冲了出去。恰好就在此时，一头紫金狮翼王带领着自己的幼崽们外出巡视领地，看着朝自己袭来的凌晨，紫金狮翼王如临大敌，怒吼出声：“人类，你想干嘛？”想。说罢，凌晨双目赤红，再也控制不住自己，飞身将紫金狮翼王扑倒在地。随后在他震惊的眼神中，而一旁几头紫金狮翼王幼崽同样呆傻在原地，不知所措。丁，气运之子凌晨自宫，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5万点。另一边，秦九哥正悠闲地享受着，但就在此时，不合时宜的系统声传来：“自宫。”这个凌晨未免也有点太蠢了吧？他本来只是打算戏耍一下凌晨，谁知道对方还真信了。但凡往后再多看一眼，都不至于做出这种傻事。不过现在还不是想这些的时候，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秦九哥突然开口问道：“对了，为何从来没有听说过你母亲？你是从小就跟着小姨一起生活的吗？”我母亲。似乎没想到秦九哥突然这么问，苏清欢面露迷茫，似乎是在回忆往事。足足过了1刻钟，苏清欢才回过神来，语气暗藏忧伤：“公子，自我记事以来，我就是跟着小姨她一起生活的。我父亲是玄天圣地的一位老祖，现在也已经作化了。我也曾问过小姨和父亲，但他们都只是摇摇头，没有告诉我。这样吗？”秦九哥低头沉思道，他似乎已经知道对方的来历了。如果他猜得不错，苏清欢母亲很可能来自上界九尾天狐一族，并且地位还不低，
所以苏清欢才会觉醒出仙湖血脉，然后因为某些原因来到下界，并和他父亲相爱，生下了苏清欢。当然，他身后的九尾天狐一族必然不会答应这场婚事，于是派人捉回了苏清欢的母亲。等到苏清欢将来飞升到上界的时候，恐怕又是一番救母剧情了。当然，至于是不是他所猜测的那样，去问他小姨不就知道了。别伤心了，我这就带你去复活你小姨。看着苏清欢这副忧愁的模样，秦九哥轻声安慰道：真的吗，公子？苏清欢闻言，脸色瞬间都明亮了几分。小姨的死一直都是他心头的一道疤，他从小照顾自己长大，二人亲如母女，感情血浓于水。当初小姨身死之后，他甚至发动了玄天圣地调查，但都没有丝毫的蛛丝马迹。如今听说秦九哥要复活他小姨了，他心中自然是兴奋至极。虽说人死不能重生，但对方毕竟是上界来的大人物，万一他有一些什么手段也说不定呢。自然是真的。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出发吧。秦九哥拍了拍苏清欢的翘臀，他正好也有些疑问，需要通过他小姨搞明白。而且只要自己将他的小姨复活了，苏清欢的好感度必然会直线飙升，到那时自己也可以与其绑定了。绑定之后，哪怕他每天坐着不动，都会同步对方的修为。毕竟气运之女的修炼速度可是很逆天的，一个两个或许比不上他，但一旦总合起来，说是一日千里也不为过。咚咚咚！就在这时，殿外传来阵阵敲门声。公子，我去看看。苏清欢对着秦九哥说道，随后便迈着欢快的步伐离开了。知道自己小姨马上就要复活，苏清欢心情也不由得好了起来。真是一条单纯的小狐狸，脸上藏不住事。秦九哥微微笑道，同时对他小姨也愈发好奇了。行宫外，玄天圣主正一脸紧张，双腿还止不住的发颤。他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跟秦公子交代这件事。凌晨可是秦公子专门吩咐过的，要将他押入地牢，严加看管。结果这才过了几天，竟然就让对方跑了。整个的牢层层把守，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更何况凌晨还被封禁了修为，竟然这样都能被他给逃了。玄天圣主满脸忧愁，生怕对方一气之下把他们玄天圣地灭了。嘎吱一声，殿门打开，露出了苏清欢的身影。圣女殿下。看见来人，玄天圣主顿时一个机灵，连忙对其恭敬行礼。虽然名义上他是圣主，苏清欢是圣女，他地位要远远高于对方，但奈何他是公子侍女啊。而且秦公子明显对其很是喜爱，要是一不小心惹恼了对方，他吹吹耳边风就够自己死上千万回了，自然不敢对其有丝毫怠慢。有什么事吗？苏清欢淡淡开口，面色清冷道，是这样的，圣女，凌晨他从地牢中逃出去了。玄天圣主缓缓开口道，语句斟酌，生怕不小心触怒了对方。不过苏清欢却好像早就知道了一样，面色不变，语气淡淡道，我知道了，发出追杀令，务必要将凌晨捉拿回来。那圣女，公子那边？玄天圣主慢吞吞地说道，不敢去看苏清欢的眼神。公子那边自有我会去说，做好你自己的事，若没有其他事，你就可以退下了。苏清欢依然语气平淡道，随后转身步入了行宫内。是，圣女，多亏圣女了。玄天圣主一脸感激道，满是庆幸，幸好自己宗内有个圣女能给秦公子吹耳边风。另一边，森林深处，一名中年男子身形化作神虹，正在飞速行驶，同时他神识也扩散开来，席卷八方，此地任何的风吹草动都瞒不过他的神识。所过之处，无数凶兽更是低头匍匐，浑身战栗，或是纷纷逃离，丝毫不敢招惹对方。应该就在这附近。小陈，你到底在哪里？中年男子面色焦急，当年林家事变，他虽然在众人的围杀中逃了出来，但林家也就此灭绝，而他儿子更是从此不知所踪。他调查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发现凌晨不知何时来到了东荒，甚至还拜入了玄天圣地当中。刚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林日天还很开心。身为人父，他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儿子，他不愿将自己的仇恨传递到凌晨身上，让对方小小年纪就背负上血海深仇。若是凌晨就这么安稳的生活下去，他也就心满意足了。但随后没过多久，他就得知凌晨被一位上界来的大人物镇压了。当时他怒火冲心，险些就要打上玄天圣地，但还是忍住了。经过几天的时间调查，他得知凌晨从玄天圣地当中逃了出去，于是便四处寻找有关于凌晨的踪迹。至于此地，则是他当初暗中跟踪凌晨时所得知的，因此选择来这里碰碰运气。哇哇哇哇！有声音是从那边传来的。林日天神识何其敏锐，自然察觉到了不远处的动静。但当他神识扫过的时候，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似乎是有些不敢相信。林日天又瞬间闪身到了山洞面前，双目瞪得滚圆，目不暇接地看着这场大戏。在他面前，一青年男子正骑着紫金狮翼王的身上。紫金狮翼王高大威猛，而青年身材看上去则很瘦小。
而那位瘦小的男子却把这头紫金狮翼王死死地压制住。而他刚才听到的那股怪声，正是从紫金狮翼王口中发出的。一旁的小紫金狮翼王正围绕在凌晨身边，不断拉着他的大腿、胳膊，想要把他从自己父亲身上拉下来。但奈何凌晨就仿佛定住了一样，他们拉不动分毫。林日天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仿佛三观都被震碎了。才几天没见，他儿子怎么性压抑成这样了，连妖兽都不放过？不对，林日天瞬间反应过来，看他儿子这副模样，显然是被人给下药了。当即他拿出自己珍藏的绝世宝刀，一刀落下，那头紫金狮翼王和他的后代瞬间化为飞灰，凌晨整个人也落在了地上。他双目赤红，顾不得疼痛，随即就立马起身朝着林日天冲去，打着什么主意显然不言而喻。不过凌晨的实力面对那头紫金狮翼王或许还行，但面对林日天显然还是太嫩了。林日天身形虚幻，轻松地从凌晨身边闪过，随后刀背轻轻一敲，就将凌晨打晕了过去。山洞中，林日天满是内疚，如果他早来一步的话，凌晨或许就不会遭受这等暴行了。同时他心中也已经恨死了给他儿子下药的那人，发誓一定会杀了对方，给儿子复仇的。良久，凌晨眉头紧皱，随后缓缓睁开了双眼。林日天瞬间扑了上去，心中紧张不已。一睁眼，凌晨就看见一个胡子拉碴、皮肤黝黑的男人，那胡子都快扎到他脸上了。你是谁？自己昏迷之前，好像就是这个男人救的自己，莫非是老天爷看他太惨，又来给他送外挂了？我是你爹。林日天开口暴击。我操你妈！凌晨瞬间脱口而出。林日天瞬间就被骂懵了，似乎是觉得凌晨没有听清楚，他又一脸认真，一字一字道：儿子，我真是你爹，我真操你妈！凌晨又条件反射般骂道。他知道貌似是眼前这个黑不溜秋的家伙救的他，但也没必要这么占他便宜吧。儿子，我真是你爹，是你亲爹，你怎么就不信呢？林日天无奈道。但随即便想到自己从小都没和凌晨见过，他不认识自己也情有可原。随后林日天费了好大的口舌，才终于让凌晨对他放下了戒心。你说的是真的？你真的是我爹？凌晨半信半疑道，还是有些不敢相信，眼前这个长得黑不溜秋、胡子拉碴的丑逼竟然真的是自己爹。他们二人哪里长得像了？凌晨甚至都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了。当然了，儿子，虽然你我二人没见过，但我们骨子里都流着同样的血液，我就是你爹。林日天满脸激动，紧紧抱着凌晨。以往是爹不好，让你受苦了，但现在爹回来了，从此以后再也没人能欺负我林日天的儿子。说罢，林日天毫不留手，将自己的恐怖威压展示而出。一瞬间，整片森林仿佛都被大恐怖所笼罩，气氛沉重压抑，无数飞鸟兽群全都匍匐在地，颤颤发抖。爹，你现在是什么境界？看着对方如此强大的实力，凌晨眼中金光一闪，对方所展示出来的威压可比玄天圣主强多了。随即凌晨又想到他在不久前一刀就砍死了紫金狮翼王，如此轻描淡写，那他又该有多么强？如果对方实力强的话，那么他认个爹也不是不行。你爹我啊，现在的境界是真王。真王！凌晨瞬间眼睛发亮，毫不犹豫地当场下跪。爹，其实我早就感觉到你是我爹了，只是一时太过激动，不敢相认。如今我们终于见面了，孩儿想你想得好痛苦啊。凌晨语气结巴道，整个人全身都在颤抖。要知道，整个东荒最强的一人都不过是封王境，而他爹竟然是真王境，也就是说，单凭他爹一人就足以横扫整个东荒了。管你什么玄天圣主还是玄天老祖，在他爹面前都是小喽啰。能有个这么大的靠山，别说他是自己爹了，就算不是，他也想认一个。以后自己身后有了真王撑腰，那自己还不得横着走？就连秦九哥，恐怕他也想不到自己身后竟然还有一位真王靠山吧。在这下界，真王就是最强的存在，此界无敌。无论对方有任何手段，在一位真王面前都讨不到丝毫便宜。哎，儿子你快起来，是父亲不好，让你受苦了。林日天赶忙将凌晨扶了起来。看着凌晨这么快就接受了自己，林日天心中自然是高兴不已，同时对他也愈发愧疚了。凌晨孤身一人生活到现在，可想而知他到底承受了多少苦难。爹，既然你这么厉害，那我怎么都没有听说你的名号呢？凌晨一脸好奇地问道，同时心中也有了些许猜测。乖儿子，你没听过爹的名号很正常，因为爹并非来自东荒。林日天哈哈大笑道，不是来自东荒，那莫非是？凌晨眼中金芒一亮，就连呼吸都急促了几分。没错，正如你想的那样，我来自中州。林日天一脸自豪，身为中州人，他以出生在中州为傲。青阳界五域，
其中当以中州最为强盛，皇朝圣地，世家宗门万千，无论是实力、资源、地盘都远超其他4域。他的实力在中州虽然算不上最强，但放在这东荒完全就是降维打击。譬如这什么东荒最强者，竟然才封王境，他随手一击就能抹杀对方1000万次。爹，那我呢？凌晨顿时激动不已，就连呼吸都急促了几分。原来他不是父母双亡，而是父母双亡。你是我的儿子，自然也是来自中州，而且还是中州林家的大少爷。我来自中州林家，还是大少爷。凌晨眼中金光一闪，这莫非是老天看他太惨，准备给他送挂了？爹，那我们林家很强吗？凌晨接着问道。那是自然，我们中州林家当初可是整个中州的霸主，无论哪方势力见了都要低头。林日天语气自信道。这么厉害？凌晨眼睛顿时就亮了，原来自己不是什么没背景的废材，而是和秦九哥一样，同样是有着天大背景的世家大少爷。太好了。爹，那你能帮我复仇吗？有个来自上界的直跨公子，他不但险些杀了我，而且还让我沦落为了如今的这副模样。先前我就是被他下了药，才会发生那种事的。凌晨咬牙切齿的添油加醋道，双目通红，双拳攥得紧握，心中更是恨透了秦九哥。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来自上界的世家公子，行事竟然这么卑鄙无耻。听罢凌晨的诉苦，林日天更是心疼不已。他没想到，短短100年时间过去，凌晨竟然混得这么惨，不但女人被抢了，二弟被割了，就连自己的贞操也没了，变成了晨儿，你受苦了。那什么公子在什么地方？你带我去找他，看我不一刀劈死他。敢惹我林日天的儿子，我让他好看。林日天抓住凌晨的肩膀，不断摇晃，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自己儿子竟然遭受了这种待遇，他身为一个父亲怎么能忍？父亲，你不是林家家主吗？既然如此，那我们不如先回林家，然后再派出千军万马围杀那人，到时候任他有3头6臂也无法逃脱掉。经过先前一事，凌晨也是机灵了几分。他父亲虽强，但毕竟敌众我寡，而且对方还有个不知深浅的护道者，万一他父亲不是对手，那他岂不是自找没趣？保险起见，还是直接派人围杀比较安全。反正他现在也是有背景的人了，不用白不用，正好趁机体会一下仗势欺人的感觉。晨儿，有件事我忘了跟你说了，当初我林家确实是中州的霸主势力，但现在我林家已经灭绝了，整个林家就剩下了你我2人，我们是林家最后的血脉了。林日天一本正经道。什么？凌晨满脸错愕，随后强行憋出了一个笑脸。父亲，你一定是在开玩笑的对吧？不料林日天却是摇了摇头。晨儿，我说的都是真的。当初你之所以流落到东荒，就是因为我林家遭到了中州各大势力的围杀，我拼死才从他们的围杀中逃了出来，随后调查了很长时间，才终于找到你了。至于林家，林日天抬头望天，语气落寞，现在就剩下我们俩了。凌晨险些当场石化，心中有句草泥马，不知当讲不当讲。亏你先前还吹得那么牛逼，我还以为林家有多强，闹半天原来早就被人灭了。也幸好自己没有脑子一热就傻乎乎的去找秦九哥报仇，不然自己可能就真的要大结局了。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再怎么说对方也是一位真王，有他保护自己，总比自己孤身一人要强，自己肯定不能这么轻易放过对方。凌晨心中暗自思忖，随后将自己的担忧说了出来。父亲，那人来自上界，而且身边还有一位极为恐怖的护道者，保险起见，我们还是先探查清楚他的底细再说。看见凌晨这么关心自己，林日天倍感欣慰，看着凌晨的目光也愈发柔情。哈哈哈，晨儿你不用担心，不就是来自上界吗？我林家上界又不是没人，我前几日通过林家秘法，已经成功联系到了上界的老祖宗。我林家老祖天下无双，飞升到上界万年时间，更是建立了不朽大教，门下弟子门徒千万，实力恐怖，引得上界无数势力前来朝拜，跺跺脚就能引发上界的震动。就算对方真的来自上界，见了我们林家老祖一样，跟老鼠见了猫一样，不足畏惧。看着林日天一本正经的吹逼，凌晨心中翻了个白眼，顿感无语。我信你个鬼，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要真跟你说的一样，我林家还能被人灭族，我还能流落到东荒？对于林日天说的话，凌晨是半个字都不敢相信。如果不是因为对方实力恐怖，还有利用价值，他早就躲得远远的了。身为穿越者，凌晨自然不可能对眼前的这个土著有丝毫感情。他是原主的父亲，又不是自己父亲，自己可是把他儿子夺舍了。准确来说，二者应该是仇人，若不是实力不允许，他肯定会率先把对方解决了，生怕哪天被对方发现自己的真面目，提心吊胆，夜不能寐。看着凌晨一副看傻子的表情，林日天沉声道：晨儿，我说的都是真的，这些都是老祖亲自告诉我的，过不了多久，老祖就会亲自下界，
把当初灭亡我们林家的势力一网打尽，为我们死去的林家人报仇。林日天右拳紧握，语气铿锵道。大火汹涌，刀光剑影，鲜血如注，浸染了整片大地。武器碰撞声、叫骂声、怒吼声、婴儿啼哭声，各种声音交错不堪。当年林家被灭时的景象时不时浮现在他眼中，名为仇恨的种子也在逐渐生根发芽。若不是因为自己实力不济，担心打草惊蛇，他早就将中州的那几家势力一一灭门了。好了，我知道了，父亲。那你这次找我是因为什么事？凌晨轻声问道。自从二弟被割了之后，凌晨整个人的心态都发生了不小的改变，人也变得沉稳了许多。自己刚穿越过来，一路顺风顺水，导致他的心态也变得愈发狂妄了。殊不知这里是修仙界，自己虽是主角不假，但一不小心真的会死。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他肯定不会再招惹秦九哥了。我这次来是为了带你寻找一处机缘的。林日天说着，随后右手一挥，一卷古朴的图卷符现在他手中。当初我林家就是因为得到了这卷藏宝图，才会引来灾祸的。藏宝图？凌晨眼睛一亮，似乎已经知晓了林日天为何会来寻他了。看来是老天又来给他这个主角送机缘了。根据我林家的调查，这上面埋藏着一个天大的机缘，传说是当初上界的一位至强者所留。谁能得到这个机缘，便能拥有恐怖无比的力量，横扫一切，举世独尊。当初就是因为这个消息走漏，才导致我林家被灭族的。上界至强者，举世独尊。凌晨呼吸都急促了几分。若对方说的是真的话，那一位上界至强者所留下来的宝物又会有多强？他若是得到了，岂不是复仇有望？凌晨突然想到，秦九哥来到下界，莫非就是为了这个机缘了？不然这小小的下界还有什么事值得他亲自来一趟的？父亲，这个藏宝图我能看看吗？凌晨轻声说道。那当然了，你是我儿子，这个机缘本来就是我为你留的。林日天拍了拍他的肩膀，随后将图卷递给了凌晨。多年未见，他都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如今好不容易见面，他自然是想尽全力弥补自己儿子。拿到藏宝图之后，凌晨仔细的观摩，同时心中一股强烈的悸动浮现。直觉告诉他，这张藏宝图埋藏的机缘很重要，他一定要得到。这么看来，秦九哥之所以来到下界，就是为了这个机缘。凌晨突然想到，随即就兴奋了起来。若真是这样，即便自己现在不能杀了他，也能抢走他的机缘，恶心他。而且能让对方都亲自下界寻找的机缘必定不凡，自己若是得到，说不定就报仇有望了。父亲，这处机缘在什么地方？我们赶紧去吧。凌晨焦急道。他已经迫不及待找到这处机缘，然后亲自去向秦九哥复仇了。晨儿不要着急，这藏宝图所在的位置是中州的一处秘境，应该过不了多久就会开启了。只要根据这上面的指引，一定可以找到。说罢，林日天伸手展示出了3块青铜残片。在秘境里，凌晨喃喃自语，随后神情激动。若真是这样，岂不是天助我也？秘境之中有着境界压制，就算他身后的那名护道者再强，也依然会被压制境界。到那时，自己就可以复仇了。若是对方没有进入这处秘境，那他也可以拿走那里的机缘。他有预感，只要自己能得到那处机缘，必然会一飞冲天，复仇有望。无论对方进不进入这个秘境，结局都已经注定了。父亲，这是……此时凌晨才从刚才的幻想中醒了过来，看着林日天手中的3块青铜残片问道：这是开启那处机缘的钥匙，进入秘境之后，此物会为你指引那处机缘的所在之地。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此物应该共有4块，只有集齐才能完全打开机关，然后找到那处机缘。林日天沉声说道。他找寻许久，却也还差1块，希望到时候会有好运，能够见到那最后1块。既然如此，那父亲，我们先趁早准备吧。凌晨双拳紧握，心中激动不已。天时地利人和，那处机缘必定归他所有。哼哼，秦九哥，当初你放我一马，绝对会是你此生做过最错误的决定的。凌晨心中暗暗想到，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对方后悔的表情了。不错，那处秘境也快开始了，所以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带你去中州的。林日天点头沉声道，随后抓起凌晨，身形化作一道神虹，转眼便消失在了原地。一旁森林中的各种恐怖妖兽此刻全都匍匐在地，瑟瑟发抖，不敢有丝毫异动。直到确定那股恐怖的气息消散之后，才又恢复了平静。公子，就是这里了。另一边，秦九哥在苏清欢的陪同之下，来到了一片郁郁葱葱的广袤森林之中。古木参天，直刺云霄，枝叶交织，遮天蔽日。远山层叠如带，一道飞瀑自崖间奔涌而下，恰似银河倾泻9天。此地倒是不错。秦九哥随意打量着四周，一路走来，倒是碰见过不少凶兽。
不过对于九幽来说，这些妖兽血脉斑驳不堪，就连实力也弱小的可怜，随便散发一缕威压就足以把他们吓个半死了，自然不会自讨没趣的来打扰他们。这里就是我和我小姨当初一起生活的地方。苏清欢语气忧郁，似乎是在回忆往事。苏清欢换上了一袭小白裙，略施粉黛，一头长发也扎了起来，绑了2条双马尾，看上去颇为清纯。尤其现在眉头紧蹙，更是有一种忧郁之感。当初他和小姨一起生活在这森林里，无忧无虑，无拘无束，那是他最快乐的一段时光。结果转眼就物是人非，阴阳两隔，实在是令人唏嘘。不过好在他遇到了公子。公子你看，前面那间木屋就是我和小姨一起盖的，小姨她现在就在这里面。突然苏清欢伸出手指，指着远处的一间小木屋。放心吧，有我在，一切安好。秦九哥拉着苏清欢的小手轻拍了2下，随后安慰道：苏清欢轻轻依靠在秦九哥怀中。公子，这里有阵法阻挡，封王境以下的修士进入都会惨死，我先帮你取掉。苏清欢轻声说道，随后手中掐诀，神华流转，无数流光飞向四周，显示出此地的原本样貌。小木屋周边，一张半圆形的空间屏障倒扣而下，正面留出了一条通道。好了，公子，我们进去吧。倒没看出来你还会阵法。秦九哥轻声笑道，仔细打量着四周。此地的阵法倒是不弱，看来苏清欢的小姨也不是什么庸人。若是那只素未谋面的大狐狸没有任何长处，他倒也不介意给其戴上项圈当做宠物。但比起这个，他还是希望对方有更值得他在意的东西。例如苏清欢，他不但有着9阴玄刹体，修炼起来事半功倍，能助他一臂之力，还有着仙狐血脉，等到对方将来觉醒，血脉返祖，必然前途不可估量，是一个值得投资的对象。至于他小姨，现在看来阵法天赋不错。此地的法阵是由多个法阵叠加而起，威力无限逼近8品法阵。上界阵法共分为天地人3阶，每阶阵法又分为9品。这里的8品法阵自然指的是人阶8品，虽然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但在这方下界也算是顶点了。在上界，阵法一道同样奥秘无穷，涌现出不少强者，甚至有狠人为了变强，将杀阵融入自己的神魂之中，时时饱受噬魂之痛。更不要提各大宗门世家布置的各种大阵，其中自然少不了阵法师的出手。一名顶级的阵法师在上界绝对是吃香喝辣的存在，会引得各大势力争相抢夺。毕竟阵法的存在可是与自家势力息息相关。若是宗门内部需要建造阵法，是自己宗门内部的阵法师可靠，还是一个外人可靠，就不必多说了。而在天阶阵法师之上，则是传说中的地阵师。一位地阵师，其实力远远大于一般大帝。因为想要成就地阵师，则需要以阵入道，不但自身修为要突破大帝，更需要突破地阶灵魂。当然，现在谈论这个还为时尚早。但无论如何，这苏清欢小姨的阵法天赋显然不弱，因为阵法的叠加可不是1+1等于2这么简单。他现在能叠加几个阵法，说不定将来就能叠加成千上万个阵法。想想看，两方强者交手，阵法师突然布下成千上万个杀阵，那场面想想就头皮发麻。这些都是我小姨教我的，此地阵法也是我小姨布下，我只会一些皮毛。苏清欢有些不好意思，随后拉住秦九哥的手，公子，我们快进去吧。法阵之中别有洞天，鸟语花香，香气弥漫，灵气浓郁程度远超阵外。挺拔巍峨的巨树之上，鸟兽蝉鸣不绝，湖泊之中不时的有飞鱼跳出水面，溅起点点水花，在阳光的照耀之下更显晶莹剔透。但苏清欢显然没有心情闲逛，而是直接进入了房屋。小木屋内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以及一些简单的家具，虽然简朴，但雕刻的都很典雅。而且因为这些木材都很不凡，所以即便苏清欢有过一些时日没来，此地依然很干净，没有丝毫尘埃。公子，我小姨她就在内屋。望着那扇熟悉的房门，回忆涌上心头，苏清欢眼角晶莹。故乡风景依旧，只是他却再也见不到那个熟悉的人了。公子，你真的可以救我小姨吗？苏清欢回过头来，娇躯发颤，满是悸动地望着秦九哥。尽管对方言之凿凿，但此事毕竟太过天方夜谭，他还是有些不敢相信。世上最可怕的不是绝望，而是绝望之中有人拉了你一把，给你带来希望后再让你彻底绝望。秦九哥自然知道他的心中所想，摸了摸他的头，语气坚决道：我从不做没把握的承诺，放心好了，你小姨会没事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安静的候在屋外，然后擦干净自己眼泪，不然若是你小姨一会醒来看到你这副模样，她会伤心的。说着，秦九哥轻轻拭去了苏清欢眼角的一滴泪珠。公子，我相信你。苏清欢点点头，紧紧抱着秦九哥。良久，二人才分开。
秦九哥孤身一人进入了内屋。上界不比下界，苏清欢再怎么说也只是一个单纯的18岁少女，从小就无忧无虑，没见过人间疾物。待自己亲如母女的小姨身死，若是让她看见她小姨的尸体，对一位少女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而她不一样，在上界，尤其是在那些世家大族之中，要想获得别人的尊敬和地位，只有靠自己的实力一拳一拳打出来。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有命运的馈赠其实都早已在暗中标好价格。想要享受家族祖辈的余荫，自然要承担得起家族的重任。所以那些大家族之中的子弟，他们过得并非像世人想象的那般潇洒，相反，他们所经历的磨难远超世人想象。因为他们不但要历经千难万险才能从同辈之中脱颖而出，更需要提防敌对势力的挑战和暗杀，稍不留神就可能阴阳两隔。而正是一代又一代人坚守，才使得这些势力始终屹立在上界之巅，不曾衰败。他自然也不例外。别看他如今才18，在秦族身份尊贵，受尽各大老祖的宠爱，但在这风光的背后，是无数次鲜血浸染的白袍，是日复一日的挥汗如雨，更是甘于寂寞，沉下心来打磨自身的坚守。内屋里只有简单的一张床和几张椅子，而苏清欢小姨此刻正躺在床上。秦九哥右手轻轻一挥，就解开了笼罩在女子身上的阵法。这阵法显然是苏清欢所布置，同先前屋外的那处阵法天差地别，只是单纯的暂缓时间，好让女子的尸体不那么快腐烂。秦九哥仔细打量着眼前的女子，她嘴角渗血，衣衫染血，脸色苍白，浑身都是伤疤，招招致命。就连身后的几条尾巴都萎靡不堪，被鲜血浸染，有的甚至被直接砍断。公子，凌霄从养魂狱中出来，躬身行礼道。经过这段时间灵力的不断滋养，凌霄身形愈发凝实，整个人都精神了很多，容光焕发，不再似以前那么萎靡不振。凌霄，你能看出他的死因吗？秦九哥轻声问道。专业事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凌霄生前是炼丹师，应该能看出女子的死因。凌霄仔细打量了女子半晌，随后才缓缓开口道：公子，她身受多处致命伤，都是刀伤，而且身体还有被灼烧的痕迹。凶手是一位刀修，出手狠辣，而且还修炼着火元素功法。只要我能见到凶手，就一定会认出他。凌霄自信满满的说道。不料此刻秦九哥却眉头微皱。根据苏清欢所说，这大狐狸生前的修为也有封侯境了，再加上他的阵法天赋，实力强悍，这东荒有谁能杀他？而且他平常都一直待着这里，很少外出，这荒郊野岭的，谁会没事跑到这里招惹一只封侯境大妖？看来他身上也藏着一些秘密啊。秦九哥眉头紧蹙，仔细打量着眼前这只大狐狸。公子，若是你无法复活他，也可以直接告诉苏清欢，我相信他会理解公子的。经过最近一段时日的相处，凌霄跟九幽和苏清欢相处的都很愉快，几人互相以姐妹相称。看着秦九哥这副忧愁的模样，凌霄还以为他是担忧，不知道怎么和苏清欢交代此事，于是轻声开口说道：他虽然是一名炼丹师，能够活死人100股，就算对方只留一口气，他都有把握救活，但对方显然连口气都没有剩下，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别说他了，就算换成任何一人都不可能将其复活。秦九哥点点头道：我知道了。确实，别人或许会对一具尸体无能为力，但他可不一样，他有外挂啊。系统，打开我的个人面板。秦九哥在心中轻声呼唤着系统，随后一块淡蓝色光幕浮现在他面前。宿主秦九哥，身份仙古秦族神子，轩辕地族弟子，体质禁忌，修为洞虚境中期，功法神通先秦宝典，玄天斩剑录，阴阳双修诀，吞天魔功，轩辕地诀，道心众魔，万化天魔身。系统空间2/3世界种子，绑定气运之女江婉莹，天命反派值634000点。许久没有打开系统，他的反派值也来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数字。结，宿主好久不见，不知有什么需求啊？本系统最近可是想你想得紧啊。一打开系统，他那猥琐的声音就传到了秦九哥耳中。想我看你是想我的反派值吧？秦九哥心中不由得嗤笑道：宿主别说的这么直白嘛，本童子也是要吃饭的，要是再没有反派值进账，本童子就要流落街头了。呜呜，别贫嘴了，我这次给你带来了一个大单，你就说接不接吧。什么大单？秦九哥瞥了眼躺在床上的大狐狸，把他复活，能不能做到？能是能，只是宿主大大没有反派值，我很难为你办事啊。童子苍蝇搓手，我足足63万的反派值，难道复活一个人还不够吗？秦九哥眉头微皱，这系统自从觉醒意识之后就有些不识好歹了，惦记上他的反派值了，看来他事后需要好好拷打，
对方一下的当然不够了。宿主大大，莫非你以为复活一人很简单吗？童子大倒苦水，有多难？这对于我可爱的系统来说，不应该是挥手就能轻易做到的吗？还是说系统你不行？秦九歌激将道，开什么玩笑，本童子举世无双，这世上就没我办不成的事。但一码归一码，复活一个人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想要复活一个人，需要定位到当前的坐标，然后从时光长河逆流而上，回到过去，找到那人，之后再横跨时间长河，根据坐标的指引回到现在。当然在此期间还需要保护好那人，避免他因为时间长河的冲刷而陨落。这期间所耗费的反派值可不少，你现在拥有的这些连零头都不到。不过宿主不用担心，本系统有着特别的人性化服务，可免费为宿主提供贷款服务。介于宿主是首次贷款，所以贷款利率低至0.01百分号，贷款期限99999年。贷款以后，宿主每天还款仅需999点反派值，是不是特别划算呢？心动不如行动，宿主若是感兴趣的话，不如赶快抓紧时间下单吧。系统一本正经地推销道。秦九歌惊得目瞪口呆，好家伙，这熟悉的既视感是怎么回事？怎么修仙界也有贷款？贷款修仙？看着这密密麻麻的9999，秦九歌心中突然生出一股不好的预感，这狗系统不会是要宰他吧？这要是自己答应了，以后还能有好日子过。前世他就超出3代之外，不在无险之中，区区眼前的一点小诱惑，对他来说熟视无睹，不要也罢。童子，你把嘴给我闭上，我说一个数，50万反派值，能不能帮我复活这只大狐狸？50万反派值，宿主大大，您这砍的也太狠了，我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啊！废话少说，大不了我事后多宰几个气运之子，跟着我，莫非你还怕缺少反派值吗？得，看在我们相识这么久的份上，我就好人做到底，直接帮你复活了吧。系统顿时无语，自己这个宿主看上去不太好忽悠啊，看来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了。随后一阵金光闪过，无数道运灵力飞入大狐狸的体内。神奇的事情出现了，只见这只大狐狸身上泛起阵阵金色光晕，无数光团向其冲去，包裹着它的身躯。它身上伤口逐渐复原，刀疤消散，气息逐渐变得平稳，身上的各处伤势都在快速愈合，气息也在稳步提升。公子，这是……一旁的凌霄惊得目瞪口呆，一张樱桃小嘴也卷成了 O 型，满脸的不可置信。他竟然在这只大狐狸身上感受到了生命的气息，也就是说，公子竟然真的把一个死人给救活了，这怎么可能呢？凌霄的世界观仿佛都要崩塌了。上界强者如云，可断肢再生，滴血重生，无论伤势再重，只要还有一口气在，他们就能恢复如初。但即便强如大地，只要身死，一切都会烟消云散，就没有任何手段能够复活。结果在他面前，秦九歌随手就复活了一个人，而且看上去还毫无压力的样子。秦九歌这一手毫无疑问是把凌霄惊住了。若是秦九歌有着随意复活别人的手段，那这整个上界还有谁能与秦族为敌？随着光晕逐渐消散，大狐狸也露出了他原本的面容，未施粉黛，精美绝伦，倾国倾城，一双狐狸眼极为勾人，秀鼻小巧，朱唇皓齿，一对狐狸耳朵蜷缩着，更是可爱至极。他仅仅是安静地躺着，便好似睡美人一般，美得令人心颤，让周遭一切都黯然失色。山峦叠嶂，胸怀宽阔，腰肢纤细无比，盈盈一握，3000青丝随意地披散在身后，身上还有一股浓郁好闻的体香。皮肤白皙光滑，犹如凝脂，7霜赛雪，玉臂洁白如霜，食指细长，青葱如玉，一双雪白修长的玉腿静静地悬浮着，浑圆白皙，柔美细腻。身后3只蓬松雪白的狐尾也舒展开了，看起来极为俏皮，让人忍不住想要撸一撸。女子的气息逐渐恢复到巅峰，就连伤势也都完好如初。随后光晕渐渐消散，女子做事就冲着秦九歌到来。秦九歌见状，只好无奈地将其拥入怀中。看样子苏清欢还是遗传啊。一旁的凌霄见状，转身就进入了养魂域中，不再打扰二人独处。你是？大狐狸脑袋晕乎乎的。睡吧，等睡一觉，一切都会变好的。秦九歌紧紧搂着女子，语气仿佛带有魔力一般。女子听罢，竟真的感觉到一股倦意涌上心头，疲惫感遍布全身，双眼皮不断打架，最终缓缓闭合，死死睡去。秦九歌温柔地将女子抱上床榻，贴心地给她盖上被子，离开了内屋。这只大狐狸刚刚复活，身体还很虚弱，若是太过劳累的话，身体多半会吃不消，被折腾得散架。不过只要睡一觉，一切就都会恢复如初的。公子，我小姨她怎么样了？一出门就能看见苏清欢在门口来回踱步，双手扣搜着指甲，显然心中紧张不已。我出手自然是轻松解决，你小姨就在屋内，
不过他现在还很虚弱，你最好还是不要打扰他，等到他睡一觉就能彻底恢复了。秦九哥摸着苏清欢的胡耳，轻声说道：真的吗，公子？我小姨她真的活过来了吗？苏清欢语气颤抖，还是有些不敢相信。当然是真的了，不信你可以进去看看。秦九哥轻声笑道：多谢公子了，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报答公子才好了。尽管不知道秦九哥是怎么做到的，但很显然对方必定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她只是一个下界的小侍女，身份卑微，结果秦九哥却对她这么好，没有丝毫嫌弃，不但传她功法，指点她修炼，还帮她复活了待她如亲的小姨。她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她才好了，举手之劳而已。至于报答，你不是已经报答过了吗？秦九哥微微一笑。苏清欢自然知晓他的言外之意，脸色顿时羞红，有些不好意思道：公子，那我先去看望一下我小姨。说罢，苏清欢便红着脸快步朝着内屋走去，而秦九哥自然也没有拦他。苏清欢担忧他小姨已久，如今看到对方安然无恙，自然是松了一口气，对于秦九哥也愈发感激了。丁，气运之女苏清欢对宿主好感度提升，好感度达到顶点，宿主可与其绑定，是否绑定？绑定。秦九哥眼睛一亮，经过这么长时间，终于又成功绑定上了一位女主。别看苏清欢现在实力不怎么样，但她可是有着九尾仙狐的血脉，一旦觉醒，就是她逆袭的开始了。当然，绑定的对象自然是多多益善了。毕竟这些气运之女可不是什么花瓶，而是受到天道眷顾之人，将来都是走向上界顶点的人物。以后他遇到敌人，甚至都不用出手，仅仅靠他身边的这些气运之女就足够解决对方了。随着第二位气运之子绑定成功，秦九哥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身上的气运又浓厚了几分，并且灵力也变得精纯，实力也比之以往更恐怖了几分。若是再多绑定几个气运之女，恐怕自己每天坐着不动，修为都会猛猛往上涨了。3天后，小姨，你终于醒了。苏清欢坐在一旁，看着女子逐渐睁开的双眸，神情激动道：公子果然没骗她，小姨她真的醒来了。是清欢啊，我这是……女子强撑着坐起来，脑袋一阵疼痛。她记得那天自己碰见了一个男人，然后二人爆发了激烈的交战，她不是对手，身受重伤。那时候她已经感觉到自己生命的流逝，知晓自己活不了了。但现在自己为何会安然无恙地躺在这里，而且身上的伤势都恢复了，就连实力也恢复到了最顶峰。对了，记忆碎片一闪而过，女子好像想起了什么。如果她没记错的话，她醒来的时候好像又遇到了一个男人，长得倒是挺帅的，就是手不太老实，喜欢吃她豆腐。小姨，你真的没事了？苏清欢紧紧抱着女子，泪水止不住的往下流，哽咽道：小姨，我好想你啊，你不要离开我了好不好？从小到大，苏清欢就是由女子孤身一人带大，二人亲如母女，感情自然无比深厚。女子死后，苏清欢可是伤心了好久，对不起清欢，是小姨不好，让你担心了。女子也紧紧地抱住苏清欢，素手轻拍着她的后背。对了，清欢，我这是……女子轻声问道，她心里还有许多疑惑没有搞明白，自己是如何活过来的？还有，之前吃自己豆腐的那人又是谁？对了，小姨，我忘记跟你介绍了，这是秦公子，我现在是公子的侍女，多亏了公子出手，才能把小姨你救活。说着，苏清欢为女子轻声介绍道。此刻女子才发现苏清欢身后站着一位俊逸男子，只不过由于他刚刚苏醒，外加上一心扑在苏清欢身上，所以并没有第一时间察觉到秦九哥的存在。但现在定睛一看，女子脸颊瞬间发红，娇躯也微微发烫。这人不就是之前吃自己豆腐的那人吗？多谢公子出手，救了我一命。女子轻声说道，声若空灵，婉转动听。她毕竟也曾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表面上看起来自然毫无破绽，只是脸颊有些微微发红而已。举手之劳，前辈既然是清欢的小姨，那我自然会施展援手。秦九哥微微笑道，眉头轻轻一挑，不知前辈尊姓大名？我名胡灵犀，多谢公子出手相助了，不然小女子这次可能真的要陨落此地了。胡灵犀躬身行礼道，心中却在不断思索，姓秦，莫非是来自那一族？看对方的骨龄和境界，显然是只有那一族才能出现的顶尖妖孽。只是秦族什么时候强大到能够随意复活一个人了？而且对方还是一个小辈，小事一桩。不过我倒是好奇，前辈的实力在这下界也算是霸主了，怎么会伤得如此之重？秦九哥随口问道。他的确是有些不解，封侯境的实力在这下界毫无疑问是一方霸主，尤其还是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对方到底是招惹了何人，才会引来杀身之祸，或者说是谋财害命？我也不知晓，我与那人并不相识。胡灵犀无奈地摇了摇头，随后又开口解释道：那日我像往常一样外出，
结果却在半路遇到了一位男子。那人实力很恐怖，乃是一位真王。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拿刀向我砍来，我不是他的对手，身受重伤陨落。那他可有说过什么？秦九哥眉头微皱，对方的行为显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早有蓄谋已久。可对方身上有什么是值得一位真王图谋的呢？毕竟真王已经是这下界的顶点了。胡林熙是一位封侯境大妖不假，但也不值得一位真王亲自出手追杀。而且胡林熙身体里的丹田还完好，对方也不是单纯的杀妖取丹。我想想，对了，交战的时候我听到他嘴里好像还念叨着什么青铜残片。胡林熙突然想到了什么，开口说道：青铜残片。秦九哥眼神一亮，看来这就是关键所在了。那青铜残片是我偶然间获得的，放在了储物袋之中。胡林熙说着，将目光投向了苏清欢。储物袋？小姨，我找到你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储物袋的踪迹。苏清欢一脸疑惑道：储物袋里装着小姨的遗物，他也曾在那里搜寻过，但都一无所获。事实已经很清楚了，看来对方确实是为了那块青铜残片而来。前辈，你可知道那块残片的来历？秦九哥开口问道。神秘人青铜残片，这怎么看都像是主角的机缘啊。话说许久不见凌晨，他都有点想对方了。根据他先前留在凌晨身上的定位，对方不知怎么都跑到中州了。希望凌晨好好努力，争取给他找一个天大的机缘，然后就能和其他的气运之子们在地府之中相会了。不知。胡林熙无奈地摇了摇头，随后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秦九哥。对了，冒昧问一句，公子可是来自上界仙谷秦族？不错，我正是这一代的秦族神子。秦九点点头，心中有些感到意外。这大狐狸竟然还知道仙谷秦族，看来并不是下界之人。这一点他从对方身上的九尾天狐血脉就能看出来。下界可没有他这么纯种的九尾天狐，如今只不过是更确定了而已。前辈对我族这么了解，看来也是来自上界吧？秦九哥随即反问道。胡林熙点点头，没有反驳。不错，我的确是来自上界。随后他看向苏清欢，目光温柔，面色柔和。清欢，我需要向你坦白一些事情，抱歉瞒了你这么久，但现在也是你知道真相的时候了。小姨，你说什么呢？怎么这么严肃？还有，小姨你竟然也是来自上界，你怎么都没有跟我说过？苏清欢眼睛睁得大大的，满是诧异地看着胡林熙。毕竟有关于上界的事情，他从来都没有跟自己讲过。哎，对不起清欢，我不是故意瞒你的。秦公子说的不错，其实我们并不是此界的原住民，而是来自上界九尾天狐一族。至于清欢你母亲，胡林熙摇了摇头，随后又轻声说道：你母亲她其实并没有陨落，相反，她一直都待在上界。什么？母亲她还活着？苏清欢语气瞬间激动，紧紧握住胡林熙的双手。那我母亲她现在在哪？她从小就没有见过母亲，是小姨亲手抚养她长大。以往就算问她，她也只会告诉自己母亲已经死了，让她不要再提及此事。现在知晓自己的母亲还健在，苏清欢自然是激动不已，娇躯微颤。你母亲她现在就关押在上界九尾天狐一族的祖地里。胡林熙缓缓开口说道，看了一眼秦九哥，让神子大人见笑了。清欢，当年你母亲在上界遭到暗算，流落到了这方世界，并遇到你父亲。在你父亲的帮助下，你母亲成功恢复了伤势，并且在这段时间的相处之下，二人感情迅速升温，喜结连理。但好景不长，你母亲身为上一代的天狐女，家族自然不可能会任由她待在下界的。恰好那时候你刚刚出生，所以为了保护你的安全，你母亲就跟他们回到了上界。因为担心你，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把这些事告诉你。这其实也是你母亲的意思，她不希望把你卷进这些事情当中，而是想要你在这下界无忧无虑的生活下去。胡林熙摸着苏清欢的头，满是心疼。从出生起就见不到母亲，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多么残忍。只不过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若不是他姐姐以死相逼，这方世界都早已被湮灭。原本我以为你这辈子都会待在这方下界了，却没想到你竟然阴差阳错之下成为了秦公子的侍女。等你回到上界的时候，迟早会面临这些事情，索性我也就不瞒你了。原来是这样，原来我母亲一直都在，只是为了我的安全才一直不能相见。苏清欢低着头，拳头攥得紧紧的。清欢，你不要怪你母亲，她也是被逼无奈。胡林熙劝诫道，若不是身不由己，一个母亲怎么可能会忍痛割爱，离开自己怀胎10月的孩子呢？苏清欢哑然失笑道，小姨，我怎么会怪母亲呢？我会回到上界，回到天狐一族的。到那时，我会靠自己的实力，亲手把母亲救出来的。苏清欢双拳紧握，语气坚定道。另一边，中州，晨儿好样的，再加把劲。一片空旷的平原之上，凌晨正不断的挥砍大刀，
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不断滴落，但他却顾不上休息，而是仿佛一台机器般不知疲倦，机械性地重复着原先的动作。烈焰刀法！凌晨怒吼出声，全身浮现出灼热的赤色光纹，宛如岩浆在经脉中奔涌。手中长刀嗡鸣震颤，刀刃瞬间被熊熊烈焰包裹，周遭空气都被炙烤得扭曲变形。他脚步踏地，碎石飞溅，身影如离弦之箭般急冲而出，刀势裹挟着焚毁一切的热浪，朝着前方悍然斩下。赤色刀芒划破长空，竟在虚空中留下一道短暂的火焰轨迹。好儿子，真不愧是我林日天的种。林日天拍了拍凌晨的肩膀，忍不住仰天大笑。不错不错，仅仅过了1个月，你就把为父的这套刀法参透了。等你再好好沉淀沉淀，为父就把这烈焰刀法的第2层功法传给你。父亲，我感觉自己现在浑身都充满了力量，战力远超以往。这部功法竟然这么恐怖吗？凌晨低着头看着自己手上的长刀，满是欣喜道：短短1个月的时间，自己的战力相较以往就暴涨了数倍。这个来路不明自称自己父亲的中年男子，看上去还挺有两下的嘛。他有信心，若是再遇到秦九哥，自己绝不会再像上次那样败得如此惨了。那当然了，为父传给你的这部功法可是传说中的天阶功法，并且还是天阶上品，整个中州都寥寥无几。相传我们林家老祖当年就是修炼了这部功法，才打遍中州无敌手，建立了林家，并且飞升到了上界。如今林家在上界更是巨无霸势力，老祖手下门徒千万，势力恐怖，占据着亿万疆域，跺跺脚就会引发整个上界的地震。你若是好好努力，将来必定不会逊于老祖。我知道了，父亲，我会好好努力的。凌晨满是欣喜，仿佛已经看到秦九哥跪在他面前求饶的模样了。最近我听说中州万宝商会举行了一场拍卖会，其中有不少珍宝，你可以先去那里看看有没有什么好货，没准可以把这最后一片青铜残片凑齐，到时候整个秘境的机缘就都属于我们了。父亲，你不去吗？凌晨疑惑地问道。为父还有要事去办，你自己去就好。而且这些年来，那几族一直没有放弃对我的搜寻，我若是一直跟着你，反倒会给你带来危险。我知道了，父亲。凌晨点点头。对方不来正好，万一中途遇到什么宝贝，他可舍不得分给对方。对于自己的运气，他一直都十分自信。不用担心我，若是事情顺利的话，我很快就会去找你。当然，若是中途出现什么意外，我也会在秘境处等你的。说罢，林日天身形化作一道神虹，转眼就离开了此地，朝着远处飞去。哼，区区一个土著也想当我爹，我呸！待到林日天彻底走远后，凌晨面露鄙夷，唾弃了对方一口。身为穿越者，谁不是自认高人一等？更何况自己和他可没有半点血缘关系，对方儿子可是被他直接夺舍了，半点神魂都没有留下。不过现在自己还需要他的帮助，不宜轻易翻脸。等到他和秦九哥斗得两败俱伤，我就可以趁机捡便宜，一举两得。凌晨眼中寒光闪过，思考着自己要如何才能利益最大化，一举除掉这两人。另一边，东荒木屋内，秦九哥正盘膝而坐，身上气势节节攀升，恐怖的威压弥漫开来，周身道运流淌，魔意显现，神华耀耀，光晕流转，最终都归于虚浮，内敛自身。终于又突破了。秦九哥睁开眼，松了一口气，随后打开了自己的个人信息面板。宿主秦九哥，身份仙古秦族神子，轩辕地族弟子，体质禁忌，修为子府境前期，功法神通先秦宝典，玄天斩剑录，阴阳双修诀，吞天魔功，轩辕地诀，道心众魔，万化天魔身。系统空间2/3世界种子，绑定气运之女江婉莹、苏清欢，天命反派值64800点。转眼间便是1个月过去了，他靠着原先的反派值，成功将自己的修为提升到了子府境。要知道这个境界，即便对上界那些顶尖世家不朽大教的天骄来说，也是需要近100年时间才能突破。至于剩下的一些反派值，他则用来提升功法了。他修炼的这些功法无不是上界绝学，修炼难度可想而知，但一旦修炼有成，威力也是十分可观的，基本上就是同阶无敌。更不要说他还同时修炼了这么多顶尖功法，实力更是不能以寻常人估量。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吞天魔功这部堪称 BOSS 级别的功法。这部功法和其他功法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他只需要自己吞噬别人的本源之力，便可以一直增强，没有桎梏。不过可惜，这方下界实在是太过弱小，并没诞生出多少强者，给他提供不了多少养料。看来还是得回到上界，这吞天魔功才能有用武之地啊。秦九哥喃喃自语，上界天骄的实力可远超这方下界，
甚至足以与一些修炼成千上万年的老一辈强者相媲美。更不要提他们还身负各种逆天体质，这对于秦九哥来说无疑是最好的补品。随后秦九哥又打开了系统商城，以往他的反派值不够，所以并不能开启，但在他累计获得100万点反派值之后，现在也是到了商城开启的时候了。一眼望去，琳琅满目，秦九哥仔细地搜寻着。体质篇，至尊骨，500万点反派值；混沌剑体，700万点反派值；重瞳，1000万点反派值；先天圣体道胎，1000万点反派值；功法篇，混沌归元功，400万点反派值；星辰幻变点，450万点反派值；太古荒龙诀，700万点反派值；法宝篇，斩仙葫芦，1000万点反派值；诛仙四剑，1000万点反派值；掌天平，99万9999，密密麻麻，琳琅满目。但可惜的是，他没一件能买得起的。秦九哥无奈叹了一口气，自己还是太穷了。这上面好东西不少，就算大帝见了也会心动，但远不是他现在能买得起的。看来还得多积累一些反派值才行。秦九哥心念一动，暗暗下定决心。但随即他眉头微皱，显然又发现了什么。黑色天蚕丝袜，100点反派值；白色天蚕丝袜，100点反派值；蓝白水手服，500点反派值；黑白女仆装，500点反派值；黑色皮衣，500点反派值；黑色红底高跟鞋，200反派值。狗系统，你这是什么意思？秦九哥心中暗恼，看来这狗系统是铁了心要榨干自己所有的反派值啊。不过本着好奇的态度，秦九哥还是兑换了一双白色天蚕丝袜。当然，他秦某人只是单纯的好奇，这天蚕丝和他前世见过那种东西有何区别，是不是同一种？不过他现在清楚了，这东西和前世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材质更好，更耐撕了。当然对他们这些修炼者来说，撕起来也没多困难就是了。公子。就在这时，房门打开，苏清欢轻步走来。公子，你今晚是否还需要清欢侍寝？苏清欢面色娇羞，脸色微红。清欢，你来的正好，我刚好有件东西送你。秦九哥眼睛金光闪过，随后将苏清欢拉入怀中。清欢，都听公子的。苏清欢低着头，有些不敢去看秦九哥的眼睛。虽然二人不是第一次坦诚相见了，但今时不同往日，自己小姨还在另一间房间里待着，一想着可能会被小姨发现，苏清欢心中就不由得紧张起来。清欢，你先把这个穿上。说着，秦九哥将他刚才购买的白色天蚕丝袜拿了出来，递给了苏清欢。公子，这是？苏清欢面色疑惑，伸手感受着天蚕丝袜。这东西摸上去滑滑的，凉凉的，看上去倒是挺好看的，就是不知道有什么用。这是天蚕丝袜，一种穿在腿上的装饰品，正好我今天得到，就把它送给你了。秦九哥耐心地解释道。原来是这样，谢谢公子。苏清欢眼光一亮，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他自然也不例外。更何况这还是公子送给他的东西。好了，我先帮你穿上。说着，秦九哥便伸手耐心地为苏清欢穿上了这件白色天蚕丝袜。身为气运之女，苏清欢的容貌自然不必多说，整个上界都没有多少人能够与之相比。至于这双雪白修长的美腿，在穿上天蚕丝之后，腿型被勾勒得更加细长完美，肌肤莹润如玉，宛如精雕细琢的艺术品。公子，这就是天蚕丝吗？苏清欢一脸好奇，不断抚摸着自己的双腿，触感丝滑冰凉，看上去确实不错。说罢，他还故意轻轻晃了晃腿，裙摆下的天蚕丝面料泛起粼粼光泽，宛如月光倾泻。我没骗你吧？得到此物之后，我首先想着就是你。说着，秦九哥伸手握住了那对晶莹剔透、穿着白丝的小巧玉足。感受到秦九哥炽热的目光，苏清欢欣然一笑，调皮道。另一间屋内，胡灵溪正在潜心修炼。突然，胡灵溪被迫打断了修炼，神识探出，随后瞬间就脸色通红。这死丫头也不知道节制点，我还在这里呢。胡灵溪脸颊微红，轻啐了一口，语气中带着几分羞赧与嗔怪。他苦修千年，至今仍是冰清玉洁之身。反观清欢，想到此处，胡灵溪的心不由得轻轻一颤。那种事当真？耳畔传来苏清欢那婉转缠绵，似带着无限欢愉的轻吟，一声声传入耳中，让他这位千年狐仙也不由得心神摇曳，心底泛起从未有过的好奇与涟漪。第二日，秦九哥温柔地为其盖上被子，抚摸着他的脸颊。真是贪吃的小狐狸。秦九哥微微笑道，随后虚空一阵波动，九幽从中走了出来。主人，九幽恭敬一礼。如何？可有什么收获？
秦九哥转过身去，负手而立，语气淡淡道：“在得知凌晨去到中州之后，为了防止他得到什么逆天机缘，秦九哥就将九幽派了出去，负责监视对方的一举一动。凭九幽的实力，穿梭两域自然是轻轻松松，用不了多少时间。主人，那凌晨在离开之后，遇到了一位陌生男子，那人自称是他父亲，气血汹涌，实力不弱，乃是一位真王。正是此人将他带去中州的。不过二人现在已经分开了。凌晨则进入到了大楚皇朝之中，看样子好像还在寻找什么。”九幽拱手汇报道：“哦，他父亲。”秦九哥眉头一挑，一位真王，这方世界最顶尖的存在，看来这就是凌晨最后的气运所在了。不过对于凌晨的身世，他并不感兴趣，他只在乎对方能给他带来什么机缘。如若不然，他费这么大劲干嘛？反派是这样的，气运之子只要乖乖等死，为他寻找机缘就好了。而他身为反派，考虑的就多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人其实也挺可怜的，恐怕他现在都不知道，眼前的这个凌晨是个冒牌货，他真正的儿子早已被对方夺舍了。再在这里多休整2日，我们就去中州。是，公子。对了，我正好有件东西要送给你。秦九哥说着，从储物戒里取出了一件黑色皮衣，递给了九幽。主人，这是。九幽伸手接过，一脸疑惑，这布料看起来貌似是件衣物，可主人好端端的突然送给他一件衣服干嘛？莫非是？九幽突然羞红了脸。今晚你和苏清欢一起来。秦九哥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另一边，中州大楚皇朝皇城之中，凌晨正漫无目的四处游逛，随处可见周边吆喝的商贩、衣着华丽的世家公子以及戒备森严的兵甲卫士。最近听说万宝商会要举行拍卖会，其中更是有着压轴至宝登场。不光是皇城之中，就连距离此地不远的几座大城都有不少人前来。一时间人影灼灼，人满为患。为了维护好秩序，大楚皇朝更是专门派出军队。可想而知，这次拍卖会的势头，说是空前盛况也不为过。大楚皇朝乃是中州顶尖势力，疆域辽阔，底蕴雄厚，以往也是有着先祖飞升上界的传奇。皇城之中有着多位真王境老祖坐镇，放在整个中州也是排得上号的巨无霸势力，跺跺脚就能引发整个中州的震动。而万宝商会则是大楚皇朝为了敛财亲手扶持的一方商盟势力。俗话说背靠大树好乘凉，在大楚皇朝的支持之下，万宝商会发展迅速，很快就成为了大楚皇朝的第一商会。无论你想要功法秘术、灵丹妙药，亦或者灵虫法器，在此地都能有所收获。而传言大楚皇朝如今的当代皇主，年轻时还曾来到过此地，亲手拍买下一件护身法器。而他正是因为靠着这件护身法器，才能屡次化险为夷，从危险中逃脱，最终成功坐上了皇主的宝座。在当今皇主的传奇色彩渲染之下，万宝商会声势更是远超以往，引得无数势力前来围观。以往那些众人难得一见的大人物，如今随便扔一块石头就能砸到一大片。说不定你在街上随便碰到一个其貌不扬的小老头，就是某方势力的老祖。平常一些喜欢仗势欺人的纨绔子弟，如今更是销声匿迹。他们都早早就得到了消息，或者直接被家族禁止外出。他们虽然直酷，但是不傻，知道凭借自己身后的背景，以往的那些小打小闹无关大雅，众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现在可是特殊时期，若是一不小心招惹到某位大佬，说不定就连他们的父辈都要亲自出来道歉。孰轻孰重，他们还是分得清的。拍卖会就是不知道这次运气怎么样，还能不能捡漏到好东西了。凌晨喃喃自语，随意打量着四周。来到大楚皇朝之后，他也是将周边的情形都打听清楚了。传言这次的拍卖会与以往大有不同，其中会有好几件压轴至宝登场，因此也是吸引了不少强者前来。说不定自己会有所收获。凌晨眼中一亮，毕竟是拍卖会嘛。按照他前世读过的那些小说来看，这拍卖会显然是为自己量身定做、装逼打脸的独家剧情。以往他参加的那些拍卖会，总是会拍卖出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看上去普普通通，毫无用处，实则暗藏玄机，最终被他低价捡漏，成为他的手中利器。想必这次也不例外。至于灵石，他早早就跟自己那位便宜老爹要上了。不得不说，那人出手是真的大方，知晓自己身无分文，二话不说就将自己的全部积蓄都给他了，足足800万极品灵石啊！凌晨眼睛都看直了，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灵石，这储量恐怕都快赶上中州那些顶尖势力了。有了这么多灵石，他想买什么买不到？玄阶上品功法，现在只要20万上品灵石，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刚刚斩获的涅槃境大妖，妖丹、骨骼、血液、皮毛，应有尽有，有需求的速来。刚从秘境中得到的下品灵器，想换一株万年灵药或者一部准地阶功法。
叽叽喳喳的叫卖声传来，人声鼎沸。凌晨只是简单的看了一眼，顿时就失去了兴趣，转身准备离开。他现在的所在地是此城集市，这里面大多是一些修为不高的商贩在售卖货物，卖的东西倒是挺杂，应有尽有，但品阶都很一般。他现在毕竟也是有钱人了，什么东西买不到，眼前这点破烂自然是看不上眼。凌晨转身正要离开，但突然一道青绿色光影晃进了眼中。凌晨侧身看去，随即面露激动之色，因为他看到在不远处的地摊上，一块青绿色的青铜残片正安静地躺在那里。凌晨一眼就认出来此物，这不正是那人给他看的那块青铜残片吗？此物他已经收集了3块，只差最后1块就可以找寻到那处机缘的所在了。真是天助我也，果然我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凌晨内心激动道，只要得到这最后1块青铜残片，自己就可以得到那处传说中的机缘了，到时候自己就能复仇了。凌晨强忍下心中的激动，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朝着那处摊位走去。这位客官，不知你看上了什么？我这里可是应有尽有，童叟无欺，绝对会让客官你满意的。看着凌晨走过来，摊位老板立马露出一番和蔼的笑容，凑了上去。我随便看看，你忙你的。凌晨说罢，便围绕着摊位四处打量着货物，最终他目光停留在了一柄长刀之上。老板，这柄长刀怎么卖啊？凌晨随意问道。客官真是好眼光啊，一眼就看上了我这把镇店之宝。老板顿时眼光一亮，这柄长刀乃是一件中品灵器，传说当初是由一头深海大妖的骨骼锻造而成，削铁如泥，坚硬无比。看在客官这么识货的份上，我就便宜卖了，全当交个朋友。只需要30万上品灵石，怎么样，是不是很便宜啊？多少？凌晨听罢，险些没栽倒在地。好家伙，你还真的吹啊！镇店之宝，你有店吗？就镇店之宝，就这么一把破刀就要他30万上品灵石。虽然对现在的自己来说九牛一毛，但凌晨心中还是很不爽。这土著也太黑了。当然没问题，此物我很喜欢，我要了。凌晨豪迈道，仿佛一个直跨大少。对了，这个小玩意看上去不错，我就顺便拿走了。说着，凌晨伸手就朝着那块青铜残片拿去。哼哼，土著就是土著，认不得好货。根据他多年看小说的经验，自己随便挑一个普通货物，然后再装作不经意看上一个小玩意，就能直接拿走了。因为此物看上去实在是太不起眼，更何况自己还刚刚斥巨资买下了一件宝物，一般店家都会懒得计较。反正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拿了也就拿了。但这些愚蠢的土著却不知道，整座摊位上最值钱的东西就是这块青铜残片了。凌晨眼看就要取走那块青铜残片，不料却被老板直接打断了。不好意思客官，这把刀30万，而这块青铜残片300万上品灵石。老板一脸奸笑道，什么玩意，300万上品灵石？就这么一块破青铜片，你卖我300万？你咋不直接去抢啊？凌晨一愣，随后破口大骂道，呵呵，嫌贵你别买啊，300万，一分不少。老板一脸不屑道，真当他什么都不懂吗？他吃过的盐比对方吃过的米都多，虽然不知道这青铜片是什么玩意，但看对方的反应，显然对他极为重要，正好可以狠狠敲上一笔。你！凌晨右拳紧握，死死咬牙盯着老板。他原本以为自己能忽悠对方，结果现在看来自己反倒成小丑了。怎么想抢啊？我告诉你，这里可是皇城，天子脚下，四周都是兵甲卫士巡逻，有胆你就抢吧。老板一副无所畏惧的模样。他在这里混了这么多年，什么场面没见过，若是被一个小辈吓到，那他也不用混了，趁早卷铺盖滚蛋吧。可恶啊！凌晨现在郁闷至极，秦九哥也就罢了，自己现在竟然还被一个摆地摊的老板给嘲讽了，这还是他除了秦九哥以外第2次吃瘪。喂，你还要不要了？不要就赶紧离开这里，我还要做生意呢。老板一脸嫌弃道，他还以为遇到大生意了，结果现在看来就是一个自作聪明喜欢占便宜的二货啊。好，我要300万就300万。凌晨死死咬牙，心都在滴血。虽然损失惨重，但只要能得到那个机缘，一切就都是值得的。好了，现在要500万上品灵石了。老板接着加价道，你 TM 不是说好300万吗？凌晨破口大骂，我突然改主意了，500万，一分不少，你爱要不要吧？老板一副我吃定你的模样。凌晨强忍着心中怒火，好，500万就500万，你多一分我都不要了。那是当然了客官，本店价格透明，童叟无欺。摊主一脸奸笑道。凌晨愤愤瞪了摊主一眼，随后无奈地掏出了灵石。500万上品灵石换算成极品灵石也就是5000，
虽然对现在的他来说不算多，但被这么一个本地土著当傻子耍，还是让他心里很不爽的。也幸亏自己提前跟林日天要上了灵石，不然这次恐怕还真没办法。毕竟就他以前的身家放在这里，连个零头都算不上。拿上青铜残片之后，凌晨又死死盯着摊主，仿佛要把他的样貌完全记下。这该死的土著竟然敢坑他！他事后若是不报复回来，就不算难的。客官，那这柄长刀你还要不要了？摊主在凌晨身后喊道。凌晨回头狠狠瞪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看着凌晨离去，摊主心中泛起嘀咕，隐约有些后悔，自己好像还是卖便宜了。极品灵石说掏就掏，完全没有一丝心疼的样子。看他的样子，该不会是哪家的少爷吧？可谁家少爷会自己孤身一人出来？摊主摇了摇头，掂量着自己手中储物袋，随即脸上泛起喜色，不再去想这些琐事。有了这么多灵石，他想要什么买不到，当即就收了摊，离开了此地。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先出去避避风头，顺便潇洒快活一下。等过几个月风头过去，自己再改头换面，就算对方想报复自己，也已经无处可寻了。哇，公子，这里好热闹啊！大街上，秦九哥带着一众人四处游逛，苏清欢就仿佛一个好奇宝宝一样，看看这里，瞧瞧那里，一脸好奇的模样。他自出生起就跟小姨二人独自生活在森林之中，很少外出，即便后来拜入玄天圣地，也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专心修炼，不问世事。这还是他头一次来到如此热闹的场景，更何况这里的景象可远比玄天圣地还要繁荣。好了，清欢妹妹，这才哪到哪啊？等你以后去到上界，回到公子家族的时候，才知道什么叫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旁的九幽掩嘴轻笑，轻轻拍了拍他的头。上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苏清欢一脸好奇道。上界很大，囊括着无数小世界，有的世界甚至有着远超于你们这里的规模。但类似于这样的小世界，整个上界数不胜数，多如牛毛。上界竟然这么大吗？苏清欢眼中闪过一丝惊奇。他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地方，眼界有限，东荒对他来说就已经足够大了。至于中州，那也只在传闻中听说过，这还是自己头一次来到中州。因为凭他们东荒目前的实力，还没有任意一家势力能够随意横跨界域，每次横跨界域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得不偿失。而东荒也远不如中州那么繁荣强盛，所以久而久之，中州也对其失去了兴趣，至今两域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往来了。结果在上界，类似于他们这种的小世界多如牛毛，数不胜数。这也让苏清欢头一次对上界这种传闻中存在的世界产生了好奇。你要知道，上界即便是一方偏僻之地的势力，疆域规模都要远超这方世界，而公子的身份即便在上界也是最尊贵的，将来乃是执掌整个长生世家，制定上界规则的恐怖存在。九幽接着说道。这么厉害啊！苏清欢满眼小星星的崇拜道。他虽然想过秦九哥身后背景强大，不然也不能随意下界，但也全然没想到对方身后的势力竟恐怖到了如此地步。长生世家，将来制定上界规则的存在，显然以秦九哥背景，即便放在整个上界也是最顶级的。九幽说的不错，等你以后去到上界，见到真正的世界之后，就会认识到自己的渺小了。前方的秦九哥淡淡开口道。在东荒休整2日之后，他就带着众女来到了中州。胡灵溪因为只剩自己一人，在东荒无牵无挂，索性也就一同跟了过来。凭九幽的实力，横跨这2域壁垒也不过短短一瞬间的事，毕竟此界的世界规则远不如上界那么完善。在这里，只要修为达到破空境，就能随意撕破空间，横跨界域。但上界可大为不同，因为上界的世界规则相较于这里更加牢固完善，坚不可摧，所以在上界想要撕破空间，横跨疆域，只有修为突破到圣王境才能做到。而同等境界下的强者，在下界所施展出的破坏力也远超上界。这就好比2个世界的坚固程度不同，所造成的破坏程度也不一样。比如在下界，一位强者可以轻松地将一方城池覆灭，但在上界，他可能只能勉强毁坏一座巨山。通俗易懂的来说，就是2间房子，一间是木头建的，一间是钢筋混凝土建的，毫无疑问，后者更为坚固。若是用斧头砍，前者可能随时会倒塌，但对于后者来说就无关痛痒。不知不觉间，秦九哥已经来到了万宝商会的店门处。雕龙画栋，金碧辉煌，流光溢彩，一副财大气粗的模样。走吧，进去看看。秦九哥说罢，背着双手就走了进去。万宝商会乃是整个大楚皇朝都赫赫有名的商盟势力，即便放在全中州也是能排得上号的。2天之后将会举行拍卖会，凌晨还就在这里不远处，这不显然是为凌晨准备的机缘吗？就是不知道这个机缘会是什么了。众女相互对视了一眼，自然也都跟了上去。
一入商门，负责迎宾的侍女小姐姐就凑了上来，眼中泛起金光。好帅啊！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帅的公子？公子，可有什么需要在下服务的？什么服务都可以哦。侍女小姐姐恭敬行礼道，随后还朝秦九哥抛了一个媚眼，那副神情好像在说：快来侵犯我吧，公子，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有劳了，不过我想自己随便逛逛。说罢，秦九哥便没有再理这个马早货，而是自顾自的随便闲逛。这名侍女的容貌足有6、7分左右，放在人群中也属于是难得一见的女神，但对她来说就不太感冒了。当然，她也只会在自己面前才表现得如此主动，若是换成凌晨过来，怕不是要在门口被人狠狠嘲讽一阵了。公子，看你的样子貌似是第一次来，不如让我来带你熟悉熟悉吧。那名侍女小姐姐还不打算放弃，毕竟这位公子看上去实在是太帅了，而且浑身都散发着高贵的气质，显然来头甚大。尤其是身后的那3位美女，虽然戴着面纱，看不清具体的长相，但显然也是生得貌美，世间难寻，无疑让他更加确信了心中的这个想法，这位公子来头甚大，而且喜爱美人，顿时让他升起了自信。论容貌，他自信自己不会输给任何人，对方没理由对他这么冷淡。正当女子心中想着该怎么和秦九哥更进一步深入交流的时候，一名老者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秦九哥面前。见过徐会长。见到来者，侍女瞬间清醒过来，恭敬的行礼道：秦公子远道而来，实在是让我万宝商会蓬荜生辉啊。没有搭理侍女，老者反倒掉过头来，恭敬的对着秦九哥行礼，看得一旁的侍女小姐姐一脸懵逼。要知道，眼前的这位可是整个万宝商会的执掌者，真王境强者，放在全中州都是顶级大佬，一言一行都能引发中州的地震，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存在。结果现在他竟然在对着一个年轻男子行礼，无疑是让这名侍女的世界观都崩塌了。你万宝商会的消息倒是挺灵通的嘛。秦九哥随意瞥了对方一眼，显然早在之前就已经发现了老者的踪迹。老者双手抱拳，躬声道：公子气质如此出众，即便在下不知道公子是从上界而来，也能猜出公子不是寻常人。上界的存在，在他们中州这些顶级势力眼中已经不算什么秘密了。他们万宝商会背靠大楚皇朝，自然也知晓其中的不少隐秘。客套话就免了，我有件事要交代你们。秦九哥语气淡淡道：何事？只要我万宝商会能做到的，在下必然在所不辞。老者表情瞬间严肃起来：没什么大事，过2天拍卖会上，只需要你们帮我整治1个人。秦九哥随意吩咐道：原来就这点小事，公子放心好了，此事包在我身上，必然会让公子满意的。老者拍了拍胸脯，信心满满的打着包票。他还以为什么大事呢，原来就一个连名字都没有听过的小瘪三啊。别说凌晨了，只要秦九哥开口，就算一位真王他也敢干。只要能借此机会抱上面前这位公子的大腿，一切就都是值得的。随后一枚金光闪闪的丹药掠到老者面前，华光璀璨，道纹弥漫，香气更是扑鼻而出，竟然让老者稳固多年的境界都有了一丝松动的感觉。公子，这是？老者一脸疑惑道。他执掌商会多年，凭他的眼力，这世上竟然还有他认不出的丹药。这是一枚9品丹药，足够让你修为更进一步。秦九哥随意说道。什么？9品丹药？老者语气激动道，呼吸急促，再无原先的沉稳。9品丹药，整个中州最顶级的丹药。即便放眼整个青阳界的历史，9品丹药的出现也只有寥寥数次，每次出现都会爆发大战，引得中州各大势力之间的争夺。结果现在对方却随手就是一颗，仿佛不要钱一般。尽管他已经提前知晓了秦九哥的来历，但还是不由得被对方的财大气粗所折服。若无要事，就退下吧。秦九哥直接下了逐客令。是，公子。若有什么需要，尽管和我们提，我们万宝商会都会尽全力满足公子的。收下丹药之后，老者恭敬一礼，直接带着侍女离开了。接下来就等着好戏上演了。秦九哥嘴角微微上扬。2日后，整个万宝商会人声鼎沸，人满为患。作为整个大楚皇朝的盛事，这次万宝商会举行的拍卖会毫无疑问引来了无数人的瞩目。更不要提万宝商会还私底下放出消息，这次的拍卖会上会有重宝现世，更是引得无数势力前来参加。毕竟若是至宝档次不够，丢脸的可是万宝商会，他们自然不会做这种自砸招牌的事情。那位是李家家主，封王境强者。李家在大楚皇朝乃是顶尖世家，族中有破空境老祖坐镇，放眼整个大楚也能排进前5。那位是王家家主，同样也是一位封王境强者，王家不弱于李家分毫，族中同样有破空境老祖坐镇。那位是苏家家主，苏家虽然远不如李家王家强盛，但在大楚皇朝也是一流势力。不过
听说他们老祖寿元将近，即将作画，若是再找不到延寿宝物，苏家很有可能会就此没落。那位是封侯，大楚皇朝当今最年轻的封侯境强者。封侯在边境立下大功，不知斩杀了多少同境强者，深得当今楚皇的喜爱。甚至宫中有传言，楚皇有意将公主嫁于封侯。各种华美精致的车辇到此，无数身着华贵锦衣的世家公子下车，恭敬地打开车门，候在一旁，随后乖乖地跟在家主身后。以往别看他们桀骜不驯，但在自己的父辈面前却只能恭敬如此，不敢有丝毫逾越。那种久经沙场的上位者气场实在是太盛，外加上这次来的无不是大楚皇朝有名势力的长老家主，他们只是单纯的站在那里，所散发出来的威压就足以让几个小辈遍体生寒。众人在远处围观，啧啧称奇。以往那些难得一见的大人物，如今一个个接连登场，恐怕除了皇室，也只有万宝商会举行的这场拍卖会才能有如此景象了。没想到这里竟然这么热闹，看样子应该会有好东西。人群之中，凌晨隐藏其中，颔首沉思，最终还是决定进去碰碰运气。万一有什么宝贝被自己低价捡漏，那他就占了大便宜了。就算没有，给自己置办一身装备也不错。反正他现在有的是零食，花费起来毫不心疼。说起来，他之前好不容易得到的那柄下品灵器，就是被秦九割毁的，让他心疼了好一阵。下品灵器你能毁掉，我就不信极品灵器你还能毁掉。正好趁现在，给自己置办一身极品装备，让秦九哥知道什么叫做毫无人性，装备碾压。站住，请出示你的邀请函。凌晨做事就要进去，结果却被门口的侍卫拦了下来。邀请函？什么邀请函啊？凌晨一脸懵逼，林日天没和他说过参加拍卖会还要邀请函。这场拍卖会来的都是大楚皇朝有名的大人物，只有收到邀请函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小子，我看你这一副穷酸样，还是哪凉快哪待着去吧。其中一名侍卫面露不屑，鄙夷地看了他一眼。这年头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敢往里面混了。看对方的样子也不像哪家的少爷公子，而且还是孤身一人前来，身边连个长辈护卫都没有，显然也没什么背景。要是进去一不小心冲撞到里面的大人物，别说他了，就连自己都要遭受这无妄之灾。那他们为什么不要啊？凌晨指着不远处被众人拥簇进门的一位年轻男子说道。年轻男子似乎是听到了凌晨的言论，转过头后深深看了一眼对方。你找死啊！那位可是叶少，叶家家主独子，岂是你这么一个流浪汉能比的？侍卫顿时打了一个寒战，严声厉斥：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赶紧给我有多远滚多远，不然就别怪我下手无情。说罢，侍卫毫不客气，伸手就拔出了腰间的长剑，寒光凛凛，直直对着凌晨，大有他再不离开就要一剑砍死他的架势。哼，叶兄，没想到这皇城里竟然还有人不认识你。看到男子驻足围观，他身后一位身着锦衣、其貌不扬的年轻男子也凑了上来，语气调侃道：话不能这么说，我只是个小人物，皇城卧虎藏龙，谁知道隐藏着多少大佬呢？万一对方比较低调，其隐藏的真实身份远在你我二人之上呢。叶姓男子耸了耸肩，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还笑着调侃了两句。但熟悉他的人都知晓，门外那人要倒大霉了。别看他表面上一副笑呵呵的模样，但背地里就是一个喜欢阴人的笑面虎，自尊心极强。在这么多人的围观之下，被凌晨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乡下野人提了一嘴，无疑是让他觉得自己丢了颜面。尤其是那句为什么他不要邀请函，他什么档次还需要邀请函？这不显然看不起他吗？不然现场这么多人，他为什么不指别人，偏偏指了自己？都是在皇城这个圈子里混的，一旦今天的消息传开，他指定会被不少人调侃，会被嘲笑自己连个穷小子都看不起。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穷小子，竟然连叶少都不认识，还能哪里来的？反正肯定不是皇城的。叶少在皇城可是年轻一辈出了名的天骄，如今30岁，修为就已经达到了归一境巅峰，差一步就能步入神通境了。外地来的没见过世面，不认识叶少很正常。我估计就他原先的地方，万年都出不了像叶少这样的绝世天骄。身为气运之子，凌晨毫无疑问开启了主角光环，引来了周围无数人的嘲讽。别看他们普普通通没背景，跟凌晨没什么区别，但他们生活在皇城，就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看不起其他地方的人。毕竟一想到自己生活在大楚皇朝最豪华的都城之中，就算是一介奴仆都不由得挺起胸膛，满是自豪。听到了吧？再不离开，我手上的刀剑可不长眼。侍卫严声呵斥，驱赶着凌晨赶紧离开。呵呵，仗势欺人，狗眼看人低。你们万宝商会就是这么做生意的吗？凌晨面色阴沉，众人嘲讽的话语流进他的耳中。妈的，一群井底之蛙，自己身为穿越者，
还没有看不起你们，你们这群土著反倒还看不起我了。哼，我们万宝商会行事，还轮不到你来插嘴。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赶紧滚！先前刚被奸商坑了5000极品灵石，如今还被一个侍卫如此刁难，外加上周围一群人的冷嘲热讽，凌晨再也忍受不住，同样拔刀而出。怎么，你还想动手？侍卫心中冷笑，恐怖的威压弥漫开来，笼罩凌晨。区区一个化魂境，自己捏死他比捏死一只蚂蚁还简单，正好借此机会还能抱上叶少的大腿。感受到侍卫浑身散发出来的恐怖威压，凌晨自觉不敌，死死咬牙忍了下来。虽然他有底牌能够瞬杀此人，但那是他留给秦九哥的，没必要浪费在这么一个小人物身上。更何况这里还是万宝商会的地盘，一旦杀了人，恐怕自己就很难逃脱了。君子报仇，10年不晚。光是秦九哥就已经足够难缠了，没必要再招惹上万宝商会，惹得一身骚。我没空搭理你，让你们掌柜出来，我有重宝要拍卖，不然若是耽误了，损失的只会是你们万宝商会。凌晨沉声道：就你有重宝拍卖，还让我们掌柜出来见你，我看上去很傻逼吗？侍卫一脸鄙夷道：就对方这一副穷不拉几的模样，能有什么重宝？怕不是想支开他，趁机溜进去吧？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里不收破烂，你如果想拍卖破烂，还请移步别处吧。此言一出，瞬间引起了无数围观群众的群嘲。哈哈，笑死我了！你们快看那人，脸都快涨红了。就是，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档次配进万宝商会？一脸穷酸样，能有什么重宝？怕不是掉在地上都没人捡吧？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毫不留情地讽刺着凌晨。我说的是真的，让你们掌柜出来见我，不然耽误了重宝拍卖，你难辞其咎。凌晨死死咬牙，面色涨红，心中憋屈极了。妈的，竟然看不起我！等我把宝物展示出来的时候，就轮到你们跪着求我进去了。到时候我倒要看看你们还是不是现在这副模样。何人在屋外嘈杂？就在这时，一道厚重的声音传来。屋内一位身穿蓝色员外衣、身材臃肿的中年男子从中走了出来。李掌柜。见到掌柜到来，侍卫恭敬地行了一礼。门外原本吵吵杂杂的围观群众，此刻也全都安静了下来，不敢对其有丝毫不敬。你就是万宝商行管事的？凌晨仔细打量着对方。中年男子穿着蓝色员外衣，挺着大肚腩，捋着八字胡，酒精上位，不威自怒。我是万宝商会掌柜，刚在听你说你手中有重宝要交由我们拍卖。李掌柜沉声道。凌晨点点头，自然。随后狠狠瞪了侍卫一眼，取出了一块冰蓝色石头。这是琉璃冰晶石，你自己看吧。听到琉璃冰晶石，李掌柜明显虎躯一震，随后伸手接了过来，仔细地打量着眼前这块湛蓝色晶莹剔透的玉石。琉璃冰晶石。围观群众闻言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琉璃冰晶石，此物乃是天地奇珍，十分珍贵，只会出现在冰川严寒之地。即便在中州这么久，也只出现过寥寥数次，每次仅仅是一小块就足以排出天价。而面前的这块琉璃冰晶石却足足有半拳之大，此物若是真的，那必然会引起整个中州的轰动。此刻众人看向凌晨的眼神不再是讥讽，反而充满好奇，满是震惊。眼前这人究竟是谁？能掏出这么大一块琉璃冰晶石，他在中州必然不会是无名之辈。莫非是他们看花了眼，对方真的只是太过低调了？就连在门口围观的一行世家公子，此刻也是竖起了耳朵，全神贯注起来。叶兄，你说此物是真是假？其中一人好奇地问道。叶姓男子闻言摇了摇头，还是先听听李掌柜怎么说的吧。琉璃冰晶石的名头实在是太大，他们自然不可能没听说过，但因为此物太过稀有，在中州几乎已经绝迹，所以他们也没见过。是真是假，只能由李掌柜判断。此刻叶姓男子心中已经决断好，若是此物是真的，那就不再去找那人的麻烦。能够拿出这么大一块天地奇珍，对方必然大有来头，而且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说明对方对自己很有自信，亦或者说对他身后的背景很有信心。贸然招惹对方，很有可能会为叶家招来大敌，他自然不会做这种蠢事。李掌柜拿着琉璃冰晶石，仔细地检查着每一处细节，不敢有丝毫懈怠。怎么样，我就说有重宝要拍卖吧，此物怕是连你们万宝商会都没有见过几次，要是耽误了拍卖，你承担不起后果。凌晨双手叉腰，满脸得意，不怀好意地看了侍卫一眼。他已经想好事后自己要怎么报复对方了，竟然让自己这么难堪，必然不能就这么轻易放过。看着凌晨这一脸自信的模样和李掌柜逐渐皱起的眉头，那名侍卫心中顿时紧张起来。
莫非真的由对方所说，此物乃是一件异常稀有的天地奇珍？若是真的话，那他就摊上大事了。此刻侍卫心中疯狂祈祷，此物一定要是假的啊！良久，李掌柜才鉴定完毕。呵呵，看来事实已经很明朗了。凌晨冷哼了一声，双手抱胸，坐等对方来请他。但不料，现实与他想象的大为不同。李掌柜非但没有恭敬地将他请入万宝商会，反而还怒气冲冲地呵斥道：“什么琉璃冰晶石？这就是一块破石头！好小子，你骗人都骗到我万宝商会了，赶紧滚出去，别让我再看见你！”说罢，李掌柜随手将琉璃冰晶石扔了出去。什么？假的？凌晨面色惊恐，赶忙接过，看向李掌柜的眼中更是不解。假的？怎么可能？这东西可是他那个便宜老爹给他的，说是世间难寻的天地奇珍，怎么可能是假的？李掌柜没有搭理凌晨，而是扫了侍卫一眼，语气冷冷道：“不要什么人都往里带，这里不是垃圾场。”说罢，李掌柜没有再看凌晨一眼，径直进入了屋内。是掌柜。被点名之后，侍卫连连点头，直到李掌柜离开此地。混账东西，差点就让你蒙混过关！侍卫回过头来，毫不留情的一掌拍在凌晨脸上，直接将他整个人拍飞，重重落在了地上。这个混账，他差点就信了对方的鬼话。幸好是掌柜自己出来查看的，要是自己引荐过去，被掌柜发现是假货，自己还不得被记恨上。但就算现在这样，自己也已经被掌柜记住了。走之前还特意提醒了他，这一切都是因为面前这小子，他不生气才怪了。原来是假的，我就说嘛，瞧他那副模样，也不像能拿出什么贵重物品的模样。就是，心理素质还挺强，撒起谎来心不慌眼不跳。可假货依然是假货，没有半点区别。他不会以为只要自己装得像，就能把掌柜哄骗过去吧？走吧，叶兄，打肿脸充胖子，没有反转，没什么可看的。走吧。叶姓男子失望地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凌晨，随后转身进入了屋内。他是得了失心疯了，先前竟然会相信对方有大来头，现在看来他分明就是脑瘫啊！凌晨艰难地站起身来，手中还紧紧握着那块琉璃冰晶石。此刻他整个人都快疯了，先前被坑了零食不说，如今还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丢了出来，事情怎么会发展到如此地步？按照他的预想，不应该是自己在门口遭到刁难，然后引来管事，自己再趁机将宝物展示出来，收获众人的惊呼，管事毕恭毕敬地将自己请入里面，好吃好喝地招待他吗？怎么手中的这块石头就成假的了？凌晨心中焦急万分，进不去拍卖会，那就意味着里面的宝物与他无缘了。凌晨不知道的是，他手中的这块琉璃冰晶石确实是真的，只不过对于万宝商会来说，比起琉璃冰晶石，还是抱上秦九哥的大腿更为重要。琉璃冰晶石虽然稀有，但一位上界公子的人情更是可遇不可求。丁，气运之子凌晨装逼失败，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3万点。豪华包厢之中，云烟缭绕，珠光宝气，墙壁由琉璃铸成，流光溢彩，地面铺着浑然天成的暖玉，温润生辉。四周摆放着各种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玉石雕刻的桌椅巧夺天工，其上镶嵌的宝石熠熠生辉。空气中飘散着沁人心脾的异香，似蓝似麝，非尘世所有。整个空间如梦似幻，宛如人间仙境。反派值越来越少了，看来这凌晨的气运也到头了。秦九哥坐在窗边，仔细观看着这场大戏。当看见凌晨被人赶了出去，他会心一笑，想在拍卖会上捡漏，那我就让你连拍卖会都进不来。公子，这位就是当初招惹你的那个人吗？公子为何不直接解决掉他呢？胡林熙看着凌晨，眉头紧蹙，总觉得自己好像在哪里见过他前辈，不知有没有听说过。气运。秦九哥淡淡开口，气运。胡林熙思考片刻，随后眼中金光一亮。公子的意思是说，这凌晨是身负大气运之人，深受天道喜爱。在上界，气运一说不再似从前那么虚无缥缈，各大势力之间都曾有过研究。毕竟身为顶级势力，他们氏族宗门能够长生不灭，这其中自然也不缺乏大气运。而其中对于气运研究最为深厚，则是北韩道域的镇运天宫。相传他们的开派祖师当年就是以运成道，正因如此，才使得镇运天宫愈发鼎盛，门下弟子人才济济，底蕴越发雄厚，如今更是一跃成为了上界顶级势力。这个凌晨不简单，身负庞大气运，或许能有什么机缘也说不定。所以公子的意思是把他当作寻宝鼠，为你找寻机缘。胡林熙何其聪慧，瞬间就明白了秦九哥的打算。等到凌晨找到重大机缘的时候，也就是他死期到了的时候，这个秦族神子真是好强的算计。若是换成别人被凌晨得罪，恐怕早就忍不住动手了。而他却能耐得住寂寞，利用对方一步步为自己寻找机缘，
不可谓不阴险。等到凌晨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找到机缘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别人做了嫁衣，那他又该有多么绝望？胡灵溪心中顿时生出一股寒意，深深看了秦九哥的一眼。幸好二人之间没有恩怨，不然若是摊上这么一个敌人，每一步都被算得死死的，那得有多可怕？对了，前辈，这个凌晨你有见过吗？秦九哥突然开口问道。凌晨毕竟是这方世界的气运之子，保不准二人之间会有什么联系。胡灵溪摇了摇头，没有，妾身从始至终都生活在森林之中，很少外出，更别提遇到人族了。随即他眉头微皱，但不知为何，妾身总感觉他有些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只是一时之间想不起来了。有些眼熟。秦九哥微微颔首，低头沉思道。胡灵溪之前一直隐居在森林之中，随后因为一块青铜残片莫名遭到了强者的追杀。据他猜测，那块青铜残片很有可能就是凌晨的机缘所在，他需要依靠这块青铜残片打开什么机关，然后才能得到里面的机缘。恰好就在不久前，凌晨身边来了一位自称是他父亲的人，而且那人还是一位真王强者，实力远超胡灵溪。这么看来的话，杀死胡灵溪的那人多半就是凌晨他父亲了。他在得到青铜残片之后，就跑去给凌晨送机缘了。这么看来，凌晨的死因又多了一个。另一边，拍卖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万宝商会不愧是全中州身负盛名的商会，从开始到现在已经出现了不少宝物，其中甚至不乏天阶功法、上品灵器、七品丹药，引得众人争相竞拍。短短一瞬间，宝物就被炒到了一个高价。一些小家族、小势力之人更是囊中羞涩，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竞拍。这上面的任意一件宝物的价格，都抵得上他们家族数百年的底蕴了。别看他们平日里身份不凡，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但在这里就显得太过稀疏平常了。角落里随便一个不起眼的老头，很可能就是他们巴结不上的存在。他们来此的唯一作用，就是成为各位大佬的背景板。恭喜6号包厢获得这部天阶功法。台上主持激动地喊道，随后吩咐旁边的侍女将此物送到6号包厢。又是一部天阶功法，这万宝商会好有钱啊！苏清欢不由得感叹道。在东荒，只有他们玄天圣地有着唯一的一部天阶功法，但在这里，天阶功法却好像路边的大白菜一样随处可见。从开始到现在，这里已经有3部天阶功法进行拍卖了，每一部都卖出了天价。和中州比起来，他们东荒还是太落后了，完全不是一个级别。这中州毕竟是5域之中最强、资源最丰富的，有这底蕴也不稀奇。而且这天阶功法也不算什么，放在上界也才堪堪入流。秦九哥淡淡说道，这些东西只对这方世界的修士有点用，在他眼里连破烂都不如，自然看不上眼。对了，我传给你的那部功法修炼的如何了？秦九哥随口问道。我传给你的那部功法乃是仙阶功法，即便放在上界也是异常稀有，一些顶尖大教都不一定拥有。以你的天赋，若是好好修炼，将来上界必然会有你的一席之地。他说的是实话。凭借苏清欢气运之女的身份，外加上她的9阴玄刹体和仙湖血脉，上界绝不会是她的终点。至于能成长到什么地步，就全看她的努力了。我最近一直都在努力修炼，修为进步得很快，不过有些地方还是不明，需要公子晚上开小灶，为我亲手指点一下。苏清欢朱唇轻启，口吐幽兰，还意味深长地看了秦九哥一眼。既然你都发话了，那自无不可。说着，秦九哥伸手撸着苏清欢的狐尾，这小狐狸最近真是越来越诱人了。一旁的胡灵溪见状，心中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女大不中留啊。看苏清欢的样子，怎么还上瘾了？那种事情真的有那么舒服吗？胡灵溪心中不由得想到。不过苏清欢若是跟随秦九哥，也算是不错的归宿了。对方无论是身份、实力、天赋、背景，无一不是上乘。而且看样子，秦九哥对其也很是宠爱，他也就放心了。有了秦族撑腰，哪怕苏清欢将来回到上界，也不用担心引来家族的追捕。他答应姐姐的事情也算是办到了。下方拍卖会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各方势力之间的争抢愈发激烈。不多时，20余件宝物全部竞拍完毕，每一件都炒出了一个天价，可想而出万宝商会的赚钱能力有多恐怖。台上的主持面色潮红，心中激动不已。这场拍卖会比他预想中的还要火爆。到目前为止，他光是提成就已经收获颇丰了。主持强忍下心中的激动，神情肃穆。嗨，接下来就是我万宝商会此次拍卖的压轴之宝了。想必各位先前或多或少都听说过一些风言风语，那么老夫废话就不多说了。下面有请第一件展品8品丹药破空丹。随着侍女端着木盒走上台，主持伸手接过，随后打开木盒，露出了里面的丹药。一枚圆滚滚的丹药，此刻
正安静地躺在里面。他通体银白如玉，神华灼灼，周身密布着细密繁复的丹纹，小巧玲珑，宛如一件巧夺天工的艺术品。随着木盒打开，一时间浓郁的丹香弥漫而出，流传到每一间包厢之中，整间拍卖会场顿时被这股沁人心脾的丹香所笼罩。破空丹，竟然是传说中的破空丹！万宝商会好大的手笔啊！这种东西他们不留着自己服用，竟然还放出来拍卖。果然和传言中的一样，这次拍卖会和以往相比大为不同。破空丹都放在第一位拍卖，那后面的那2件宝物又会是什么？岂不是比这枚丹药还要珍贵？破空丹一出现，就立马引起了下方无数人的惊叹。即便在中州，炼丹师也是极为稀缺的职业，受到各方势力的敬重。而能够炼制8品丹药的炼丹师更是少之又少，堪称可遇不可求。现如今，一枚8品丹药就出现在他们面前，而且还是8品丹药之中最为稀有的破空丹，众人自然激动不已。竟然是破空丹！此物我随家必须要得到。13号包厢里，一名面色粗犷的中年男子低头沉声道，他周边还围绕着几位长老和后辈。各位，还请给我随家一个面子，此物对我随家有大用，算是我欠在场各位一个人情。13号包厢里，一道粗犷的声音传来，呵呵，你随家算什么东西？我徐家还需要你的人情？另一间包厢里，同样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传来，火药味甚重。徐坤，你在找死吗？包厢里，中年男子怒气冲冲，右拳狠砸桌面，桌子上瞬间多出一个拳头大小的坑印。一旁的长老后辈们吓得瑟瑟发抖，一动也不敢动。徐家和随家乃是多年的仇敌，相互之间看不上眼，而且家主性格暴躁，每次见面2家之间都要爆发不小的冲突，这次自然也不例外。哼，这里是拍卖会，自然是看谁出价更高了。你随家如果没零食，还是趁早滚出去算了，正好也省得各位兄台看笑话。包厢中淡淡的嘲弄声传来，别人或许怕他随家，但他徐家不惧。2人争斗多年，对于对方的底细知晓得一清二楚。零食我随家自然是不缺，就是不知道你徐坤的实力有没有你这张嘴一半强了。随家家主不甘示弱地回应道，呵呵，来就来，谁怕你啊？正好我最近修炼了家族传承多年的天阶功法铁山靠，正愁没人练手呢。另一间包厢之中，徐坤不由得冷笑道，和随家家主粗犷的外表不同，徐坤长相极为俊俏，而且还梳着一头中分，看上去就仿佛一位少年一般。当然，如果有人会因为他的外表就因此小看他的话，可是会吃大亏的。不光是徐家和随家，随着破空丹显露而出，整个会场都炸开了锅，无数目光齐聚一堂。毕竟这可是一枚8品丹药，可遇不可求，更何况还是能助人突破境界的丹药，即便在8品丹药之中也是最稀有的存在。一旦使用得当，保不准就能造就一位破空境强者，一跃成为大楚皇朝中的顶级势力，皇城内部的格局也会趁机改变。因此整间会场不少人此刻都陷入了疯狂之中，若不是还存在着些许理智，知晓万宝商行的恐怖，说不定都有人直接上手抢了。毕竟一枚能助人突破到破空境的丹药实在是太稀有了，这次若是得不到，下次再见还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了。肃静。随着主持发声，场面也逐渐安静了下来。毕竟不管怎么说，万宝商会的面子他们还是要给的。眼见场面安静下来，主持接着缓缓说道，对于破空丹的作用，想必各位应该都不陌生，它能够使修士突破破空境的几率凭空增加3成。既然如此，那么老夫废话也不多说了，现在开始竞拍。起拍价50万极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万灵石、60万灵石、70万灵石、80万灵石、100万灵石。话音刚落，破空丹的价格就直接翻了一番，这还是刚开始竞拍的结果，目前的价格还在不断上涨，可想而知众人对于这枚丹药有多疯狂。300万灵石。13号包厢，随家家主的声音传来，才300万灵石就想要破空丹，你随家未免也太过痴心妄想了。350万。徐家也不甘示弱，狠狠抬了一口价。虽然他们用不到这枚破空丹，但只要能够恶心随家，他们还是很乐意的。随着价格不断上涨，场上不少人已经放弃了竞拍。虽然此物很稀有，但价格太高了，完全不是他们这种普通家族能够负担得起的。如今场上只剩下寥寥几人竞拍，都是皇城有名的世家大族。竞拍愈发焦灼，价格也开始逐步放缓，逐渐到了临界点450万。还有没有人继续加价了？台上的主持催促道，450万的价格已经算是破空丹的最高价了，价格再高就有点得不偿失了。众人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选择放弃了加价。破空丹只是能够增加修士突破破空境的概率，并不是一定能突破境界。归根结底，主要还是看个人的实力，
根基如何。而且此物现在溢价太高，再加价就有些得不偿失了。感谢诸位的捧场，既然如此，那这枚破空丹在下就收下了。随家家主哈哈大笑，有了此物，他将来突破的几率又多了几分。台上的主持点点头，虽然价格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但也算不错了。随后他沉声说道：“450万一次，450万两次，500万。”就在这时，一直未曾发言的苏家出手了。哗！全场瞬间哗然。从整场拍卖会开始，苏家仅寥寥出手过几次，都是竞拍一些丹药。至于这枚破空丹，更是从始至终都未曾出手。这也让一些家族暗中打量，苏家是不是在先前的竞拍中就已经耗尽了灵石。但现实无疑是给了他们当头一棒。显然苏家是早就做好了打算一步到位，彻底断了众人的念想。事实也确实如此，众人都被这500万的报价惊呆了，久久才回过神来。500万极品灵石，就为了买一枚破空丹？没有必要啊，反正可以慢慢加，500万溢价太高了，直接加价50万，苏家好大的魄力啊！你懂什么？苏家就是要这么加价，才能吓住各方势力，让其不敢跟价。看来传言是真的，苏家老祖寿元将近，想要依靠丹药续命。台上的主持很快就反应过来，语气激动道：“500万极品灵石，还有没有人要继续加价的？”场上顿时陷入了一片寂静，不少人还沉浸在刚才没有反应过来，就连随家家主也罕见的沉默了。尽管他心中很是恼怒，但还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没有继续加价。他看出了苏家势在必得的决心，就算自己继续加价，苏家也不会放弃这枚丹药。为了让他们老祖突破，苏家已经不顾一切了。就算这枚丹药价格再高，苏家也会毫不犹豫的争抢。500-600万买一枚破空丹，还是太亏了，远远不值这个价。反正自己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没必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和苏家去争。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3次。好，让我们恭喜苏家家主获得这枚破空丹。主持语气激动，500万极品灵石，这无疑是一个天价。原本在他的预想中，此物能够拍出450万灵石就已经十分难得了，但现实无疑给了他一个天大的惊喜。随着侍女将丹药送入包厢，下一件展品也被送了上来包厢内。拿到破空丹的苏家家主顿时松了一口气，有了此物，老祖突破空境的几率无疑又大了几分。没办法，为了此物，哪怕再多的灵石他也要竞拍。只要老祖能顺利突破，一切就都是值得。反之，老祖若是作画，那么他们苏家很有可能从此就跌落神坛，沦为二流势力。到那时，必然会引起其他势力的贪念，损失资源是小，更多的可能是苏家直接被其余几家势力联合灭族。到那时，就算有再多的灵石，又有何用呢？无非是别人做了嫁衣。而一旁竞拍失败的各大家族，显然面色有些难看。毕竟这可是一枚8品丹药，而且还是最稀有能够突破境界的丹药。错过这次，下次出现还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了。不过没办法，此物溢价太多了，远不值这个价。而且就算他们争夺，也远不是苏家这位老牌势力的对手。苏家盘踞皇城多年，私底下不知道积攒了多少财富。更何况苏家老祖寿元将近，即将作画，这在皇城之中也不是什么秘密了。苏家之所以在皇城能够屹立多年不倒，不就是因为那位老祖吗？所以为了能够保全那位老祖，对于这枚丹药苏家是势在必得。就算拍出天价，苏家也会毫不犹豫地拍下。可恶啊！包厢内，随家家主面目狰狞，双拳猛砸两侧的桌子。尽管他一直在心中劝诫自己，但眼睁睁地看着破空丹离自己远去，怎么可能不愤怒？毕竟若是有了此物，他将来突破破空境的几率无疑更大。随家是近千年才崛起的新型势力，远不是苏家这个盘踞皇城多年的老牌势力能够相比的。论财富，随家可谓是被苏家完全碾压，所以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此物被苏家拍走，毫无办法。可嗨，废话不多说，下面开始我们这次拍卖会的第2件压轴之宝。主持轻咳了一声，随后接过侍女递来的盒子打开，一时间全场的目光汇聚于此，十分好奇里面装的是什么。毕竟就连破空丹都被放在了第1位，说明此物的价值还远在这枚丹药之上。随着木盒打开，众人也看清了，里面竟然是一本书。主持不缓不慢道：“正如各位看到的那样，第2件展品就是这部功法。经过我万宝商会的鉴定，这部功法乃是一部天阶中品的功法。一部天阶功法的价值就不必我多说了，更何况这还是天阶中品，世间少有。若是想将家族发扬光大，自然缺少不了一部好的功法。据我所知，在场的不少人今生大多连一部天阶功法都没有见过，所以各位若是想发展家族，可不要错过这部功法了。
什么？天阶中品？此言一出，全场哗然。众人眼神炽热地望着那部功法，眼中满是贪婪丝，竟然是天阶中品的功法。这好像是万宝商会第一次拍卖天阶中品的功法，这种级别的功法竟然都排在第2件。那最后那件压轴之物到底是什么？莫非比一部天阶中品功法还珍贵？天阶中品的功法，听说只有皇城5大家族才各有一部，这岂不是说只要谁能拿下这部功法，将来便能成为皇城第6大家族？想什么呢？你是怎么觉得5大家族会放任其他人抢夺这部功法，眼睁睁地看一个新兴势力和他们平起平坐？而且他们在皇城盘踞多年，论财富，除了皇室以外，还有谁能和他们相比？以我看，最终这部功法的最终归宿只会落在5大势力的手中。不管落在谁手中，我们这次是开眼了，不但看到了8品丹药，还见证了一部天阶中品功法。对于那最后一件压轴之宝，我心中越来越好奇了。看着众人激动的反应，主持很是满意，随后不缓不慢地继续说道：这部功法的起步价100万极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万灵石，现在竞拍开始。110万灵石，120万灵石，150万灵石，嘶，100万极品灵石，起拍价就这么高？台下有人不可思议道：要知道前面可是拍了不少宝物，有不少宝物最后的成拍价连100万都没到，结果现在就连起拍价都这么高，实在是让人心惊。而且众人加起价来也丝毫不手软，很快这部功法的价格就来到了高峰。这部功法主要的争抢者还是5大家族，他们显然是先前得到了不少消息，所以准备得很充足，一个个喊起价来毫不犹豫。至于原本对这部功法还有些想法的一流势力，例如徐家、隋家，此刻更是放弃了心中打算。他们身后的势力虽然强盛，但显然还没法和5大家族相比。不说能不能掏出这么多灵石，就算掏了出来，拍下了这部功法，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反而可能是灾祸的开始。毕竟若是没有足够的实力，身怀重宝只会沦为众矢之的。1000万一次，1000万2次，1000万3次，让我们恭喜王家获得这部功法。主持语气激动道：经过一阵竞拍，此物也是以1000万极品灵石的价格被王家拍走。有几方势力不怀好意地望向王家所在的包厢。王家在大楚皇朝算是排名前几的势力，族中有破空境老祖坐镇，但即便是他们，族中也仅有一部天阶中品的功法，可想而知此物有多稀有。加上现在又拍下了一部，王家此刻族中一共有2部天阶中品的功法。毫无疑问，若是王家将这部功法成功掌握，将来必然能够成为大楚皇朝第1世家，将其他家族死死压在身下。到那时，皇城的格局可要发生巨变了。这对于各大势力来说，无疑是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原本上面有一个大楚皇室就已经够了，现在又即将多一个王家将他们压在身下，而且这个王家在以往还是和他们平起平坐的存在，他们怎么可能会甘心？众人暗自传音，不知是在交谈着什么，但从他们的表情上来看，显然不是什么好事。呵呵，看来大楚皇室对于这几族有些太过忌惮了，竟然想靠一部功法让他们自相残杀。包厢中几人看着下方的拍卖场，胡灵溪不由得开口说道：胡族天生聪慧狡黠，对于大楚皇室暗藏的小心思，他一眼就看了出来。不错，有点小聪明。秦九哥点了点头。小姨、公子，你们在说什么啊？苏清欢一脸好奇地问道。他们不是在竞拍功法吗？怎么就跟大楚皇室扯上关系了？秦九哥语气淡淡，摸了摸苏清欢的胡耳，随后为他解释道：你觉得万宝商会为什么会将这部功法拿出来拍卖？为了灵石啊，而且他们是商会，自然不可能放弃这个赚钱的机会。苏清欢一脸天真道。一旁的九幽不由得开口说道：清欢，你太天真了，万宝商会后面站着的是大楚皇室，二者没什么区别。赚钱的话，他们售卖普通的天阶功法不就行了？为何偏偏要售卖这么一部天阶中品的功法？要知道，这种级别的功法即便在中州都极为少有，大楚皇室不留着自己用，竟然还会售卖给其他人。苏清欢闻言低头沉思，但还是没有思绪。九幽姐，那你说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目的自然是让这几大家族自相残杀了。一旁的秦九哥淡淡开口道：皇城这几大家族盘踞此地这么多年，已经让皇室产生了危机感，所以他们借了万宝商会的手出售这部功法。不管这部功法最后落在谁手上，其他家族都不会坐视不管，免不了发生流血冲突。而大楚皇室只要安静地看着他们自相残杀，便能削弱他们的实力，牢牢坐稳皇位。秦九哥轻声解释道。苏清欢从小就被保护得很好，没有见过人间险恶，因此才导致性格还有些单纯。但他不一样，身为秦族神子，
他身上肩负着的是秦族的未来，将来执掌的是整个秦族。对于继承人来说，你不仅需要恐怖的实力，更需要聪明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使家族走得更远。所以他从出生起就一直接受着家族的各种教导，对于这种事早已见怪不怪了。原来是这样，想不到这些上位者心中一个比一个会算计。苏清欢轻声说道，他是真没看出来，这拍卖会后面竟然还隐藏着这么深的算计你啊，还是太单纯了，有空多跟九幽学学吧。秦九哥微微摇头，在场之人里恐怕就属苏清欢最单纯了。比如他打九幽屁股，九幽就知道换个姿势，但他要是打苏清欢屁股，他只会一脸疑惑地问自己为什么打他。不过对方毕竟是气运之女，他倒也不用担心什么。随后感受一股熟悉的感觉，秦九哥将神识散开。怎么了主人？一旁的九幽察觉到秦九哥的举动，轻声问道。没什么，不过一会儿就会有好戏看了。秦九哥眉头微微一挑，神识透过包厢仔细看着里面坐着的2名黑衣男子，二人全身都被黑色斗篷遮掩，脸上戴着面纱，看不清长相，但从其中一人头上略微散发出来的气运来看，这显然就是凌晨。这凌晨不愧是气运之子，竟然这都能被他混进来。只不过他最近显然混得有些惨，气运已经稀薄得不成样子了，仿佛一吹即散。他还记得自己刚见他的时候，头上的气运可是尤为灿烂，宛若一个小太阳般金光闪闪，结果现在暗淡无光，仿佛下一秒就要消散，还真是世事无常啊。至于另一人，如果他没猜错的话，那人应该就是凌晨父亲了。看来他能混进来就是依靠这人，只不过拍卖会马上就要结束了，他现在进来又有什么用？无非是让自己的人生提前结束罢了。随着前2件展品的拍卖，现场的氛围被直接点燃，无数人翘首瞩目，十分好奇这最后一件展品会是什么，竟然连一部天阶中品的功法都比不上。要知道，无论是8品丹药还是天阶中品的功法，在以往的拍卖会上都是最后的压轴之物，甚至大多数时候都难得一见。而如今这2样东西都沦为了陪衬，这无不让众人好奇，这最后一件展品到底是什么？莫非真的是和传言有关？主持捋着长长的白须，语气平和道：呵呵，看来各位的兴致很高涨啊。既然如此，那老朽也就不卖关子了，让我们有请第3件压轴之宝登场。和前2件展品不同，这次展品乃是由4名侍卫亲自护送。在护送完毕之后，4名侍卫更是直接站在了主持的2侧，严阵以待。可想而知万宝商会对于这件物品的重视。而且此物的样式也很大，装在一个长木盒中，木盒精雕细琢，极其秀美。众人在下方好奇地观望着，仿佛要透过木盒看清里面装着什么。想必在这次拍卖会开始前，各位应该听到过不少风言风语吧？没错，正如各位猜想的那样，我们这次拍卖会的压轴之宝乃是一件极品灵器。说罢，主持不再隐瞒，而是直接打开了木盒，露出了一把寒光凛凛的长剑。剑身修长，澄澈锋利，泛着凛冽的寒光，仿佛能斩断世间一切虚妄，剑脊挺拔有力，两侧的刃口薄如蝉翼，闪烁着令人心悸的锋芒。剑柄更是由万年朽木制成，其上缠绕着细密的银线，呈精致的云纹状，镂空雕花。众人的目光顿时被这柄长剑吸引过去，忍不住出声赞叹。展示了一番之后，主持将长剑收回木盒，严肃沉声道：这柄长剑乃是不久前我万宝商会从秘境中带出来的宝物，极品灵器，削铁如泥，可轻易开山断海，威力无穷。一件极品灵器的价值就不必多说了，我相信你们在场的大多数人都是为了此物而来。起拍价100万极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万，现在开始竞拍。120万灵石，150万灵石，200万灵石。相较于前2件物品，这件极品灵器的竞拍无异于更激烈。毕竟丹药不一定100%突破，天阶功法他们也未必能领悟，但这柄极品灵器只要稍微显露出一丝气息，都有着莫大的威力。在极品灵器之上，就是传说中的神器了。不过神器乃是国之重器，稀有无比，往往只有中州顶级势力才能拥有。就比如他们所在的大楚皇朝，真王境强者数位，但目前也仅仅有着唯一一件神器，除非是面临灭顶之灾，否则轻易不会动用。莫说神器，哪怕是准神器都稀有无比，一位真王都未必能够拥有一件准神器。所以说一件极品灵器就相当于这个世界的顶尖法器了。所以哪怕明知道可能会引来强者窥视，众人也还是忍不住心中的诱惑来竞拍这件法器。更何况先前万宝商会已经放出风声，不少人正是为此而来。500万，短短一会时间，此物价格飞涨，迅速来到了一个可观的数目。600万。包厢里凌晨看着众人争相竞拍，
也是没忍住出手了。现在他手上急缺一把能够和秦九哥抗衡的武器，此物就很是不错。只不过他手上的这点灵石完全无法和一个家族世代的积累相比，很快就被其他人的声音所淹没。看着价格不断上涨的宝物，凌晨心中焦急万分，忍不住扭头询问林日天：“父亲，你手上还有多余的灵石吗？”黑袍下的林日天无奈地摇了摇头：“没了，我所剩的灵石都交由你保管了。如果你想要拿下这件法器，少说也要上千万极品灵石，远不是我们能够负担得起的。那怎么办？父亲，此物对我来说很重要，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拿到。”凌晨焦急万分，他有预感，只要自己能够得到此物，对于复仇就又更进一步了。既然如此，那我们只能动手抢了。一旁的林日天面色阴沉道：“啊，现在吗？”凌晨心中顿时一慌，毕竟他才一个小小的化魂境，修为连门口的侍卫都比不上，若是这里爆发大战，自己绝对会被殃及池鱼，抵抗不了分毫。而且就算林日天能从这里逃出去，那他怎么办？事关生死，他谁都不会相信。林日天摇了摇头，此地高手如云，那名会长的实力就不弱于我，更何况这里还是他们的地盘，有些危险。保险起见，先看看此物最后会被谁拍走，等这场拍卖会结束，对方离开这里，我们再去杀人越货。林日天咬牙说道：“1500万一次，1500万2次，1500万3次，让我们恭喜穆家成功得到这件极品灵器。”随着最后一件展品拍出，此场拍卖会圆满结束。有人收获颇丰，满意的离开了此地，也有人面色苦涩，无奈的走了出去，更有甚者不怀好意，偷偷摸摸的尾随别人。晨儿，他们出来了。觉察到穆家几人走出包厢，离开了此地，林日天不再犹豫，同样带着凌晨离开了此地，跟随着穆家一众人离去。走吧，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有好戏看了。秦九哥轻轻一笑，随后也带着众人一并离开了此地。屋外此刻已经夜幕降临，街上人影稀疏，穆家众人来到一处偏僻之地，随后就停了下来。月黑风高，正是杀人的好时候，你说是不是啊？穆家家主回头看去，语气淡淡道。在他身旁的穆家众人也都一并回过身，面露嘲讽之色。稍后2名黑袍人显露出身形，我原本以为会是那几族的人，没想到竟然是2个藏头露尾之人，一个封王境，一个化魂境，竟然就敢跟踪我们穆家。看来我穆家沉寂已久，现在就连一些藏头鼠辈都骑在我们头上了。穆家家主语气平静，丝毫没将2人放在眼里。交出那把剑，我就饶你一命，否则，黑袍男子语气淡淡道。此言一出，顿时就引得众人一阵哄堂大笑。有人忍不住开口讥讽道：“你是不是修炼的走火入魔，脑子烧坏了？看来你还没有搞清楚情况，不过无妨，你很快就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的。他们这里足足有着3名封王境，6名封侯境，无论是人数实力都是碾压，更何况家主还是封王境后期，手中还有着一把极品灵器，哪怕是破空境都足以抗衡一段时间。既然如此，就让我来会会你。”其中一人应声而出，脚步落下，地面竟微微震颤。老五，小心点，那人很不对劲，我们为你掠阵，若是不敌，就赶紧回来。穆家家主暗中传音道。明明此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封王境，可为何他心中会莫名升起一股不安呢？放心吧，家主，用不着你出手，此人就交给我吧。男子丝毫不惧，缓步走了上去。碧天降魔掌，低喝声中杀意凛然。男子毫不留手，周身木属性灵力激荡，施展出了穆家引以为傲的绝世掌法。只见天穹之上光芒大放，一只由无尽木之灵力凝聚而成的碧玉大手凭空出现，其大无边，遮蔽了半边天空，掌心如蕴含着一片生机盎然的密林，却又带着无匹的镇压之意，缓缓向着下方拍落。哼，雕虫小技！看着朝自己逐步逼近的巨掌，黑袍男丝毫不惧，他冷哼一声，掏出自己的长刀，对着迎面而来的巨掌遥遥一砍。一道凝练到极致的刀气破空而去，速度快到极致，原本庞大无比的巨掌顿时被切碎。什么？那人大惊，似乎是没有想到黑袍人实力这么强，自己的全力一击竟然被他随手破解。噗嗤！男子顿时一口鲜血喷出，绝学被破，他也遭到了反噬，随后慌乱远离此人。只不过黑袍男似乎并不打算就这么放过他，没有多余的言语，又是一刀劈出，快如闪电。男子甚至没能看清动作，便被刀气洞穿眉心，眼中最后残留的只有无尽的惊愕与不甘，身体轰然倒地。什么？老五，老五！周围几人顿时围了上去，焦急地呼喊着，仔细查看着他的伤势。魂飞魄散，生死道消。
你隐藏了修为？穆家家主猛然抬头，眼中骇然，因为刚才他竟然没有看到对方是如何出手的，也就是说，对方的实力修为绝对都还在他之上。我最后再说一次，交出那柄剑，我就饶你们一命。黑袍男依旧语气淡淡，如果不是因为担心闹出的动静太大，引来其他强者的注意，他早就动手了，何必还说这么多废话？当然，如果对方还如此执迷不悟，那他也不介意将对方一一了结。你做梦！你如此行事，难道就不怕事后遭到我穆家的报复吗？穆家家主咬牙切齿，对方显然是有备而来，他可不相信自己交出宝物，对方就会放过他们。呵呵，穆家算什么东西？既然你们如此执迷不悟，那我就杀了你们，再取那件宝物。说罢，黑袍男不再掩饰，自身气势显露而出。真王境前期？什么？你竟然是真王？穆家家主大骇，面色惊恐。什么？真王？一旁的穆家众人同样吓傻了眼，呆愣在原地不知所措。难怪对方敢来跟踪他们穆家，原来是隐藏了修为。一位真王，这已经是此界的战力顶点了。别说他们，就算老祖前来也不是对手。众人此刻心中都不免升起了绝望。大家小心，我拖住他，你们趁机赶紧逃离此地。穆家家主面色阴沉地说道。面对一位真王，他们没有半点抵抗的希望，只能听天由命。能逃几人是几人了，此地的空间已经被我封锁了，现在想逃，不觉得有些晚了吗？林日天缓步上前，压迫感颇甚。既然已经暴露了实力，那他绝不会放走任何一个人，不然一旦消息传到大楚皇朝的耳中，很有可能会暴露出自己的身份，到那时他就危险了。偷偷摸摸的，那老夫就先解决了你。察觉到有人想破除他的空间封锁，林日天语气淡漠如冰，话音未落，手中长刀已然出鞘，整个人的身形都消失在原地。刀身之上，烈焰骤然腾起，赤红色的火光映亮他冷冽的眼眸，灼热的气浪让周遭空气都扭曲起来。那名穆家强者还没反应过来，自己的头颅便已经掉在了地上，身死道消。庶子而敢！穆家家主目眦欲裂，怒吼出声。他深知今日已无退路，猛地一口精血喷出，周身气息瞬间暴涨，原本停滞的修为轰然冲破桎梏，强行踏入了破空境。淡金色的罡气在他周身疯狂翻涌，每一寸肌肉都奔张起来。穆家家主猛然掏出刚从拍卖会上得到的极品灵气，刹那间，他体内的灵气如江河倒灌般被灵气疯狂吞噬，整个人气息骤然萎靡，脸颊飞速褪去血色，身形都晃了晃，仿佛下一刻便会栽倒在地。然而灵气却在此刻绽放出万丈霞光，一道凝练到极致的灵光从气身暴涨而出，带着撕裂苍穹的锐啸。所过之处，地面裂开深不见底的沟壑，那股恐怖威力让穆家在场所有人都脸色煞白，下意识的后退躲避，生怕殃及池鱼。想跟我拼命吗？面对这即将到来的恐怖一击，林日天嗤笑一声，眼神中的不屑毫不掩饰。只可惜，就算燃烧精血，蝼蚁依旧是蝼蚁。此物虽强，但远不是你这么一个小辈能够驱使的了的。面对那裹挟着毁天灭地之势冲来的全力一击，林日天甚至没有挪动脚步，只是握紧了手中燃烧着烈火的长刀，刀尖斜指地面。烈焰刀法！林日天猛然出声，声如惊雷。随后，一道赤红色的刀芒自刀尖暴涨而出，如同一头挣脱束缚的火龙，带着焚尽万物的灼热气息，迎着那毁天灭地的攻势悍然撞去。天地间仿佛只剩下两种极致的力量在碰撞，轰鸣声震耳欲聋。冲击波以二人交战之处为中心，向四周疯狂席卷，地面瞬间被撕裂出数道深沟，碎石与烟尘冲天而起。随着烟雾散去，穆家众人惊恐地发现，家主竟然躺在地上，被那名黑袍人死死踩在了脚下。不错，你很有骨气，但可惜只有死人才能保守住秘密。为了不暴露出我的身份，就只好让你们去死了。林日天语气淡漠，随后拿走了穆家家主手中的长剑。怀璧其罪，这在实力为尊的修仙界再正常不过了，要怪就怪他们太弱小了。就算自己不强，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实力能够护住这件极品灵器。嘿嘿，你到底是谁？大楚什么时候多了你这么一位真王强者？难道你是皇室的人？穆家家主心如死灰，他已经尽力了。二人之间的实力差距太大，哪怕他燃烧精血，手持极品灵气，却依然不是黑袍男的对手。真王在这方世界基本上就等同于无敌的存在，除非是多名同等级别的强者联合出手，不然想除掉一个真王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他们穆家何曾得罪过这么一位强者？整个大楚能够驱使一名真王的势力也唯有皇室了。难道是因为穆家最近发展太过迅速，所以引来了皇室的忌惮，想要趁此机会削弱他们穆家的实力？放心，
我和他们同样有仇。过不了多久，我就会把整个大楚皇朝送下去见你们的。提及大楚皇朝，林日天明显变得有些焦躁，咬牙切齿道。随后，林日天不再留手，一刀将穆家家主结果，然后又将目光放在了穆家其余几人身上。家主死了，我们完了。家主死了，我们赶紧逃吧。穆家剩余的几人面色惊慌，四处逃窜。以往在众人面前无所不能的家主，在这黑袍人面前竟然连一招都没有撑过，而家主的身死也彻底成为了压死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只不过此地空间早已被林日天封锁，众人根本破不开，只能待在原地等死。解决掉其余几人之后，二人一举掀开黑袍，露出了原本的面容。林日天将众人的尸体一一销毁，随后取出那柄长剑交给了凌晨。凌晨握住长剑的双手都止不住的颤动，太强了！别看对方喜欢吹牛逼，但实力还真不是盖的。面前的这群人实力基本上都在封侯境、封王境左右，放在东荒就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哪怕玄天圣地都不敢轻易得罪。但在他这位便宜父亲的手中，随手就被秒杀了。此刻他才明白真王在此界的压迫感，有了这么一位真王靠山，以后在此界谁还敢再得罪他？趁现在还没有人发现，我们赶紧离开这里。林日天语气淡淡，这里毕竟是大楚皇朝的地盘，他现在身份敏感，不宜久待。凌晨点点头，随后将长剑收好，面色激动。有了这把极品灵器，他距离复仇又更进一步了。秦九哥，我说过，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一定会让你后悔当初放过我的。凌晨紧紧握拳，随后跟随着林日天准备离开此地。好一场杀人夺宝的大戏啊，真是精彩！谁在哪里？林日天猛然回头，心中生出一股警惕，暗中竟然还隐藏着其他强者。对方是什么实力？他竟然没有发现丝毫不妥，那岂不是说对方的实力还远在他之上？他刚才的所作所为都落在对方眼里了。这声音为何会有些耳熟？凌晨面色凝重，仔细回忆着脑海里的这个声音。哼，藏头露尾，难道不敢现身吗？林日天冷哼一声，神识散开，仔细搜寻着周围的每一处角落，但可惜依然无济于事。许久未见了凌晨，不知你可有想我啊？随着虚空一阵波动，秦九哥带着众人从中缓缓走出，嘴角含笑。竟然是你，秦九哥！凌晨面色惊慌，以往的恐惧席卷而来，下意识就想要逃离此地，但随即他便想到林日天刚才展示出的恐怖实力，顿时就安下了心。现在可不比当初了，自己也是有靠山的人了，一旦交战，谁死谁活还不一定呢。竟然是你，你没死！林日天面色诧异，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画面一样。呵呵呵，想不到吧，我们又见面了。胡灵溪面色阴沉，也认出了此人，正是当初杀害自己的凶手。公子，那人就是当初杀死我的凶手。胡灵溪红唇轻启，目光死死盯着林日天。什么？小姨，就是他杀死的你？苏清欢心头巨震，以往和凌晨和他套近乎的画面，此刻又在脑海中浮现出来。难怪当初他小姨一直生活在森林之中，却会莫名遭到强者的追杀。原来一切都是有迹可循，当初就是因为凌晨才导致自己小姨的行踪暴露，进而引来他身后那人的追杀，甚至二人可能早已蓄谋已久，早就盯上了他小姨。可笑他当初还对凌晨有着些许好感，现在看来对方完全是狼子野心。丁，气运之女苏清欢对凌晨心生怨恨，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10万点。丁，气运之女苏清欢对宿主心生感激，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10万点。一旁的秦九哥有些发懵，不知道苏清欢又在胡思乱想些什么，竟然给自己提供了这么多反派值。不过本着不要白不要的原则，他也只好勉为其难的收下了。随即他看向一旁的胡灵溪，轻声安慰道：放心好了前辈，他今日就会死在这里。在下就先谢过公子了。胡灵溪闻言轻轻点头，不由得心生感动。这分明是自己的私事，哪怕对方不帮忙，他也不会说什么。更何况对面还是一位真王，实力恐怖，是此界战力的顶点。但对方却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让他心中对这位秦族神子好感大增。林日天仔细打量着面前的几人，最终将目光放在了领头的那位男子身上。秦九哥，看来你就是陈儿口中的那位上界大人了。天赋不错，小小年纪有了如此实力，确实是老夫平生所见。但可惜今日你就要夭折此地了。死掉的天才可算不上天才。林日天语气平静，却暗藏杀意。虽然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救活这只狐狸的，但二人既然混在了一块，那就说明他抢夺那块青铜残片的事情很有可能暴露了。此事事关重大，
绝对不能让第三个人知晓。更何况对方还是让他儿子变成女儿的凶手，他害得晨儿那么惨，自己更不可能放过对方了。秦九哥仔细打量着林日天，随后摇了摇头，一脸可怜道：看来你就是凌晨父亲了，还真是可怜啊。你儿子被面前这人夺舍，身死道消，可怜你还没有发觉这一切，一直在为杀死你儿子的凶手铺路，还真是可怜啊。什么？你说什么？林日天面色诧异，而凌晨则是心中泛起恐惧。他怎么知道的？他穿越过来，确实是穿越在了这里的一个原住民身上，说是夺舍也没错。但问题是，对方是怎么发现他的身份的？当年就算凌霄也没发觉自己的身份不妥，自己穿越这件事绝对不可能会被第二个人知晓。但比起这个，眼下最重要的是怎么稳住林日天。以他最近与其相处的情况来看，对方对待他儿子是说不出的好。一旦被其发现自己是冒牌货，还把原主给夺舍了，都不用秦九哥出手，暴怒的林日天绝对会把他撕成碎片的。必须先把他给稳住了。凌晨面露不解之色。秦九哥，你在说什么？莫非是害怕了，想要挑拨离间吗？呵呵，装的倒挺像，不过该说的我都说了，反正又不是我儿子，夺舍不夺舍也跟我没关系。倒是可惜某人自己儿子被夺舍了不说，还被杀死自己儿子的凶手利用至今，真是可怜啊。秦九哥摆了摆手，语气中满是惋惜。父亲，你不要相信他，他在挑拨离间，我没有被夺舍，不信你可以来检查我的神魂。凌晨强装镇定道，事到如今他只有赌一把了，若是对方搜魂，就会发现自己夺舍了他儿子，到时自己只会是死路一条。但依照他对林日天的了解，对方如此溺爱他儿子，多半是做不出这种事的。果不其然，面对秦九哥的调侃，林日天是半个字都不信。放心吧儿子，我不会被他蛊惑的。林日天拍了拍凌晨的肩膀，随后将目光转向秦九哥，语气森然。姓秦的，你省省心吧，我的感觉到他身上流着的是我林日天的血，他就是我林日天的后代。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晨儿之间的恩怨，你想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让我对他出手，简直是痴人说梦。秦九哥，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来这里，但既然你来了，就给我受死吧。因为担心对方接下来再暴露出什么，所以凌晨直接率先出手了。他手持极品灵气，周身浩瀚灵力如百川归海般疯狂涌注入气身，随即手腕翻转，携着雷霆万钧之势朝着秦九哥迎风一斩。剑光恢宏，如银河倒泻，瞬间撕裂空气，带着刺耳的尖啸直逼秦九哥面门。所过之处，周遭空间竟隐隐扭曲，地面砖10寸寸皲裂，足见这一剑之威已远超同阶修士的极限。不得不说，此物不愧是极品灵气，哪怕只是稍微泄露出一丝威压，都足以爆发出极大的战力。看着呆愣在原地的秦九哥，凌晨眼中闪过一丝得意。他笃定这一剑足以重创秦九哥，毕竟对方虽然实力恐怖，但太拖大了。一件极品灵气，哪怕只是稍微催动，也绝不是对方这么一个小辈能够抵抗的。除非他身后的那名护道者出手，不然秦九哥必定要被重创。看来这就是你的全部实力了。这么久过去，还是没有半点长进吗？面对这道杀意盎然的剑光，秦九哥没有丝毫惧意，反而口中轻声呢喃：正好用你试试我秦族绝学先秦宝典。就在剑光即将集体的刹那，秦九哥终于动了。他不退反进，左手捏出一道玄奥法诀，口中低喝之声刚落，一本古朴无华、布满金色篆文的虚幻典籍便凭空悬浮于他身前。典籍飞页缓缓展开，其上先秦2字仿佛蕴含着万古帝威，竟硬生生将那道恢宏剑光定在半空。任凭凌晨如何催动，都再难寸进分毫。什么？这是什么招式？眼见剑光被禁锢在半空，凌晨脸色骤变，心头涌起强烈的不安。这是何等古怪的功法？此物一出现，他就感觉一股莫名的威压降临，仿佛一座大山镇压着自己，使其心胸气闷，周身灵力运转都困难了几分。而他那道蕴含自己7成灵力的恐怖剑诀，更是在此物的禁锢之下，缓缓消散于天地，不留一丝痕迹，仿佛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一样。凌晨下意识继续催动手中灵气，但随即便感觉到一股磅礴的威顺着剑体反噬而来，震得他虎口开裂，鲜血直流。什么？这怎么可能？凌晨目光大骇，全然没有发现自己是何时中的招。再尝尝这一招吧。秦九哥眼神淡漠，右手并指成剑，对着悬浮的典籍轻轻一点。刹那间，宝典中金光暴涨，无数金色篆文如活过来般飞射而出，化作一道道锋利的剑气，朝着凌晨席卷而去。不好！凌晨躲闪不及，身上的护身灵力瞬间被剑气撕碎，整个人如遭重击，倒飞出去，重重摔在地上，口中喷出一大口鲜血，五脏六腑化作碎片碎裂，手中的极品灵气也哐当一声掉落在地，失去了光泽。
他挣扎着想爬起来，却发现浑身经脉剧痛，仅剩的灵力几乎也被那股地威震散，再也提不起一丝力气。不好，晨儿！一旁的林日天见状，顿时神色慌张，下意识就要前去帮助凌晨，但随即虚空轻颤，仿佛被无形之力撕裂，一只洁白无瑕的玉手从中探出。玉手看似纤细，却裹挟着恐怖绝伦的威压，如泰山压顶般朝着林日天重重拍下。所过之处，空气都被挤压的发出沉闷的爆鸣。林日天瞳孔骤缩，这一击来得太过突兀，他躲闪不及，只得咬紧牙关，将体内灵力尽数催动，在周身凝聚出一层淡金色的灵力护罩。砰！玉手轰然落在护罩上，金色护罩瞬间如玻璃般寸寸碎裂，恐怖的力量余波毫无阻碍地砸在林日天背上，顿时后背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仿佛全身骨骼都被震得粉碎。林日天闷哼一声，一口鲜血混合着破碎的内脏碎片猛然喷出，身体如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砸在地面上，激起漫天尘土。他挣扎着想要起身，却发现四肢百骸都传来钻心的疼痛，丹田内的灵力更是紊乱不堪。你的对手是我，主人可没说让你过去。虚空中泛起一阵波动，随后九幽的身形显现了出来。可恶，看来你就是那性情的身后的护道者了。你到底是什么境界？为何会这么强？林日天慌忙吞服着各种丹药，尽量维持着气息稳定。他先前就是感受到这女子散发出来的恐怖气场，所以才不敢轻举妄动，选择在一旁默默观战。本以为凭借着凌晨手中的极品灵气，就算不敌那人，自保也应该没什么问题。谁料想对方竟然这么强，而那本神秘的古书更是诡异，他竟然都没有看出里面的底细。而正是因为心中挂念凌晨，这才导致他不慎被女子重创。对方的实力简直太可怕了，深沉似海，他看不出半点底细。这种感觉仿佛又回到了当初林家被灭门的那一晚，自己也是像如今这么无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族人被杀，却没有丝毫办法。我能发挥的实力不多，但杀你足够了。九幽语气平淡，眼中杀意浮现。就算他被压制了境界，但也不是对方区区一名真王就能对付得了的。面对步步紧逼的九幽，林日天深知自己是遇到了一个硬茬，若是再不拼命，他和凌晨今日恐怕就都要交代在这里了。当初林家灭门的惨案他无能为力，可如今绝不能再让他林家的独苗死在此地。那就试试吧，老夫也很好奇，你们上界强者的实力究竟如何？林日天手中捏着一枚暗红色丹药，随即毫不犹豫地一口吞下。随即只见他原本受创的伤势逐渐恢复，鲜血凝固，气息逐渐平稳，就连境界也猛然提升，从真王境初期提升到了后期。这是他林家当年珍藏的一枚九品丹药，当初林家灭族，他侥幸将此物带了出来，也被他一直当作自己的底牌。服用这枚丹药之后，不但可以恢复所有伤势，甚至还能将修为短暂提升一段时间，堪称神丹井底之蛙，怎知上界的辽阔？就算你提升境界，也依然不会是我的对手。九幽面色冷漠，手中灵力汇聚。死！林日天暴喝一声，挥刀斩出。刹那间，刀芒暴涨，化作一条栩栩如生的火龙，裹挟着滚滚热浪，朝着九幽猛扑而去。火龙所过之处，空气仿佛都被灼烧的扭曲，地面的碎石亦随之迸裂。九幽全然不惧，神色冷漠，红唇轻启，在我九幽民族面前玩火，简直不知死活。幽冥焰心莲。话音落，九幽素手轻挥，掌心竟凭空绽放出一朵紫红色火莲，花瓣边缘萦绕着淡淡紫气，花蕊处跳动着妖异的火苗，明明是火焰，却透着令人心悸的阴寒。这是他以自身本族神通九幽冥火为根基独创出的一式杀招，所过之处烈焰滔天，能焚毁世间一切有形之物，无物可挡。火莲一经现世，在场的空气瞬间变得更加灼热难当，连周遭的空间都似被这诡异的火焰扭曲，隐隐泛起波纹。什么狗屁火莲，也敢在老子面前卖弄！林日天怒喝一声，眼中满是不屑。烈阳斩！他双手紧握那柄泛着冷光的黑色长刀，周身灵力暴涨，刀刃上瞬间裹上一层凌厉的刀气，对着迎面飘来的幽冥焰心莲悍然一刀斩下。当轰！金铁交鸣的脆响未落，爆鸣声已震彻天地。林日天的长刀劈中幽冥焰心莲，却见那紫色莲瓣骤然炸裂，无数道幽紫火芒如暴雨般四下溅射，每一缕火星都带着粉骨蚀魂的阴寒。不好！林日天脸色巨变，仓促间催发灵力护罩，可那火芒竟如无视屏障般穿透防御，瞬间缠上他的四肢。刀刃上的刀气被火焰吞噬，连带着长刀都变得滚烫，他握刀的虎口被震裂，鲜血直流。更致命的是，焰心莲炸开的核心火焰化作一道漆黑火柱，直轰他胸口。
林日天只觉一股巨力袭来，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砸在凌晨身旁，咳出一大口鲜血，胸口焦黑一片，气息奄奄。凌晨，看来你的靠山也不过如此嘛。秦九哥缓步而来，先秦宝典化作一道流光飞回他体内。嗨嗨，小子，我承认你们很强，但可惜今天死的人绝不会是我们。面对强敌逼近，林日天强撑着身体站起，没有丝毫惧怕，反而脸上还泛起阵阵冷笑，因为他手中还有着一件足以改变战局的底牌。他本不想如此，但奈何对方实在是太难缠了。哦，怎么？你莫非还有什么底牌不成？秦九哥语气淡淡，丝毫没有将对方放在眼里。不过既然来了，那他就先把林日天解决掉，以免对方在将来的秘境当中出什么幺蛾子。不错，我手中还有着一件召唤老祖的玉简，你可听说过我林家战神老祖？一旦老祖降临下界，你们就都要死。林日天骄傲地抬起头，语气中满是自豪。呵呵，林家老祖？没听说过，一些阿猫阿狗还没有被我认识的资格。秦九哥语气淡淡，上界林家多了去了，除非是诞生出大帝的势力，不然都不会被他放在心上。至于他口中那什么林家老祖，不用听也知道是对方在吹牛逼，比背景他还从来都没有怕过谁。小子，既然你来自上界，就不可能没听说过我林家。我林家战神老祖飞升上界上千年，建立了不朽大教，门下弟子数百万之众，实力强悍，乃是霸主级别的存在，跺跺脚就能引起全上界的震动。别说你了，就算你身后的势力到此，也不会是我族老祖的一人之敌。希望待会见到老祖，你可不要被吓尿啊。林日天面目森然，随后掏出一块金色玉简。此言一出，一旁的胡灵溪和九幽都忍不住笑了出来。不是他老祖一人之敌，这话秦族和轩辕地族的人听后绝对能笑死。这么多年过去，上界顶尖势力的位置换了一波又一波，而秦族和轩辕地族却始终屹立在上界之巅，这已经很能说明出问题了。对方想凭那什么林家老祖对付秦九哥，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你们笑什么？莫非是吓到神志不清吗？看着众人的反应，林日天眼中闪过一丝决绝，猛然咬破舌尖，吃！一口精血喷在玉简上，随即五指猛然收紧，咔嚓，玉简应声碎裂，化作点点金光融入虚空。恭迎林家老祖！林日天怒吼出声，刹那间天地变色，原本平静的上空乌云笼罩，一股远超真王境的恐怖威压从九天之上轰然降临，仿佛一尊沉睡万古的巨兽睁开了双眼。何人在呼唤我？一道苍老而威严的声音响彻云霄，不怒自威。紧接着虚空如水面般泛起涟漪，一道身着紫金龙纹道袍的虚影缓缓凝聚。这虚影虽不真实，却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气息。原本此地空间被封锁，秦九哥众人的一举一动都不会被其他人发觉，但随着这枚幻祖玉简的召唤，此地的空间封锁被彻底解除，也将林家老祖这具恐怖的虚影彻底在大楚皇朝之中展现了出来。那是什么？有人失声惊呼，声音因极致的震撼而发颤。好恐怖的威压！另一人脸色惨白，下意识地后退半步，仿佛那无形的压力能将他碾碎。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仙人？大楚皇朝的众人抬头望着天穹之上那道骤然凝聚的恐怖虚影，只觉一股难以言喻的磅礴威压轰然降临。那股威压冰冷浩瀚，带着睥睨众生的漠然，让在场每一个人都浑身冰凉，心底不由自主地升起一股源自本能的几乎要跪倒在地的恐惧大楚皇朝。原本正在祖地闭关的各位老祖，在感受到这股恐怖的气息之后，猛然从闭关中惊醒，顿时6道耀眼流光从祖地中飞出，朝着虚影的方向猛然掠去。万宝商会的会长此刻正沉浸在得到9品丹药的喜悦之中，但随即就感受到一股恐怖的威压降临。他抬头望去，却只见到一道磅礴伟岸的虚影浮现，那是幻祖玉简。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老者面色惶恐，他们大楚皇朝也有先祖飞升上界，所以自然能认出来这是幻祖玉简。也就是说，呼唤上界老祖的那位强者也是来自顶尖势力。可对方好端端的莫名呼唤老祖做什么？而且那个方向，莫非是和那位上界公子有关？老者低头沉思，随后又想起了秦九哥先前交代给他的事项。凌晨，姓林，莫非是当年的林家余孽？老者似乎是突然想起了什么，面色惶恐。若真是当年逃掉的那人的话，那麻烦就大了。当年围剿林家的势力之中，大楚皇朝赫然在列，若是被对方的上界老祖知晓，那他们岂不是要完了？即便他们大楚皇朝贵为中州顶级势力，但面对一位恐怖的上界强者出手，依然没有抵抗的余地。除非同对方一样，
通过幻祖御简呼唤先祖下界，只有这样才能抵挡对方的怒火。但问题是，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啊！幻祖御简乃是先祖当年飞升前留给他们的底牌之一，只能使用一次，用后就自动销毁了。就算这次能够抵抗住，那以后又怎么办呢？林家已经被灭族了，谁知道对方先祖知道后会不会彻底疯狂，随时下界找他们的麻烦。老者心中惴惴不安，最终一咬牙，身形化作一道流光，朝着巨大虚影的方向掠去。卧槽！原来这老登不是吹牛啊！我林家上界竟然真的有人！一旁的凌晨看着这道伟岸虚影，眼中尽是羡慕。这才是真正的强者。一道虚影跨界而来，引得虚空战力，为天地所不容。随便一缕威压，就压得众人栽倒在地，动弹不得。有了这么恐怖的先祖出手，捏死秦九哥岂不是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凌晨心中悸动，果然他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望你秦九哥实力多么强大，但只要招惹了他凌晨，依然要死在这里。虚影低头看向林日天，面色平静。林家后人，可是你在呼唤老夫？林日天见状，强忍伤势跪地行礼，声音沙哑却坚定，恳请老祖出手护我林家血脉。我林家后人如何了？为何我感觉不到其余人的血脉？虚影眉头微皱，仔细感受着周围场景，但还是没有察觉到林家后人的踪迹。他飞升前林家可是中州第一世家，底蕴深厚，族中强者无数，占据着中州资源最丰富的地盘。这么多年过去，林家发展的应该比以往更加繁荣昌盛才对，可为何自己神识探遍了全中州，也依然没有发现林家后人的身影？莫非是发现了什么比中州还要繁荣的宜居之地，举族搬迁了？老祖，我林家被人灭族了！林日天眼中怒火更甚，额头青筋暴起，双拳攥得死紧。什么？是何人所为？虚影闻言稍一愣神，随后大喝道：大楚皇朝、大周皇朝、大日神朝、寒魔窟、日月阁、紫阳天宗，凡是中州有名有姓的顶级势力，基本上都参与了针对我林家的围剿，还请先祖为我林家做主，为我林家死去的血脉报仇啊！林日天双膝跪地，声音痛苦地哀嚎道：当时为什么不换我下界？老者语气森然，暗藏着浓厚的杀意。当时是因为……林日天正准备解释，但随即便被这道虚影打断了。好了，事后我会亲自和他们清算的。你今日唤我前来，又是为了何事？老祖，晚辈今日唤你，是因为遭到了强者的袭击。那人扬言要彻底断绝我林家的血脉，并且还一直出言侮辱您老，完全没有把先祖您放在眼里。林日天添油加醋地说道：犯我林家者，死！冷漠刺骨的声音响起，虚影扭头看向秦九哥一行人：就是你们想要灭我林家？林家老祖子细打量着秦九哥一行人，却见对方一脸放松，完全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的样子。他面色微怒，但随即就看到了秦九哥的身影，顿时变得惶恐万分。扑通！见过神子殿下。林家老祖双膝跪地，语气颤颤巍巍道。全场一片死寂，众人震惊地看着那道跪倒在地的庞大虚影，眼中满是骇然。一位上界强者的虚影降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能碾压整个青阳界。而就在现在，在众人眼中宛若神奇一般的上界强者竟然跪在了一位年轻公子面前，而且听他的语气还是显得十分惶恐的。这人到底有什么恐怖的背景，竟然连一位上界强者都要如此对待？那是秦公子。一旁赶来的万宝商会会长以及各大老祖在见到这一幕的时候，眼珠子都快瞪了出来。在他们眼中，随手就能覆灭大楚皇朝的上界强者，此刻竟然在对着秦公子卑躬屈膝。虽然已经提前知晓了对方来历恐怖，但现在看来，他们显然还是低估秦公子了。哦，你认识我？秦九哥眉头微皱，语气平淡道。他本来还打算直接一道玉符就将其解决掉，却没想到对方竟然还认识他，倒省得他自己动手了。小人所在的宗门乃是秦族附属势力，曾在宗门牌匾上见过公子的画像。林家老祖颤颤巍巍道：什么秦族附属势力？说得好听，那是他们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其实他们宗门跟秦族的联系差了有10万8千里远，勉强算是秦族附庸的附庸的附庸。他当年飞升上界之后，原本以为能在上界大展拳脚，得道成仙，结果才刚到上界就被那里的势力抓走当矿奴了。他当了好几百年的矿奴，劳累过度，修为没有半点长进，眼看就快要不行的时候，矿区却突然爆发大战了。两方势力为了争夺矿区的归属权爆发了大战，而他也趁机从里面逃了出来。下界之民都以飞升上界为最终目标，却浑然不知上界的残酷。在下界，他是名震中州的绝世天骄，德高望重的林家老祖，横压一世，无人敢惹。但在上界，他
他却只能被人抓去当矿奴，何其憋屈！这还是他运气好，当矿奴几百年之后，侥幸逃了出来，没有死在里面。从矿区逃出来之后，他就拜入到了一个小宗门里面。因为身处偏僻之地，大势力看不上，外加上他们身后也有靠山，所以一直安安稳稳的，他也算过上了好日子。本以为自己从此以后就能安然无恙的躺平了，却没想到自己后人竟然招惹了秦公子，简直就是坑祖宗啊！对方的身份他连看上一眼都是奢侈，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招惹到这位爷的。神子殿下，在下真的不知道是公子，刚才多有冒犯，还请公子恕罪。林家老祖跪倒在地，心中更是恨死了林日天这个不孝后辈。哦，但我可听说你在上界建立了不朽大教，门下弟子数百万之众，实力强悍，乃是霸主级别的存在，跺跺脚就能引起全上界的震动吗？你好像还有个什么厉害的称呼，貌似叫什么林家战神老祖。秦九哥饶有兴趣地问道。那都是跟后辈们吹牛，当不得真。林家老祖语气卑微，战战兢兢，心中惶恐不安。罢了，我今天心情不错，滚吧。秦九哥语气淡淡，他放过林家老祖可不是什么心软，而是因为对方还不值得自己亲自动手。等回到上界，他手下的人自然知道该怎么做的。多谢神子殿下，那老奴就先走了。林家老祖顿时松了一口气，虚影瞬间化为一股青烟消散。别看他表面上没什么事，其实早就吓尿了。这就是你的底牌吗？看来也不怎么样嘛。林家老祖消散之后，秦九哥又将目光放在了林日天身上。哼，这次是我栽了。林日天心中默默叹了一口气，神情落寞。老祖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他眼中强大无比的老祖飞升上界之后，竟然成为了自己仇人手下的奴仆，简直是天方夜谭。此刻他已经彻底失去了傲气，再也没有了招惹秦九哥的打算，只想着如何才能让凌晨从这里逃出去。晨儿，我拖住他，你趁机赶紧离开这里。晨儿，晨儿，一连呼叫多次都没有任何反应。林日天回头望去，却没有发现凌晨的身影。你是在找凌晨吗？不好意思，他在刚才就已经趁机逃走了。秦九哥笑着逼近。凌晨自然是他故意放跑的，对方身上还隐藏着一件大机缘，现在死了太可惜了。至于林日天吗？对方是杀害胡灵溪的凶手，同时也是一位真王强者。为了确保不久之后的秘境之行不出意外，就只好让他死在这里了。什么？林日天目瞪口呆，眼中满是不可置信。即便在生死危机面前，他也是想着先让凌晨逃离此地，自己为他殿后，却没想到凌晨竟然早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他丢在这里，自己跑了。哪怕知道对方的无奈，但他心中此刻还是不由得升起一抹悲凉。秦九哥摇了摇头，语气稀疏：你还真是一个可怜人啊，自己儿子被人夺舍了还不知道，还一直在帮自己的仇人，就是不知道你的那可怜的儿子黄泉之下是否还能瞑目了。你说什么？提及凌晨，林日天眼神瞬间变得猩红可怕，拿着长刀的右手陡然握紧。事到如此，你还想骗我？我儿绝不会被夺舍。林日天牙眦欲裂，猩红的目光死死盯着秦九哥，恨不得择人而噬。是与不是，你心中不是已经有了答案了吗？至于这个冒牌货，放心，很快你就会在黄泉之下看到他了。秦九哥嘴角泛着一抹浅笑，随后轻轻一挥手，九幽的身形走了出来。林日天原本就不是九幽的对手，如今身受重创，就更不必多说了。不费吹灰之力，林日天就被九幽封禁了修为，扔在了一边。前辈，他就交给你了。秦九哥对着一旁的胡灵溪轻笑道。小女子多谢公子。胡灵溪一脸感激道。多亏了秦九哥，他今天才能亲手杀死这个仇人。解决掉林日天之后，秦九哥又对着虚空轻声道：好了各位，你们还想看戏到什么时候？话音刚落，8道身影从虚空中浮现出来。在下楚国皇主，见过秦公子，公子叫我小楚就好。最前方一位身穿龙袍的中年男子微微躬身，语气谄媚道。在见到刚才的一幕之后，楚皇心中彻底跪了。林家飞升上界的老祖竟然都只是面前这位公子的奴仆，那岂不是说他们老祖也大差不差？这要是不小心惹怒了对方，整个大楚岂不是都要被其拍成废墟？没什么大事，你可知最近中州有什么即将开启的秘境吗？看着楚皇这一副快要被吓尿的表情，秦九哥就觉得一阵好笑。自己看上去有这么可怕吗？秘境？楚皇闻言低头沉思片刻，随后想起了什么，顿时一脸兴奋道：公子聪慧，不久后确实会有一处秘境现世。那处秘境万年才开启一次，乃是全中州的盛事，里面不但灵气充裕，远超中州各地，甚至还蕴藏着各种灵草神药以及一些远古宗门的古遗迹。公子若是看上那处秘境的话，不妨就将此事交给我大楚皇朝处理，
保证不会让一只苍蝇飞进里面。楚皇自信满满道：好了，我知晓了。秦九哥点点头，一脸释然。他如果猜得不错的话，那应该就是凌晨的最后归宿了。只要跟随他找到那处秘境中隐藏的机缘，此次的下界之行就圆满了。公子，那逃出去的凌晨需不需要在下帮您解决掉？楚皇一脸恭敬道。他已经通过万宝商会会长的解释，知晓了秦九哥吩咐他们对付凌晨的事。虽然不知道这位上界来的大人物为什么会对一个凌家余孽这么感兴趣，但他很识趣的没有多问，发出追杀令，不要让他过得那么安稳。秦九哥随口说道。他并不指望这些人能抓到凌晨，对方虽然大势已去，但终究还有着不少残存的浅薄气运，他们去了多半也是给凌晨送人头。他要的只是给凌晨一个压力，好能迫使对方抓紧时间变强，只有这样他才会选择进入那处秘境生死相搏。不然若是对方一直躲藏起来，那这处机缘他还真没把握能得到。是，公子，在下这就吩咐下去。另外若是没有别的事，在下就先行告退了。大人若是再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吩咐在下。楚皇一脸恭敬道，生怕不小心触怒到秦九哥。明明对方同自己差距甚大，但他却总能感受到一股恐怖的压力，那是来自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惊悸。还好我反应迅速，见势不妙，早早逃了出来。另一边，刚从秦九哥手上逃出来的凌晨神色惊慌，大口喘着粗气，差一点他就彻底交代在这里了。没想到他们凌家飞升上界的老祖竟然只是对方的一介奴仆，对方的来历简直比他想的还要恐怖。此刻凌晨已经彻底死了心，放弃了对付秦九哥的打算。对方显然不是现在的他能抗衡的了的。保险起见，他还是先苟上一段时间，等风头过去再说吧。他就不信中州这么大，莫非对方还能一层一层扒开找自己不成？但没过几天，此地就上门了一群不速之客，来者不善。一番交战之后，凌晨不是对手，只好慌乱离开了此处，四处奔走，逃避追杀。凌晨不知道当晚之后，自己的事迹就已经彻底流传了整个中州。除了那名让凌家老祖都俯首称臣的上界大人物之外，就属他的名头最响了。不过当然不是什么好名头。各方势力有心想要巴结秦九哥，只不过对方平日里神龙见首不见尾，众人也不敢冒着性子打搅对方，于是就将主意打在了凌晨身上，传言对方和那位上界大人有些矛盾。他们若是能把凌晨抓住，岂不是就能和那位上界大人巴结上了？更何况在那枚幻祖玉捡用出来的时候，凌晨的身份就已经暴露了出来，当年凌家逃脱的余孽，除去已经身死的林日天以外，就只剩下凌晨这么一个余孽了。当初中州凌家的灭亡，基本上跟中州各大势力都脱不了关系。这些年来，各方势力也一直在找寻当初逃走的凌家余孽，所以对于凌晨，他们是肯定不会放过的。更不要提还能借此机会绑上秦九哥的大腿，众人自然更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了。不过这可就苦了凌晨了，因为秦九哥的一句话，彻底成为了中州无数人眼中的香饽饽，引来了无数强者追杀。各方势力无数强者潜入大楚皇朝境内，为的就是能快人一步拿下凌晨的人头。不过仗着仅剩的气运，凌晨还是多次从危难中脱险，甚至还屡次反杀了追杀而来的各种强者。转眼1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某一日，轰鸣震彻云霄，尘封千载的秘境山门在霞光漫卷中缓缓洞开。那山门吞吐天地灵气，灵潮如浪涛般倾泻而出，裹挟着上古的苍茫气息，引得方圆数万里的修士闻风而动。万年一遇的混元秘境开启了。身为全中州万年一遇的盛世，混元秘境的开启自然吸引了无数势力前来。刹那间，天地间光影交错，各大势力的战船划破云层，巨帆上镌刻的宗门图腾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传手龙手雕像喷吐着白气，轰鸣声震的空气微微震颤。玄兽座骑踏风而来，凶兽昂首嘶鸣，青鸾振翅流光，兽背上修士衣袍猎猎，腰间佩剑隐隐作响。更有无数散修与宗门弟子脚踩飞剑，剑红如流星赶月，密密麻麻织成一片光网，从四面八方涌向秘境入口。一时间，秘境之外的天际与大地被各式各样的逮捕之气填满。战船的轰鸣声，坐骑的嘶吼声，飞剑的锐啸声交织一片，万千身影汇聚，最终都进入到秘境之中。而在秘境之外，更有隐士强者悄然现身，气息隐于虚空，只留下一道目光紧紧锁定秘境深处。此次的秘境同往常一样，同样会有境界压制，承载不了太强者进入。一旦修为超过子府境，便会被秘境所排斥。所以各方势力背后真正的强者大佬，也是一如既往的在外围观，等候着自家晚辈的好消息。另一边，凌晨刚逃过一群人的追杀，正在悉心疗伤，但随即嘹亮的轰鸣声响彻天地，也将正在潜心疗伤的凌晨从沉寂中打断。那是又有秘境开启了。
望着天穹之上的霞光，凌晨眼中一亮。与此同时，储物袋中传来灼烧的触感，凌晨连忙将其取出，发现竟是那4块青铜残片在发光，和这4块青铜残片有关。莫非这就是林家传承多年的机缘所在？凌晨握着残片的双手都不由自主地颤动起来。林日天曾告诉他，他们林家之所以会遭到各方势力的围杀，究其原因就是一张珍藏多年的藏宝图。据上面所说，此地有着一位上界大能所留下来的机缘，一旦得到，便能立地飞升，成就无上之位。正因如此，所以在此事暴露之后，林家就被各方势力联合起来灭族了。这也使得自己从此以后流落街头，在机缘巧合之下流落到了东荒。我到底要不要进去？凌晨内心焦灼，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追杀，虽然他受伤惨重，但从那群人身上也得到了不少好处，甚至修为还突破到了转轮境，并且他手上还有着林日天当初留给他的一件极品灵器，正是依靠着此物，他才能屡次化险为夷。不过这件宝物消耗太大了，根本用不了几次。最近前来追杀他的强者实力也越来越强，好几次他都险些惨死。若是不尽快提升实力，他迟早有一天会被抓到的。而恰逢这个关键节点，混元秘境开启了。这秘境里面隐藏着一件足以逆天改命的机缘，并且藏宝图完整的青铜残片皆在他手，只要不出意外，这件机缘非他莫属。只要自己得到那件机缘，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升实力，再也不会担心其他势力的追杀了。而且这处秘境是每万年开启一次，一旦这次错过，自己下一次进入就要等到万年以后了。他每天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能不能活到明天都是未知数，何谈万年之后的生活呢？富贵险中求，既然每次我都能在绝境中化险为夷，那么这一次也毫不意外。凌晨死死咬牙，简单处理了一番自己的伤口，随后毅然决然地冲着一处偏僻的方向掠去。恐怕就连追杀他的那些强者也想不到，自己非但不逃跑，甚至还敢进入到这处秘境里吧。当然，凌晨的这番举动也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因为这藏宝图上除了标明那处机缘的所在位置之外，还同样标注着一处隐秘的传送阵。虽然已经被破坏了，但上面详细的标注了修理方法，只要自己能够成功修复，就能通过那处传送阵进入到秘境之中。这其实也是无奈之举，秘境那里不用想，必然有无数恐怖的老怪物待在那里，只要自己一出现，必然会引来他们的注意，到时候别说混进去了，就连自己的小命都不保。而这处神秘的传送阵无疑就是自己最后的机会，只要自己能得到秘境当中的那件机缘，就必然会拨开云雾见青天，彻底翻身。哦，果然忍不住了吗？大楚皇都内，原本带着众人四处闲逛的秦九哥淡淡开口：“公子，怎么了？”苏清欢眼中好奇地问道：“没什么，鱼儿上钩了，我们也是时候离开了。”秦九哥摇了摇头，语气平淡：“走吧，去混元秘境。”没有过多解释，九幽以大神通之力，不多时就将众人传送到了混元秘境所在的山谷之上。随着霞光绽放，秦九哥及众女的身形显现了出来，立马引起了暗中无数强者的瞩目。在认出是秦九哥到来时，虚空中隐藏的强者眉头一挑，立马从虚空中走出，对着秦九哥恭敬行礼。整个中州能够有如此威势的，恐怕就只有秦九哥一人了。公子，可有什么吩咐？一名白发白须的老者上前轻声问道，语气恭敬，同时心里也有些好奇。他乃中州灵剑谷的太上长老，真王境修为。此次灵剑谷的秘境之行，就是由他全权负责的。只是他却不知晓对方来此事想要干嘛。整个青阳界，莫非还能有这位大人看上的东西？总不会是突然看上这处秘境了吧？若他真想自己独占这处秘境的话，那他们也没有丝毫办法。毕竟有关这位大人的传言早就在中州传遍了。当初中州的第一天才，青阳界最强者林家老祖飞升上界，竟然都沦落为对方手下的奴仆。林家老祖都如此，更何况他们先祖呢？没准在上界混的还不如人家呢。这也让众人彻底打碎了对先祖的滤镜和对飞升上界的向往。若是自己飞升上界真的要过得那么凄惨，那还不如在下界老老实实当个没人敢招惹的土霸主了。凌晨就在这个秘境里面，我要留活口。秦九哥语气淡淡。什么？凌晨来了？什么？凌晨竟然躲进去了？什么时候的事？真是狡猾的小子，竟然想要玩灯下黑。听到凌晨这个名字，众人自然不觉得陌生。毕竟现在中州除了眼前的这位上界公子，就属凌晨名气最大了，不知道多少人想拿着他的人头去讨好秦九哥。只是在场众人万万没想到，面对这么多强者的追杀，凌晨竟然能屡次逃脱，甚至还敢冒着被发现的风险，在场中这么多强者的眼皮子底下混了进去，无疑是狠狠打了众人的脸。公子放心，我这就联系秘境里我们灵剑谷的人，绝对不会让凌晨跑掉的。白须老者反应迅速，
立马拿出传讯玉符，吩咐秘境里面的长老弟子，让其全力寻找凌晨的踪迹。公子放心，我们大周皇朝也是一样，一旦发现有关凌晨的踪迹，必然会全力出手，拿下凌晨，交给公子的。大周皇朝的老祖也自信满满的说道。还有我大日神朝，我紫薇阁同样如此。众人纷纷打着包票示好，但愿如此。秦九哥随意说道。随后他就没有再搭理众人，而是带着众女直接进入了秘境。看着对方消失的背景，在场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连忙掏出传讯玉符，吩咐秘境之中的后备弟子追捕凌晨，并且还将秦九哥也进入秘境的消息告诉了众人，让其务必态度恭敬，万万不能惹恼了此人。周遭灵力骤然翻涌，秦九哥只觉得天旋地转，耳畔传来秘境空间扭曲的嗡鸣，眼前霞光如瀑，将他的身影彻底吞没。待神识稍定，脚下已触碰到坚实的地面，抬眼望去，秘境之内是另一番天地。参天古木遮天蔽日，树干上缠绕着发光的灵藤，林间弥漫着浓郁到化不开的灵气，呼吸间便觉得四肢百骸都在舒展。远处山峦叠嶂，云雾缭绕中隐约可见琼楼玉宇的轮廓，偶有不知名的灵鸟啼鸣掠过，清脆的声响在山谷间回荡。这里就是混元秘境了吗？秦九哥仔细打量着四周，这处秘境竟然自成了一方小世界。胡灵溪眼中泛起金光，类似于这种规模的秘境，他以往也只在上界见过，没想到这里竟然也有。清欢，你怎么了？秦九哥回头，却看见苏清欢呆愣在原地，一脸茫然。听到秦九哥呼喊，苏清欢这才回过神来。啊，公子，你在叫我吗？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看着对方这一脸古怪的模样，秦九哥眉头微皱，其他众女也都闻言朝苏清欢看去。苏清欢摇了摇头，语气惶恐。公子，我不知道为什么，自从进来以后，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传来，在呼唤我去一个地方。我有一种直觉，那里的东西对我很重要。公子，你说我要不要过去？苏清欢紧紧握着秦九哥的双手，语气惶恐，不知所措。心中莫名传来的声音让他恐惧，因此他下意识的就望向了秦九哥，仿佛只要在他身边，一切就都会没事的。别太担心。秦九哥握着苏清欢冰凉的小手，轻声安慰道，同时心中也在不停地呼唤着系统。系统，苏清欢现在是什么情况？丁，请宿主不用担心，苏清欢身为气运之女，此地有着独属于她的机缘，因此受到了召唤。原来如此。知晓苏清欢没有问题之后，秦九哥也就彻底放下心来。他紧紧握着苏清欢的小手，轻声安抚道，不用太担心，既然他在呼唤你，那就说明此物与你有缘。你要过去吗？苏清欢闻言沉默了片刻，最终重重点了点头。公子，我想去试试。既然公子都这么说了，苏清欢心里也就彻底放心了下来。他抬起头看向秦九哥，语气坚定道，公子，这么长时间以来都是你在一直保护我，每次遇到危险都将我护在身后，而我却始终都帮不上什么忙。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我也想变强，我想和公子一起并肩作战，想要保护公子，不想再这么弱小下去了。苏清欢心中知晓，以秦九哥的天赋，二人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终有一天自己会连他的背影都仰望不到，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他也知晓，以秦九哥的身份，身边也绝对不会有他这么一个女人，对方实在是太耀眼了。回到上界之后，必然会有无数天之娇女追随，任何一人都可能是自己仰望不及的存在。自己若是再不拼一把，以后又怎么能与他并肩而行呢？看着苏清欢一脸认真的模样，秦九哥沉默片刻，随后才摸了摸他的头，语气温和地说道，我尊重你的选择，你是我的女人，自然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无论你选择什么，我都会在身后默默支持你的。一旁的胡灵溪也轻声说道，是啊，清欢，既然这件机缘对你很重要，那你就一定要去拿到，小姨也会支持你的。修仙界阻人机缘，宛若杀人父母，既然遇到了独属于自己的机缘，那就千万不能放过。没错，清欢妹妹，既然那是属于你的机缘，那就千万不要放过了，说不准这就是你从此逆天改命的契机所在呢。九幽也轻声附和道，二女相处了这么久，对于苏清欢，她也是完全将其当做了自己妹妹，自然是希望她能变得更好。谢谢九幽姐，谢谢小姨，也谢谢你，公子。苏清欢紧紧抱着秦九哥，脑袋紧紧贴在他的胸膛上。好了好了，怎么闹得这么伤感，又不是再也见不到了。秦九哥轻轻揽住他纤细的腰肢，右手轻抚他的小脑袋，去吧，我会在这里等着你的。良久，苏清欢才从秦九哥怀中钻出，强忍着心中的不舍，毅然决然地朝着远处飞去。离别是为了下次更好的团聚，下次见面的时候，他一定会让公子刮目相看的。望着苏清欢离去的背影，秦九哥不由得感叹道，
别看对方在他面前天天一副我见犹怜的模样，但实际上内心比谁都坚强。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大气运之人还真是不讲道理，说是老天爷赏饭吃都不为过。凌晨有林日天为他送青铜残片，苏清欢进入秘境同样遇到了独属于他的专属机缘，怎么他就没那么好运呢？丁，气运之子凌晨身受重创，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5000点。系统声突然响起，秦九哥也不由得嘴角上扬，他怎么把凌晨忘了？对方不正是他的专属机缘吗？另一边，望着阻拦在自己面前的漆黑凶兽，凌晨手中紧握的长剑骤然燃起赤红色火焰，火舌顺着剑刃蔓延，将剑身裹成一柄燃烧的火刃。烈焰斩！他暴喝一声，体内灵气如潮水般涌向手臂，火刃带着炽热的气浪自上而下狠狠劈落。吃了！火焰与黑甲碰撞的瞬间，黑甲竟被高温炙烤的微微融化，火刃毫无阻碍地斩入凶兽脖颈，鲜血如注。凶兽凄厉的惨叫戛然而止，庞大的身躯僵在原地，脖颈处的伤口喷出滚烫的鲜血，溅在凌晨肩头。凌晨抽回铁剑，火光缓缓消散，剑身上还沾着凶兽的黑血。那头凶兽轰然倒地，巨大的头颅滚落在一旁，眼中的凶光彻底涣散，彻底没了声息。果然还是太勉强了吗？凌晨单膝跪地，大口喘着粗气，看着地上的凶兽尸体。随即他看向自己身上的3道疤痕，此刻正渗着鲜血，伤口隐隐作痛。这路上妖兽还真不少，看来得赶紧抓紧时间了。简单处理了一番伤口，凌晨重振旗鼓，正准备将这头凶兽的尸体收进储物袋，但随即他汗毛倒竖，一股强烈的不安感涌现心头。凌晨下意识地侧身，咻！一支长剑与他脸颊擦身而过，直直朝前方掠去，将一棵参天古树拦腰射断。什么人？凌晨猛然回过身去，心中大骇，神识外放，手中拿着长剑，警惕地朝向四周看去。因为身受重伤，导致他的神识也变得涣散，竟然没有发现周围的异动。不过也幸好经过这段时间的追杀，让他身体练就了一番本能反应，这才躲了过去，不然若是被刚才那一剑射杀，他多半就要陨落在此地了。哟，反应还挺快的嘛。淡淡的语气传来，凌晨瞬间感觉到自己被3道凌厉的气息锁定。只见树后3名身着青灰道袍的修士从中走出，从他们身上所穿的服饰不难看出，几人都是来自青云宗，而为首者腰间挂着的正是青云宗的真传弟子令牌。为首的王师兄仔细打量了一番凌晨，随后眼神轻蔑地扫过地上的凶兽尸体。哪来的野修，竟敢抢我青云宗弟子看中的猎物？看你修炼到这么高的境界也不容易，给你个机会，趁早滚吧。就是，我们王师兄心善，饶你一命。你这野秀还是赶紧跑吧，不然万一我们改变主意，你小子可就要遭老罪了。其余2人也都出声附和道，毫不留情地讥讽着。你们！凌晨眉头一皱，咬牙切齿，险些压制不住伤口，一口鲜血喷出。自己费了这么半天劲，身受重伤才斩杀了这头妖兽，结果反倒白白便宜了这群人。还是寻找那处机缘要紧，至于这些人，等自己修炼有成了再去复仇也不迟。凌晨咬牙，心中已经有了决断，当即就准备离开。对方人多势众，而且他身受重伤，讨不到好，要是再引来对方的追兵，就更危险了。凌晨咬牙，死死瞪了对方一眼，就3人的面容牢记于心，随后化作一道流光掠去。王师兄摇了摇头，一脸鄙夷，啧，原本还以为他有什么本事，没想到这么怂，这就跑了。这还不是因为王师兄太强了，才会把他给吓走吗？毕竟以王师兄的实力，可是能在全中州都排得上号的。其中一名弟子连忙吹捧道。王师兄闻言点点头，显然对那名弟子的吹捧很是愉悦。不过他还是摆了摆手，故作谦虚道：此言谬赞，中州卧虎藏龙，以我的实力还算不了什么。随即他扭头看向另一人，发现对方正蹙眉思索着什么，随口问道：怎么了陆官？你愁眉苦脸的做什么？陆官闻言抬头对上了王师兄那双漆黑如墨的眸子。王师兄，你觉不觉得刚才那人好像有点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王师兄闻言眉头一皱，仔细在心中回忆着。听你这么一说，貌似还真有点眼熟，可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呢？对方孤身一人，显然是个散修，背后没有宗门，按理说跟他们青云宗八竿子打不着关系，可却反而给了他们一种眼熟的感觉。那人好像是凌晨。2人身后的那名弟子突然开口说道：凌晨。2人闻言顿时眼睛一亮，也想起了这个名字。凌晨这个名字如今在中州可谓是如雷贯耳，人见人打，各大势力都对其发布了追杀令，他们青云宗自然也不例外，派出了无数强者前去追杀凌晨，结果都被他逃脱了，甚至为此还折损了不少弟子。
没想到对方如今竟然敢如此光明正大的出现在这里，显然没有把他们青云宗放在眼里。可恶，给我追！一定不能让他逃出这里。王师兄手臂青筋暴起，攥紧了拳头。他刚才竟然把一个香嬷嬷放跑了。他原本忌惮对方的实力，一击未中，担心对方濒死前疯狂反扑，这才放过了对方。可谁能想，对方竟然就是那传说中的凌晨。若是早点记起对方的身份，他怎么可能还会放他逃走？王师兄，我们要不要跟宗门汇报一下，让其他弟子们一起前来围剿凌晨？那名弟子低声询问道。不过这一提议立马就遭到了其余二人的反驳。不可。陆官摇了摇头，轻声说道，少一个人吃饭，总是能吃得更饱的。若是被其他人知晓凌晨的踪迹，一旦被他们抢先，这功劳可就要落在他们身上了。可是凌晨凶名这么盛，我们会是他的对手吗？我听说不久前去围剿凌晨的师兄弟都折损在他手上了。这家伙杀人如麻，活脱脱的一个杀神。那名弟子满脸恐惧地说道。不用担心。王师兄摇了摇头，一脸不屑。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不比那几个宗门废物强多了。而且对方现在身受重伤，显然不是我们的对手，不然刚才他不可能离开。只要我们能快人一步先拿下凌晨，宗门必然重重有赏。你们可不要忘了凌晨现在的赏金涨到多少灵石了，而且说不定还有机会得到那位上界大人的召见，这对于我们来说才是天大的机缘啊。王师兄语气强烈，循循善诱道。二人闻言皆不由得心动。关于那位大人的传言早已传遍了全中州，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连林家老祖都是他手下的奴仆，可想而知对方身后的势力有多恐怖。一旦被那位上界大人看中，他们就彻底的一步登天了。退一步来讲，就算没有引来那位大人的关注，那他们也能收获宗门的不少奖赏。如今凌晨的在中州的悬赏可是已经达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数字，他们不可能不心动。王师兄说的不错，就算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大不了到时候再禀告给宗门。可一旦我们抓到了凌晨，那可就立下大功了。陆官沉声说道，眼中杀意浮现。眼见众人都没有了意见，王师兄点点头，既然如此，那就赶紧去追他。他受了重伤，定然跑不了太远的。说罢，王师兄就化作一道流光，朝着凌晨离去的方向追去。其余二人不敢怠慢，同样化作流光，在其身后紧紧跟随着。转眼间1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进入此地的不少修士都收获颇丰，得到了令他们满意的宝物。但同样的，也有无数修士因为实力不济死在了此地，少部分是死于各种妖兽口中或是遗迹机关，但更多的则是争夺机缘或者被杀人夺宝。因为一开始众人传送的地方都是随机的，并且周围十分辽阔，机缘遍布，各种神草大药无数，所以修士之间很少爆发冲突。但随着众人不断朝着中心聚拢，遇到的修士越来越多，各种机缘也越来越珍贵，没有修士不为之心动。所以各方势力之间自然爆发了无数场大战，死伤惨重。越朝秘境中心靠近，就会发现尸体越多，陨落于此的修士也越多。与此同时，有关于凌晨的消息也在秘境中传遍开来，无数人嗅到了商机。若是能抓住凌晨，不仅能得到无数丰厚的报酬，甚至还有可能引来那位上界大人的赏识，一步登天。于是无数强者趋之若鹜，四处寻找着凌晨的踪迹。可怜的凌晨进入秘境1个月的时间，也被人整整追杀了1个月，每天不是在逃跑，就是在逃跑的路上，可谓是要多憋屈就有多憋屈。那是不好，是那名大人，赶紧离开这里，千万不要触怒了这位大人。在看见秦九哥之后，无数修士脸色一变，面色惶恐，赶忙离开了此地，生怕不小心惹怒了这位大人。就算是有不认识秦九哥的，但看见周围强者们的反应，也知道此人不是他们能够招惹的，迅速离开了此地。看到这一幕，秦九哥不由得微微摇头苦笑。身为反派，自然不可能有脑子不健全的修士出来挑衅他，走到哪里都被嘲讽，那是主角待遇。随后他双眸紧闭，仔细感受了一番凌晨的位置。对方距离他并不算太远，大约有着万里之地。尽管看不见凌晨现在在做什么，但秦九哥也大致猜到了。凌晨，你可要再加把劲啊，我的机缘可全靠你了。秦九哥心中默默想着。随后几人化作道道流光，朝着凌晨所在的方位快速掠去。一片茂密的林间里，一道身影正迅速飞驰，掀起阵阵气浪。在其身后同样也有着几道流光紧紧跟随，寸步不让。该死，竟然追得这么死！凌晨回头看去，死死咬牙。如果不是因为自己身受重创，担心引来其他强者追杀，他怎么可能会如此落魄？区区几个归一境的修士，若是自己全盛时期，只需要一剑便能将他们尽数斩于剑下。来不及多想，前方寒光乍现，凌晨急忙侧身，飞剑擦着他的肋骨划过，
带起一道血痕。稍一停留，后方的几人就追了上来。凌晨不敢有半分怠慢，体内残存的灵气如惊涛般急速运转，尽数灌入手中长剑。下一秒，剑身上再度燃起熊熊赤色火焰，火光映得他的脸颊更加苍白了几分烈焰斩。裹挟着灼热气浪的剑招横扫而出，逼得身前的几名追兵下意识后退半步。趁着这稍纵即逝的间隙，凌晨正欲转身往密林更深处逃去。青云13剑，但随即一道冷厉喝声陡然从身后炸响，震得凌晨耳膜嗡嗡作响。他猛地回头，只见一名身着青衫的男子手持一柄青色长剑，其周身剑势如潮水般翻涌，凌厉的剑意几乎凝为实质，竟让虚空都泛起了细微的波动。更令人心惊的是，在那男子身后，13柄虚幻的长剑正缓缓凝聚成型，剑刃流转着冰冷的青光，每一柄都发出嗡嗡的锐利风鸣。13道剑影相互呼应，磅礴的气势如山岳般碾压而来。杀！青衫男子厉喝一声，身后13道剑影瞬间化作流光，携着撕裂空气的锐啸，如暴雨般朝着凌晨传射而去。凌晨瞳孔骤缩，刚要运转灵气阻挡，但却为时已晚。只听扑哧几声，最先抵达的3柄剑影已经狠狠扎在了他胸口上，剧痛如潮水般席卷全身。凌晨闷哼一声，喷出一大口鲜血，身形如断弦之箭般倒飞出去，重重撞在一棵古木上，震得枝叶簌簌掉落。他低头看去，胸口衣衫已被鲜血浸透，隐约可见3道深可见骨的伤口。藏于怀中的一件护心镜此刻也掉落在地，镜面布满裂纹，原本流转的灵光暗淡了大半。随着一声轰鸣声响，护心镜彻底碎裂。此物是他之前从追杀他的那群人手中抢夺的，乃是一件护身法器。但在这一击之下，此物也是彻底毁坏了。青衫男子见状，眉头微蹙，显然没料到凌晨竟有如此保命之物。可此物看着，为何总觉得这么眼熟？男子稍一思考，便回想起了此物，那是陆官的护身之物。看来他们3人果然死于你手。凌晨，这下还有什么好说的？青衫男子手中长剑直直指向凌晨。凌晨闻言大声笑道：哈哈，是又如何？他们既然敢来杀我，那就要做好被我杀死的准备。怎么，莫非你要为他们报仇吗？凌晨抬头恶狠狠地盯着领头之人。领头男子摇了摇头，语气平静：死在你手里，那是他们实力不精，怪不得别人。不过虽然我跟他们不和，但他们终归也是我青云宗之人，轮不到你来插手。既然你杀了他们，那就以死谢罪吧。男子语气陡然变得冰冷起来。凌晨忍不住大笑出声，说什么冠冕堂皇的大话，不就是想把我捉去给那秦九哥献媚吗？说到底，你们青云宗也不过是他的一条走狗罢了，这就不劳你操心了。乖乖束手就擒，我还可以给你个痛快。青衫男子周身泛起凛冽的青色灵光，剑势在他周身盘旋，杀意渐浓呵。笑话！凌晨猛地抬头，眼底燃着不甘的火焰。就凭你们这群3瓜两枣，也想取我性命，简直是白日做梦。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青衫男子身后的几名青云宗弟子，语气陡然变得狠厉。至于你们青云宗，等我出去以后，必然会踏平你们青云宗，让你们为今日的追杀付出1000倍100倍的惨痛代价。哼，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青衫男子冷笑一声，双手结印。众弟子听令，结阵。眼前之人实在是太过难缠，手中法宝无数，各种手段层出不穷，已经不知道杀了他们青云宗多少弟子了。以防万一，还是先将他困在这里，消耗对方的灵力和底牌，等待后续的支援再说。青云宗弟子闻言，瞬间朝四周分散开来，众人剑势连成一片，青灰色的剑气织成一张密网，将凌晨困在中央。凌晨挥剑格挡，火焰与剑气碰撞，炸开的气浪震得他手臂发麻。不能拖太长时间，得赶紧离开这。凌晨心中暗惊，他心知久战必败，当务之急是赶紧逃出这里。凌晨猛地探手入怀，指尖攥住一张泛着黑紫幽光的符箓，眼中闪过一丝心疼。这是一张爆炎符，是从追杀他的福禄宗弟子身上得到的，威力极强，早就被他当做了自己的底牌之一。可是到如今，也不得不舍弃了。凌晨毫不犹豫地催动此符，黑紫符箓瞬间燃起妖异的火焰，符文在火光中扭曲如活物。给我去死！凌晨将爆炎符狠狠掷向面前的一名青云宗弟子，在场之人当属他实力最低，因此也被凌晨当做了突破口。什么？那名弟子脸色骤变，符纸在空中炸开，一团炽热火球轰然成型，带着毁灭般的气浪席卷而去。男子仓促间挥剑格挡，却被火球的冲击力震得连连后退，手臂被灼烧得焦黑一片，嘴角溢出鲜血，瞬间失去了抵抗之力。不好！
青衫男子看见那张符箓之后，瞬间脸色大变，顿感不妙。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炸开，炽烈的火光瞬间吞噬了周遭，浓烟弥漫，将整片空间染得一片昏暗。紧接着，一道磅礴的气浪以爆炸点为中心，呈环形轰然扩散。气浪所过之处，碎石飞溅，草木横飞。原本围拢的青云宗众人根本来不及反应，便被这股巨力狠狠扫中，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摔落在数丈之外。一时间，惨叫声与骨骼碰撞声混杂在一起，此起彼伏。位于凌晨身后的那几名弟子同样也不好受。他们虽然没有被那张符箓重伤，但阵法被破，他们自然也受到了反噬，顿时被气浪震飞出去，一口鲜血喷出，气息羸弱。该死！凌晨，你给我去死！青云13剑。青衫男子艰难地站起身来，嘴角还溢着一丝鲜血，怒吼出声。原本想要依靠阵法慢慢消耗对方的实力，进而再拿下对方，却没有想到自己的这番举动反倒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白白让他们损失惨重。被凌晨如此戏耍，哪怕青衫男子心境再好，此刻也是彻底失去了理智。在其身后，13柄虚幻的长剑凝聚成形，泛着冰冷的青光，锐利风鸣，磅礴气势轰然而出，瞬间化作道道流光，携着撕裂空气的锐啸，如暴雨般朝着凌晨传射而去。只不过此刻，凌晨指尖却死死攥住一张早已备好的黄符，面带微笑，想留我，没那么容易。至于你们青云宗，凌晨眼中闪过一丝狠辣，语气冰冷，总有一天我会上门去讨个公道的。一连这么多次被对方追杀，二者之间早已不死不休，更何况这次对方更是接连逼出了自己的2张底牌，他心都在滴血。凌晨咬牙将仅剩的灵气注入符纸，黄符瞬间燃起金色火焰，符文在火光中飞速流转。青衫男子见状，瞳孔骤缩，不好，快拦住他！可话音未落，凌晨周身已泛起刺眼的金光，身影在光芒中瞬间模糊，随后消散于天地间，只剩下磅礴之音在空气中回荡。青云宗，终有一天我会让你们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的。噗！无数剑气横扫而过，金光散去，原地只余下几片被剑气斩断的衣角。凌晨的身影早已出现在100丈外的密林边缘，虽因灵力耗空踉跄了几步，却终究逃出了众人的围剿。他回头望了眼远处，咳出一口血沫，强撑着往密林深处奔去。青云宗，此次恩怨我凌晨记下了。转眼间又是1个月的时间过去，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无数修士搜寻凌晨，试图找到他的踪迹。可奇怪的是，自从上个月听说凌晨跟青云宗的弟子爆发大战之后，众人就彻底失去了凌晨的消息，仿佛对方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一样。对此众人众说纷纭，有人说凌晨因为担心在秘境里遭到众人的围剿，所以早早逃出了此地，毕竟他现在在这里就是一个香饽饽，不知道有多少人想抓他去讨好秦九哥。传言凌晨在1个月的时间内就遭遇了不下15场的追杀围剿，基本上隔一天就会引来新的追杀，每天不是在逃跑，就是在逃跑的路上。不过众人无不感叹凌晨的实力之强悍，接连遭遇这么多强者的追杀，凌晨却总能逃脱，甚至无数次反杀。如果不是招惹到那人的话，将来中州强者的行列必然会有对方的一席之地的。不过也有人说凌晨是被困在某处机关之中，无法离开，所以众人才没有他的消息。还有人说凌晨其实已经被人抓到了，早就带出秘境领赏去了。但无论是何种结果，1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凌晨的消息传来，多半他也已经不在此地，众人也只好放弃追杀对方的想法，开始四处寻找机缘以及各种天才地宝。毕竟这秘境开启的时间有限，说不定下一刻就会关闭，众人自然不会再浪费时间去找一个疑似已经死亡的人。当然也还有一些人不信邪，继续在秘境中寻找凌晨的踪迹。只不过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却依然找不到有关于凌晨的任何踪迹，就仿佛对方失踪了一样。黑风山脉深处，瘴气弥漫，参天古木的枝干扭曲如鬼爪，叶片泛着诡异的墨绿色，就连阳光都被搅碎成点点光斑，落在覆盖着腐叶的地面上。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湿冷的腥气，偶尔传来几声不知名异兽的低嚎，让这片山林更添几分阴森。这里是混元秘境有名的禁地，以往前来探索此地的修士无数，但他们大多都死在了此处，很少有人能从中逃脱，并且此地阴森荒芜，危机四伏，却没有丝毫机缘所在。久而久之，此地也就逐渐成为了禁地，不再有修士前来探索，除了一开始就被传送到此地的倒霉蛋之外。但此刻这片沉寂多年的山林之中，却缓缓传来了脚步声。一名黑袍男子缓步而行，他的黑袍宽大，材质不明，边缘绣着暗金色的纹路，帽檐压得极低，遮住了整张脸，看不清面容。不知走了多长时间，面前的一道石门挡住了男子的去路。黑袍男缓缓抬头，只见一道丈许高的石门矗立着，
石门通体呈墨黑色，不知由何种石材雕琢而成，表面刻满了扭曲的上古符文，符文早已失去光泽，被厚厚的尘埃与墨绿色的苔藓覆盖，只隐约能辨出几分狰狞的轮廓。石门缝隙处甚至嵌着几枚早已风干的兽骨，显然已经许久未有人到来了。果然在这里。男子抬起右手，宽大的袖袍滑落，露出一只苍白修长的手。指尖轻拂石门，粗糙的石面下，积年的尘埃与暗绿苔藓簌簌剥落，渐渐显露出中央4道深嵌的凹陷，纹路规整，似是人为雕琢的凹槽，在昏暗中泛着冷硬的时光。与此同时，一阵清风吹过，掀起了男子的帽檐，露出了一副平平无奇的面容。此人就是在秘境中销声匿迹的凌晨。没有过多犹豫，凌晨取出了储物袋中的4块青铜残片，按向石门中央的凹槽。嗡！残片刚一贴合，便发出一声轻响，原本暗淡的石面表面竟泛起淡淡的金光，与凹槽边缘的刻痕精准对接。下一秒，石门内部传来沉闷的咔咔声，苔藓簌簌往下掉，石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缓缓向内推移，扬起的灰尘里夹杂着一股腐朽的气味。凌晨警惕地回头望了眼山林深处，确认没有任何人的影子，才扶着石门边缘侧身钻了进去。凌晨向前探步，刚走没几步，脚下的碎石忽然发出细碎的摩擦声，随后周围阵阵银光发出，将整个空间映照的朦胧又清晰。凌晨惊得顿住脚步，呆愣在原地，眼中满是不可置信，因为目光所及之处竟然全部都是天材地宝。洞壁的天然石槽里码放着无数黑纹木盒，盒缝中隐约透出丹香，竟全部都是8、9品的丹药。地面的玉质台座上斜插着一柄长剑，剑身上流转着淡淡的紫电光泽，透着逼人的剑意，显然是上古神兵。更远处的石台上铺着一卷泛黄的兽皮卷轴，上面刻着扭曲的古篆，隐隐有灵力在字迹间游走，都是失传已久的远古秘法。而类似于这种的上古神兵、远古秘法，整座大殿随处可见，数不胜数。最让凌晨心跳加速的是，大殿中央的水潭里漂浮着一朵半开的碧水金莲，花瓣晶莹如冰，花蕊中悬着一颗圆润的金色莲子，灵气浓郁的几乎要凝成实质。吸入一口，便觉得丹田内的灵力蠢蠢欲动，自己身上的伤口似乎也不再那么灼痛了。发财了，我要彻底发财了！凌晨稍一呆愣，随即就回过神来，忍不住仰天大笑。果然，自己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有了这么多的天材地宝，他和仇将来不能复仇。同时，他也明白了，为何当时林家会被中州无数势力联合灭族。要是这些天材地宝全部被林家得到，中州的其他势力以后还怎么混了？稍微平复好心情之后，凌晨就将这里的所有宝物一扫而空，连水潭里的一滴水都没有放过。他从小就没见过好东西，不然也不会被秦九哥骗得自宫了。将所有宝物都一扫而空之后，凌晨朝着最上方看去，面前是一层层台阶，而最上方则是一座王座。台阶上遍布坎坷，王座透着斑驳血腥，和下方的场景格格不入。而在那张王座之上，还端坐着一具魁梧恐怖的巨大龙狮。龙狮通体寒光夺目，就好似金属打造一般，庞大的身躯将王座压得微微倾斜，却仍保持着俯瞰众生的姿态，宛如一尊亘古未动的雕像。它通体覆盖着暗青色的鳞片，镌刻着淡金色的龙纹。龙首微微低垂，下颌抵在胸前，似乎在俯瞰阶下。两只龙眼早已干涸，只余下深不见底的眼窝，里面积着薄薄一层灰，却仍有残存的龙威从眼窝中溢散，让周遭空气都透着刺骨的寒意。断裂的龙角斜插在炉顶，角身布满裂纹，前爪交叠置于王座扶手上，龙爪锋利如陨铁铸就的弯刀，指尖深陷进玄铁之中。最触目的是它背后的龙翼，残破的一膜如垂落的破败旗帜，挂在嶙峋的骨头上，风从殿外灌入，发出丝丝轻响。即便这具尸体已经腐朽多年，但它还是透露出令人心惊胆战的气息。周身仍萦绕着淡淡的威压，让殿宇中的尘埃都不敢轻易落在他身上。凌晨在下方静静地看着这具龙尸，眼中止不住的震撼，感受到了自身的渺小。若是全盛时期，这具龙尸又会有多么可怕？但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并不是王座上的这具龙尸，而是贯穿他胸膛的一杆长枪。强悍如他，却依然被一杆长枪死死钉在了王座上。这是什么级别的武器？凌晨望着那杆长枪，眼中满是渴望。他有预感，这才是他来到此地的最大机缘。当即他不再犹豫，起身准备上前拔下这杆长枪。但随即一道熟悉而又冷漠的声音传来，让他浑身胆寒。做得不错，凌晨，多谢你带我来到此处了。一股熟悉而又冷漠的声音传来，凌晨闻言，心中顿时生出一股寒意。这股声音他再熟悉不过了，可是他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凌晨艰难地回过头来，试图说服自己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
只是因为自己最近一直被人追杀，压力过大，所以产生了幻觉而已。只不过面前3道亮丽的人影彻底打破了他的幻想。领头男子身着一袭白衣，不染尘垢，发丝微微竖起，身形修长，体态自然，剑眉星目，目若朗星，衣袍猎猎作响，无风自动，嘴角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不是秦九哥又是谁？而他身边的2名女子同样也都是身材高挑，国色天香之辈，先前自己在大楚皇朝也都见过。然后他那个便宜老爹就被打死了。秦九哥，你为什么会找到这里来？凌晨望向秦九哥，语气哆嗦，双腿止不住的发颤。以往内心深处的恐惧此刻又浮现而出。该死，他为什么会找到这？这里除了已经死去的林月天和自己以外，应该没有第3人知晓了啊。为什么偏偏是现在？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只要再给自己一点时间，他就可以从这里逃出去。只要再给他一点时间，有了这么多的天才地宝，他绝对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崛起。到时候哪怕是秦九哥，他也不会有丝毫畏惧。可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偏偏是现在？凌晨心中疯狂怒吼，满是不甘。就差一点，差一点他就能拿走这里的所有机缘了。可现在却要止步于此了，他如何能甘心？看来这里的天才地宝都被你收走了。不过看样子我貌似还没来晚。没有理会凌晨的心中所想，秦九哥抬头仔细打量着周围，周围光秃秃的一片，连个毛都不剩。别说是天才地宝了，就连放置兵器的玉台，盛载丹药的木盒，水潭里面的水都没有一丝留下。这气运之子所过之处，当真是一毛不拔。秦九哥，你到底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凌晨强忍下心中的恐惧，暗中思考着逃离此处的方法。毕竟他可是天命之子，以往都不知道从对方手里逃出多少次了，想必这次也不例外。我还能怎么来的？自然是跟着你来的了。不然你觉得我当初为何会放你离开？秦九哥饶有兴趣地看着凌晨。事到如今，凌晨的最后一丝价值也被彻底榨干了，自己自然不可能再放过他了。什么？你是故意放走我的？你早就知道我会来这里了？听到这番话，凌晨顿时就傻眼了。原来对方从始至终就没有放过他，可笑他还自以为是，未能够屡次从对方手中逃脱而沾沾自喜。原来这一切都是对方故意为之的。凌晨心中顿时生出一股寒意和恐惧。以前是因为秦九日的实力而恐惧，现在则是被对方的心机所恐惧。原来他早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已经沦为了为对方寻找机缘的工具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在大楚皇朝的时候，还是他被抢走师尊的时候，亦或者是自己再见到他的第一眼时？凌晨不得而知。好了，让你多活了这么长时间，也是时候送你上路了。说着，秦九哥负手而立，玄袍在罡风里猎猎作响。他随手一掌拍出，那掌看似缓慢，却裹挟着崩山裂海的灵力，虚空被压出一圈透明涟漪，瞬间移至凌晨胸前。凌晨瞳孔骤缩，仓促间祭出的一件护身法宝，但那件护身法宝却如纸糊般寸寸碎裂。掌风未及躯体，他周身经脉已先被震得寸断，鲜血从七窍狂涌而出。下一瞬，秦九哥的手掌稳稳印在他心口，砰的一声闷响，凌晨的身躯如断弦之箭坠向大地，砸起的阵阵烟尘。一掌，仅仅是随手一掌，凌晨便没有丝毫的抵抗之力，被其废绝经脉，彻底沦为了一个废人。直到此刻，凌晨他才明白自己先前的幻想有多么可笑。原来对方一直以来都在压制着实力，仅仅是随手拍出的一掌就足以震杀他了。可笑他竟然还在幻想有朝一日能够向其复仇。可能在对方眼中，自己的这番举动也不过像个小丑吧。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这么算计我？凌晨躺在地上，嘴角溢出鲜血，满是不甘地看着秦九哥。他的经脉被完全废除，身受重伤，过不了多久就会死去。事到如今，他反倒彻底释然了。只是他还是有一事想不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招惹到了对方，竟引得对方如此算计。他是穿越者，是这个世界的主角，这个世界所有存在的一切都是因为他而存在的。他不应该死在这里，他应该拥有更广阔的天空，他应该扬名立万，成为大帝之位，横扫大千世界，后宫佳丽3000才对。秦九哥走到凌晨面前，看着躺在地上的凌晨，摇了摇头，语气平和地说道：要怪就怪你是穿越者吧。什么？凌晨顿时瞳孔巨震，心中泛起惊涛骇浪，呆呆地望着秦九哥穿越者。这3个字一说出来，顿时让凌晨陷入了大脑待机的状态。一直以来，凌晨都以为这个世界只有自己一个穿越者，自视清高，所以对于这些原世界的土著居民，他一直都看不起，哪怕秦九哥也不例外。在他眼中，对方也不过是上天赐予他磨练的磨刀石罢了。
只要自己发愤图强，终有一天能够打败他。只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眼中看不起的土著，此刻嘴里竟然毫无征兆地说出了穿越者3个大字。难道你也是？林晨强忍着心中惧意说道。但下一刻，一张金色大手裹挟着碾压天地的煌煌威压，携万钧之势迎面拍下。林晨没有丝毫反抗之力，整个人便被拍成了血雾，生死道消。丁，恭喜宿主成功灭杀气运之子林晨，获得天命反派值10万点，获得天道宝箱星号1，获得1/3世界种子。灭杀林晨之后，秦九哥耳边也是又响了熟悉的声音。系统打开天道宝箱。随着一道金光闪过，秦九哥脑海中浮现出一张古朴的画卷。定，恭喜宿主运气爆棚，获得天骄8女图。图卷一经铺展，便有恐怖恢宏的道韵流淌开来。画中8女分立，衣袂飘飘，尽管只有暗淡的身影，但也足以看出其身材容貌不凡，乃是世间难寻的美人。而在这8名女子的下方，则是完整的对应着8条大道，呈类似于树状图的方式，从上到下，一门门神通、功法、秘术完整的排列开来。越往上，这些功法神通的威力和品阶越高，但相对的，其修炼难度也越大。天骄8女图。秦九哥顿时眼睛一亮，仔细查看了起来。天骄8女图能够蒙蔽天机的上古仙气，内含8条上古大道，可同时承载8名大地成道。成功吸取精血之后，便可成功入图。凡是入图者，皆可洗精法髓，大幅度加快修炼速度，生死皆由宿主掌控。好家伙，同时承载8名大地成道，那岂不就是说自己能够借此培养出8名大帝？若是想要成就大帝之位，就必须要有大道。只不过大道何其稀有，世间难寻，无数至尊强者蹉跎一生，直至陨落都没有听到过有关大道的讯息。结果现在自己手里就有着足足8条大道，这个消息若是在上界走漏，必然会引起巨大的波澜，而他也会立马成为众矢之的。将天骄8女图收好以后，秦九哥又转头看向上方的龙狮，他可没有忘记自己此番前来的目的是什么。一步踏出，秦九哥直接来到了这具庞大的龙狮面前。只有近距离接触，才能感受到这具尸体的恐怖，至少也是大帝或以上级别的存在。即便现在身死，尸体却还依然散发着浓厚的磅礴威压。如此恐怖的强者，此刻却被一杆长枪贯穿胸膛，钉死在此处，显得很是凄凉。秦九哥抓住枪杆，一把取出，随即异变突生。只见原本平静的龙狮突然瞳孔扩张，发出血红色的光芒。随后巨大的龙狮在大殿中盘旋，其体内奔腾的精血仿佛受到无形之力牵引，化作一道道血色长虹，被他手上的这杆长枪所吸取。那股曾令天地震颤的龙威急速萎靡，龙狮也逐渐变得萎靡，随后彻底化作血雾消散。秦九哥端着长枪逐渐打量起来，这杆祖龙枪宛若上古仙金铸就，通体散发着睥睨寰宇的威压。枪杆呈墨黑色，布满细密的龙鳞纹路，每一道纹路都隐有龙气流转。握在手中，能清晰感受到其内奔腾如江海的磅礴力量。枪尖与枪杆形成鲜明对比，呈耀眼的赤金色，尖端锋利无比，似能刺破苍穹。枪尖两侧隐有龙角状的锋刃，弧度凌厉，镌刻着上古龙纹，萦绕着淡淡的金芒，富含道韵。尤其是在吸取龙狮的精血以后，这杆长枪所散发出来的威势比之先前更加恐怖。秦九哥越看越是满意，他的体魄在上界同辈之中当属名列前茅的存在，但即便如此，他也依然感受到了一丝沉重，引得虚空战栗。若是换成别人来的话，多半会被直接压成血雾。将此物满意的收回系统空间之后，秦九哥打开了他的个人面板。宿主秦九哥，身份仙古秦族神子，轩辕地族弟子，体质禁忌，修为子府近前期，法宝祖龙枪，天骄8女图，功法神通仙禽宝典，玄天斩剑录，阴阳双修诀，吞天魔功，轩辕地诀，道心众魔，万化天魔身。系统空间世界种子，绑定气运之女，江婉莹、苏清欢，天命反派值234000点。面板上比之以往又多了一件法宝的行列，能够被系统记录的都是这世间来历不凡的东西，一些普通的神通功法、法宝武器，即便他拥有了，这上面也不会有丝毫显示。而现在无论是祖龙枪还是天骄8女图，此刻都展示在了法宝的这一行列，足以说明二者的不凡。毕竟一件是能够培养出大帝的宝图，而且还不止一个，而是足足8个。8个大帝，即便在上界所有顶级势力里面，也是名列前茅的存在。毕竟在上界，哪怕只诞生一位大帝，其所在的道统就能被称为顶级势力。而8个大帝
绝对没有任何一方势力敢轻易招惹。另一件就是祖龙枪了，虽然查看不出此物的品阶，但显然也不是什么凡物，毕竟连那具生前无比恐怖的龙尸都被其一枪贯穿，可想而知此物有多么可怕。公子，可是机缘拿到手了？看着秦九哥脸上一副欣喜的表情，胡灵溪轻声问道。秦九哥点点头，没错，我们也是时候离开了。这次下界可谓是收获颇丰，不但解决了凌晨这个气运之子，更是收获了祖龙枪这把兵器，他的目的也都达到了，是时候离开这里了。出了大殿之后，秦九哥就带着二女直接离开了秘境。只不过由于苏清欢还在秘境中接受着他那份机缘，所以他也没有着急，而是选择在外面等着他。对方毕竟是气运之女，外加上系统的包票，所以秦九哥也不担心对方会出什么事。转眼间又是1个月的时间过去，随着一些远古遗迹的坍塌，秘境之中的修士们知晓这里的秘境快要关闭了，于是众人只好不舍地离开了此地，朝着外界快速掠去。探索了这么长时间，凡是活着的人基本上都收获颇丰，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朝着外界飞去，不然一旦被关在这里面，天知道会发生些什么。毕竟先前也不是没有修士因为没有及时撤出秘境而被关在了里面，只不过等到下一次秘境开始的时候，众人却连他的尸骨都找不到了。轰！随着一声轰鸣巨响，混元秘境彻底关闭，也预示着这场中州盛世完美落下帷幕。无数从中幸存下来的修士喜极而泪。秘境中的机缘虽多，但危险同样不会或缺。众人不但要担心各种妖兽以及遗迹机关，更要担心自己会不会引来其他强者的亏念。毕竟外界强者的神念看不见这里面发生了什么，就算他们身死，也只会是白白死在这里面。当然，也有一些修士收获颇丰，面露喜色。毕竟能够安然无恙地从秘境中走出，就意味着他们将来会受到宗门的大力扶持，前途一片光明。另一边，从秘境中出来的苏清欢在四周四处打量着，最终看见了那道令自己心心念念的身影。公子，看着面前几个月未见的秦九哥，苏清欢强忍着心中的悸动，朝着对方就扑了上去。公子，我好想你啊！秦九哥一把抱住对方，轻抚着对方的额头，我也很想你。欢迎回来，清欢。随后的一段时间里，秦九哥带着几女又回到了东荒，回到了那片森林的小木屋之中。对于苏清欢来说，这里不仅仅是他的家，更是他留在此界的唯一念想了。清欢妹妹，你这也不行啊！九幽看着苏清欢，忍不住的掩嘴轻笑。九幽姐，你还笑话我？苏清欢嘟着嘴，煞是可爱，随后直接扑向了九幽。哈哈，不好，清欢，好痒，好痒啊！哈哈，不要挠了。九幽扑腾着身子，哈哈大笑道：“好了好了，你们身为姐妹，自然要同甘苦共进退，一起来吧。”秦九哥轻声笑道。上次在秘境里，苏清欢受到内心的指引，去到了一处机缘之地，在那里他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得到了一位上界狐族大能的传承，并且里面还有着一滩化血池。洗净法水之后，苏清欢的仙狐血脉彻底觉醒，就连境界也是突飞猛进，直接就突破到了无道境。这也是人族和妖族最大的不同之处。虽然妖族平常的修炼速度远不如人族，但其寿命悠久，就连体魄也远远强于人族。而且他们若是得到了先辈留下的传承，一旦炼化，便能直接横跨多个境界，并不会有根基不稳的现象出现。哎，你们啊，又在偷吃！一道女声轻叹，胡灵溪缓步走了进来，脸色绯红。此刻她身上穿着一件红色的兔女郎装，将她的身材紧紧勾了出来，白皙圆润的大腿很是诱人。苏清欢出来之后，对秦九哥自然是想念的紧，每天都要缠着他修炼。而这一幕自然也没有逃过胡灵溪的耳朵。狐族本营，更何况苏清欢天天晚上叫的没完，也是让这位孤身多年的大狐狸心中轻颤。终于有一天，胡灵溪实在是忍不住心中的好奇，偷偷的在门外打量着。结果好巧不巧，被二人当场发现，可谓是要多尴尬有多尴尬。不过苏清欢倒是没什么在意的，反而还邀请胡灵溪加入他们。对他来说，一边是养育陪伴他多年的小姨，一边是待他极好的公子，他一个都不想离开。不是俗话说得好，肥水不流外人田吗？于是在苏清欢的一番软磨硬泡之下，胡灵溪也就半推半就的。对此，秦九哥都不由得在心里为他点赞了。这苏清欢实在是太小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两只貌美如花的狐女服侍，而且还是这种关系，给了秦九哥心中极大的满足。你来了，小姨。看到胡灵溪到来，苏清欢有些恋恋不舍。对面可是待他如亲的小姨，所以他自然就把好东西分享了出来。只不过胡灵溪的脸皮显然没有对方那么厚，尽管已经不止一次的坦诚相见了，但他心中还是有点不好意思，脸色发烫。公子，算算时间，我差不多就要离开了。小木屋外，苏清欢抱着秦九哥，
不舍得朝着对方告别。在先前他炼化的那件传承之中，存在一道强者的神念，那道神念告诉他，将在不久后会下界寻他，将他带回仙湖一族，并亲自收他为徒。对此，苏清欢本来是很抗拒，可一想到母亲现在还被关押在祖地中受苦，他犹豫了，最终还是答应了女子的条件。他现在彻底觉醒了仙湖血脉，天湖一族也不舍得这么好的苗子流落在外自暴自弃，所以这才召他回族。而他只有回去努力修炼，才能在将来把母亲解救出来，彻底洗刷他的冤屈。放心好了，将来我也会去天湖一族找你去的。秦九哥摸着他的小脑袋，轻声安慰道。而九幽和胡灵溪此刻也都在一旁默默地围观着。没过多久，天穹骤变，原本万里无云的碧空，不知何时起，一缕缕墨色云絮从天际尽头翻涌而来，转眼便汇聚成涛，层层叠叠压向大地，将炽烈的日光遮得严严实实，天地间瞬间暗沉下来。一道无形的威压穿透厚重的云层，如煌煌天威笼罩大地，山川震颤，江河凝滞，连空气中的灵气都似乎被冻结。山巅上正盘膝修炼的修士猛地睁眼，脸色煞白，不受控制地跪倒在地，浑身颤抖着不敢抬头。深谷中隐世多年的老怪物缩在洞府深处，瑟瑟发抖，连一丝气息都不敢外泄。无人能看见那道力量的真容，却都能清晰地感知到一道浩瀚无边的神念，此刻正如同俯瞰尘寰的星辰，缓缓扫过大地，扫过此界的每一个角落，让整个下界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寂静。神念弥漫四方，整个下界的场景都暴露在那名强者眼中，没有丝毫隐秘所言。清欢，你该离开了。清冷的语气传来，随后天穹之上，一只通体洁白的白玉之手掠出，对着苏清欢就迎面抓了下来。见此情形，秦九哥一步踏出，走到那只白玉之手的面前，对其行了一礼。在下秦九哥，见过前辈。见状，那道通白玉手稍一停留，停滞在了此处。哦，我当是谁？原来是秦族和轩辕地族的小娃娃。没想到在这蛮荒之地，竟然还能遇到秦族的人。怎么，莫非汝要阻我不成？清冷的声音从天穹之上传出，不悲不喜，听不出男女之声。与此同时，一股刺骨的威压已如寒潮般席卷而下，虚空仿佛都被凝结成霜。清欢是我的女人，还望前辈将其带回天湖一族之后，能够好生待她，不要让她受了委屈。他日我前去天湖一族时，自然会去拜访前辈的。面对女子的威压，秦九哥强撑着身子，浑然不惧，一脸严肃地说道：哼，有趣，你莫非是在威胁我？他是本座的弟子，自然没人敢让其受委屈。随后，那只通体白玉的洁白玉手迎面而下，轻轻抓住苏清欢之后，温润的金光将其全身包裹起来，随后直接带离出了此界。至于拜访，我在仙湖山等着你。随着那道神念散去，整个虚空一滞，仿佛什么大恐怖离开了一样。公子，清欢他应该不会有事吧？一旁的胡灵溪面色担忧，他姐姐和天湖一族当初有过一些矛盾，不知道清欢这次回去会不会受到刁难。放心好了，仙湖血脉有多稀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清欢既然已经觉醒了仙湖血脉，族中的那些老怪物自然就不会再为难他了。而且他此番回去之后，没准还能把他母亲救出来呢。秦九哥随声安慰道。在仙湖血脉觉醒之后，苏清欢身上的气运愈发浓郁了。不用想也知道，对方将来必定是要接手天湖一族的。就是不知道这次前来接引清欢的是哪一位老祖了。胡灵溪轻声说道，但语气中还是止不住的担忧。仙湖山是天湖一族的圣地，唯有觉醒仙湖血脉的族人才有资格进入，整个族中可谓是寥寥无几。显然苏清欢在觉醒仙湖血脉之后，仙湖山也是忍不住了，派了一位老祖亲自前来。清欢走了，我们也是时候回去。说着，秦九哥取出了一件白色玉符，指尖猛地发力，那枚通体银白的玉符应声碎裂，细碎的玉屑裹挟着淡金色的灵光簌簌落下，在空中化作一道扭曲的光痕。几乎是玉符破碎的瞬间，头顶的苍穹骤然变色，云层如被无形巨手撕裂，露出一片悬浮于9天之上的巍峨神殿。殿门处镌刻的繁复符文亮起炽盛的金光，一道贯穿天地的光柱轰然落下，精准地笼罩住秦九哥及二女的身影。这是接引神殿。胡灵溪眼睛一亮，认出了这番场景，正是传说中的接引神殿。下界修士飞升上界的途中，往往会遭遇时空风暴或者空间乱流，一不小心就会迷失在其中，稍有不慎就会彻底陨落。但有了接引神殿，就能平稳地被接引到上界，不会出现丝毫危险。而此物在上界自然也是极为稀有的存在，不过对于秦九哥来说就随同可见了。光柱中无数金色符文如活物般游走，拖着众人的身体缓缓升起。众人没有丝毫抵抗，任由符文托举自己，逐渐融入到神殿的金光之中，消失在了天穹尽头。
撕裂的云层缓缓合拢，天地间的异象悄然消散，仿佛和原来一模一样。与此同时，在秦九歌众人离开之后，西漠黄沙漫天，狂风如兽，卷着碎石在天地间呼啸肆虐，一片风雨欲来的景象。简陋的山洞内隔绝了外界的狂躁，一名男子此刻盘膝而坐，周身隐有微光流转，面前则是一位前辈留下的传承。大漠孤舟起星芒，天外孤魂千断肠。远方的游子啊，你也有家不能回吗？悲伤的语气从中传来，让原本紧闭双眼悉心接受传承的男子眉头一皱，脸上忧愁浮现。上界轩辕地族。通过接引神殿，秦九歌带着几女就直接回到了轩辕地族的疆域内。随着一阵金光降落，几人平稳着陆。胡林熙仔细打量着周围，隐隐感觉到有些震撼。好歹他当初也是在天狐一族生活的，自然见过不少大场面。但饶是如此，当看清此刻周遭的景象时，他仍不由得心头一震，只觉如梦似幻。此地可远比他天狐一族的疆域还要壮阔。放眼望去，无数仙山神岛错落排布，或悬浮于云端，或静卧于雾海，仙气蒸腾如浪，袅袅漫过，座座峰峦。霞光自天际倾泻而下，与漫天仙雾交织缠绕，七彩流光绚烂夺目，神华耀眼。凌霄此刻也显现出身形，脸上表情惊奇不定。他所在的宗门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三流宗门，何曾见到过这种场面，不必惊讶。我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可是跟你们一样的表情呢。九幽掩嘴轻笑道，尽管同属于上界顶级势力，但毫无疑问，轩辕地族是属于最顶尖的那一批，远不是一般的顶级势力能够相比的。好了，九幽，你先带灵犀去我的宫殿，我去拜访一下母亲。秦九歌轻声说道。是，公子。九幽轻声应道，随后就带着胡灵犀离开了此处。前辈不要着急，我稍后就为你重塑身形。秦九歌仔细打量着凌霄的虚影，经过养魂玉的长时间滋养，凌霄的虚影比之以往更加实质，身形也愈加饱满，完美的展现出他的傲人身材。有劳公子费心了。凌霄拘谨地说道。目睹周遭这一派如梦似幻的仙境盛景，凌霄心中百感交集。以往自己只听说过关于轩辕地族的传言，但却没有亲眼见到，所以对于他们的强盛心中并没有一种准确的预估。但现在在亲眼见证周遭的景象之后，他对于上界这种顶级势力才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他们才是这个上界真正的主人。一道流光飞过，穿梭虚空，不多时就停在了一座恢宏的大殿面前，露出了秦九歌的身影。见过神子，见过神子。前方两名身着盔甲、气息恐怖的人影站立，在见到男子的面容之后，立刻弯腰恭敬行礼。秦九歌微微点头，随后迈步进入了里面。回来了。一道温柔的女声传来。秦九歌抬头望去，可以看见上方的大殿中央，一名风姿绰约的女子款款立，自然就是轩辕月。看来你这番下界收获不错。轩辕月缓步上前，璀璨耀眼的眸子仔细打量着秦九歌，仿佛要将他给看穿。的确有些许收获，不足挂齿。秦九歌恭敬地行了一礼，随后又朝着四周打量。对了，母亲，仙儿她回去了吗？环视一周之后，没有看见仙儿的身影，秦九歌眉头微皱。按照以往的场景，若是自己回来的话，仙儿早就迫不及待地出来见他了。仙儿已经回秦族闭关去了。临走时，他可是很不高兴，吵着闹着要见你呢。轩辕月掩嘴轻笑，确实是我的问题，毕竟说好要陪他的。秦九歌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毕竟原本自己就是要带着秦仙儿来看望母亲，结果突然中途下界，一连耽误了好几个月，仙儿也早早回秦族了。那妮子，你回头的说两句好话，好好哄哄他的。轩辕月轻笑道。现在的他哪里还有原本在众人面前威严肃杀的模样，完全就是一副慈母形象，恐怕也只有在秦九歌面前，他才会露出这副神情了。对了，让你身边的那道残魂出来吧。轩辕月随口说道。以他的实力，秦九歌身上的一切都瞒不过他的眼睛。话音落下，凌霄的虚影浮现出来，对着轩辕月恭敬一礼。属下凌霄见过主母大人。凌霄，看你的样子，貌似还是一名炼丹师。轩辕月仔细打量着，这次下界不光找了只狐狸，还找了个炼丹师，看来是真开窍了。是，再下来自凌玄天宫，是一名天阶炼丹师。凌霄一脸恭敬道。毕竟眼前的这位可是公子的母亲，执掌整个轩辕地族的恐怖存在啊！对方身边随意散发出的一丝气息，就足以将他搅碎千万次。这种恐怖的威势，可远比他们凌玄天宫的老祖要强大太多了。看你的骨龄还很年轻，没想到竟然就是天阶炼药师了，还真是后生可畏啊！轩辕月朱唇轻启，略微有些感慨。炼药师在上界可是极为稀少的存在，每一位高阶炼药师的诞生都会在上界引起巨大的轰动，引得无数势力争抢。这次不知道秦九歌去了哪里，
竟然找回了一位这么年轻的天阶炼药师。虽说对方现在的炼丹术平平无奇，放在他们轩辕地族连中等都排不上，但好在胜在年轻，若是好好调教一番，将来必定也是能够名震上界的炼丹宗师。凌霄不敢当。凌霄诚惶诚恐，恭敬地弯腰行了一礼。能被这么恐怖的强者夸奖，他心中说不紧张是假的。你这次过来，可是需要我帮他重塑躯体？轩辕月笑盈盈地问道。对于自己儿子，他自然是巴不得他身边的女人多一点，这种小事就不必劳烦母亲了，我回头自己帮他就好。只是不知道母亲对凌玄天宫这方势力了解多少。秦九哥随口问道。自从他上次将凌晨灭杀之后，却发现凌霄气运反而上升了不少，这也让秦九哥怀疑，莫非是凌玄天宫或者是他们周围的那方势力有新的气运之子诞生了。无论是不是，他都打算先提前了解一下，以备不时之需。毕竟他还答应凌霄要帮其复仇呢。凌玄天宫。轩辕月闻言柳眉轻蹙，随后缓缓舒展开来，无奈地摇了摇头。此方势力我了解的不多，不过我可以派人帮你打探一下。那就有劳母亲了。秦九哥微微点头。一般跟他母亲打交道的势力，不是长生世家，就是不朽大教，再不济也是诞生出大帝的势力。而类似于凌玄天宫这种三流势力，放在他们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是毫无疑问的霸主，但放在整个上界就不够看了。他母亲不知晓很正常，毕竟二者压根就不是一个层次的，对方没资格能入他们轩辕地族的眼。一阵寒暄过后，秦九哥告退，回到了自己的宫殿。对于秦九哥身上的机缘，轩辕月没有多问，他对自己儿子有着绝对的信任，相信对方绝对做不出那种自毁根基的事情。而且就算他根基不稳，凭借他们轩辕地族的底蕴和财力，哪怕嗑药都能让其达到无数天骄都仰望的存在，稍后没多久，为凌霄重塑躯体的各种天才地宝就都送了过来。数不尽的圣药陈列眼前，每一株都霞光璀璨，耀眼夺目，绚烂多彩的光晕交织成片，晃得凌霄眼睛都看直了，一时间竟有些失神。这么多，竟然都是给我的吗，公子？凌霄语气惊骇，有些难以置信。这么多的天才地宝、灵丹圣药，随便一件放在外界都是珍稀无比的存在，会引得无数强者争抢，有些甚至连他们凌玄天宫都没有见过，说不出名字。但现在竟然全部堆积在水池边，准备用来为他重塑身躯。那是当然了，前辈，对于前辈，我肯定会竭尽所能，不然岂不是让外人看了我的笑话？秦九哥嘴角含笑，随意调侃道。他什么身份背景，自然不可能缺少天才地宝。无论是仙古秦族还是轩辕地族，都是上界名列前茅的存在，底蕴深厚，手底下不知道掌握着多少小世界。寻常人眼中珍惜的天才地宝、灵丹神药，在他眼中就跟路边的石子一样寻常可见，自然不会有丝毫舍不得。公子，你对我这么好，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报答你才好了。凌霄语气轻颤，如果不是因为他现在还是一道虚影，恐怕都要感动得哭出来了吧。这么多的天才地宝，他想要什么炼丹师找不到，但偏偏还是选择了自己。修仙界本就是尔虞我诈，充满算计欺骗，哪怕同属一个师门，也不免会为了一些蝇头小利而自相残杀。本以为自己在流落下界之后，此生就只能被困在下界，再也没有复仇的希望了，却没想到自己竟然会遇到秦九哥。他不但带自己回到了上界，甚至还耗费无数天才地宝来帮他重塑身体，没有丝毫的心疼。这一番举动无疑是将凌霄感动得一塌糊涂，同时也让他心头不由得升起一丝愧疚。公子的恩情他还不晚，秦公子对他这么好，他都不知道要怎么报答对方了。他的实力在上界算不得出众，唯有一手炼丹术勉强算是出神入化。此刻凌霄心中默默发誓，一定要好好练习炼药术，将来报答公子的恩情。丁，宿主的恩情还不完，气运之女凌霄对宿主心中愧疚，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10万点。丁，气运之女对宿主心生感动，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10万点。丁，气运之女凌霄对宿主好感度大增，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10万点。前辈言重了，这些天才地宝虽然珍贵，但终究都是一些死物，如何能与前辈相提并论呢？只要能够帮前辈重塑身躯，别说这些神材圣药了，哪怕再珍惜的宝物我都会帮前辈取来。至于帮前辈复仇一事，等到凌玄天宫的消息传来，我再带前辈去亲自手刃了仇人。听着耳边不断传来的系统提示音，秦九哥负手而立，语气侃侃而谈，心情止不住的大好。自从回到上界之后，秦九哥就发现凌霄的气运值增长了不少，比之以往更加鼎盛。他如果猜得没错，对方回到上界之后必然也会同苏清欢一样另有机缘，而先前他所处的凌玄天宫说不准也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收获。好了，前辈，你先进来吧，我这就帮你重塑身躯。秦九哥微微笑道，
随后就将各种天材地宝、神材圣药抛进水池之中。一时间，水池中神华耀耀，五颜六色的霞光弥漫，绚烂多彩，耀眼夺目，雾气氤氲。多谢公子。凌霄感激地看了秦九哥一眼，随后整道虚影都没入了水池之中。如今过了这么久，他总算能够重新拥有躯体了。即便现在想来，他还是觉得有些很魔幻。自己当初流落下界之后，竟然还能被凌晨奇迹般的唤醒。于是为了报答凌晨，他就将其收为弟子，一直指点他修炼。原本按照对方修炼的修炼速度和资质，想要修炼到虚神境带他回到上界，未免有些太过痴人说梦，于是他也逐渐放弃了这个打算，只想着好好指点他修炼，也算是报答了对方将他唤醒的恩情。只是没想到竟然会遇上秦九哥。说起来，对于凌晨，他还是觉得有些唏嘘。对方是他唯一的一个弟子，他原本也打算将自己的衣钵尽数传给对方，但奈何对方非要想不开自寻死路。他先前已经再三劝说过凌晨了，让其不要招惹秦九哥，只是无奈对方压根不听他的劝阻，甚至还对他恶语相向，最后为了一些宝物就把他卖给了秦九哥。这一番举动也是彻底伤了凌霄的心。如果凌晨没有抛下他的话，按照他的性格，为了报答凌晨当初将他唤醒的恩情，绝对会自爆魂体来护他周全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只是凌霄万万没有，对方竟然会为了一些蝇头小利而把他抛弃了，也是彻底寒了他的心。反观秦九哥，面对和凌晨这样的生死仇敌，却甘愿为了自己放下矛盾，饶了对方一命，甚至用宝物从凌晨那里为他换来了自由身。二人的形象高下立判。秦九哥无论是身份、实力还是背景，都远不是凌晨可以比的，甚至连复仇也只不过是对方的一句话而已。这时候凌霄甚至还有些庆幸，幸好自己遇到了秦九哥，不然哪怕自己魂体彻底消散，今生恐怕都不一定会回到上界，更何况复仇之事呢？池水在凌霄身影没入的瞬间，骤然掀起层层经文涟漪，霞光璀璨，神华流转，顺着凌霄虚影的轮廓缓缓流淌，像无数细碎的光雨，一点点勾勒出他的身形。秦九哥静立池边，安静地看着这一幕，只见水面下凌霄的虚影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凝实，原本透明的身躯逐渐变得真实，虚幻的面容浮现出清晰的眉眼，连垂落的发丝都泛起了柔和的光泽。不知过了多久，池中霞光渐收，氤氲雾气缓缓散去，一道纤细的身影从水中轻轻站起，素白的衣摆滴落晶莹的水珠。与此同时，一股圣境威压绽放而出。秦九哥站立在一旁，仔细打量着女子，前凸后翘，柳腰翘臀，傲人的身材呼之欲出，雪白的身躯泛着羞红。不得不说，这些气韵之女的身材样貌，无疑不是世间罕见。霞光渐渐散去，凌霄抬手抚过自己的手臂，还是有些不敢置信，但指尖传来的真实触感却让他眼眶微热。他转过身，对着秦九哥深深一礼，声音带着几分哽咽，却无比清晰：“公子大恩，凌霄此生不忘。既然如此，那前辈就用你这一生都来报答吧。”秦九哥嘴角微微上扬，仔细打量着对方：“是，公子。”察觉到秦九哥欣赏的目光，凌霄非但没有一丝害羞，反而还挺直身子，将身材落落大方地展示了出来。“好看吗，公子？”凌霄语气喜悦，还在秦九哥面前转了一圈。女为知己者悦，对方身为秦族神子，什么样的女人没有见过？能够被他这么欣赏，不也恰巧说明了自己的魅力吗？是挺好看的，只是前辈，你不觉得有点冷吗？看着对方一览无余的娇躯，秦九哥不由得摇头苦笑道：“看来对方忘了些什么。”“冷。”凌霄脑子一滞，随即立刻反应过来，脸色顿时变得通红。他刚刚凝聚好躯体，也就是说，他现在身上并不像虚影那样有衣服，那也就是说，自己一直在秦公子面前光着身子，甚至还转了一圈。一想起自己刚才的举动，凌霄顿时尴尬无比，脸蛋红得要死，恨不得脚趾抠地。不过好在秦九哥也没接着调戏他，而是递给了他一件衣袍。披上衣袍之后，凌霄强装镇定，但蜷缩在一起的玉指无疑还暴露了此刻他内心的不平静。实在是太丢脸了，竟然在公子面前，要是不小心让公子误会，让他误以为自己是一个放荡的女子怎么办？不知道凌霄的心中所想，秦九哥轻声道：“这段时间前辈就暂时待在轩辕地族吧，若是有什么需要，前辈也可以尽管和我提。”“是，公子。”凌霄强装镇定，缓缓点头。恰好正在此时，虚空泛起一阵涟漪，缓缓凝聚成一条通道，九幽的身形从中走了出来。“主人。”九幽公进行了一礼。“好了，前辈你可以先离开了，我还有要事跟九幽相谈。”秦九哥负手而立，平静地说道。凌霄害羞地偷看了九幽一眼，随后恭敬地退了出去。早在下界的时候，
他就已经猜出了二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刚刚九幽到来的时候，也让他心里产生了一丝被捉奸的快感。毕竟他先前的那番举动，看上去怎么都像是在勾引秦九哥。但他当时是被重塑身躯的喜悦一时冲昏了头脑，忘记了自己没穿衣服，因此才会发生这么尴尬的一幕。主人，您有事找我？九幽轻声问道，看着凌霄离去的身影，满是羡慕。同样是女人，为何公子对她那么温柔，对自己反而就那么粗鲁暴力呢？九幽，你跟了我应该也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吧？看着自己面前的九幽，秦九哥微微一笑。原本在上界赫赫有名、生性高傲的天骄之女，如今沦为了自己的宠物坐骑，还是一副卑微讨好的模样，说出去谁会相信啊？是，我跟主人接触已经近乎半年的时间了。当初第一次遇到主人的时候，还是九幽不识好歹，触怒了主人。幸好主人宽宏大量，才没有跟九幽计较这些。九幽语气惶恐，恭敬地跪在地上，态度无比虔诚。自己当时竟然敢跟主人作对，实在是太不知好歹了。也幸好主人宽宏大量，没有计较这些，反而还不计前嫌，收留自己。主人的恩情他还不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调教，外加上那件地阶玉兽环的作用，九幽已经彻底屈服于秦九哥的淫威之下了。为了主人，哪怕要付出生命，九幽都会义不容辞。看着九幽的这副表现，秦九哥点了点头，很是满意。这地阶玉兽环还真不愧是系统出品的好东西，能够在潜移默化之中改变佩戴者的思想，绝对是驯化这些天之娇女的必备神器。如今九幽的调教已经接近尾声，他决定再加一把猛料，彻底将九幽民族的这位天之娇女调教成他手下的得力干将。我这个人向来都是赏罚分明，此次下界你表现得很不错，所以我决定放你离开。什么？此言一出，九幽脸上浮现出一抹震惊。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按理说听到秦九哥放自己离开，他应该是很高兴才对。原本他就是在对方的强迫之下，被逼无奈成为了他的手下，自己忍受这么久的屈辱都只是缓兵之计，是为了将来能从他手底下彻底逃离。而现在他终于可以回到家族，回去见自己的父母，见自己的族人了。可为何心中那股想象中的喜悦没有升起，反而还是一抹不舍呢？九幽内心焦灼，阴晴不定，一抹莫名的思绪涌上心头。主人，您的意思是，莫非您要抛弃我吗？难道是因为那个叫凌霄的吗？九幽语气不安地问道。他突然想起，会不会是因为凌霄？主人对待凌霄可比他要温柔太多了。尽管不说，但他心中对其也还是不由得升起一股嫉妒。二人很相似，同样是被人暗算，沦为残魂，同样是收了一个徒弟，都死在了主人的手上，但主人对凌霄的态度可远比他好太多了。明明是他先来的，你想多了。我能够感觉出来，尽管你表面上尽职尽守，任劳任怨，但实际上你内心一直都想着如何获得我的信任，好彻底逃离此处。强扭的瓜不甜，既然如此，我又何必强迫你呢？倒不如好聚好散。秦九哥摇了摇头，语气陡然变得冰冷起来，让九幽娇躯一震。这种感觉和自己当初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一模一样，显然对方不是在开玩笑。好了，这不就是你一直想要的吗？从今以后我们好聚好散，你依然还是九幽民族的少族长，关于你我之间发生的事不会有任何人知晓。恭喜你彻底自由了。说罢，秦九哥心念一动，原本戴在九幽脖颈上的那件地阶玉兽环变大，从其脖子上飞了出来，回到了秦九哥的手上。随后秦九哥没有再看九幽一眼，而是头也不回地朝着外面走去。主人，看着秦九哥这副举动，九幽心中突然升起一股莫名的心痛，好像有什么重要之物离开了他一样。回忆涌上心头，过往和秦九哥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此刻全都浮现在九幽面前。尽管最开始可能是迫于无奈，被迫屈服于他的淫威之下，但九幽也不得不承认，秦九哥待他确实不错，各种天才地宝、神材圣药都跟不要零食的一样，任由他索取，甚至比他在族中得到的资源还多。而且对方也没有限制他的自由，只要他想，自然也可以随意走动，四处游历。形势比人强，就算秦九哥当时想逼迫他些什么，自己都没办法拒绝，但他却并没有这么做，反而还耗尽了无数天才地宝为他凝聚身躯。而先前他对自己粗暴的态度，可能也是因为江然吧。扪心自问，如果是他被一个陌生男子抢亲，甚至3番5次的挑衅，自然不会对其有什么好脸色，更何况是秦九哥这种来历恐怖的人呢？不当场把江然骨灰扬了，都算他脾气好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才导致他最开始对自己的态度不好吧。说起来，这件事确实是江然做的不对，自己身为他的师尊，被其记恨也是应该的，怨不得别人。望着秦九哥逐渐离去的背影，九幽再也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情绪，忍不住出口道：主人。
似乎是听到了他的呼喊声，秦九哥停下脚步，回头望去，看着跪在地上的九幽，眉头微皱。你还有什么事吗？秦九哥语气平淡，没有丝毫温度。主人。九幽轻咬红唇，秦九哥的这番举动让他更是为之心痛。主人，先前一事确实是九幽的过错，恳求主人能够原谅我。主人若是不原谅我，九幽此生都长跪不起。九幽跪在地上，泪眼婆娑，语气卑微。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他早已被秦九哥吊叫的服服帖帖，彻底离不开他了。而且对方无论是身份、实力还是地位，都是他高攀不起的存在。能够有对方这么英明神武、背景恐怖的主人，绝对是他此生生来的福分。先前之事，你是说江然吗？秦九哥眉头紧蹙，似乎是在思考往事，随后才沉声说道：是，先前之事是九幽做的不对，竟然狂妄到敢跟主人作对，简直是在找死。多亏主人宽宏大量，愿意给我将功补过，改邪为正的机会。现在九幽只想好好报答主人的恩情。是主人给了九幽第二次生命，九幽已经离不开主人了。看到九幽这副模样，秦九哥心中忍不住冷笑，但表面上还是一脸平静的模样。他轻步走到九幽面前，半蹲在地上，捏着他雪白的下巴，仔细打量着。先前之事我早已不在意，毕竟江然也已经死了。倒是你，真的愿意敞开心神，奉我为主吗？是，主人。跟随主人生活的这段时间里，九幽感受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只有跟随主人，九幽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九幽已经彻底离不开主人了，恳求主人能够收下九幽。听着九幽这番诚恳的宣言，秦九哥心中微微一动。他知道，这下九幽的调教已经算是彻底完成了。以往那个生性高傲、名震上界的天骄之女，九幽民族少族长，从此以后将彻底沦为他最忠诚的得力干将。既然如此，你以后便先留在我身边吧。是，主人。九幽永远。得到秦九哥的首肯，九幽心中激动万分，他终于被接纳了。既然如此，那我就随你的愿了。九幽雪白的脖颈与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这一刻起，他将不再是什么威名赫赫的九幽一族少族长，不再是什么叱咤上界、同各大教主级强者旗鼓相当的天之娇女，而是彻底沦为了。主人，今晚能否？九幽害羞地问道，有点不敢去看秦九哥的眼睛。当然，既然你这么迫不及待，那我又怎么不好随你的愿呢？秦九哥嘴角微微上扬。是，多谢主人对九幽的看重。九幽真挚地看着秦九哥，眼中仿佛有泪光浮现。这些东西以往从来都没有在主人身上看到过，想来这还是第一次。这么珍贵的宝物，第一次就要用在他身上，可见主人对他的看重。此刻九幽心中默默发誓，以后一定要好好服侍主人。主人的恩情他还不晚。接下来的时间里，秦九哥就过得比较无所事事了。新的气运之子还没有出现，他也是难得的放松下来。每天不是修炼阴阳双修诀，就是指点一下轩辕地族的弟子们修炼。当然说是指点，其实就是每次他把轩辕地族的这群天之骄子们按在地上揍，他们的父辈长老见此非但不生气，反而还连连拍手叫好，让他下手再重一点。以往这些弟子们放在外界无不是万年一寻的绝世天骄，威名赫赫的年轻至尊，但在秦九哥面前，此刻被打的就跟孙子一样。以秦九哥目前的修为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年轻一辈的范畴。当然，他身为挂逼，只要拥有反派值就能一直突破，压根不需要闭关苦修。再不济，也能利用吞天魔功吞噬上界天骄们的本源之力，修炼起来同样是没有桎梏，强大无比。不过可惜的是，最近没听说上界有什么知名秘境开启，而寻常的天骄本源对他来说又太弱了，完全没有一点用。于是他也只好来指点指点这些兄弟姐妹们修炼了。若是换成主角，族中长老们的孙子孙女被打成这副模样，恐怕早就被记恨上了。但他身为反派，更是团宠，族中气氛自然是好到不像话。以往那些发生在主角身上遭人记恨、各派系争斗的剧情，完全与他无关。甚至就连指点这些兄弟姐妹们修炼，也全都是族中的那些长老们要求的，甚至他们还巴不得自己打得更狠一点。按照他们的话来说，必须让这些族中后辈知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你看看人家弟子，这才多少岁就什么境界了？你怎么好意思还沾沾自喜的？你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修为连人家的零头都比不上，还不赶紧抓紧时间修炼？你们修为一样，但人家年龄都不知道小了你多少轮。放松？你怎么还好意思放松？类似于这种话数不胜数。秦九哥身为长老们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就此也成为了他们心中的梦魇。他倒是无所谓，只不过这可就苦了这些弟子们了，每天都要被长老们逼着来跟秦九哥磨练，
然后被打得鼻青脸肿，哪里还有以往在上界叱咤风云的天骄模样？只不过让秦九哥没有想到的是，某天清晨，他闲来无事，四处闲逛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人。某日清晨，秦九哥闲来无事，正俯瞰着这轩辕地族的大好河山。最近没有新的气运之子诞生，也是让他不由得有点心中空虚，寂寞难耐啊。神子，你回来了。就在这时，耳边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秦九哥回头望去，只见一道窈窕倩影屹立于此，3000青丝随着微风轻扬，露出一张如花似玉、国色天香的倾城面容。此人正是先前被他夺走初吻的轩辕未央。按照辈分来说，他需要叫其一声姐姐。原来是未央姐，好久不见，我刚从下界回来没多久。秦九哥微微笑道，同时下意识看向轩辕未央的那张小巧红唇，仿佛还想要重新品味一番臭弟弟。你在想什么呢？看着秦九哥这副模样，轩辕未央顿时就羞红了脸，以往的回忆此刻又涌上心头。那可是他的初吻啊，就这么被秦九哥夺走了。不过他表面上还在强装镇定，不然若是表现得太软弱，秦九哥再趁机欺负他怎么办？上次是初吻，这次说不定就是……轩辕未央不敢往下想，连忙故作镇定道：对了，神子弟弟，听说你这次下界又带回来2个美人，什么时候带我去见见啊？说到这，轩辕未央还抬头看了秦九哥一眼，仿佛在说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上次夺走自己初吻的时候，还是自己也是初吻，结果这才刚下界没多久，他身边就又多出来2个女人，莫非在他眼里自己还不如那2个下界美人吗？秦九哥自然听出了他语气中的醋意，心中没有一丝慌乱。在我眼中，无论谁的美貌都远不及未央姐1/1000。说着，秦九哥便走到了轩辕未央身前，伸手捏住了她白净如玉、光滑细腻的下巴。轩辕未央一个知道修炼的单纯少女，如何是秦九哥这位情场老手的对手？当场就脑子一片空白，脸上红霞遍布，手足无措。嗨！不过就在这时，一道不合时宜的咳嗽声传来，秦九哥这才注意到，在轩辕未央身后还跟着一个平平无奇、面容消瘦的黑衣男子。只不过这名男子看上去实在是太过平凡，扔在大街上都没人注意到的那种。而且他此刻还低着头，一副唯唯诺诺，看上去好像是任人欺凌的受气包一样。只不过秦九哥从这名男子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坚韧隐忍，这绝对不是一个寻常废物拥有的眼神。果然来了吗？秦九哥心中暗道，眼前之人的身份已经呼之欲出了。而恰好正在此时，系统的提示声也在秦九哥耳边传来：叮，检测到新的气运之子，宿主是否查看？查看。秦九哥心中暗道，随后一道淡蓝色光幕在他眼前浮现而出。姓名：叶天，身份：玄元道宗真传弟子，体质5，修为子府境后期，金手指，青莲圣火，气运点10万点。果然是那位忍者神龟，不是，是龙王赘婿来了。在秦九哥打量这名新出现的气运之子时，对方也显然察觉到了什么，对着秦九哥微微躬身行了一礼。见过神子。秦九哥也故作疑惑地看向轩辕未央，这位是当初我麦老祖曾为我许诺过一场婚事，就是他。提及叶天，轩辕未央脸上明显有些不自然，情绪低落。他原本努力修炼，不就是为了逃脱联姻的命运，决定自己的人生吗？而且他跟秦九哥情投意合，二人都互相抱有好感，除了秦九哥以外，他也确实看不上其他的天之骄子了。就在他以为一切都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叶天突然拿着婚书出现了。现在族中长老们因为他的婚约仪式争论不休，只不过轩辕未央不知道的是，这段时间族中确实因为叶天的到来而争执不休。激进派认为，既然秦九哥和轩辕未央互生好感，那就应该让他们二人成婚。至于叶天，他若是不同意，那就直接拍死。保守派则认为，既然叶天手上有婚书，而且此事确实是他们老祖当初答应过的那样，是他们理亏，他们堂堂上界霸主势力还做不出悔婚这种丢人的事情，所以他们想着尽量多给叶天一些补偿，好让他主动收回婚约。若是叶天不答应，那就再把他一巴掌拍死。尽管轩辕未央语气平静，但还是能听出他的无奈和嘲弄。被自己如花似玉的未婚妻看不起，可以说但凡有点血性的气运之子都忍耐不了，肯定迫不及待想要在其面前展示一番。但叶天却是意外，依然是蜷缩着身子，脸上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看上去像极了受气包。外加上先前秦九哥对轩辕未央动手动脚，叶天也没有丝毫表示，只是默默地在一旁观看。这哪是什么气运之子啊，这分明就是无能的丈夫啊！只能说不愧是赘婿刘气运之子，他都动手动脚了，对方竟然还能忍，确实是出乎了他的意料。好了，神子，先不和你说了，族老们让我先带他去拜见家主。说着，
轩辕未央朝秦九哥投去了一个略带歉意的眼神，随后就带着叶天离开了此处。临走前，秦九哥感觉到叶天偷偷看了他一眼，虽然只是一瞬间，但还是被他敏锐地察觉到了。那股眼神给人的感觉很冷很傲，仿佛有种不把所有人放在眼里睥睨天下的气势。能拥有这种眼神的人，又怎么可能是一个废物呢？又有新的酒菜上门了，真好。望着叶天二人离去的背影，秦九哥笑了笑，转身离去。这个酒菜还真是一件美事啊。另一边，轩辕未央和叶天走在半路，后者突然开口问道：未央，你们姐弟二人这么亲密，是不是不太好？你毕竟是我的未婚妻，要懂得避嫌。叶天眉头紧皱，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虽然是姐弟，但对方二人的表现实在是太过亲密了。关键轩辕未央是他的未婚妻，自己还在旁边看着，他跟别人搂搂抱抱算什么回事？而且他感觉自己当时若是不阻止，指不定将来自己头上会多出什么。但他话还没有说完，面前的轩辕未央突然停下脚步，直接回头一巴掌拍在了他的脸上。啪！声音响彻四周，一道红色的巴掌映落在叶天的脸上，一股火辣辣的疼痛感、灼烧感自叶天脸上传出。叶天捂着脸，满是诧异地看向轩辕未央，他竟然被打了，这还是头一次。尽管来轩辕地族的这几天，对方对他态度冷淡，但该有的尊重和礼数还是有的，也没有因为自己废物就嘲讽他，比族中那些侍女不知道要好多少。如此大家闺秀、富有涵养的世家子女做自己道侣，叶天心中自然是满意的不能再满意了。更不要说这轩辕未央长得实在是太美了，他们玄元道宗也算是上界的顶级势力，不朽大教，宗内女弟子无不是肤白貌美、如花似玉之辈，但跟轩辕未央一比，那都是些什么臭鱼烂虾啊！更不要提对方浑身充满着上位者的威压跟气场，以及那冷若冰霜的容颜，完全长在了他的审美点上。原本他打算等到自己3年的历练时间一到，就跟对方彻底摊牌，以他的身份配轩辕未央足够了。只是他没想到，仅仅因为提了秦九哥一嘴，轩辕未央就仿佛炸了毛的小猫一样，直接给了他一巴掌，也彻底把他打懵了。这还是先前那个温文尔雅、端庄有礼的轩辕未央吗？怎么转变得这么快？莫非是因为那个叫秦九哥的？叶天心中惊奇不定，同时将秦九哥这个名字暗暗记了下来。轩辕未央俏脸上饱含冰霜，语气冰冷：谁允许你叫我未央了？我们之间有这么亲密吗？还有叶天，你以为你是谁啊？你凭什么管我？我和神子之间的事情轮得到你来掺和吗？闻言，叶天脸上表情也变得难看起来。未央，你是我未婚妻，跟一个外人在一起勾勾搭搭的，算什么回事？啪！又是一巴掌，叶天险些被打得栽倒在地。轩辕未央凤眸死死盯着叶天，眼中似有怒火焚烧，语气冰冷道：叶天，你说谁是外人呢？那是秦族神子，更是我族的弟子，跟他比起来，你这个来了没几天的废物才是外人。下次你再敢对神子不敬，这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巴掌了。还有我说过，我不会嫁你的，这件事我不同意，家族也不会同意的。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你若是识趣，就主动把婚约退了，免得你我背后的势力难看。说罢，轩辕未央不再搭理叶天，扭头朝着主殿的方向前去。她堂堂轩辕地族帝女，放在上界赫赫有名的天之娇女，年轻至尊，到头来竟然要跟一个废物成婚，心中若说没有怨气，那是假的。更何况在见过秦九哥以后，她心中就已经容不下其他男人了。不过尽管如此，当叶天来的时候，她该有的礼数还是有的，没有让人嚼了口舌。只是这叶天实在是太烦了，自己是个废物就算了，还一天天在他耳边喋喋不休，这次更是敢说秦九哥，无疑是触怒了他的逆鳞，也将他彻底惹火了。未央，你……叶天右手轻抚自己火辣辣的脸庞，望着轩辕未央的背影，满是不甘。没关系的，他们只是姐弟，关系好很正常，这说明不了什么。3年，只要忍上3年，我就能完成历练，成为玄元道宗的圣子了。到时候，对方就知道我才是他的心中良婿。叶天强忍着心中的愤怒，一个劲地催眠自己。3年时间对于修仙者来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很快就会过去。只要自己能成为玄元道宗的圣子，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一定会的。当即，叶天脸上又恢复成那副唯唯诺诺的样子，怯怯跟了上去。丁，气运之子叶天被扇巴掌，轩辕未央对婚事百般拒绝，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3万点。另一边，秦九哥正在府邸中挥洒汗水，刻苦修炼，却突然听到了系统的提示音，被扇巴掌了。秦九哥一脸懵逼，他这位表姐可是轩辕地族出了名的好脾气，尽管看上去可能有些不威自怒、孤傲冰冷，但实际上待人温和，
完全不会因为自己身为帝女心生焦躁，看不起别人。这叶天是做了什么，竟然能把未央姐惹恼了？主人，九幽声音传来，将秦九哥的思绪拉了回来。随后他两只手又轻轻握着九幽两只小巧玲珑、白皙精致的玉足，两只腿一条白丝一条黑丝，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哪怕九幽是圣王境强者，但此刻面对秦九哥的连番打击，也是败下阵来，求饶不断。我看你这不是挺高兴的吗？看上去也不像拒绝的样子啊。秦九哥嘴角微微上扬，随后看着一旁的胡灵犀，灵犀，你是公子。胡灵犀脸色俏红，看着九幽此刻这副模样，胡灵犀不由得心感震惊。公子也太会玩了吧，这种公子他是怎么想出来的？翌日，秦九哥舒展了一下筋骨，这系统可真是个好东西啊，给了他前世这么多好用的小玩意，若是没有系统，恐怕他今生的乐趣要少一半了。凌霄。随后秦九哥又将门外的凌霄唤了进来，询问了一下有关叶天这2天的事迹。结果果然跟他猜的一样，叶天前几天突然带着婚书来到了轩辕地族，想要娶轩辕未央为妻。当然这也是表面上，像他们这种气运之子向来不走寻常路，指不定背地里就有着什么其他打算。据他猜测，对方既然是那种赘婿留气运之子，多半要来个什么3年之约，先隐忍3年。3年之中风平浪静，所有人都看不起他，认为他是一个没用的废物。然后等到3年之后，叶天身份暴露，开始他的装逼打脸剧情。只不过秦九哥不明白的是，对方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伪装成一个废物，任人欺凌，受尽别人的打骂、侮辱和嫌弃，这怕不是一个 M 吧？还是说这样打脸装逼会比较爽？亦或者是他修炼了什么功法，越挨打越强？在秦九哥看来，叶天若是直接展现出自己的实力和身份，至少在这里也会受到众人的尊敬。毕竟他身后的玄元道宗同样也是上界出了名的顶级势力，不容小觑。在上界，顶级势力的囊括范围很大，只要一个宗门家族中有准帝或者大帝坐镇，那么便能被称为顶级势力。只不过虽然同为顶尖势力，但其中的差距可不小。而玄元道宗即便在顶级势力当中也是排名中等的存在，宗内曾诞生出数位大帝，实力强大，底蕴深厚。叶天若是光明正大的展露出自己的实力和身份，在这里也不会被人嫌弃和看不起，至少不至于混成现在这副模样。至于现在嘛，整个轩辕地族可以说是没人能看得起他，别说那些侍女下人了，就连狗看了叶天都招嫌。而有关他和轩辕未央的婚约一事，族中也没有任何一位长老同意。废话，当他们傻？放着秦九哥这么一个香饽饽不要，去找叶天那个废物。祖地里沉睡的老祖若是知晓，肯定下1秒就扛着棺材把他们一个个全都埋进去了。秦九哥的天赋绝对是他们见过旷古至今万古无一的，大地绝不会是他的终点。以他这恐怖的天赋和修炼速度，将来绝对能够一窥地道之上的领域。只不过以往对方生性冷淡，对于男女之事不感兴趣，全身心都沉浸在修炼当中，他们就是想给对方介绍都没机会。结果现在好不容易秦九哥开窍了，轩辕未央又是他们轩辕地族的帝女，二人可谓是知根知底，郎才女貌，极为般配。结果现在偏偏半路杀出来个叶天。当初有关叶天和轩辕未央婚约一事，不过是他们那一脉的老祖随口所说，压根没有放在心上。至于那位老祖，如今更是在祖地中沉睡。结果谁知道叶天找上门来了。轩辕地族身为上界赫赫有名的顶尖势力，悔婚这种事他们还拉不下脸，所以他们找到叶天，承诺给其一些补偿，这场婚约就此作罢。只不过叶天对此都拒绝了，然后就一直待在轩辕地族住了下来。玄元道宗真传弟子，秦九哥眉头一皱，心中默默思考着。玄元道宗每一代的圣子都是从真传弟子当中选取的，他们若是想要坐上圣子之位，则需要完成宗门交给他们的历练任务。所以叶天既然选择隐藏身份来这里，那多半就是宗门交给他的历练任务了。秦九哥觉得这玄元道宗是不是有什么大病？谁家宗门历练任务是当赘婿啊？而且还要隐藏修为和身份，天天遭受辱骂讥讽，磨练心境也不是这么磨练的啊。不过既然知晓了对方的底细，那么他割起韭菜来也就轻松多了。身为气运之子，自然有着独属于自己的金手指，这才是他们能够短时间内崛起的依仗。比如戒指里的小姐姐，又或者是自带系统。这叶天的金手指既然是青莲圣火，那多半也跟炼丹有关。不过他既然身为赘婿，还隐藏身份潜伏在轩辕地族，那多半还是以隐忍为主。也就是说，在这3年内，叶天并不会表现出什么不同，但多半会靠炼丹术小试身手一下，然后等到3年之约之后，叶天展露身份，便能彻底开始他的装逼打脸之旅。不过既然自己来了，那自然不会让他这么愉快的隐忍下去了。
叶天既然非要当个无能的丈夫，那秦九哥也只好无奈，默默帮他照顾好轩辕未央了。他能有什么坏心思？只不过最近天气转凉，秦九哥担心叶天着凉，好心送给他个帽子保暖罢了。阿 T， 怎么回事？我心中怎么会突然生出一股不好的预感？另一边，一座恢宏巍峨的仙山之上，叶天突然冷不丁地打了一个寒颤，后背冷汗直冒，仿佛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应该是我多虑了吧？不管了，只要熬过这3年，我便能回去坐上圣子之位，到时候必然会让轩辕未央刮目相看的。叶天双手握拳，心中暗道，他之所以万里迢迢来到轩辕地族当赘婿，是因为他师尊交给他的历练任务，只要隐忍3年过后，他就能得到玄元道宗的圣子之位，将其他竞争者彻底踩在脚下。不然他闲得蛋疼，跑这么远看别人白眼是为了什么？其实原本对于和轩辕未央的这场婚事，他一开始并不在意。他堂堂玄元道宗真传弟子，而且即将成圣子，论身份，整个上界也没有多少人能比得上他。宗内仰慕他的天骄之女更是数不胜数，自己随便勾勾手，就有无数身姿容貌不俗的女子主动送上门来。寻常的女子他根本看不上眼，更何况谁知道自己的这个婚约对象长得什么样？万一是个丑女，那他不就彻底炸了吗？只不过在见到轩辕未央的那一刻，叶天真香了，对方实在是太美了，宛若高高在上的神女一样，完美无缺，完美无瑕，每一处都完全长在了他的审美点上，没有一丝缺陷。倾国倾城的容颜，窈窕傲人的身材，一双笔直白皙的修长玉腿，都宛若上天最完美的造物。和他比起来，自己宗内的那些天骄之女都是什么一群臭鱼烂虾，两者完全没有可比性，甚至提起别人，那都是对轩辕未央容貌的侮辱。尤其是轩辕未央那浑身散发出来的上位者威压，和那一副看垃圾的眼神，更是让叶天痴迷不已。在见到对方的那一刻起，叶天就已经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抱得美人归。不过让他比较难受的是，对方显然看不上他，而且他总感觉对方好像和那位秦族神子有一腿，二人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太亲密了，完全不像是什么寻常姐弟。他本着好心提醒对方，结果反而还彻底惹怒了轩辕未央。以往的几天时间里，对于他这么一个莫名送上来的废物赘婿，毫无疑问，整个轩辕地族没几个人能看上他，哪怕那些是女下人也不例外。倒是他这位未婚妻，尽管态度冷淡，但也不至于像其他人那样冷嘲热讽翻白眼，这也让叶天对轩辕未央更为满意。如此两女才配得上他叶天。不过比较蛋疼的是，自己都过来这么久了，轩辕地族完全没有履行婚约的打算，甚至前几天还把自己叫了过去，让他主动退了婚约。对此，叶天心中自然是10000个不愿意。自己未婚妻是如此美人，他脑子坏了才会选择退婚。至于补偿，叶天承认对方给出的补偿很诱人，但他好歹从小在玄元道宗长大，如今更是宗内的几名真传弟子之一，师尊是整个上界都有名的至尊强者，什么好东西没见过对方补偿的再多，在他眼中都远远不如轩辕未央。更何况他这次前来当赘婿，就是他师尊交给他的历练任务。对方身后的轩辕地族，据他师尊所说，乃是比玄元道宗还要强盛的势力，而他的未婚妻轩辕未央更是轩辕地族的这一代帝女。若是能把轩辕未央娶到手，借助着他身后的势力，玄元道宗的圣子之位就非他莫属了。只不过让叶天感觉比较蛋疼的是，轩辕未央对他实在是太冷淡了，而且轩辕地族也完全没有履行婚约的意图。这么几天下来，他连轩辕未央的面都没见过几次，更别提增进感情了。若只是这样也还好，反正还有3年时间，时间还长，他有信心抱得美人归。只不过在几天前，他在轩辕未央面前提了秦九哥一嘴，对方就突然性情大变，罕见的动手打了他，而后对他也是愈发冷淡了，如今更是见都不想见他。对方的反应无不证明，他和秦九哥之间有故事啊。这也让叶天不由得内心焦灼起来，若是自己再不做点什么，以后脑袋上多半就要戴顶帽子了。轩辕未央早已是他内定的未婚妻，他怎么可能将对方拱手相让？但轩辕地族摆明了就不想承认他的夫婿身份，他又有什么理由阻止轩辕未央呢？看来要想个法子，让这群人改变一下对我的看法了。叶天摩挲着下巴，眉头微皱，心中思考着方法，但想来想去也没想到什么好方法。叶天无奈，只好站起身来，准备去外面走走。虽然叶天身为赘婿，但轩辕地族毕竟是上界有名的世家大族，该有的礼数还是有的。他所住的这座府邸豪华无比，灵气充裕万分，只不过距离轩辕未央的府邸有着108000里远。毕竟叶天再怎么说，来者是客，手中还有着和轩辕未央的婚约，轩辕地族自然不会怠慢了他。只不过轩辕地族不会怠慢他，并不代表能看得起他。尤其是一些曾侍奉在轩辕未央身边的丫鬟少女，
对其更是不屑一顾，恨不得拿鼻孔对着叶天。屋外，轩辕地族的众多下人忙碌着，但也有不少人此刻正一动不动地盯着叶天。毫无疑问，他们是来监视叶天的。在见到叶天走出来后，那些下人侍女脸上非但没有敬重之意，反而还满是嘲讽。不光有人在背后嘀嘀咕咕，甚至还直接对着叶天贴脸开喷。叶天，你别以为你拿着一纸婚约就想娶我们帝女，族中没人会答应的。若不是看在那张婚约的份上，你这种废物连给我们轩辕地族看大门都不配。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看看自己配不配。一个废物而已，帝女和神子殿下天作之合，岂是你这么一个废物能配得上的？小姐可真倒霉，好不容易成为帝女，结果还引来你这么个废物垂涎。诸如此类的话语不绝于耳。你们被面前这么多下人侍女嘲讽，叶天顿时气不过。他堂堂玄元道宗的真传弟子，整个上界都赫赫有名的绝世天骄，竟然会被这么一群下人侍女嘲讽。他当即就想要出手教训一下对方，只不过一想起师尊交给他的历练任务，叶天顿时就泄了气。妈的，我忍，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一群没有见过世面的井底之蛙而已。他堂堂玄元道宗真传，何须跟这么一群下人置气？3年，只要自己再熬上3年，他就能得到圣子之位。到时候必然会让这群下人吓尿裤子。看着叶天脸上这一副阴晴不定的表情，那几名下人顿时一脸不屑，还以为对方至少有点血性了，结果他们都这么嘲讽了，对方还连个屁都不敢放。叶天越窝囊，他们就越对帝女感到不值。不好意思叶天，你不能离开这里，我们轩辕地族可不是什么小门小派，族中规矩森严，你若是不小心招惹到了族中的某位大佬，小姐可保不了你。看到叶天想要离开这里，几名下人连忙伸手阻拦，他们语气讥讽道，脸上满是不屑。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废物，要不是有着那张婚约，对方连他们轩辕地族的门都进不来。要是对方再不长眼，不小心招惹了族中的某位大佬，连带着他们也要跟着一块倒霉。如果我非要出去呢？叶天脸色铁青，被这群下人如此刁难，哪怕他再三劝说自己要隐忍，但此刻也是不由得感觉到内心窝火。他堂堂玄元道宗真传，整个上界都有名的绝世天骄，竟然会被几个下人限制自由，那你就别怪小人们不客气了。那名下人握了握拳，眼中寒芒闪过，话中意味自然不言而喻。他们早就想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废材了，真以为自己有了婚约就能入赘他们轩辕地族了。轩辕未央虽然是帝女，但并不娇气，无论对谁都是彬彬有礼，很是谦逊，所以在族中的风评很好。哪怕是他们这群下人侍女，帝女也没有看不起他们，反而待他们极好。所以面对叶天这个想要娶帝女的废物，众人自然替他感到不值，早就想出手打他一顿，替帝女解愁了。叶天，我劝你最好还是省省心吧，帝女看不上你的。实话告诉你吧，叶天，帝女早就对神子心有所属了，你别痴心妄想了，早点把婚退了，这样对你和帝女都好，不然哪天要是你惹得神子不高兴，谁都保不住你。那名下人双手环胸，抬着下巴，语气冰冷地对着叶天说道，你胡说什么？未央他怎么可能和神子有关系？他们可是姐弟啊。叶天闻言顿时眼睛瞪得滚圆，心中暗道不好，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早在上次二人见面的时候，他就已经感觉不对劲了，当时若不是他出口阻拦了一下，二人恐怕当场就要亲上了。呵呵，叶天你还不知道吧？其实早在你来之前，二人就已经相互心有所属了，帝女的初吻都被神子殿下夺走了。至于姐弟，上界大家族姐弟兄妹之间结为道侣很稀奇嘛，所以你别痴心妄想了，你们二人之间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还是趁早退了婚约滚蛋吧。那名下人接着喋喋不休道，语气中满是讥讽，试图让叶天知晓帝女和神子之间的关系，从而知难而退。毕竟帝女可是神子殿下看上的女人，神子的恐怖整个上界无人不知，对方但凡脑子正常点，就知道应该主动退了婚约，不然若是惹怒了神子殿下，可没人会替他说话。至于姐弟之间结为道侣，则更加不值得一提了。在上界，大家族之间男女结为道侣的情况很是常见，毕竟各脉虽然名义上同属一族，但经过这么长时间，血脉其实早已疏远。而同族结婚，一来都知根知底，从小都一起长大，有感情基础；二来则可以让后代的血脉变得更加精纯，增加返祖概率。上界有不少有名的道侣就是同属于一族的。你说什么？却不料叶天在听到轩辕未央初吻被秦九哥夺走的时候，当场就气炸了。他双手紧紧抓着那名下人的胳膊，双目通红，语气愤怒道，你胡说什么？他们二人怎么可能？你一定是在骗我对不对？叶天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其实心中已经信了几分，因为二人表现的实在是太亲密了。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未婚妻的初吻竟然已经被对方夺走了。这么长时间过去，他连轩辕未央的纤纤玉手都没碰过，结果秦九哥那个混蛋都亲上了。叶天顿时感觉自己头上多了一顶帽子。啪！谁让你碰我了？那名下人挣开叶天，反手就给了他一巴掌。信不信由你，老老实实给我在这里待着，不然后果自负。我们走。那名下人说罢，鄙夷地看了叶天一眼，随后带着几人离去。望着那几人离去的背影，叶天眼中闪过一丝杀意，体内涌动的灵力抑制不住，险些就要爆发出来。他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废物，相反，他的天赋高到可怕，不然也不会坐稳玄元道宗的真传之位。他的真实境界其实已经到了真王境，并且还是150岁的真王境。如此年轻的真王境，放在整个上界也是极为稀少的存在。叶天自信，以他目前的修为，整个上界同境界能胜过他的天骄绝对不超过2手之数。之不过因为这次要前来完成他师尊交给他的历练任务，所以他的真实修为就被师尊用一种无上秘术隐藏了起来。除非是实力远超于他师尊的强者，不然大概率都无法发现他的底细。而他师尊自然也不可能是什么小猫小狗，而是一名至尊强者，是整个上界都是威名赫赫的存在。在上界，至尊强者乃是一方巨擘，一掌可震碎虚空，手揽日月，一招一式都蕴含着莫大的神通道蕴，有着毁天灭地的恐怖威能。其实力之强，足以开辟一方一流势力，庇护宗门世家100万年不朽。即便在那些不朽大教亦或者长生世家当中，至尊强者毫无疑问都属于顶尖战力，足以称尊做祖的存在。而实力远超于他师尊的强者，也只有准帝或是大帝了。只不过现在上界在当初遭遇巨变之后，灵气骤减，无数老怪物都因此陷入了沉睡。如今上界大帝不出，至尊不现，圣王往往就是目前大部分势力明面上的最强战力。哪怕轩辕帝族、仙古秦族这种最顶尖的世家宗族，目前明面上也只有几个至尊强者坐镇。至于大帝，除非是遭遇什么重大变故，否则根本不会引得大帝注意。所以叶天也是压根不担心自己的底细会被别人看穿，只是被这么几个下人如此嘲讽，哪怕他脾气再好，此刻心中也不由得升起怒火，恨不得当场把这几个人杀了泄愤。他堂堂玄元道宗真传，整个上界都背景滔天，天资卓绝的绝世天骄，什么时候沦落到被这几个下人侍女嘲讽了？不过一想到杀死这几人之后，必然会引来轩辕帝族的警惕和猜忌，很有可能会暴露出自己的身份，得不偿失。一番权衡利弊之后，叶天最终还是选择隐忍了下来。反正只是一群没见识的下人而已，自己堂堂玄元道宗真传，他们几辈子都见不到的人物，何须跟他们置气？等到3年时间一过，他摇身一变就成为了玄元道宗圣子，反观他们这辈子都只能在这里当一辈子下人。这么想来，叶天顿时感觉到心情好了不少，就连自己未婚妻初吻被秦九哥夺走的怒火都消散了不少。以他对自己未婚妻孤傲清冷、不食人间烟火的印象来看，他未婚妻的初吻绝对是被那个什么秦族神子强迫的。没错，他未婚妻绝对是被逼的，一切都是那个秦族神子的过错。轩辕未央长得这么美，当然是原谅他了，反正他是不可能舍得放弃这个这么美的未婚妻的。至于初吻嘛，既然是自己来之前发生的，那他也就忍了。不是有句话说得好，要想生活过得去，头上总得带点什么吗？看来要想个办法，改变一下轩辕帝族对我的看法了。回到府邸内，叶天坐在一处软榻上，面露思考之色。以现在轩辕帝族对他的态度来看，完全没有履行婚约的打算，甚至还把他给禁足了。自己府邸距离他未婚妻足足108000里远，要是那个秦族神子趁机对他未婚妻做点什么，他打死也不会知晓的。上次亲嘴，谁知道接下来就亲什么了？他必须要想一个办法，先将众人对他的看法改变了，也好有借口能离开这个院子。不然一天见不到轩辕未央，他就一天不安心啊。至于如何离开此处，此事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他虽然不能直接展露修为，但也能通过其他方面来小小展示一手。毕竟身为玄元道宗真传，他可不光仅仅在修炼一途有所精进。比起修为，他在玄元道宗最出名的事迹还是炼化了一株异火。异火乃是先天神火，有着焚烧万物、毁天灭地之能。而炼化异火的过程则更加凶险，稍有不慎就会灰飞烟灭，尸骨无存。而不同的异火，其特性也不一样。比如他先前炼化的青莲圣火，除了能够炼丹之外，则还可以用来下毒。炼丹他虽然一窍不通，但下毒这方面他熟啊。只要自己在轩辕地族找一个位高权重的人下毒，然后在恰到好处的时机出现，施展手段将那人治好，必然会改变轩辕地族众人对他的看法。当然，他下的毒也并非是一般的毒，若是一般的毒，凭借轩辕地族的底蕴绝对可以治好。但这个毒是他通过青莲圣火下，并不致命，
只会侵入修炼者的心脉和神魂，让其变得越来越虚弱。俗话说得好，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个毒誓既然是他通过青莲圣火而下，而想要解毒，自然也就需要青莲圣火。当然，一些极为珍惜的丹药确实也能够解毒，不过炼制丹药很耗费时间，有那点时间，他早就帮其治疗好了。还有那个秦族神子，我必须给他一个教训。一想到秦九哥，叶天就忍不住心中愤恨。这么久以来，他连轩辕未央的纤纤玉手都没摸过一下，结果那个混蛋竟然把他未婚妻的初吻都夺走了。若不给他一个教训，他叶天是不为人。当然不是现在，现在3年时间未到，自己还需要隐忍一番。另一边，轩辕未央此刻正盘膝修炼。身为帝女，修炼之事万不可松懈。至于叶天，他始终都没有放在心上。他对叶天没有半点感情，二人的婚约不过是当初先祖随口一提罢了，当不得真。更何况他其实已经早就心有所属了。别看他平常清清冷冷，但其实内心十分孤傲。若是嫁给叶天这个来历不明的废物，那他宁可直接去死。轩辕未央正在潜心修炼，突然听到了门外侍女给他的传音。何事？轩辕未央语气淡淡，仿佛不带有丝毫感情。小姐，神子殿下来了。神子弟弟来了。闻言，轩辕未央的脸上明显闪过一丝慌乱，顿时有点束手无策的感觉。神子弟弟，他怎么来了？这还是对方头一次主动上门拜访，轩辕未央心中不由得紧张起来。此刻他也顾不上修炼，而是连忙梳妆打扮了起来，生怕一不小心给秦九哥留下不好的印象。一番梳妆打扮之后，轩辕未央也是安静地坐在床头，静静地等待秦九哥到来。自古英雄爱美人，轩辕未央自然也不例外。单论身份，其实他并不比秦九哥弱上几分。轩辕地族帝女，轩辕一族年轻一辈的最强者，以他的天资和实力，只要不夭折，将来有很大可能成为轩辕地族的族长，执掌整个轩辕地族。而对于他这位声名显赫的表弟，他也没少听过对方的事迹，什么真仙之姿，万古无一，出生之日各种异象纷呈，3岁可搏杀真龙幼崽，也是让他对这个素未谋面的神子弟弟产生了好奇。以往秦九哥到来的时候，他也时常暗中偷偷打量着对方，一眼误终生。轩辕未央说不出那种感觉，他只知道不知从何时起，自己心中就多出了一块地方，独属于秦九哥。每当看见他的时候，他心中总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安定。相反，每当对方离去的时候，他心中不知怎么会升起一股莫名的不舍，不舍得对方离开。他也想过跟对方告白，只是对方完全一副修炼狂魔，对男女之事完全不感兴趣的模样。而且自己大了他那么多岁，对方若是嫌弃他怎么办？再三思考之后，他也只好将这个秘密深藏于心。直到上一次对方前来轩辕地族夺走他初吻的时候，他才知道原来对方也是对他有意的。轩辕未央梳妆打扮之后，安静地坐在床头，心中不由得紧张起来。要知道，即便是之前参加宗族大比的时候，他心中也不会有一丝紧张，但此刻仅仅就因为秦九哥将要到来，他心中就忍不住的胡思乱想起来。以往他都没有来过，这次突然到来是为了什么呢？莫非是和那叶天有关？一想起叶天，轩辕未央心中就不由得恼怒起来。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自己压根不喜欢他，结果对方还一直死皮赖脸的纠缠他。若不是还保持着大家族子女的体面，他更是恨不得直接一巴掌把叶天抽死。虽然对方目前连他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但万一秦九哥误会了怎么办？对方上次前来好不容易开窍了，万一就因为叶天嫌弃了自己怎么办？恋爱中的女人就是如此，哪怕她身为帝女也是如此，生怕一不小心惹得秦九哥讨厌。但还没等他担忧多久，房门打开，秦九哥已经进到了此处。看到心上人出现在自己面前，轩辕未央快速整理好面容，心中激动不已，恨不得直接扑上去。不过他还是将自己心中的那一抹荆棘强忍了下来。必须要矜持，不然若是不小心吓到了对方怎么办？神子殿下，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里了呢？轩辕未央强装矜持，语气故作清冷道。只不过微红的小脸和2只不断扣弄的小手，暴露了此刻他内心的不平静。没事，难道就不能来看姐姐了吗？姐姐莫非不欢迎我来吗？秦九哥微微一笑，自然知晓对方心中的想法，不过他没有拆穿。还有姐姐不必这么见外，叫我弟弟就好，神子这个称呼显得太过生疏了。说着，秦九哥顺其自然地坐在了轩辕未央身旁。瞎说，姐姐怎么不欢迎你来？倒是你，小时候还经常来这里玩，结果长大以后就不见踪影了。说着，轩辕未央不由得娇嗔道，白了秦九哥一眼，风情万种。对方身为秦族神子，大多时候都一直待在秦族前行，只有偶尔才来轩辕地族看望他母亲。但这非但没有影响他对秦九哥的爱慕，反而还因为见面次数稀少，让他倍感珍惜每一次和对方的见面。
所以我现在不就来给姐姐赔罪了吗？秦九哥笑着说道，一双手自然而然的就握住了轩辕未央的柔仪，滑滑的，凉凉的，触感很好。轩辕未央下意识的挣扎了一下，但看到对方脸上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也就任由对方乱来了。反正初吻都交给他了，拉拉手应该也没什么吧。而且看他的样子，应该也只是无心之举吧。房屋内的气氛逐渐变得暧昧起来。秦九哥双手一开始还只是摸着轩辕未央的小手，但随即就不老实了，逐渐在他的全身上下摸索起来，也使得后者脸上越来越红。鹰，臭弟弟，你往哪捏呢？突然，轩辕未央忍不住娇吟道，白了秦九哥一眼，但他的语气中全然听不出愤怒，反而满是娇羞和期待。我也不知道这是哪里，姐姐见多识广，想必一定知晓。姐姐不如来给弟弟讲解一番。说着，秦九哥嘴角微微上扬，不怀好意地说道：鹰，臭弟弟，你好坏啊，竟然这么捉弄姐姐。秦九哥微微感叹，这轩辕未央还真是深藏不露啊。臭弟弟，你不知道的还多的呢。别捏了，你再这样我就生气了。莫非你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欺负姐姐我吗？轩辕未央脸色愈发绯红，有点不敢去看对方的眼睛，出声威胁道。对此，秦九哥只是微微一笑，压根没有放在心上。女人说不要就是要，这个简单的道理他怎么可能不懂？而且以轩辕未央的实力，自然能轻松挣脱他的束缚。只不过他没有那么做，什么心思还不明显吗？姐姐，你这可真就误会我了。好不容易来一趟，我肯定是专门来见你的。这次下界我可是一直都记得姐姐，还专门为姐姐带来了一份礼物呢。秦九哥说道。哦，什么礼物？闻言，轩辕未央不由得清醒了几分，满是好奇地问道，同时心中也不由得升起一股感动。这个臭弟弟虽然挺坏，但心里还是有他这个姐姐的嘛。这次下界竟然还懂得给他带礼物，只是他却很好奇对方会给他带什么礼物。以二人的身份，寻常的稀世珍宝已经完全不能入他们眼了。这个你一会儿就知晓了。对了，姐姐，怎么不见你那位未婚夫呢？说着，秦九哥佯装好奇道。闻言，轩辕未央瞬间清醒了几分。毕竟再怎么说，目前叶天也还是他名义上的未婚夫，两人暂时还没有退婚。结果现在他却跟秦九哥搞在了一块，这种被得的快感让他不由得心头紧张起来。不过他还是强压下心中的紧张，对着门外的下人传音道：来人，把叶天带过来，告诉他神子要见他。轩辕未央语气冰冷，他能够坐上帝女的位置，自然不可能是什么善人。论身份，她是轩辕帝族地脉嫡女，如今的轩辕帝族帝女身份高贵，跟秦九哥在秦族的地位一样。从小到大，她也同秦九哥一样，生活在锦衣玉食、荣华富贵之中。所以对于寻常人来说，她天生就带有那种居高临下、目无一切的上位者威压。也只有在秦九哥面前，她才会透露出一副小鸟依人的小女人姿态。很快，叶天就闻讯而来。尽管他住在另一座仙山之上，距离遥远，但途经传送阵，也是不多时就赶到了。一进门，叶天就看见端坐在主位的秦九哥，而轩辕未央则顺从地坐在他一旁，挽着他的胳膊。看见此情此景，叶天眉头微皱，心中顿时浮现出一股怒火。自己未婚妻对着其他男人如此亲密，这恐怕是个男人都不能忍吧。而且轩辕未央先前对他那么孤傲冰冷，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结果对待秦九哥又是这么小鸟依人的模样，如此反差更是让叶天心中产生了一丝怒意。不过他隐藏得很好，表面上并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妥。神子，你找我？叶天语气平静，随意地拱了拱手。和其他人相比起来，叶天表现得规规矩矩，不卑不亢，完全没有其他人语气中的敬重。对此，秦九哥很是理解，毕竟是主角嘛，向来都是不敬天不敬的，对谁都这么一副冷淡的模样。只不过叶天这副生冷的语气态度，却让轩辕未央格外不爽。叶天，你这是什么态度？神子面前，你怎么能如此无礼？轩辕未央语气冰冷，毫不犹豫地呵斥着叶天。这是什么态度？不懂尊卑，这不是在神子弟弟面前给他丢脸吗？不过转头，他却又对着秦九哥小声道歉道：不好意思，神子弟弟，这家伙出身低微，不知礼数，让神子见笑了。自己未婚妻对自己冷言呵斥，但转头却又对另一个男人低声下气，满是讨好，这谁能忍得了啊？叶天当即额头青筋暴起，险些暴怒，偷偷观察秦九哥的眼底更是闪过一丝冰冷。虽然转瞬即逝，但他的这番举动仍然没有逃过秦九哥的眼睛。丁，气运之子叶天心中怒火翻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2万点，还真不愧是赘婿流气运之子，简直太能忍了。若是换成一般的气运之子，自己和他未婚妻如此亲密，对方绝对要炸。反观叶天竟然还忍下来了，
这不由得让秦九哥又高看了他几分。既然如此，那只好辱妻子，无养之了。无妨。对了，姐姐，刚才我们说到哪了？秦九哥摆了摆手，满不在乎地说道：刚才你说这次下界回来给我带来了一件礼物，弟弟你别卖关子了，倒是什么礼物啊？说着，轩辕未央拉着秦九哥的双手，嘟着小嘴撒娇道：丁，气运之子叶天对宿主心生怨恨，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3万点。清冷孤傲的帝女在你面前撒娇，而她名义上的未婚夫此刻还站在一旁看着，不敢有丝毫不满。秦九哥此刻心中可谓是要多爽有多爽。这件礼物比较特殊，并不是什么杀伐至宝，也不是什么护身法器，不过此物确实异常稀有，目前整个上界也唯有我一个人能够拥有。说着，秦九哥还低头看了一眼轩辕未央一双笔直修长的白皙玉腿，似乎是在思考他穿上以后会是什么样子，比较特殊。闻言，轩辕未央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好奇。其实对于秦九哥要送他什么礼物，他并不在意，他堂堂轩辕帝女，什么宝物没见过？外界在罕见的稀世珍宝，在他眼中都稀疏平常。重要的不是礼物，而是送礼物的人。只要是秦九哥送的，哪怕只是一块破灵石，他都会觉得稀有无比，恨不得珍藏起来。但他的这番话确实也引起了轩辕未央的好奇。上界只有他一人拥有的宝物，此物会是什么？下方听到秦九哥要送轩辕未央宝物，叶天此刻也不由得抬起头，眼中带着审视的目光，闪过一丝诧异，同时心中忍不住冷笑道：外界传言秦族神子有真仙之姿，万古无一，现在看来他也不过如此，不过只是一个贪图好色的纨绔2代罢了。还上界只有你一人能拿出来的宝物，牛皮倒是吹得挺响，我倒要看看你能拿出什么宝物。在叶天看来，这秦九哥纯是名气大于实力，什么真仙之姿，什么万古无一，在他眼中不过如此。他倒是很好奇，这个所谓的秦族神子能拿出什么珍稀宝物。尽管来到轩辕帝族之后，叶天备受冷落和白眼，但他内心却是极度高傲之人，毕竟他可是玄元道宗真传啊。只要完成这次师尊交给他的历练任务，那他就能名正言顺地接手圣子之位，自己以后只要不犯大错，就能执掌整个玄元道宗，成为整个上界都人人敬仰的大人物。至于原因嘛，也很简单，目前他师尊虽然在玄元道宗有着不小的地位，宗内能与其相提并论的长老寥寥无几，但这玄元道宗终究还不是他师尊的一言堂，立圣子的决定还需要经过宗内80%以上的长老同意才行。不光是玄元道宗，上界任何一方势力，宗内都是各派系联合而治，不可能只有一方派系掌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相对的公平，保证家族宗门不会偏袒任何一方派系。例如秦族就是由9大主脉以及9大支脉共同监督执掌，任何大事都需要禀告家主，经过大多数长老同意才可执行。血脉相连的长生世家都如此，而像玄元道宗这种不朽大教之中，各派系竞争无疑更加激烈。叶天想要上位成为圣子，将筹码压在其他圣子候选人的长老自然不会答应，对此他们给出了理由也很充足。叶天虽然天资卓越，但道心不足，虽蕴含大气运，但没历经大风大浪，还需磨砺一番，不然将来若是执掌宗门，很有可能会为了一时痛快而引来灾祸。于是这就有了叶天隐藏修为身份来轩辕帝族当赘婿的故事，为的就是好好磨练一番他的心境。对此叶天很是不屑一顾，他还需要磨练？开什么玩笑，整个玄元道宗其余的真传弟子被他打得头都抬不起来，除了他以外，玄元道宗还有谁能胜任这个圣子之位？在他看来，这场历练完全就是那些老不死的长老为了不让他继承圣子之位，故意拖延时间的手段罢了。别看他表面上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内心却是极度高傲。他堂堂玄元道宗真传，而且3年之后便能成为圣子。论身份，他并不比秦九哥和轩辕未央差多少；论实力，他自问自己还远在2人之上。所以对于秦九哥口中那个只有他一人拥有的宝物，他是很不屑一顾的。他倒要看看能值得对方如此吹捧的宝物到底是什么。